前世她孝敬公婆，和睦妯娌，有爱晚辈，对自己的丈夫倾心交付，为他筹集赶考盘缠。而这一家人一边享受着她带来的利益，一边又对她各种贬低侮辱、刁难压榨。为了不影响丈夫学习，选择默默忍受，而她的丈夫却拿着她的心血钱，与外面的女人暗度陈仓，更是在灾难来临时，拿她和豺狼虎豹换取食物。娘，吴大仙会不会算错了？这人的八字真的很旺四哥吗？谁家新娘子进门的时候能把自己撞晕？现在追究错不错已经没有意义了，这人都进门了，走吧，陪娘出去看看，可不能再出什么差错了。随着关门声响起，床上的女子睁开了双眼，看着熟悉的场景，一脸的不可置信。我这是重生了，还是刚成亲的时候？叶秋抚摸着自己的腿，前世被生生割下血肉的痛，被活生生丢进热锅里的恐惧和绝望还萦绕心间。既然重生了，我定不会让这家人好过。她取下脖子上一直发烫的木珠，好端端的，为什么会发烫呢？叶秋双眼盯着木头珠子，突然一阵晕眩。当她在睁眼，眼前的景象让她觉得自己在做梦。刚刚明明在看珠子，怎么回事？我要怎么回去？仇还没报呢。念头一起，叶秋又突然回到了新房，依旧是刚才坐在床上看珠子的姿势，但手上的木珠子不见了。虽然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但只要有这个地方存在，就有足够的底气生存下去。她急忙去翻找自己的嫁妆。她5岁就被卖身为奴，12岁时被安排去伺候大小姐。由于舍命救了大小姐，给主家恩惠，归还卖身契。归家时，大小姐给了100两，没想到继母又想将她卖去怡红楼，奈何四叔是秀才，为了脸面，继母才没有得逞。刚好这时候，梁家人上门提亲，男方还是童生，并答应给10两高额聘礼。谁曾想这刚出虎口，又入狼窝。她在嫁妆箱子里找出了一件破棉袄，放进那个神秘的地方，才松了口气。幸好听了干娘的话，将所有银钱藏在这件破棉袄中，带回来的其他东西早就被瓜分干净，只有这件破棉袄没人要。叶秋把翻乱的东西整理好，才坐回床上。好戏才刚刚开始，能一觉睡到自然醒的感觉真不错，上辈子可从没睡过一天好觉。由于梁远泽觉得叶秋是言行轻浮之人，并非自己良配，所以昨晚梁远泽宁愿打地铺，也不愿洞房，加上喝了酒，导致着凉发烧。叶秋看着铜镜中的自己，上辈子他被自己蠢死，这辈子不仅要报仇，他还要肆意而活，不再给自己带上任何枷锁。去他娘的贤良淑德，端庄持家。他又看了看地上发烧呻吟的梁远泽，不禁嗤笑一声：狗男人，这才刚开始呢，你可千万要保重身体。随后叶秋粗鲁地解开梁远泽的衣带，从脖子到胸膛掐了很多红痕，又在背上道抓痕，然后随手抄起凳子丢向梁远泽的某处。被摧残了一番都没醒的梁远泽，这下是真的痛醒了。哎呀，夫君，你没事吧？都怪我不小心。蠢货，还不赶紧把凳子拿开！夫君，我都给你道歉了，人家又不是故意的，你为什么要骂我？人家本来就是为你好，你怎么能对我这么凶呢？呜，夫君如此风度翩翩，还是咱们10里8村有名的读书人，怎么能像个乡野村夫一样出口骂人呢？夫君，咱们做人要大度，我虽然做了10几年的丫鬟，但该懂的道理也懂不少。你这样小肚鸡肠、斤斤计较是成不了大事的。夫君是读书人，更应该心怀宽广，怎么能和我一个小妇人计较？对，我是读书人，要宽宏大量，我不计较了，行了吗？能把凳子拿开了吗？我就知道夫君不是一般人，我这就给你拿开。哎呀，夫君，对不起，我手又滑了。到底是哪个畜生坐的凳子呀？这么重。被骂成畜生的梁家老二正在正房厅堂等新人进茶，突然狠狠地打了喷嚏。与此同时，叶秋把凳子从梁元泽身上用力推开，梁元泽又是一个暴击。夫君，你看，我推开了。夫君，你好好休息，我去给爹娘敬茶。谁家媳妇这么不知礼数？都快正午了，还不起床？元泽怎么也分不清轻重，这要是传出去了，他以后还如何科考？祖宗的脸都丢干净了。三叔公息怒，我哥平时礼数一向周全，今天突然这样，肯定是新进门的嫂子的问题。一家子道貌岸然的东西，个个自私自利，内心阴暗肮脏，仗着祖上做过官，就自觉高人一等。明明都是地里刨食的庄稼人，偏要摆出一副优越的姿态，哪来的底气？不好意思，让各位久等了，我夫君身体疲惫，暂时不方便起来给各位敬茶。也是，你进入了梁家的大门，便是梁家父。原则是我们梁家后辈中最有出息的，肩负着我们全族的希望。你倒好，不但不规劝，反而跟着他一起胡闹。今天的事情要是传出去，影响了原则的科考之路，你担得起责任吗？发生什么事了吗？我刚嫁入梁家，发生了什么都不知道。各位倒好，倒打一耙，讨伐我一个心腹，我好歹是明媒正娶的，又不是不知廉耻、暗度陈仓、倒贴上门的贱人。我娘家的情况，你们也一清二楚。既然看不上我，为什么要去说亲？是打定了主意欺负我这个没娘家依靠的苦命人吗？三叔，
昨天原则忙前忙后的招待亲友和同窗，既然他累了，就让他休息。现在时辰也不早了，让叶氏去张罗早饭吧。到了厨房，叶秋迅速地做好2大罐青菜腌肉粥，放进了一个神秘的地方，自己又吃一碗，饿肚子的感觉太难受了。这辈子要未雨绸缪，灾难来临时准备好足够的吃食，绝不会再让自己饿肚子。随后，叶秋把烧得正旺的柴扔到柴火堆上，看着火势逐渐变大，正厅里的人突然闻到了烧焦味，梁母心下大惊。快来人了，着火了！村民拿着水桶、木盆，一窝蜂地冲进梁家，很快便把火扑灭了。哎呦，我夫君还在房里呢，刚才浓烟那么大，不知道有没有把他熏到。众人齐齐跑去，跟来的村民倒吸一口凉气。只见梁元泽脸色惨白，衣衫半褪，那白皙皮肤上的红痕更是引人遐想。这年轻人可真会玩，不过得悠着点，坏了可咋整？前面的让一让，刘大夫来了。大夫，麻烦你快帮我夫君看看，新婚第1天就这样，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克夫呢。一晚上就掏空了身子，男人的根本严重受损，以后怕是难有子嗣。刘老头，我儿是读圣贤书的人，怎么会如此不知轻重？你可别胡说八道。哼，既然看不上我老头子的医术，那就另请高明吧。秀儿，海哥会给你报仇的。叶氏，给我跪下！老妖婆，你断了腿，我都不会。啊，我的腿好疼！这也能摔？看来真是亏心事做多了，老天还是有眼的，没想到还有意外之喜。前世他在这个家受尽屈辱，如今重活一世，看他如何虐渣渣。叶氏，你在厨房到底干了什么？为什么会着火？娘，还能为什么？我看他就是故意的，本来就是丫鬟出身，天生就是伺候人的，难道还不会生火做饭吗？他把四哥的面子里子都丢光了，还不知道村里会传出什么样难听的话呢。这样的祸害哪里配得上四哥？做个小妾都抬举他了，这该死的女人，仗着个生辰八字就抢了莹姐姐的婚事。哼，我梁家的大门可不是那么好进的。我虽然才归家不到3个月，但也听说梁家祖上在京城做过官，虽然现在回了祖籍，但家教里一个方面不比书香世家差。如今看来，真是让我大开眼界。未出阁的姑娘居然开口闭口都是妾，更是想插手哥哥房中之事。我虽然从小被卖身为奴，但得主家恩惠，一直跟在小姐身边，学的都是给小姐梳头、泡茶、做衣物，更是有幸跟着小姐学了不少为人之道。生火做饭这些粗使丫头做的事儿，我倒是不曾学过。今日第一次上手，又无人指导，毁了厨房，我心里也很愧疚。但万万没想到，因为这一次失误，就要从正妻变成妾，也让我对清明传百里的梁家有了真正的认识。梁母叹口气，如果叶秋唯唯诺诺，她倒还真怀疑自己的选择了。叶氏，元妃和泽儿年龄相近，兄妹俩的感情一直都很好。今日说的话确实不恰当，但都是关心则乱。你一个做嫂子的，要大度一点，跟小姑子计较什么？我听说你是从安平县回来的，之前在哪户人家当差？叶秋知道梁母打听这些的目的。我在景府当差。对了，母亲，再过10天是我干娘的生辰，我可以去给我干娘过生辰吗？你干娘是？我干娘是景府老太君身边的云嬷嬷，我被卖的时候年纪很小，干娘可怜我，一直照顾我。后来大小姐从京城过来，就被派到小姐身边伺候了。既然那大小姐是京城的，为什么要来安平县？具体我也不太清楚，只是听干娘说，景老太君年轻时跟着夫君上过战场，后来家里的小辈能够立起来了，景老太君就来了安平镇休养身体。听说是晋阳后府的侯爷，担心老母亲一个人孤独，便让爱女来陪伴。听干娘说，老太君这个称呼是皇上亲封的。我就知道你是个有福气的，既然是你干娘的生辰，怎么能不去呢？就是咱们家里的情况，你也看到了，拿不出什么像样的寿礼，不知道秋儿有什么打算呀？谢母亲体谅，干娘跟在景老太君身边，什么好东西没见过啊？她年纪大了，我想给她做一对护膝。在景府的时候，干娘就特别喜欢我做的绣活，就连大小姐都很喜欢。好好好，虽然娘不懂刺绣，但也知道绣娘的手可珍贵了，以后家里的活你不用。腿骨很可能断了，结果我不擅长，我没有十足的把握，你们最好带去镇上看看。如果真的是腿骨断了，等折腾到镇上，恐怕会加重伤情，还请刘老哥为其接上。我出手倒是可以，不过我丑话说在前头，我可没有十足的把握能够恢复如初。刘老哥尽力就好，医者父母心，我自当尽全力的来2个力气大的把病人压住。叶秋本打算帮忙，可梁父怕他万一弄伤了手，得不偿失，儿子以后的前程可都指望那双手呢。回到房间，看到梁元泽像死尸一样躺着，脸上泛着不正常的红晕，嘴唇干裂起皮，身体抽搐，又听到那个老妖婆的惨叫声，他握了握拳头，恨不得现在就了结了他们。可转念一想，好不容易重活一次，他要慢慢的折磨这家人。哎呀，夫君，你这是怎么了？发羊癫疯了吗？如果现在有力气起身，绝对给这恶毒的女人几巴掌，
夫君，你不说话，我也不知道你想要什么呀。你是不是在担心娘啊？你不用担心，娘就是把腿摔断了。梁元泽倒不是多担心梁母的腿，而是担心如果梁母倒下了，这个家散了，那他的读书之路也就毁了。梁元泽启蒙之后，父母就对他抱了很大的希望，家里吃穿用度最好的都留给他，他也把科举当成了唯一的出路，希望有朝一日加官进爵，光宗耀祖，反而将亲情看得很薄，哪怕全家人辛苦供养他，他也没有多少感激。在外人看来，梁家是梁父在做主，其实全靠梁母撑起来，所以梁母出事，最担心的就是梁元泽。夫君要是实在不放心，我现在去看看娘吧。要是再让泽儿和他继续住一个房间，恐怕很长时间都好不了了。秋儿，你要给你干娘准备寿礼，泽儿现在养身体，书房暂时用不上，你先搬过去住吧，这样你也能专心准备礼物。夫君现在正是需要我照顾的时候，我作为他的妻子跑去偷懒，会不会被人说闲话？你尽管按我的话去做就好，没谁敢瞎嚷嚷。谢谢娘，我明早就去县里置办，时间不多了，再拖下去我怕赶不及了。夫君要科考，我作为他的妻子，肯定是要全力支持他的。好孩子，泽儿能娶到你，真是他的福气。回到房的叶秋麻溜的把自己的衣物搬到了书房，走时还不忘和梁元泽说一声：夫君，娘让我去你的书房住，让你好好养身体，你放心，我会和家里人说一声，让他们别来打搅夫君的。说完就欢快的去了书房，和那人渣分开住，他巴不得呢。小婶，奶奶让我来叫你吃饭呢。哇，小婶，你的头花好漂亮，我还没见过这么漂亮的绢花，可以给我看看吗？不可以，我不喜欢别人碰我的东西。梁兰兰被这么干脆利落的拒绝，一时间还回不过来神。小婶，你可能不认识我，我叫兰兰，我和我大哥是龙凤胎，我大哥是长孙，我要什么爷爷奶奶都会给我的。哦，知道了。秋儿会做绣活挣银子，是家里的功臣，以后泽儿吃什么，秋儿就跟着吃什么。娘，凭什么？凭秋儿有手艺，能挣银子。你们要是不服气，就拿出底气来，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梁母想到一张张绣品换成了银子，向他飞来，心里就一阵火热。小姑子是吧？女孩子经常生气，气运会变差的哦，说不定说话都会闪到舌头呢。你……梁元飞痛苦地捂住嘴，指缝间还流出了鲜血。这一变故把大家都惊呆了。我就是随口说说，难道这人平时亏心事做多了，遭报应了？接上集，梁家人得知叶秋的刺绣手艺可以赚钱，都幻想着拿到钱以后如何花。以后每天给老四家的煮个鸡蛋。梁母心里不乐意，那是给儿子留的，就算儿子吃不完，还能拿去换铜板呢。梁母低头装作没听见。这死老太婆，既要马儿跑，还不让马儿吃草，黑心肝的死老太婆，呛不死你。这也太巧合了吧！老妖婆平地摔断腿，梁元飞说话咬舌头，现在又差点渴死，好像在他们出事前我都……叶秋激动，如果真的是那样，那他折磨这家人简直就像喝水这么简单了。叶秋迫不及待地想验证，他发现梁兰兰正瞪着他，梁兰兰被抓个正着，慌忙地向外跑。好吧，摔个狗吃屎。叶秋现在恨不得叉腰狂笑，他的想法是对的，他诅咒的人都会灵验。叶秋伸手去拉梁兰兰，梁兰兰甩开他，叶秋故意向后退2步，跌坐在地上。梁父看到心都提起来了，可千万别伤到手啊！老大，把你女儿带回去，你媳妇到底是怎么教的？小辈能对长辈动手吗？哭什么哭？屎很好吃吗？还不赶紧吐出来！梁兰兰被他爹这一吼被吓了一跳，直接把嘴里的东西咽下去。吃完饭，叶秋回房，关好房门，迫不及待地来到这个神秘的地方。这里依旧亮如白昼，哗哗的流水声，肥沃的黑土地，旁边不远处还有间屋子。他推门进去，靠南边有一排柜子，靠北边放了一排书架，上面也摆满了书。叶秋去书桌那边拿起桌上的一封信，看完后才知道，原来这里叫做木珠空间，是前主人留下来的。他自己是当世独一的亲传小弟子，从小就对大师兄情根深重，可心上人喜欢他的师姐，为此专门和他们作对。他们一个专心制毒，一个专心做解药，每赢一次就要对方为自己送上一件价值不菲的首饰或者罕见的布料。前主人也写明了空间的规则，放进来的东西不受时间流失的影响，拿进来是怎么样，就算过了10年，拿出去还是怎么样。黑土地可以种植，成熟时间比外界缩短1半，屋外的井水长期喝有调理身体的作用。书桌上还有一本书，名叫《百方录》，是前主人一生苦研医术的心得和药方。叶秋翻了几页，听到吵闹的声音，连忙出了木珠空间。第二天，叶秋一觉睡到大天亮，直接去了镇上。要回房休息吗？我抱你回屋。我在作画，你这鱼哪来的？堂哥给的，说是给元泽补身体的。村里传出流言了，在这里生活了几10年，你还不知道吗？谁家母鸡下了个双黄蛋，都能在村里传上2天，你觉得咱家这是瞒得住？要不是那贱人背后还有些关系，我恨不得现在去掀了吴大师的招牌，这哪里是妄家妄夫？
简直是霉运连连。泽儿好好的名声被那贱人染上了污点。真是妇人之见，头发长见识短。仅凭他干娘和景老太君的关系，带给泽儿的好处就是不可限量的。可我还是气不过，看不过也得忍着，至少等泽儿在官场上站稳脚跟，到时候你想怎么样，还不是你说了算。到了镇上，叶秋去包子铺，一口气买了50个大肉包子，30个白面馒头，60个杂粮馒头。我家明天请的工人比较多，大概也是这个时辰，老板能做得出来多少？不知小娘子要多少，可否说个数？我家媳妇老娘做包子都很拿手的，要得多我们可以熬夜做。500个包子，500个白面馒头，1000个杂粮馒头。老板吃惊，暗暗地计算了一下，500个包子是1两银子，500个白面馒头是5000银子，1000个杂粮馒头也是5000银子，算下来就是2两银子。叶秋付了定金，又来到面摊，直接要了碗加肉的。自从离开景府，他就没吃过细粮了，确切的说，他就没吃饱过了。梁父端着鱼汤来到梁元泽房间，直接震惊了。只见梁元泽嘴唇起皮，脸色潮红，双目紧闭，眼窝凹陷，更是有一股尿骚味儿。梁父摸了摸梁元泽的额头，烫得他立马缩回手。梁父本想去叫人，但走2步又停下来了。儿子要走科举之路，名声不能坏，泽儿这样狼狈的模样，绝对不能让外人知道。梁父又回到床边，掀开被子，看着湿了大半的床铺。这个叶秋到底是怎么给人做媳妇的？到底懂不懂怎么照顾男人？梁父把床铺收拾干净了之后，才把儿子身上的脏衣服换下来，一切收拾妥当之后，才出门叫人去叫刘老头，心里不停的祈祷，可千万别烧坏脑子。宋颖儿听说梁元泽生病来到梁家，在院子里喊：元妃妹妹，你在家吗？宋家丫头来了，元妃身体不舒服，在房里休息呢。你有什么事儿吗？没什么事儿，就是元妃妹妹喜欢这朵头花，我给她送过来。是发生什么事呢？梁伯伯，怎么你的脸色这么差？梁父刚想开口说话，屋里砰的一声突兀，连忙跑回屋，宋颖儿也跟着跑进去。梁元泽狼狈地摔在床下。元泽哥哥，你这是怎么了？宋家丫头，元泽需要休息，而且这是元泽的新房，你也不太方便待在这里，你去找元妃吧。梁伯伯，元泽哥哥病得这么严重，现在正需要人照顾的时候，我在这里搭把手，没人会说什么的。爹，我把刘大夫请来了。风寒入肺腑，引起了高热，我这里有退热药包，80丸一副，3碗水熬成1碗水，用小火熬，退热之后还得继续服用治理风寒的药。元泽身体太虚了，又不能用猛药，只能循序渐进，好好调理，1、2个月就没。接上集，叶秋吃完面，向老板打听了西街有房子要出租，便直接过去，以1年10两的价格租了一间屋子，并一次性付清3年的房租。随后又来到粮铺，看了粮食的价格。这位客官，我们店的粮食质量绝对有保障，买的多还可以免费帮你送。叶秋想到再过2个月粮价就会猛涨，所以这2个月的时间，他必须要囤够未来3年吃用的东西，或许还会更久。毕竟钱是他死的时候灾情还没结束。普通大米100斤，下品白面100斤，黑面200斤，豆面和玉米面各200斤。100斤普通大米1000文，100斤下等白面1000文，200斤黑面1000文，200斤玉米面600文，200斤豆面60文，一共是4两银子加200文。叶秋付了钱，然后又去买了一些生活必备品。买完后，叶秋边走边琢磨如何用秀技挣银子，突然被叫住。锦秋，还真的是你呀？怎么叫你没反应呢？景春姐姐，你怎么在这里啊？我刚刚在想事情没听到。当初劝你不听，你看你现在过的什么日子？你才回去多久啊？这脸都粗糙了，在府里多好呀。虽然我们只是2等丫鬟，但也比普通人家日子好过多了。何况你舍命救小姐，难道小姐还能亏待了你不成？叶秋看着喋喋不休的景春，倍感亲切，但心里的委屈却怎么也压不住，听着听着就哭了。好了好了，我不说了，还不行吗？景春姐姐，让你见笑了，我没耽搁你事儿吧？看我把正事都忘了，小姐在对面天香楼用晚膳，看见你了，让我带你过去。景春带着叶秋进了包厢，叶秋心里忐忑。民女叶秋拜见小姐。叶秋，你不用紧张，当初你离开的时候，身子并没有完全康复，刚才无意间看到你，就想问问你身体可痊愈了。回小姐，已经痊愈了。你如今是自由身了，你不用如此紧张，算起来你还是我的救命恩人呢。过来和我们一起用晚膳吧。谢谢小姐，当初民女是您的丫鬟，为您做什么都是应当的，救命恩人民女真的不敢当。这丫头怎的离府了，还变得胆小了？表哥，你就不能正常点吗？后面有刺客在追你吗？你非得那么急？表妹，说话要点良心好吗？收到你的来信，我就日夜兼程的从药神谷赶来。还有你景晨宇，你既然都到福原县了，为什么就不能移动你尊贵的脚，直接去药神谷呢？废话怎么那么多？纪灵浩给景晨宇把完脉，
也无从下手。哥哥还那么年轻，为东晋国立下赫赫战功，怎么能？景明婉突然想到什么，年初我去云若寺上香的时候，空元主持给叶秋批过命，望夫一子，可化解身边之人的厄运。我们回来的时候遇见土匪，那样危险时刻，叶秋都能逢凶化吉，这次也一定可以帮助哥哥度过这一劫。其他三人虽然有点震惊，空远大师会主动给人批命，但并没有抱多大希望，毕竟命运这事谁说得准呢？叶秋妹妹，你现在虽然恢复了自由身，但依旧是平民，做我哥哥的正妻自然是不够的，但我们也不会亏待你，我请祖母出面，抬你做我哥哥的侧室可好？景晨宇是一品大将军，更是晋阳侯府的世子，叶秋这样的身份做通房都不够格，更别说侧室了。叶秋更是惊恐，现在他有点怨恨那个什么空远大师了，没事非得拉着他拼命干啥呀？明婉，别胡闹。多谢小姐的好意，但民女已经嫁人了。叶秋妹妹，可你并没有叔父人迹。民女是2天前过门的，婆家娶我不是看中我，而是我生辰八字和所谓的命格。他们自诩书香世家，看不起民女曾卖身为奴，新婚之夜红盖头还没掀，就受到了夫君的言语侮辱，之后更是多番刁难，民女至今还是清白之身。这样的夫君也不配民女为他叔父人迹。我娘家母亲早逝，爹再娶，归家之后，继母更是想把我卖到肮脏之地，民女现在进退两难。今天之所以会来县城，也是想靠着自己的秀技攒点银子傍身。你这命格不止没给你带来好运，反而把你推向深渊了。看来这空远大师也只是徒有虚名嘛。我看你这小神医的称号才是徒有虚名，连个小毒都解不了。那是小毒吗？那是严寒毒。别说我了，就连我师父都只能压制。叶秋听着他们的对话，也明白了个大概。他拿出解毒丸的药方。公子是神医吗？可以帮民女看看这药方是真的吗？季林浩认真的看药方，越看眼睛越亮，最后竟然哭了。表哥，你有救了。这个药方可以根据毒的类型调整关键药的用量，解不同的毒。妙啊，真是太妙了。换句话来说，这薄薄的一页纸可以解百毒。叶姑娘，可否将这药方赠予我？要求你尽管提。叶姑娘有什么要求尽管提，我是晋阳后府世子，也是一品大将军，我会尽我所能满足叶姑娘所有要求。此刻，景明婉也对远空大师的批命深信不疑。叶秋确实能为身边之人解除厄运。叶秋妹妹，我说的没错吧？你就是有福之人，想要什么尽管说，我们会竭尽全力满足你的。这张药方在公子手里是救命良方，在我手里就等于废纸一张，公子拿去便可。我也没啥见识，娘家靠不住，婆家更是个泥潭。我本本分分的做人，从没想过攀龙附凤，可总有歹人把我利用的彻底。如果让我选择，我宁愿不要这样的命格。可事已至此，纵然我想报复，也势单力孤。就是我折腾婆家的时候，可不可以借用一下警府的名头？你们放心，我不会干什么伤天害理、为非作歹的事。我也没那个胆量去干，我就是想出口恶气。这有什么？你本来就是从警府出去的人，自然不是谁都能欺负。你不仅是我的救命恩人，还是哥哥的救命恩人。你对我们警府有恩，以后就把警府当作你娘家，任何时候都可以回来。我是福源县的县令，也是明婉的未婚夫，感谢叶姑娘大义，有事也可以直接到衙门找我，能帮的秦某定然义不容辞。景明婉让人拿了3600两银子塞进叶秋手里，叶秋连忙拒绝。不用不用，我能用警府的名头折腾折腾我婆家，我就已经感激不尽了。这个银钱我万般不能收。傻妹妹，要拿名头压人，也得让他们看见实物，这样更有说服力。拿着吧，这点银钱对于我们来说不算什么。玲珑布庄是我名下的产业，如果你还想继续做绣品，做好了可以拿去布庄，绝对给你最好的价格。叶秋推迟了一番，还是把东西收下了。毕竟有钱人能用银子买断的事儿，就不会欠人情。后台找好了，回去就可进遮。接上集，警府老太君知道孙儿有救了，喜极而泣。云嬷嬷在一旁安慰着：祖母，你别哭了，再哭下去，孙女都要跟着哭了。祖母这是高兴，你也是个有福气的，认了个不错的干女儿。这丫头当初执意要回家，老奴就劝过她，能把她卖了的家人，又怎会善待她？可惜这人啊，终归是要吃了苦头才能明悟。不过也好在这丫头没有太蠢，还知道找靠山反击回去。要是她一味的忍气吞声，任由婆家磨搓，那才真是白费了老奴这些年对她的教导。你呀，我还不知道你吗？明明心里很惦记，说出来却尽是埋怨。这丫头不仅仅是你的干女儿，更是明婉和陈女的恩人。只要她不作奸犯科，警府就是她的靠山。老太太出生于将军府，早年与丈夫并肩作战过，恩怨分明，敢爱敢恨，不太适合后院生存。
丈夫去世之后，就来到了这里颐养天年，远离内院的勾心斗角。知道叶秋用药方幻景府做靠山反击婆家，还挺欣赏这丫头个性的。老奴替那丫头谢过主子。第二天，叶秋一大早就去了玲珑布庄，景春给她2个小布包，一个里面装了几件精美的首饰和2张大少爷写的学院的推荐帖，另一个是云嬷嬷给的。随后，她买了很多要用的，又去了昨天那家包子铺，拿了包子放在空间，直接回青山村。一路上遇着些人，看她的眼神有些奇怪，不过她没管，径直回娘家。刚踏进院门，坐在屋檐下的梁母立刻就发作了。叶氏，你还知道回来？娘这话说的真可笑，我是你们明媒正娶的，为什么就不能回来？你还知道你已经嫁进梁家了，谁家的媳妇会夜不归宿？还有元泽病得那么严重，你为什么不说？你到底安的什么心？你这个毒妇！娘，你这揣着明白装糊涂，睁眼说瞎话的习惯可不好。你们又不是不知道我去县城，我这人都不在家里，我怎么知道夫君病没病？这也太冤枉人了。叶氏，你眼里可还有我这个婆婆？这就是你的教养和规矩吗？我的教养只针对人。你这个贱妇！我要是贱妇，那你儿子就是贱男人，你就是生出贱男人的老贱妇。娘气性不要这么大嘛，小心把自己刺死了。路上可顺利？挺顺利的，就是偶遇原来的主家小姐，耽搁了一些时间，回来晚了点。梁父这才发现叶秋头上戴着一只白玉簪，还有手腕上也戴着白玉手镯，那个成色就算不识货的也知道是好东西。这时候宋颖儿扶着虚弱不堪的梁元泽出来，我这离开2天都不到，我夫君就纳妾了吗？你们梁家什么意思？这也太欺负人了吧！叶姐姐，别误会，我们不是你想的那个关系，我只是来，我娘就生了我一个，别上赶着攀亲戚，一个上赶着送上门的妾，也没资格叫我姐姐。请问这位上赶着倒贴的贱妾，姓谁名谁？胡说八道什么？莹儿是村长家的闺女，清清白白的，你别胡乱辱人名声。还是村长家教出来的闺女，那我可得上门好好说道说道。作为一村之长，都不做好表率，看看教出来的是个什么东西。上赶着勾引有妇之夫，孤男寡女共处一室，谁知道你们在里面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居然还倒打一耙，指责起我来了。叶秋说完就出了院子，边走边喊：村长家教的好闺女，上赶着勾引有妇之夫，真是好不要脸。村长家真是好家教，让女儿明目张胆的勾引有妇之夫。梁元泽、梁同生真是辱了读书人的名声，趁着妻子不在家，女人无媒苟合，圣人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梁家人真是好样的，全家人合起伙来欺负我一个心。你是何人？你要干什么？老不死的，你还好意思问我是何人？你都让你家不要脸的女儿上赶着勾引我夫君了，你还有脸问我是何人？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原来村长的家教就是教女儿上赶着做妾，这么想要男人，怎么不去青楼？还有银子赚。村长媳妇马大花扑过去就要打叶秋，叶秋拿出一把砍柴刀，马大花连忙止住动作，硬生生的摔了一个大马趴。大家看看，这就是教出不要脸的女儿的下场。就算你为你那不要脸的女儿向我下跪，我也不会放过她的。这种不要脸的贱人，就该被进猪笼。我看你才是恶毒至极。我女儿与你小姑子是好友，你小姑子受伤了，她不过是上门探望，你就要如此坏我女儿的名声，你到底安的什么心？你那不要脸的女儿看望我小姑子，会从我夫君房里出来，2个人还黏黏糊糊的，好不要脸。你家闺女能上赶着给人睡，也不是没道理的，这就是典型的上梁不正下梁歪。叶氏，你给我闭嘴，还不赶紧给村长道歉？我说错什么了吗？我回来的时候，你身边这个贱人不是正扶着你从我们新房出来吗？不是一副小鸟依人的样子，都快靠你怀里了吗？不是我见犹怜的让你呵斥我吗？如果是个正经姑娘，会在人家新婚期孤男寡女共处一室吗？还是梁家人都死绝呢，才会让个不要脸的人进新房照看你？叶氏，今天这事就是你的错，赶紧道歉。梁同生真是让我见识了，什么叫厚颜无耻？明明自己不要脸，干着无媒苟合的下贱勾当，却反倒要我这个受害者去道歉。梁元泽，今天我就当着大家伙的面问你一句话，你确定要我向那不要脸的贱人道歉吗？你不仅要向我闺女道歉，你还要在我家门口跪上3天3夜，我宋家的人可不能白白的遭你侮辱。你也是这个意思吗？梁元泽呀，梁元泽，你为了个不要脸的贱人，是非不分，猪狗不如，对我如此狠心，我会让你后悔现在的选择。叶秋拿出一封推荐帖，梁元泽，你知道这是什么吗？叶秋不等梁元泽说话，这是东晋一品大将军，也是晋阳侯府世子的亲笔推荐信，看看这是带了私章的。听说过青云书院吗？你知道这帖子意味着什么吗？梁元泽心里扑通的跳，青云书院那是所有学子梦寐以求的地方，他怎么可能没听说过？梁父同样也激动坏了，似乎看到梁家已经辉煌了，其他看热闹的人心里也是一震，看向叶秋的眼神都变了，村长也同样如此。梁元泽，我为你的前程到处奔波，去求以前的主家小姐，费尽心思的为你求来青云梯，可你和你家人又是怎么对我的？我不过才离开2天不到，你屋里就有了这个贱人，现在更是逼着我向这贱人道歉，你不配我为你付出，更不配得到这份推荐帖。叶秋手脚利落的把推荐帖撕得粉碎，梁元泽仿佛看到
自己的锦绣前程退至在自己面前，一口气没提上来，晕过去了。梁父也只觉得眼前一阵阵发黑。无知，简直太无知了！你知道你毁的是什么吗？这不都是你们造成的吗？要不是你养出个不要脸的女儿，上赶着找男人，我会毁了这价值千金的东西吗？你有什么资格指责我？还是好好的教教你那小男人想得发疯的贱女吧！就是你们家那不要脸的女儿，毁了青山村一个出人头地的机会。哦，对了，最后再说一句，只要有我在一天，你那女儿就只能为贱妾。说完，潇洒转身离开。接上集，叶秋大闹村长家，宋宁儿的名声算是彻底毁了。祖宗的脸都被你丢尽了，好好的日子不过，你非得作践自己，还连累宋家跟着你丢人现眼。你给我滚出去，老子就当没生过你这个女儿。爹，我知道错了，我和元泽哥哥两情相悦，是叶秋横插一脚，破坏了我们。女儿不甘心呀，现在女儿名声已经毁了，只有抓紧元泽哥哥。叶秋是有点背景，但元泽哥哥心里没有他，等他助元泽哥哥踏上青云路，会把他踢开的。村长喘着气，一屁股坐到凳子上。叶秋不管背景再怎么强大，始终是一个女子，要依附男人生存。如果梁家运作得好，叶秋背后的利益就会变成梁家的，梁元则出人头地是早晚的事，以后再想分杯羹，估计连边都沾不上。现在莹儿名声也坏了，何不将错就错，把梁元则绑在宋家这条船上？你确定能拿捏住梁元则？我非常确定，元泽哥哥心里只有我。现在我又因为他受了那么大的委屈，女儿稍微施点手段，他就会对女儿更加服帖。梁母已经醒来了，梁父坐在床边冷眼看着他。和你说过多少次了，对待叶秋不能像对待其他几个儿媳妇一样，你要先忍让一点，实在忍不住，那你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为什么非得在这个时候和他对着干？你明明知道宋莹儿抱着什么样的心思，为什么还要让他进老四的房间？你知道你犯下了多大的错误吗？你毁了老四的前程。知道青云书院吗？老四媳妇儿已经拿回来了青云书院的推荐帖，还是什么一品大将军和侯府的世子亲笔写的，就因为回来撞见宋莹儿在老四房里，然后毁了老四的名声，毁了，连青云书院的推荐帖也毁了。叶秋恐怕以后和咱家也不会是一条心了，家门不幸啊！我当初怎么就瞎眼娶了你？要是秀儿还在，不知道比你强多少倍。刚醒过来的梁母又差点被气晕过去，但现在他顾不得计较，只是着急地问梁元泽和推荐帖的事。梁父把事情从头至尾说了一遍。现在你总该知道叶秋能给咱家带来多大的利益了吧？知道该怎么做了吗？你要想你儿子科举这条路走得容易一点，前程远大一点，那你就给我捧好这尊大佛。梁母也气呀，她就是想摆个婆婆的谱，但这是重生回来复仇的叶秋，又怎么会在意梁元泽心里有着她？另一间房里，梁元泽已经醒过来了，但整个人就像被抽空了精气神一样，平躺在床上，双目无神。想到那碎成渣渣的推荐帖，他的心就像在滴血。青云书院，那是他做梦都不敢想的地方，可猛不丁地告诉他，他能去了，但又给了他一巴掌。啪的一声，梦又碎了。老四，推荐帖虽然碎了，但能给你拿到推荐帖的人还在你隔壁住着，能拿到第一张，肯定也能拿到第二张。你媳妇和警府的关系可能比咱们想象的还要深厚，我不知道你和那宋家闺女到底是什么关系，但你要知道能带你踏上青云路的人是谁。爹，今天闹了这么一出，莹儿的名声彻底坏了，我想用平妻之礼娶莹儿进门。你到底有没有听明白我说的？这个时候还要和叶秋对着干，你不想去青云书院了？我这样做一方面也是为了激励叶秋，我要特别宠爱莹儿，让她心生嫉妒吃醋，那她自然就会想方设法的引起我关注，到时候她会亲自奉上她能给我的一切。我现在又何必自降身份去讨好她？不但起不了作用，还会让她越来越作。你有多大把握？我有10全的把握。等会儿我去看看她，我和她说，今天的事娘子真的误会了，我之前病了，娘子也知道，再加上娘腿不好，哥哥嫂子们都下地去了，爹也不太注重这些。莹儿来找元妃，无意中发现我病得厉害，才留下来照顾我的。我都病成那个样子了，我还能做什么？我们之间真的是清清白白的，但是因为这件事情，莹儿的名声确实坏了，我不得不对她负责。她爹再怎么说也是村长，咱们家还住在青山村，就不能把事情做得太绝了。我想用平妻之礼来娶她，这样既全了村长的名声，也弥补了娘子今天的过错。但娘子放心，莹儿再怎么都不可能越过你。要么让她进门做贱妾，住猪圈，要么你就签了和离书，没有第三个选择。那个娘子，莹儿再怎么说也是村长的女儿，要她做贱妾是不是太过了？太过了。呵，一个村长之女，我还不放在眼里，把我惹急了，信不信我给她弄个卖身契，让她给你当通房，我一不高兴了，还可以随意把她卖了，你要不要赌一赌？娘子说笑了，那就依娘子所言，让她进门做妾吧。可是住猪圈，是不是不太好？要是觉得猪圈不好，旁边还有茅房、鸡圈，可以随便她挑选。还有事吗？没事，你可以离开了。娘子，我们是夫妻，怎么能刚新婚就分房呢？要不娘子还是搬回屋里住吧。夫君还是好好养着身体，迎接你那贱妾进门吧。
要不然到时候在猪圈里力不从心，岂不是让旁边的猪看着干着急，恨不得以身相替？你这不就折磨猪了吗？夫君可别生气哦，气大伤身，子孙根彻底废了。到时候满足不了你那个贱气，人家红杏出墙了，夫君岂不是当了绿？梁元泽额头冒冷汗，他只觉得下身疼得厉害。叶秋看到梁元泽的模样，笑出声了。夫君还是赶紧回屋去吧，一会儿大小便失禁了，别脏了我的地方。梁元泽只觉得肚子里一阵响动，那处地方似乎有什么想冲门而出，肚子的狼狈向茅房跑去。叶秋试探性地说了一句：“夫君你慢点，掉进茅坑，摔得倒栽葱。”吃。叶秋话还没说完，只听茅房里传来扑通一声，叶秋心里狂喜。茅房里传来梁元泽扑通屎的声音，好一会，终于从茅坑里爬出来了，趴在地上大吐特吐。他自己都不知道吃了多少。梁元泽走到水井边，疯狂地打水冲刷自己，不一会儿，院子都充满了屎臭味儿。啊，小叔子，你怎么全身都是屎？你这是掉进茅坑了吗？你不会在井边打水冲的吧？哎呦，这往后还怎么用水？梁父看着梁元泽这样狼狈，这可是他寄予厚望的儿子。老四家的，还不赶紧出来伺候你当家的？爹，你要是声音再大点，明天整个青山村的人都知道梁童生掉进茅坑，吃了一肚子屎了，我还要给我干娘做寿礼呢。这么恶心的玩意儿，怎么能让我伺候呢？家里那么多喘气儿的，又不是没活人。梁父气得胸口都快炸了。众人忙到半夜，总算是收拾的差不多了，但前院后院依旧飘散着屎臭味儿。第二天，老四媳妇儿，你的那份早饭，你大嫂已经在煮了。咦，你们口味怎么这么重的吗？泡过屎的谁也吃？胡说什么？昨晚连井都洗过了，哪来的屎？娘，不用给我解释，我又不吃，吃了全家上吐下泻，这种事儿我不参与。叶秋话音刚落，只见梁家众人纷纷向后院跑去。很快，后院就传来了争吵的声音。叶秋挑了挑眉，原来不只可以诅咒一个人，还可以诅咒一群人呀！看来被我说中了，真的全家窜稀了。接上集，叶秋诅咒又成真了，全家人集体窜稀。叶秋看了一眼屋檐下的老妖婆，坐立难安，捂着肚子。叶秋突然惊叫了一声，正在努力忍着不出丑的梁母被吓得一个机灵，某样东西也喷射而出，颇有一泻千里之势，根本停不下来。叫一声，开嗓子真舒服。梁母一张老脸红了又黑，羞愤的想原地昏迷。她想趁着没人发现之前回屋把衣服换了，要不然以后在儿媳妇面前还如何立威呀？好恶心啊！娘，你也掉粪坑里了？你说说你怎么那么不省心呢？明明腿就断了一只，你还蹦个啥劲儿啊？上赶着把另一只腿摔断。说完，梁母只觉得脚下一滑，直直地摔了下去，伴随着骨头断裂声，梁母发出了杀猪般的痛呼声。娘，看来你这腿又断了，你别着急，我去喊人来帮忙。说完就往大门外跑去。梁母想阻止都来不及，心里不停地骂这该死的小贱人，他这个样子让他如何见人？快来人啊，帮忙啊！我婆婆又摔断腿了。这一喊，立马就有人回应了。书生家的，你婆婆咋了？这位大娘，你行行好，我婆婆又摔了，好像另外一只腿也断了。我公爹、哥嫂们都忙着上茅厕，我一个人实在无能为力，请大娘帮帮我，扶一下我娘可好？书生家的，你家昨晚吃啥好东西？怎么都坏肚子了？估计是吃了不干净的水吧。昨晚我夫君不知怎么的掉进了茅坑，他为保住颜面，居然到井边打水冲洗自己，这不把一口井全给弄脏了。哎，这可害苦了全家人，这不吃完早饭，一家子就上吐下泻，茅坑都不够用了。书生家的，那你怎么没事呢？我一个刚刚嫁进来的心腹，受了委屈也无处伸张。昨天鼓起勇气的质问，不仅没讨回公道，还让我夫君多了一门贱妾，又让夫家丢了颜面。婆婆不允许我吃饭，我不怪她的。书生家的，你怕个屁呀！你家小姐连那个啥贴都能给你，那就说明对你还有几分看重。梁家就算有个童生，那也是乡下泥腿子，你就算把家里搅个天翻地覆，他们也不敢拿你怎么样。而且本来就是他们家理亏，还读书人呢，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这媳妇才刚进门就和老相好勾搭上了，我要是你呀，定把他们家房顶都掀了。虽然梁家办事不地道，但我也不是那种没良心的人，看到我婆婆摔断腿也不能不管，所以能不能麻烦各位大娘去帮我扶一下？梁母看着这乌拉拉冲进来的一群人，想死的心都有了。哎呀，我的老天爷啊！张氏，虽然今年收成不如往年好，但你也不至于去吃屎吧？你看你一大把年纪了，吃屎都赶不上热乎的，还把腿给折腾断了。你说你为啥呀？你不是老说你儿子有多孝顺，儿媳妇有多听话吗？孙子有多乖巧吗？可我看着咋不像那么回事呢？你看看你这儿子媳妇孙子啥的，抢屎都不带着你，你呀可别身在福中不惜福，把个屎壳郎当珍宝，把真正的珍宝往外推。你这小儿媳妇呀就很不错，还让我们来扶你呢。牛大花，你给我闭嘴！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你家胡咧咧，信不信老娘撕了你的嘴？这才是真实的你嘛！张氏，你说你一把年纪了，还装个啥呀？还真当自己是大户人家的夫人啊？这学又学不像，还整天端着，你不累？我们看着都别扭。行了，咱们大家都散了吧，人家可不需要咱们帮忙。再说了，这么恶心也没地方下手啊！不到半天，整个青山村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梁同生掉到茅坑里了，吃了一肚子屎，还把井水弄脏了，让全家人都拉稀了。梁母为了抢茅厕，把腿都摔断了，屁股没个把门的，还一直漏。三三两两走在一起，都在谈着梁家的事。亲家，你们还好吧？刘大夫，赶紧给看看。吃坏肚子了，你们家的症状大同小异，一副一副的熬药也麻烦，干脆熬成大锅药了。大人多喝2碗，小孩少喝点。不是听说腿又受伤了吗？莹儿，你去看看你未来婆婆，手脚勤快点，给你未来婆婆收拾收拾。刘大夫好看伤。宋莹有点后悔跟过来了，她忍着内心的波涛翻涌，到了跟前，一个没忍住大吐特吐。床上已经崩溃了的梁母看到宋莹的模样，冻死她的心都有了。等收拾完，刘大夫给梁母把脉之后，她这腿伤我看不了了，原来结上的，现在又断开了，刚断的这只更严重，你们还是送到镇上去吧。随后又过来看了看梁元泽，梁大夫摸了把额头，烫得他立刻就缩回了手。他应该吃了不少屎，脏东西在人体里面排不出来，这肯定是要生病的，再加上风寒入体，已经入了肺腑，这也不是我能处理的了，你们还是赶紧送镇上医馆吧。村长很快就找来了牛车，把梁元泽和梁母一起送。对了，元泽这孩子都病得这么严重了，他媳妇呢，怎么没看着人影？哎，家门不幸呀。被当奴才使唤，伺候人长大的能指望有多少教养？我可是听说啊，这大户人家养的丫鬟，只要长得好看点的，那都是给主人备着的。你们看长得那模样，这哪里是当丫鬟的？明明是被人细心养着的。要是没点什么关系，那么重要的什么书函，他一个当下人的，人家能随便给，又不是傻子，也不知道亲家母当初是咋想的。原则这孩子好好的一个读书人，偏偏给娶了一门做奴才的媳妇儿，说不定早就是个破鞋了。最可气的还居然是正妻，我家莹儿好好的黄花大闺女，却要入门为妾，想想就气得胸口疼。梁母忍无可忍，她可以嫌弃叶秋，可以折磨叶秋，但绝对不允许别人诋毁她儿媳妇，诋毁她选的人，这就是在说她眼瞎，坏她儿子名声。他婶子，人家都说宁娶大家奴，不娶小户女，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大户人家哪怕只是个奴才，那也是学过规矩、礼仪教养、见过世面的，待人接物、眼界、格局，自然比乡下女子强，绝对不可能做出在人家新婚期就往人家新房跑的这种出格事情来。至少人家知道娶为妻奔为妾，这就是差别。你别看人家只是个丫鬟，但人家可是得了主人眼的丫鬟，那日子过的可能比咱们镇上那些小富人家的小姐还舒坦。他婶子你接触不到这些，你不知道也是正常的，道听途说可要不得。毕竟以后我们两家算是姻亲关系了，泽儿有个好的前程，咱们两家都跟着受益，读书人的名声有多重要，他婶子应该也清楚，所以他婶子还是管好自己的嘴。梁母一番话说下来，宋莹儿母女俩脸色都变了。这老东西不就是指桑骂槐的说我上门勾引元泽哥哥，上赶着做妾吗？哼，骑驴看唱本走着瞧，老东西以后看我怎么收拾你。梁家老二媳妇陶兰花和老三媳妇李小桃拖着虚弱的身子收拾家，还要照管孩子们。三弟妹，我歇会儿，干不动了，全身软绵绵的。这人和人相比，差距咋就那么大呢？有的人大白天的能在房里享清福，我们俩妯娌就是这受苦受累的命啊。故作清高呗，还以为自己真就高人一等，还不是被人呼来唤去的奴才，现在还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一副狐狸精模样，谁知道干过什么下贱勾当。陶兰花只要一想到自家男人眼珠子老往狐狸精身上看，就气不打一处来，恨不得撕了叶秋那张勾人的脸。二嫂呀，人家可不是故作清高，高人一等，人家是真的高咱们一等，谁叫人家手段厉害呢？不仅讨得了婆婆欢心，还能拿捏人家主家少爷，咱们可跟人家比不了，还是老老实实的认苦认劳吧。三弟妹说的没错，谁叫咱们没那勾引人的手段呢？两位梁家父母可真是堪称典范，在正经的表面也掩盖不了你们那颗骚动的心，但你们那颗骚动的心再跳得厉害也是枉然，毕竟手段不会可以学，但先天条件可是学不来的哦。看看你们那水桶式的身段，树皮式的脸蛋，像茅厕般的嘴，可能天王老子来了都拯救不了了。想当狐狸精也没那资本，哎，嫉妒真是使人面目全非啊！我这该死的脸蛋，该死的身段，真是给我带来老大麻烦了。两位梁家妇女，你们可不要太嫉妒哦，毕竟这是你们嫉妒不来的。
你个不要脸的狐狸精，你当谁都和你一样？你除了会勾引男人，你还会干嘛？更是连大伯哥都不放过，你就应该被沉塘。长得丑不是你的错，但长得丑还嫉妒别人长得漂亮，就是你的不对了。这人啊，都是喜欢看美好的风景，一朵鲜花和一坨屎，你会看花还是会看屎？自己散发着屎臭味，却嫉妒别人散发的幽香，管不住自家男人，还怪别人长得好看。你要有能耐，你让你男人只盯着你这坨屎啊！陶兰花气得手指颤抖，走过去就要打叶秋。叶秋反手一耳光，把本就虚弱的陶兰花打趴在地上。你敢打我？打你怎么了？不知尊卑，本就该打。四弟妹这话可说错了，她是你嫂子，是你不知尊卑吧？都说大户人家出来的人，哪怕是个下人也知礼仪，没想到四弟妹真是让我开了眼界。呵呵，看来三嫂这认知不到位啊！一个庶出的媳妇想对嫡出的人动手，那就是以下犯上。三嫂可记住了，等三哥房里进新人了，三嫂可得好好耍耍威风。李小桃脸色一变，她知道自家男人外边有人，但她并不知道是谁。难道叶秋知道什么？你胡说什么？我们三房的事轮不到你说三道四。哼，你还是担心你自己吧。谁家新婚就拿妾的，而且还是青梅竹马，你就等着坐冷板凳被新人压一头吧。呵呵，狗男贱女，那不正是良配吗？我可不做那个棒打畜生的人。但三嫂你信不信？这个家里依旧我说了算。李小桃想到这一家子图她身后的利益，只要利益没到手，叶秋说话就有分量。哪怕丈夫外面有人，但没带到自己跟前，她还能说服自己。这都是误会，嗨，我这张嘴就是没个把门的。四弟妹别见怪，你可是娘千挑万选为四弟选的，任何人都不可能超越你，还希望你做妹妹的别和姐姐计较。哪能呢？既然是做姐姐的，那就赶紧给我收拾2只鸡出来吧。李小桃站在原地，心里一群草泥马奔腾而过，深呼吸了几口气，压了压怒火，想到什么，向后院走去。不一会儿，他将收拾好的2只鸡给了叶秋，叶秋端着鸡走了。李小桃找了个背篓，将另一只鸡装起来，还在上面铺了一把野菜，直接出了梁家。叶秋找了没人的地方，架起火架开始烤鸡。不一会儿，就散发着诱人的香味儿。旁边突然窜出来2个庞然大物，吓得他直愣原地。见他们好像没有要攻击的意思，叶秋将手里的鸡肉递了过去，2个家伙毫不客气的大口吃起来，这可把大树上的男人气得不轻。没良心的家伙，平时白疼他们了，怎么就没想着给我留？叶秋看着2个家伙吃得认真，撒丫子的往回跑。天色渐黑，李小桃才回来，院子里静悄悄的，发现孩子不见了，瞬间着急了。梁老二家的，你们家孩子回家了没有？晌午的时候，我看见他们进山了。陶兰花心里咯噔一声，梁家的人缘本来就不好，好不容易找了几个本家的愿意帮忙进山找，去镇上的人正往回赶，梁元则留在镇上医馆，梁老大和宋女儿留下来照顾。梁母神情呆滞地躺在牛车上，心痛的在滴血，也为自己往后的日子感到迷茫。孩子他娘，你也放宽心，这银子花出去，咱们再想办法赚回来。大夫不是说了吗？你这腿也不是完全没希望恢复，回家好好养着，会好的。你说的倒是轻巧，你倒是给我赚点回来啊！梁父背对的脸上无光，把头扭向一边，干脆不再理会梁母了。亲家母，这银子花出去，咱们谁都心疼，但这心疼归心疼，你可得振作起来，你可是家里的定海神针，你要是倒下了，那这家不就散了吗？咱们孙好不容易出个读书人，而且原则天赋也不错，咱可得好好培养。亲家多虑了，孰轻孰重我还是分得清的。哎，只是人算不如天算，咱们家遭此一难，只怕要委屈银丫头了。这聘礼我们实在是拿不出来了，婚事也只能简单摆一桌了。但我们也不是那种没有良心的人，银丫头对泽儿情深意重，能在危急关头把私房银子都拿出来为我儿治病，这份情谊我们记住了。等时机成熟，我们家也会好好补偿银丫头的。咱们祖辈都在一个村里住着，知根知底的，自然比外人可信。原则这孩子需要搭把手的时候，咱们也义不容辞。我们也知道亲家你们不容易，自然不会在这些虚礼上为难你们。但我家丫头确实受委屈了，就让亲家看在这些的份上。要是我家丫头有不妥之处，多多担待。我也不止泽儿一个孩子，一家子人住在一起，哪能没有摩擦？这舌头和牙齿天天相处，还有咬着的时候呢。亲家明事理，教养出来的闺女能差到哪去？肯定能好好和大家相处的。亲家不必太过担忧。上山寻找孩子们的一群人毫无所获，不能再往里走了，不然大家都有危险了。他大哥，咱们再往里找找行吗？现在急有什么用？早干什么去了？你也在青山村生活了好些年了，不知道这山不能入吗？2个娘们在家里，连几个孩子都看不住，干什么吃的？离他们不远处，2个大家伙围着几个孩子身体抖得跟筛糠似的，眼泪啪啪掉。不知怎么的，2个家伙撒丫子的往一个方向跑了，终于解困，几个孩子才大哭起来。都别出声，我好像听到孩子的哭声了。别哭了，等会把狼招来了。狼有狼，我们差点就被吃了。动作利索点，咱们快点离开，都别哭了，谁再出声，老子把他扔给狼吃。说完，一群人赶紧下山了。山下
一路抹黑回来的人总算到家了，但看着大门没关，院子里静悄悄的，喊了几声没人答应，大家心里都咯噔一声。别慌，别自己吓自己，自乱阵脚，赶紧去向邻居打听打听，发生什么事儿了。我也去打听打听，看看出什么事了。哟，你们总算回来了！我给你们说啊，你们家出大事了。嫂子知道什么不妨直说，我们两眼一抹黑，心里正着急呢。也不知道他嫂子这是什么眼光，选的儿媳妇一个比一个傻包。上半晌，我看着你们家老三媳妇回娘家了，后来又听说你们家的孩子全都进山了，这天黑了也不见人回来，这不找人进山找去了吗？别一副不嫌事大的样子，乡里乡亲的住了几十年了，就算你不出手帮忙，但你也别在背后看笑话。人啊，三穷三富不到老，指不定什么时候就需要大家帮忙了。村长啊，就像你说的，大家乡里乡亲都住了几十年了，谁家什么德性谁不知道，就算我真的落魄到讨饭了，恐怕他梁家连口水都不会施舍，那我还白费那劲干啥？哎呀，话我也带到了，这天确实挺晚的了，我得回去睡觉喽。忙的这一天，这老妖可真受不了了。就梁家人这一个个的德行，他们需要你的时候，恨不得你为他们做牛做马，等他们飞黄腾达了，你要能沾上一丝光，算你有能耐。亲家，天太晚了，孩子们在山上多待一会儿，就多一份危险，能不能多找几个人和我们一起进山去找？都说闺女是赔钱货，特娘的果然没说错，这还没怎么着呢，就净给我找麻烦。村长敲着锣，众人一听是帮梁家进山寻人，很多人就不情愿，找各种理由散了。之前是因为梁家有个读书人，村里人还留点情面，但最近梁家丑闻一桩接一桩，尤其是梁元泽本人更是让大家失望。梁父一行人还没进山，就和山上下来的人相遇了。梁老二上去就给自己个几巴掌。臭婆娘，你该庆幸我儿子没事，要不然老子今天非得打飞了你，没用的东西，在家里几个孩子都看不住，我要你这臭娘们有什么用？行了，先回家再说，你们娘还在家里等着呢。今天麻烦各位后生了，改日备下酒食，还望各位别嫌弃，务必要来啊，让我们略表心意。三叔，还是算了吧，我们可不想拉肚子，折腾了那么久，腿都酸死了，我先回家了。对，三叔还是不必费心了，毕竟咱们存几个铜板不容易，可不想送去医馆。三叔，我们可没有在茅厕里吃饭的癖好，这事不着急，等散位再说吧。我先回家了，明天还得下地呢。众人你一句我一句的，让梁家父子几人无地自容。都是些爱开玩笑的后生，别放在心上。走吧，先回去。今天的事儿太感谢亲家了，天色太晚了，亲家和我们折腾了一天，也是够累的了，回去早些歇歇吧，改日咱喝个。行，那我就先回去了。愣着干什么？还嫌不够丢人？几个孩子本来就被狼吓得不轻，又亲眼目睹自己的亲娘被父亲打，一个个吓得像鹌鹑，被梁父这一吼，齐齐打了个寒战。一到家，陶兰花和李小头就直接跪到梁母面前，说吧，这一天你俩在家里干啥了？为什么孩子们会进山？陶兰花和李小桃低头不语。梁母气里，老两家的，你先说。陶兰花支支吾吾的，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娘，这也不能全怪我们。你们走后，四弟妹又在家里闹了一通，还逼着我给她杀鸡。她自己一个人在外面去吃独食，估计是孩子们馋肉了才会进山的。我和二嫂忙着收拾家里，一时没看过来，才会犯下这样的错误。万幸孩子们没事，要不然让我们当娘的怎么活呀？陶兰花立马就像打通了任督二脉，也跟着往叶秋身上甩锅。突然，一阵鼓掌声从外面响起，大家转头看去，叶秋慢条斯理地踏进堂屋。二嫂和三嫂真是长了一张巧嘴，这黑的都能说成白的，厉害厉害，真是让我佩服不已。这都是你造成的，你还有什么脸在这里说风凉话？四弟妹，你初来乍到，我们处处都让着你，忍着你，可是你也不能这样，我们这些做嫂嫂的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你为什么要如此害我们？你知道要是今天孩子出点什么事，你这是要我们的命啊！老四家的，你到底要干什么？娘这话问的好莫名其妙，什么叫我想干什么？我倒想问问你们想干什么？你们也真是够能下血本的，为了给还没进门的贱妾找机会，连孩子都舍得，怎么地？就这么迫不及待的想让我腾位子，何必这么折腾呢？我走就是了。他梁元泽不过是个妄读圣贤书的负心汉，我也不稀罕了。说完就要往外走。老四家的，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女子在家从父，出嫁从夫，相信这些道理你比娘都懂。你和泽儿是拜了天地的正经夫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你败坏梁家和泽儿的名声，你又能从中得到什么好处呢？自古女子都是妻贫夫贵，泽儿好了，不就等于你好了吗？村长家那丫头的事，娘也知道你在这里边受了大委屈，但也不能拿
孩子的安危来开玩笑。今天这事你确实做得过了，你应该给哥哥嫂嫂们一个交代。四弟妹，你才刚进门没几天，我自认为我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我一直都在尽力做好长嫂的本分，但你为何如此心狠？希儿和兰兰是我的命啊，你有气朝我撒呀！求求你放过孩子好吗？我生他们的时候伤了身子，一辈子也就这么2个孩子了，难道要让我们大放绝后吗？叶秋的视线从众人脸上一一掠过，果然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即便重活一辈子，这家人依旧没让他失望。要交代是吗？好啊，希望大家等会儿给我一个交代。三嫂，还记得我给你的绒花吗？那是你帮我杀2只鸡的酬劳。但三嫂今天回娘家，可不是空手去的哦。不信的话，你们去鸡圈里数数就知道了。还有二嫂，带着自己的崽儿吃独食，感觉很好吧？吃饱了像猪一样呼呼大睡。还有你，梁家的长孙，你有胆怂恿你弟弟妹妹和你上山，看着你娘恶心巴拉的诬陷人，你却没胆承认了。就你这怂蛋还长孙呢，街边上随便拉个小乞丐来，都比你强100倍。至于大嫂，你也太把自己当盘菜了，在我眼里你什么都不是。你说的大防绝后，那还真不至于。就算你这怂蛋儿子真有个3长2短，大哥不还年轻着呢，你不能生，但能为大哥生孩子的女人多了去了，你说是吧？还有娘，你要搞清楚一点，不是我妻贫夫贵，而是他梁元泽需要靠我叶秋才能往上走，又想要青云路，又要践踏修路人，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你们看着觉得我像傻子吗？呵呵，我话已经说完了，记得明早给我一个交代，否则梁元泽青云梦碎，可就怪不得我了。叶秋说完，潇洒离开了。反应过来的梁母让梁元生去鸡圈看了少了7只，李小桃更是不可置信的瞪大了眼睛，他总共就杀了3只，叶秋拿去了2只，他偷偷送回娘家1只，怎么会少了7只？梁母看向梁元生，梁元生对着李小桃就是一顿胖揍。明天必须让他把鸡给我讨回来，要是拿不回来，他也不用回来了。陶兰花已经整个人都吓傻了。娘，我再也不敢偷懒了，再也不敢吃独食了。眼皮子浅的贱东西，既然皮子松了，那就得好好紧一紧。那么喜欢吃独食，那你就去合猪吃吧。吃不满2个月，你要赶上饭桌，老娘打断你的狗腿。老二，你没有管教好你媳妇，你也得跟着受罚。2个月内，你们2房的吃食减半。爹，我知道我不是娘亲生的，娘这么为难我，我也无话可说。媳妇是娘亲自己我挑的，为此还不惜毁了我原本的亲事，如今倒还倒打一耙，说我没有管教好媳妇。我知道我就是娘的眼中钉。爹，我日子不好过，我可以忍着受着，毕竟你是我亲爹，我也不想让你为难。我白天下地，晚上还得做木工，为家里添加进项公司地上学。我做这么多都得不到娘一个好脸色。既然如此，那就把我这1房分出去吧。我就算带着妻儿去乞讨，也不想再过这样的日子了。没良心的贱东西，你倒是学到了你那贱货娘的精髓。够了，张氏，你现在看看你还有个长辈的样子吗？谁犯错罚谁，天经地义。怎么的？你还当自己是个判官了，还整起连坐来了？我让你长家，不是让你在家里兴风作浪。元展他不是你亲生的，但他是我亲生的，身上流的有我的血脉，你怎可如此糟践他？当不好这个家，你可以不用当。此话一出，梁母硬生生的被气晕过去了。任凭谁活了那么大把年纪，被当家的当着儿孙的面如此疾言厉色的教训，面子上都过不去。第2天天色才蒙蒙亮，李小桃就出门了。她此刻彻底迷茫了，不敢待在家里，也不敢回娘家。她想不通，到底为什么就少了那么多鸡。老四家的，昨天的事娘一时心急，错怪你了。这几天发生的事太多了，再加上娘双腿疼痛难耐，人都变得浮躁了，还望你别见怪。这眼看你干娘的寿辰就要到了，你给她做的寿礼怎么样了？还差什么吗？如果差的话，和娘说。既然娘已经知道错了，那我就不追究这事了。以后如果再发生相同的事情，还希望你要搞清楚状况再发火。我的脾气虽然好，但也经不住一而再再而三的被人冤枉。关于我干娘的寿礼，那我就先谢谢娘了，其他的都做得差不多了，就是衣襟上还差1色绣线点缀，正好今天我要去镇上看夫君，就顺便一起买回来了吧。我出发的时候，娘记得把银钱给我就行。梁母顿了一下，心里把叶秋祖宗18代的问候了个遍，努力稳住表情问：你要一个人去镇上啊？大白天的，如果半个人去的话，我怕吓到人。咱家现在真的是陷入绝境了，家里拿不出1个铜板，老四在医馆也不知道还需要多少银钱。我想暂时……娘，你太杞人忧天了。夫君这不刚刚才和村长家结亲吗？人家好歹是一村之长，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怎么能没点家底呢？相公的心上人又是人家的独女，别说那点药费了，恐怕相公以后博取前程的费用，人家都乐意相送呢。娘又何必在这和我打哑谜呢？我这才刚进门，你们就默认夫君和村长之女勾勾搭搭的，不是正好看中这一点吗？放心吧，我心地好着呢，绝不会做那种棒打畜生之事。娘不用提醒我。叶秋收拾好后就出门了，没走多远，看见李小桃蜷缩在一棵树下，身体还在瑟瑟发抖。叶秋脚步都没停，径直走过。这才哪到哪呀，就受不了了。你们给予我的，可比这折磨人千倍万倍。放心吧，我都会通通还。到了镇上，叶秋没有去医馆，而是在街上转了起来，突然被人撞了一下，身体一个踉跄，好不容易稳住身形。抱歉，你没事吧？叶秋看着眼前的男子，摇了摇头。我没事，你走吧。
男人有些错愕，别人看到他都会退避三舍，孩子见着还会被吓哭。他没从这女子眼里看到一丝害怕呢，也没有一丝嫌弃。她果然与众不同，不过也是一般女子，谁会在外面烤鸡吃呢？实在对不住，你没什么爽，那我就先走了。叶秋看着他，心里五味杂陈。虽然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但他欠他一个救命恩情。即便后来他也没保住这条小命，但如今重来一世，他有恩必报，有仇加倍奉还。叶秋在街上转悠，在一个摊位面前停住，伸手拿起一把木梳子，虽然只是普通材料，但做工倒是挺精巧的。姑娘好眼光，这可是在府城拿的货，整个安阳镇也找不出第二家。做工倒是不错，但材料一般。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叶秋最终以10文钱的价格买了下来。反正这也是刚刚才捡到的，能赚10文就赚10文吧，要不然等会儿失主找回来了，1文都赚不到。叶秋来到镇上最大的天香楼，足足花了900文吃饱喝足后，向对面的和记布庄走去。和记布庄虽然开在繁华街道，但生意并不好，他们家的布料都是中上等货，但做出来的衣服款式却不受那些富人小姐们喜欢。贫穷老百姓又买不起，掌柜头发都快愁秃了。见叶秋是普通女子，即便心里失望，但还是热情地迎上去。客人里面请，我们店里到了好几批实心的布料，就适合你这样俏丽的姑娘。我今天不是来买布料的，我是来给掌柜送材的，不知道掌柜可感兴趣？哦，不知道姑娘是何意呀？掌柜店里的布料质量都是中上等，颜色也很实心，但是做出来的成衣嘛，就有点差强人意了，有钱有地位的看不上，普通人又买不起。但我现在能帮掌柜解决这个困境。听完，罗红秀也来了精神，她不是不知道问题所在，气人的是知道问题所在，但没办法解决，眼睁睁地看着客人流向对家，她头发都不知道愁掉了多少。姑娘里面请，我们详谈。不知姑娘的法子是什么？叶秋拿出一张纸，掌柜只一眼，眼睛就离不开了，越看越高兴，仿佛已经看到他们店的门槛被客人踏平了。见时间差不多了，叶秋才说：“掌柜的觉得我的法子可好？好，想要怎么交易？姑娘直说吧。”掌柜的也看到了这张纸的价值，我现在能坐在这里，也是肯定了掌柜的人品。要么是一锤子买卖，一张图纸我要300两；要么长期交易，我要净收益的1成。掌柜的可以考虑一下。罗红秀心里震惊，她真是看走眼了，这哪里是个普通人啊，简直就是个人精。不过也是，普通人哪里能画出这么吸睛的图纸呢？姑娘，你看我们店里既要出人工，又要出材料，还要我们想法卖出去，你这抽1成有点太狠了。这张图纸是很珍贵，但300两也不是个小数目，可否再让让？掌柜是见过大世面的人，眼界自然比我宽阔，我这张纸值不值，掌柜比我清楚，这已经是我能接受的最低价格了。好，我出300两买这份图纸，但我也有一个条件，我们要签一份契约，保证这份图纸不会出现在第2个布庄。没问题，但如果别人跟风做出来的，可就不关我的事了。这是自然，姑娘以后有好的创意，尽管送来我们店，保准亏待不了姑。会的。出了布庄，叶秋才不紧不慢地向衣馆走去，一直远远地跟着叶秋的男子，看着叶秋什么也没买，微微皱起眉头。进去了那么久，又没有买布料，难道是身上的银钱不够？他低头若有所思，等再抬起头来，已经不见了家人俏影，心情一瞬间跌到了谷底。医馆里的梁元泽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只觉得脑袋里一片混沌，眼神呆滞地盯着房顶。梁元红见状，伸出手在他眼前晃了晃。老四，你现在感觉怎么样？还认得我不？见梁元泽依旧呆呆地看着房顶，梁元红彻底慌了。下不赶紧去找大夫，他们付出了那么多心血才供出来的童生，可千万别成傻子了，要不然他们这些年的努力不就成笑话了吗？大夫，我弟弟醒了，可他不认识我了，你一定要救救他呀！他是我们全家的希望。我老头子耳朵好得很，你不用这么大声。眼睛是睁开了，但人依旧处于混沌状态，身体也还在高热。继续喝昨天开的药，多给他喂点水，如果饿就吃点粥。大夫，那我弟弟这样脑袋会有问题吗？他是个读书人，最重要的就是这脑袋了。现在知道担心了，早干什么去了？这人都快没气了才来。我只是个大夫，我又不是神经，脑袋有没有问题，不是还得看他自己的恢复情况吗？还有在另外一个房间占我医馆床位的是你家女眷吧？叫他赶紧起来，把床铺给我收拾好，我这马上都要开门做生意了。是，那我弟弟这情况，我们什么时候能回家呀？在这住1天就要花不少银子，他们可没那个家底好啊。不再高热，人清醒了就可以回去了。叶秋刚进医馆，就看到宋颖儿扶着梁元泽在和另外几名男子相谈。叶秋心里失望，这狗东西的命还挺硬的，现在都能下床了。夫君，你都能下床了呀？太好了，你都不知道我在家里有多担心你。闻言，众人都一愣，宋颖儿和梁元泽心里咯噔一声，在想法怎么补救。夫君，你大病一场，要好好休息。不知道这几位是？梁兄，你这什么情况啊？对啊，梁兄，你刚不是给我们介绍这位是你娘子吗？那刚来的这位又是谁？
没想到梁兄请假回家成个亲，倒是享了其人之福，真是让我等羡慕佩服。看来梁兄平日里也是假正经，这风流起来，我们可拍马都追不上。梁元泽的脸黑了又红，红了又青，他现在都可以想象得到，等他回书院的时候，他的名声恐怕已经一败涂地了。想必几位是我夫君的同窗好友吧？你们误会了。我夫君可是正经的读书人，虽然与我成亲不过几日，便和青梅竹马死灰复燃了。如今两人还没正式名分，就共处一室，卿卿我，拉拉扯扯的。但这不怪我夫君，都是我这个当妻子的不好。谁叫我长得不好看，不是夫君理想中妻子的样子，还吓得我夫君做噩梦，魂不守舍的掉进茅坑，吃了一肚子屎，排不出来，以至于大病一场。都是我的错，不怪我夫君，还请几位公子不要错怪我夫君了。我夫君情深意重，已经给了他青梅竹马贱妾的名分。等我们定下了日子，抬贱妾进门时，还望各位公子光临寒舍，喝我夫君的喜酒，沾沾喜气。不知道住址也没关系，青山村梁同生家，一打听便知道了。叶秋一番爆炸性消息和众人看笑话的神情，差点没把梁元泽气到原地去世。宋颖儿更是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没想到梁兄这几日过得这么精彩，不过梁兄这福气，我们确实羡慕不已。梁兄这重情重义的气魄，也让我等望尘莫及。人不风流枉少年，梁兄真的是把这句话诠释的淋漓尽致，是我等学习之楷模。回书院之后，我们必定帮梁兄把此等精神弘扬出去。大家同窗一场，也是不小的缘分，这都是我们该做的，梁兄不用客气。对，咱们必须得帮梁兄好好宣传宣传，此等英勇事迹，怎能我们独乐了呢？必须得大家众乐了，哈哈哈！告辞。几人你一句我一句，根本没有给梁元泽说话的机会。梁元泽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四人离开医馆，却无法阻止即将到来的事情。无知贱妇，你！夫君，你怎么可以这样？你怎么可以如此骂我？我是你的妻子呀！我全心全意的想保护你，而你却如此践踏我一片真心，你还想怎么样呀？你才刚刚把我娶过门没几天，你就和你身边这个不知廉耻的女人藕断丝连，暗度陈仓。你不仅丢了读书人的脸面，你还丢了祖宗的颜面。可我依旧原谅包容你们，我都做到如此地步了，你还看我处处不顺眼，处处刁难为难我，把我当成眼中钉肉中刺，却形影不离的带着这个贱人。可明明我才是你的妻子呀，你到底还想我怎么样啊？真的要把我逼死了，给你那肮脏不堪、没脸没皮的贱妾腾位子吗？我和你们无冤无仇，你们为何要害我至此啊？我一个好好的姑娘家，也既给不了我妻子的尊荣，为什么还要娶我？娶我进门了，又如此糟践我，我是刨了你家祖坟，还是灭了你家祖宗啊？大白天的，孤男寡女拉拉扯扯的，什么样的爹娘才能养出如此不要脸的女儿？这么惦记别人的相公，怎么不去青楼呢？不过就你那清汤寡水的模样，倒贴银子也怕没人会上。还有你，看着人模狗样的，简直连畜生都不如，还读书人呢，简直就是辱了读书人的名声。老娘活了这么大把年纪，第一次见这么不要脸的女人，你还缺男人不？我们村老赖子多着呢。对，要是还不够的话，我们村还有呢。宋颖儿又急又气又难堪，眼泪啪啪的不停往下掉。梁元泽更是气得两眼一翻，砰的一声摔地上了。叶秋一直走到河边才停下来，他嘴角带笑，他正愁如何将梁元泽的丑事传出去，这不正是瞌睡了就有人递枕头。梁元泽，你就等着一步步掉进深渊吧，眼睁睁地看着你梦寐以求的东西一点点的破碎在你面前。一直跟着叶秋的男子，在听到他已嫁作人妇，心情一下跌到谷底，又听到他所受的委屈，恨不得上去给那个渣男几拳。男人此刻心里五味杂陈，既失落又痛心，还担。书接上集，叶秋坐牛车回村了，男子依旧远远地跟在后头。你们看到没有，陆寡妇生的那个野种在后头呢。哎呦，真是晦气，怎么和这小野种遇上了？可小声点吧，万一被那小野种听见了，小心晚上烧了你们家房。可不咋地，和畜生一起长大的小野种，你还指望他有人性吗？叶秋确实想知道上辈子就过他一命的恩人情况，就是这打听到。各位大娘，那也是咱们青山村的人吗？我嫁过来好几天了，怎么从来没见过啊？陆寡妇是咱们村的人，但后边那可不是咱们村的人，也不知道陆寡妇和谁搞上的，那简直就是坏到骨子里。从小到大就没干过一件人事，听说当过土匪，进过大牢，也不知道这关老爷是咋想的，还把他给放出来了，应该把他打死在牢里，可别让他再来祸人了。同生家的，你可别不信，那野种干的事简直是数都数不过来。叶秋前生在青山村生活了好几年，陆寡妇这人他知道，尖酸刻薄，胡搅蛮缠，整天把家里搞得鸡飞狗跳的，从来没听说过他还有个儿子。
那他既然是陆大娘的儿子，那从小就没人管教他吗？他管个屁啊！那小野种才出生，就把他丢在林子里了，给一个老猎户捡回去了。听说是丢在狗窝当畜生养的，可惜老猎户走得早，要不然也让他看看自己养的小畜生有多可恨。猎人的耳朵非常灵敏，那些大娘没有掩饰声音的话语，后面的男人听了8、9成，早也不在意的恶言恶语。此刻的他竟然有些慌了，明明不想理会那些话语，但又想知道那个人会怎么说。同生家的，你在发什么呆呢？你可别不放在心上，你这长相在10里8村都算头一份，你可小心点吧，别被他盯上了。要不然啊，就算你身份贵重，嫁的读书人又如何？要是脏了身子，就算你夫君高中了，你也还是个吃苦的命。多谢大娘提醒，但有时候众人眼里的好人可比恶魔还恶，坏人至少人家坏的明明白白，表面善相，背地插刀的才真可怕呢。嘿，你这孩子咋不听人劝呢？还是太年轻了。叶秋没有再说什么，如果能让自己过得舒坦，那他也情愿做个恶人。而后面的男子听到了叶秋的话之后，心里竟然莫名其妙的轻松了。回到梁家，叶秋向坐在屋檐下的梁母说：“娘，你不用担心了，夫君好着呢，郎情妾意的一对野鸳鸯，可让人羡慕坏了。”过了3天，梁元泽才回了家。宋莹儿搀扶着梁元泽走进院子，叶秋看到两人浓情蜜意。哟，宋莹儿，我建议你下去问问你宋家的祖宗，到底是哪辈子倒霉了，摊上你这么个不知廉耻的后辈。还有你梁元泽，我是不是得去你的书院拜访你的夫子？问问他到底是怎么教书育人的，怎么教出来的人和畜生差不多呢？虽然你的出身决定了你的类别，但花了那么多银子，怎么就没点长进呢？光天化日之下，怎么地还想就地洞房？那我是不是还得敲个锣，给你们叫点围观群众？老四家的，你胡言乱语什么？泽儿在镇上医馆看病，本应是你照顾他，但你在家里好吃好喝的，不管你夫君死活，现在有人替你照顾了，你又在做什么？自古有点本事的男子，哪个不3妻4妾？更何况他们不是无名无分，而是已经定了亲的。你身为泽儿的正妻，理应大度，接纳泽儿的一切，稳固家里，让泽儿安心求学。可你看看，你现在像个什么样子？娘不愧是女子的楷模，果然大气。娘现在双腿断了，也不方便伺候爹。那爹现在是不是应该给我们找几个小人呢？毕竟娘你自己双腿残废，有人替你照顾爹，你感谢还来不及呢，不是吗？娘也应该大度点，自己不行了就别占着茅坑不拉屎。你应该接纳爹的一切，主动为爹那几个小妾。你身为正妻，这不正是你该做的吗？我可是个孝顺的儿媳妇，以你为榜样哦，你怎么做我就怎么做。你简直是没教养。叶姐姐，你看你把伯母都气成什么样了？再怎么说我们也是晚辈，怎么能顶撞父母呢？虽然这几天都是我寸步不离的照顾泽哥哥，但我们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从娘家来说，我娘走得早，可没给我留下什么妹妹哦。从婆家来说，你一个还没进门的贱妾，可没资格叫我姐姐。而且我也不想有这么个让人倒胃口的妹妹，真是世风日下啊！上赶着现身都这么迫不及待。你这个毒妇，不敬父母，不尊夫君，粗俗不堪，自私自利，斤斤计较，心胸狭隘，凭这其中任何一点，我都能休了你。现在立刻给我爹娘跪下道歉，给莹儿赔不是，否则我梁家可容不下你。你梁元泽要是还算个男人，那你现在就给我休书，就这破地方，和一群是非不分、没有人性的人，我还嫌弃的很呢。你别太嚣张，一个被夫家休掉的女人不会有好下场。我现在给你一次机会，立马给我爹娘和莹儿道歉。今天之事，我便既往不咎，要不然……呵呵，我只会给人道歉，干嘛去给畜生道歉？也是，平日里我念你年幼，刚嫁进门，处处照顾着你，没想到你却变得如此蛮横，说话如此恶毒。今天我不教你梁家的规矩，你还真当我已经死了。老三，去把家法。接上集，梁母要用家法教训叶秋。叶秋挑了挑眉，上辈子在梁家生活了那么几年，她怎么不知道梁家还有家法？娘，你可得悠着点，本来离阎王殿就已经很近了，可别一不小心把自己送进去了。再怎么着你也得留着这口气儿，给爹安排好后事。梁元则气他，上前就要打叶秋。叶秋活动了一下脚，重生回来之后，他一边吃着药，又用空间的井水泡澡，闲暇之余也没少在空间里锻炼，对自己这一脚的力量那是相当满意。就凭你这窝囊废，也敢对我动手？梁元泽两眼一翻，气晕了。宋颖儿看着这么彪悍的叶秋，又看看如此窝囊的梁元泽，咽了咽口水，准备溜走。叶氏，你太无法无天了！你羞辱公婆，殴打夫君，简直就是大逆不道！老大老三，把这贱货给我送到官府去！娘好大的官威啊！不过这正合我心意，本来眼看着干娘的寿辰要到了，我还正想着什么时候去县城呢，那就麻烦大哥三哥了。县老爷正好是我们大小姐的未婚夫，好巧不巧的，我又帮过他一个小小的忙。娘放心，我定会把梁家的优良作风宣传到位的。谁让我现在还是梁家妇呢？可不得为梁家考虑吗？哦，对了，乱报官可是会挨板子的，好像是50大板来着。梁母被气得浑身发抖，她不知道叶秋说的是真假，但她不能毁了泽儿的前程。一个在县老爷那里挂名的学子，还能有什么出路？老四家的，你娘被气糊涂了，咱们自己家里的事怎么能闹到外面去呢？
今天这事儿，爹在这给你赔个不是。宋家丫头还没进门就登堂入室，确实是不合理。老四的做法也不对，哎，都怪咱家最近发生的事情太多，你也别听村里人以讹传讹，那都是眼红咱们家的，说的话哪里能信？看来这个家里也只有爹识大体了，错误也认识得很到位，但我也不能平白受这委屈。咱们家就这条件，好的东西确实拿不出来，但你说我们尽量满足。我受了委屈，发几句牢骚，娘就要请家法。可是大嫂目无尊长，毫无长嫂风范，事不关己的态度，还有这个还没进门的贱气，言语挑拨我和夫君的关系，怎么就没见娘请家法呢？这明显的区别对待，真当我是傻子吗？你们都拿我当外人，那我这个外人又凭什么要为你们家考虑？唐曼苗心里咯噔一下，和丽丽比起来，她肯定是被抛弃的那个。宋颖儿倒没多担心，她现在可还没入梁家门，她还是宋家女呢。这家法都请出来了，都惊动了祖宗了，也不能就此结果，不然岂不是让祖宗觉得梁家后辈是非不分？恐怕棺材板都快盖不住了。但石藤条确实太重了，怎么着，大嫂也为梁家操持了10几年家务，没功劳也有苦劳，就打8藤条吧。至于这个上赶着勾引我夫君的贱人，简直就是败坏我夫君和梁家的名声，其心可诛，10藤条一下都不能少。宋颖儿心惊，不停地踢梁元泽，希望他赶紧醒过来，刚好被梁母看见。你一个还没进门的妾，也敢踢我儿子？今天非得让你长长记性，老大家的20藤条一下都不能少。唐曼苗拿着藤条，没有给宋颖儿喘息的机会，一下一下的全打在他背上。为了自己少受罪，唐曼苗可是卯足了劲。20藤条打完，宋颖儿已经出气多，进气少了。哟，平时大嫂干活老说累了，现在这不有使不完的劲吗？不过大嫂，你这下手有点狠呐，家法只是稍作惩戒，不过看你这架势，简直是把这里当刑场啊！你看看把大哥和孩子们吓成什么样了。老大家的，你这下手确实狠了点。你把这丫头给村长家送回去吧，顺便把事情解释清楚。唐曼苗立马点头，心里庆幸他的惩罚可以免了。可叶秋怎么会好心放过他呢？二嫂，你就好心替一下宋贱妾吧，看他这样怪可怜的，总不能让他这样要死不活的替娘施家法。这万一一口气上不来，那咱们家不就背上一条人命了吗？能者多劳，就辛苦二嫂了。唐曼苗心里恨，他下死手，为的就是轮到自己的时候少遭点罪。现在他在夫君心里的贤妻形象破坏了，在孩子们心中的慈母形象也破坏了。甚至连公公婆婆都对他不满，这哪行啊！老大家再怎么说是我亲儿媳妇，陶兰花可是那贱人的儿媳妇，一个庶子的媳妇，有什么资格打我儿媳？老大，你媳妇做错了事情，终归是你管教不力，对你媳妇的惩罚就由你来实施吧。四弟妹，老四和宋颖儿的事情确实不地道，他们确实亏欠你，但他们都遭到惩罚了，我们并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你为什么要把家里搞得鸡飞狗跳，平白让人看了笑话？叶秋冷笑，前世他所遭受的还历历在目，眼前的每一位可都是趴他身上吸血的。大哥这话说的就不对了，我受了委屈，还一心为他们考虑，尽量把脏的臭的都烂在这个院子里，没想到还得了大哥一句埋怨。既然如此，那就送官府，反正名声坏的不是我，你们大家都如此是非不分，这样的婆家我可不敢再待下去了。到了县城，就顺便求县老爷批准我和梁元泽和离。梁父第一个反应过来，要是真的和离了，那叶秋背后的利益就与他们无关了。老两家的就按你四弟妹说的办，你大嫂的处罚由你来。唐曼苗看着陶兰花过来，一藤条向他抽去了。唐曼苗立刻发出一声惨叫，陶兰花毫无章法的乱抽，最后一鞭子抽在脸上，一瞬间有血流下来。大嫂，这不能怪我，要不是你东躲西躲的，我能抽到你脸？二弟妹，一藤条你就把人脸抽成这样，你这是多恶毒啊！你大嫂平日待你不差，你为什么要下如此黑手？你毁了你大嫂，你能得到什么好处？你简直就是个毒妇！大哥，我这不都是跟着大嫂学的吗？他打宋英儿的时候怎么打的，那我来的时候不也怎么打吗？要不然不是明摆着放水吗？何况我这都是跟着大嫂学的呢。毒妇这个名头我可不敢当，你还是送给大嫂吧。叶秋勾了勾嘴唇，很满意今天的收获。接上集梁家院子里发出来的惨叫声，硬是让大家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童生家的，你家男人不是才刚回来吗？我看村长家的闺女一起进去的，你怎么还往外走啊？你们家今天怎么了？老是有人大叫，哎呦，不是我说你，你才是明媒正娶的，你干娘那么厉害，你怕他们个球啊？村长家的闺女也确实太不要脸了，真是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昨天我带我家老二去梅花村说亲，亲事没说成，还被人家奚落一顿，说我们青山村人品败坏，可不放心把姑娘嫁过来。童生媳妇，你们家发生什么事了？这惨叫声怪瘆人的。也没什么，村长家的闺女急着入门，不顾夫君的身体，娘就说了她几句，可夫君竟然为她出头，她还挑唆夫君休了我，更是言语侮辱公公婆婆，差点动起手来。婆婆忍无可忍，才请出了家法，没想到大嫂也是非不分，娘没办法，就一视同仁的稍微惩罚了一下。叶秋说着说着，眼泪就流出来了，最后哭着离开了人群。
你们说村长家的女儿急着入门，会不会是肚子里有了？我看是8、9不离10了，要不然他着急入门干嘛？呸！真是太不要脸了。不过梁家老四的眼睛可真瞎，难怪考了那么多次都落榜。这叫上梁不正下梁歪。你看他们老子还不是被个小妾迷得武魂3刀的。不过这梁家什么时候有家法了？那老婆娘可真能装模作样。还有那梁家大媳妇也不是个好的，平时只不过是我们没出穿罢了，还当自己是把菜了。村长自己养出来的闺女不要脸，败坏了咱们青山村的名声，往后咱们青山村的姑娘小子怎么结亲？不能就这么算了，走走走，咱们去找族长。叶秋笑了笑，台子搭好了，就看你们狗咬狗了。叶秋刚踏进大门，就被一个妇女抓住手。我的儿啊，都是娘的错，你才嫁过来短短几天，就受了如此大的委屈。你说说你，受了委屈也不知道往娘家带个话，我们还能眼睁睁的看着你被别人欺负吗？你这孩子，虽然你母亲走得早，但你还有亲人，要不是流言蜚语传到了我们村里，我们还不知道你在这里过得如此艰难。别怕，我们叶家人也不是好欺负的，今天我们非得让梁家给我们个说法，谁家这么没讲究，还在新婚期呢，就想着纳妾。原则这孩子向我讨教学问的时候，我还觉得他是个可造之才，没想到竟如此不辨是非，不顾伦常，连读书人的脸面都不要了，真是枉读圣贤书啊！哎，没想到我叶平顺也有看走眼的时候，看来叶某人在走访同窗、拜访好友时，也得贴心提醒大家擦亮眼睛，不是什么人都能提携的。他四叔这话可就严重了，你也是读书人，也是走科举之路的，自然明白一个学子的名声有多重要，有些话可不能乱说。我儿子确实有不足的地方，说到底，这都是我们当父母的错。在说亲之前，没问清楚孩子的真实想法，这才把事情弄到今天这个地步。但不管怎样，叶秋这孩子是老四明媒正娶的，老四房里谁都不可能越得过他。学者的名声固然是重要的，但如果他梁元泽能明白这一点，也不至于闹出那么多丢人现眼的笑话。不管什么缘由，都不是他能伤害我侄女的理由。既然你们梁家容不得人，那今天我们就把人领走。我叶家又不是养不起一个闺女。叶秀才这话就说的欠妥了，哪个有本事的男子不3妻4妾？我们好言相待，没想到你们却咄咄逼人。你们怪我儿子做事不地道，那我还要问问，你们家教出来的闺女小肚鸡肠，极度心切，嫁入我们梁家才短短几天，就把家里弄得鸡飞狗跳的，你们叶家应该给我们一个交代吧？看样子今天这事儿咱们是不能和平解决了，那咱们就公堂见吧。我叶家没做半点亏心事，好好的闺女嫁到你们家受尽屈辱，还反被倒打一耙。我相信县老爷明察秋毫，公正严明，定能还我们一个公道的。叶秋站在一旁冷眼旁观，叶家人会来，他一点都不意外。从他说出自己和警府的关系之后，迟早会传到他们耳朵里，甚至还觉得他们来的。老四媳妇，你自己说，嫁入梁家之后，我们待你如何？孩子受了委屈尽管说出来，我们都是你的靠山，不要害怕。这狼窝我们不带也罢，这该死的小贱人，出嫁之前怎么就不知道她还能刺绣呢？还跟县城的大人物关系不浅。今天不管说什么都得把人摸回去，把这棵摇钱树死死的攥在手里，再加上和县城大人物的关系，还怕那口子考不上举人吗？我虽然只是你后娘，但也从来没亏待过你，或许有些严厉了，但那都是为你好。今天我们都到这儿了呢，有什么想法就说出来，即便在狼窝待不下去了，回到家我和你爹也养得起你。该死的小贱货，居然还给他留了一手，真是个白眼狼。不过老娘看在你会刺绣的份上，也不介意赏你点剩菜剩饭吃。你这丫头啊，四叔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你了。你从小就聪慧，教你识字一遍就记牢了，又在外面长了那么多年的见识，怎么这胆量一点都没练起来呢？即便你出嫁了，我们也是一家人，娘家就是你的靠山。四叔今天把话放在这里，你有什么委屈说出来，四叔哪怕拼了这秀才名声，也会替你讨回公道。老四家的，娘从始至终都知道你是个有见识有主见的姑娘，谁是豺狼虎豹，娘相信你心里也清楚。再说了，他们当初要了10两的聘礼，就陪嫁一点不值钱的玩意儿。哎呦呦，这像我们上赶着巴结你家似的，老娘明码标价的聘金，你们甘愿出了，现在反倒来这为难我家姑娘。你也去10里8村打听打听，有多少姑娘出嫁能得2身新衣服？梁母被噎得无话可说，那老货说的没错，人家是明码标价的，但他不是图人家的8字吗？孩子，过去的事情咱们就不提了，就说说眼前的。四叔的想法是带你回叶家，不想看你再在这里吃苦，你只需点头同意即可，剩下的事交给四叔。我已经嫁过人了，我回到家里会影响弟弟妹妹说亲的，我不能连累他们。如果你们看不得我吃苦受累，那多给我点陪嫁，免得别人老是觉得娶我用了高额的聘礼，总是用这话来奚落我。我陪嫁丰厚了，在婆家腰杆也能挺直，也能维护我们叶家的脸面。
你这孩子哪里有补嫁妆这说法？不吉利！你要是怕受欺负，今天就和我们回家。至于名声什么的，有眼睛的都知道是他们两家不地道。我们身正不怕影子斜。你们口口声声是来为我做主的，看看你们的做法，我要跟你们回去了。还有活路吗？我亲娘走了，亲爹娶了后娘，也变成后爹了。我从小就被你们卖了，收别人高额的彩礼，现在口口声声是跑来为我撑腰的。可你们所说的所做的，不就是让我在婆家生活的更艰难吗？你们到底想怎么样？要我死在你们面前，你们才甘愿吗？我跟你们叶家到底是有什么仇，有什么怨？你们非得逼我到如此地步？叶秋突如其来的咆哮让叶家人都蒙圈了，这还是他们印象中的那个泥捏的人吗？我不会回去的，我现在是良家媳妇，我夫君读书天赋高，我会竭尽全力的助他走上青云路。我不欠你们叶家的，我欠我娘的生恩，我下辈子还。你们卖我的2次足够还清。我叶秋今后是死是活，都与你们叶家没有半点关系。今天出了这个大门，我和你们便是陌生人。双河村离青山村又不远，我家老四媳妇之前在你们家过的日子，咱们心知肚明。连亲爹都能变成后爹，能忍心把年仅5岁的小姑娘卖给人伢子，能是什么好东西？好在我儿媳妇是个有主见的，看得清你们的真面目，不然还真的被你们压榨的骨头渣子都不剩。话说叶秀才，你好歹也是10里8村第一个秀才，怎么就能做出压榨侄女这种事呢？要是这事传出去，你不嫌丢人吗？你个老钱婆，你少在那瞎逼逼！你以为你是个什么好东西？我们家的帅怎么样，容不着你管。叶秋就算有天大的本事，他身上流淌的也是他爹的血，只要他还活着一天，他就有给他爹尽孝的义务。别以为我们不知道你们家打的什么主意。叶秋她姓叶，就算现在嫁人了，她赚的银钱也有叶家的一份，你们敢独吞试试？叶秋看见发飙的朱氏，心想这才是正确的打开方式吗？看你们狗咬狗才有趣呢。呀，我还以为你有多能装呢，这不就露出真面目了吗？我不是好东西，你又是什么好货色呢？出嫁的女儿还要养着娘家，真是让我开了眼。难怪我看你男人一身补丁的衣服，原来是你家开了这个先例，出嫁的女儿养着娘家。叶秀才，那你回去可得给你爹娘带个话，可把家给看好了，别什么时候搬空了都不知道。不过就算你说破了天，我梁家也没这规矩，让出嫁的女儿养娘家。就凭你们对我儿媳妇的各种不公平待遇，你们也不配得到她的孝敬，生她的不是你，养她的不是你，你有什么脸面在这里提孝敬？恐怕那县城的城墙都没你这张老脸厚。哼，你今天就算说破了天，叶秋该给我们叶家的，他照样的给。那你们家想怎么样呢？还是亲家公明事理，那我也就明人不说暗话了。我夫君现在是秀才，离举人只有一步之遥。叶秋拿回来的第1张推荐帖毁了，那么拿回来的第2张必须先给我夫。臭不要脸的，你算哪盘菜？你既不是亲娘，也不是后娘，你们只是个隔房的叔叔婶婶，真是给你脸了！惦记侄女的东西，你咋不上天呢？我们一家子为了那张推荐帖，忍气吞声的看着叶秋各种做，到现在连个影子都没见着，这老货居然惦记上了。小秋啊，四叔对你不错吧？从小教你识字，你被卖的时候，四叔在外面求学，没来得及阻止，心里充满了愧疚。你归家之后，你后娘想再次伤害你，都是四叔在竭力阻止。四叔不求你给我多大的回报，但你能不能帮四叔一把？四叔的剑术停留在秀才功名已经很多年了，想再进一步，就得去更好的学院。四叔差的不是天赋，差的是机会，能不能功成名就，就看你给不给这个机会了。四叔不会忘了你的恩情，有一个强大的娘家当靠山，你在婆家也没谁敢欺负你。你给四叔1张推荐贴，四叔给你当一辈子靠山可好？叶秋为难的看了眼叶平顺，又看了一眼梁父梁母，犹犹豫豫的没说话，可把大家急坏了。推荐贴我有把握能再拿到1张。我虽然和警府有渊源，但说到底我是个下人，凡事再一再二不可再三，要不然把关系闹僵了，人家一个手指头就能让咱们下地狱，但这可让我太为难了。四叔需要，我夫君也需要，这给谁不给谁都不合适，你们就别为难我了，你们自己商量吧，我去看看我夫君怎么样了。听到叶秋这么说，所有人都一怔，都认为推荐帖就该是自己家。叶秋在屋子里听着院子里两家吵得不可开交，更是满嘴喷粪，到最后还动了手。听到外面鬼哭狼嚎的声音，叶秋觉得呼吸都顺畅了很多。院子里两家人都挂了彩，瘫倒在地上。叶某虽然没什么大作为，但也是有秀才功名在身的，见县太爷都不用下跪。可今天在你们青山村受到如此侮辱，我绝不会善罢甘休的。放你娘的狗屁！是你叶家欺人太甚，连我这个双腿受伤的老太婆都不放过。我倒想问问县太爷，一个理所当然惦记出嫁侄女的东西，品行败坏，
心狠手辣的人怎么担得秀才功名？我现在都严重怀疑你这秀才功名是通过肮脏的手段得来。无知妇孺，我懒得和你扯。你们梁家是没男人了吗？还是男人都死绝了，让一个残废的老娘们在这里瞎逼逼？梁老三性格冲动，听到这里哪里还能忍得下去？抄起家伙就要打叶平顺。村长一伸口，扁担一偏，把旁边的叶东打得翻白眼晕过去了。于是新一轮的争吵又开始了。平时端着架子顾着礼仪的人，现在通通犹如泼妇骂街。而梁家的热闹也引来了不少围观群众，热闹看得差不多了，众人怕出人命，才纷纷去拉架。太嚣张了，报官，必须得报官，要不然今天这个事别想了结。堂堂有功名在身的秀才，欺压我们无辜百姓，必须得给我们个公道。这哪里是秀才呀，简直就是屠夫！我们严重怀疑这秀才功名有水分，我要向县老爷举报，哪怕被打板子，我也要举报。梁母忽地转头看向陶兰花，下半身躺在血泊中。天杀的叶家人，你们好狠的心肠！我儿媳妇还怀着孕呢，你们简直是草菅人命啊！老二媳妇，你怎么样了？你醒醒啊！陶兰花是真不知道自己怀孕了，只感受到从自己身体里流出来的温热液体。自从生了老二之后，她就多年不孕了。没想到好不容易来的孩子，现在又……叶家人心里还是慌的。如果真的出了人命，哪怕有秀才功名在身，也保不住他们。房里的叶秋见状，从空间里拿出一颗药丸，喂进梁元泽嘴里。不一会儿，梁元泽就烧得像煮熟的虾。随意记下的一个药材，没想到效果这么好，看来得抽时间多翻翻空间里的那些医书和前辈留下的百草集。等到众人都走后，叶秋脸上带着大大的笑容。今天这场闹剧，稍稍的出了一口新鲜气。众人终于到了镇上医馆。大夫，我媳妇被推到小产了，求求你救救她。等所有人伤口都检查处理好，已经是3个时辰之后了。你的双腿反复重创，现在我也无能为力，你要么听天由命，要么往县城医馆去看看。大夫，我儿子要读书，我不能倒下呀，求求你就救我，我的腿不能废呀。你上次来医馆的时候，我就嘱咐过你，一定要小心保养伤口。可这次伤的比上次还严重，我也无能为力了。叶秀才，你断我老婆子双腿，我就算拼了这条命，我也不会放过你。把费用结清，你们全都给我出去吵！这里是医馆，又不是菜市场。大夫，要银钱你得去找他们。你个死老太婆，放你娘的狗屁！我们一家人好好的出门，现在被你们弄成这副鬼样子，你们不仅要给药费，还得给我们补偿，要不然都别想好了。老大夫只觉得自己脑瓜子嗡嗡响。都给我闭嘴！我管你们谁打谁，谁治过伤，谁给银。大夫，你这是要我们的命呀！老天不开眼啊！师傅，要不我们报官吧？你当人家县太医那么闲呀？这点小事用得着报官吗？年轻人学着点，徒儿们来活了，出来集合！我这里是医馆，不是善堂。既然你们都不想给，也行，老头子也不为难你们。你们来的时候是什么样，那走出我医馆是什么样就行。我老头子大度，浪费的药材就不跟你们计较了。徒儿们干活，该断的断，该走的走。别，我们立马给银子。最后叶家出了3两半银子，梁家这边花了差不多5两。刚踏出医馆大门，两家人又是各种口吐芬芳，纷纷要去县城报官。村长看着自己受牵连受的伤，你们爱咋地，我要回村了。借的牛车请你们爱惜好，损坏了可是要赔的。两家人一路磕磕绊绊的，终于来到县衙门口。衙门重地，不可在此逗留，闲杂人等速速离开。关老爷，我们快被人欺负死了，我们是来告状，找青天大老爷为我们伸冤的。我们的确是来找县太爷伸冤的，还烦请这位衙役小哥告知我们需要走什么流程。我们县太爷清正廉明，一心为百姓做事，有冤情击鼓鸣冤，县太爷就会升堂审理案情。但你们来的不是时候，县太爷去视察民情了，归期不定。官爷，我们一家子老老少少，个个身上都带着伤，要不是受了天大的委屈和冤枉，也不会拖家带口，费尽千辛万苦来到这里。如果这次就这么回去，下一次不一定还有命来到这里。求官爷发善心，给我们指个明路吧，要不然我们一家子真没活路了。县太爷没在，但是师爷在，你们可以击鼓鸣冤试试。一群人很快就被带进了衙门，看着两家人吵得不可开交，师爷眉头都快打结了。肃静，一个一个的说。两家人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都把过错推向对方。案件已经受理，谁是谁非也不是凭嘴说，县太也不在，自然不可能升堂审理。你们这算是挑事斗殴，严重影响风气。你们要么回去等候通传，要么收押，等县太爷回来审理之后再发落。官爷，你这是不给我们活路呀！我们被欺负的命都快没了，你就这么眼睁睁的看着不管吗？我儿媳妇被人打得流产，现在人还昏迷不醒。我这些儿子胳膊断的断，腿瘸的瘸，我都这把老骨头了，硬生生的被打断双腿，再也没有站起来的机会了。官爷，你得为我们伸冤，不能不管呀！不要脸的死老太婆，贼喊抓贼的戏码，你倒是玩的挺溜的。你那眼睛是瞎的吗？睁大你的狗眼看看，
平白无故受冤枉气的是我们，我好好的闺女嫁到你家才几天，不仅不让回门，娘家人来看她，还被你们暴打。我小叔子可是有功名在身的秀才，你们都敢动手，简直就是不把王法放在眼里。现在满嘴喷粪，颠倒是非，连官都敢欺瞒。这里是县衙，老爷们的眼睛可是雪亮的，可不是你这老不死的，说什么就是什么。安静，再闹下去，全部给我收押！这里是公堂，可不是菜市场，谁是谁非。县太爷回来自有定夺。今天的矛盾追根究底，是因为我那受了委屈的侄女叶秋。说起来，我那不成器的侄女和县太爷还有些渊源，不知县太爷什么时候回来？归期不定，都回去吧，不可再生事端，等候衙门通传。孩儿他爹，我们现在怎么办呀？折腾一天，一口水都没喝。叶平顺摸了摸瘪了很多的荷包，又看了看垂头丧气的一家子，花自己的私房钱，虽然很心疼，但他不能在这个时候让家人对他寒了心，毕竟他要往前走，还需要家人扶持。走吧，先找个地方吃点东西，梁家的账咱们爹娘，我回来了，开门，不会都下地去了吧？不对啊，娘不是受伤了吗？你娘既然能下地，那肯定没事。回家好不容易攒几个鸡蛋，你全带来了，还耽搁我半天功夫。你说的这是什么话？我娘受伤了，我拿几个鸡蛋怎么了？什么叫我娘？我娘不是你娘吗？你简直就是个泼妇！当初是谁死皮赖脸，3番4次请媒人上门说亲的，陆长贵你个没良心的！我现在嫁给你了，还给你生儿子，你居然嫌弃我是泼妇了？你元芳姐，还真是你，我老远见着还不敢认呢。小梅你怎么在这？我听说元泽弟弟从镇上医馆回来了，采了点山货送来给他补补身子。我弟弟怎么了？元芳姐，你还不知道，元泽弟弟也不知道沾了什么脏东西。最近这段时间可倒霉了，先是家里的厨房被烧了，接着又生病，去镇上医馆住了3天。自从他成亲以后，整个梁家都好像不怎么太平。袁梅比梁元泽大1岁，老是听梁元芳讲自家弟弟多么优秀，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对梁元泽动了心。但梁元泽心里只有宋颖儿，现在年岁到了，只能压下心思听家里安排。如今被人退婚，心事受阻，心思又开始活络起来了。梁元芳焦急地推门，门突然打开，收不住力，大马趴摔进院子里。哎呀，这谁啊？知道的是你在敲门，不知道的还以为你要抢劫呢。也用不着一来就对我行这么大力啊，整得人家怪不好意思的呢。你谁呀？姑奶奶向你行礼，你受得起吗？我是谁不重要，这位大婶还怪口是心非的，大礼都给我行了，才说我受不起。你脑袋上的那2个窟窿是摆设吗？我拍了半天大门，你听不到吗？看来这位大婶不仅有病，还病得不轻。你算哪盘菜啊？你拍门我就得给你开吗？你要发疯去别处，别脏了我家地。看看你这浑身脏不拉几，臭烘烘的，怪恶心人的。梁元芳不管在娘家还是婆家，都嚣张惯了，何时受过这种窝囊气？何况她今天早上出门才换的衣服，哪里脏了臭了？袁梅看了看梁元芳的衣服，包袱里的鸡蛋全部坏了，蛋液从包袱里滴出来。你是元泽媳妇吧？我也是青山村的，我最近都没在家，所以你没见过我。这是元泽的大姐姐夫。叶秋怎么可能不认识袁梅呢？如果说宋颖儿是恶毒人精，那么这位便是善于隐藏的食人花。前世他可没少为梁元泽出主意，要不是袁梅到自己面前来炫耀，恐怕到死都不会知道自己一心扶持爱护的夫君背地里行事有多畜生不如。既然是回娘家，又不是奔丧，你猴急火燎的做什么？不知道的还以为爹娘没了，你赶着回来见最后一面。那么大年纪了，怎么做事一点都不稳妥？真是白瞎了那么多年的饭，用来养个猪还能有口肉吃，给你吃了就养出来这么个蠢货。你个小贱人，看我今天不替你爹娘教训教训你！怎么的，还想当我小娘啊？虽然你这想法很危险，还满嘴口臭，可我爹也差了辈分，但谁叫你心愿这么强烈呢？看在咱们亲戚一场的份上，我帮你说个情，就让我爹勉强收了你吧，但也只能给你个贱妾的名分，毕竟你实在上不得台面。梁元芳气得就要打叶秋，叶秋拿出一把刀，梁元芳吓一跳，又来了个大马趴。虽然我愿意帮你说情，但你也用不着行这么大礼吧？我都不知道原来我亲爹的魅力这么大啊，让你这么迫不及待。弟妹你也太恶毒了，元芳怎么说也是你大姑姐，你怎能如此侮辱她？什么叫我侮辱她？一来就要替我爹娘教训我，这么上赶着当我娘，我好心帮她，怎么还捞不着好呢？好了好了，你回家等信儿吧，我爹肯定是没有8抬大轿去接你的。再说一个贱妾也用不上，希望你以后好好和我爹过日子，早点为他开枝散叶。走吧走吧，别在这碍眼了。就在赶他们的时候，叶秋神不知鬼不觉地向袁梅和陆长贵身上挥了挥，两人只觉得这人迫不及待地在赶他们，并没有多想。刚出来，砰的一声，大门就关上了。元芳姐，你这样回家也不方便，要不和姐夫去我家里清洗清洗，说不定再晚些时候，梁叔和梁婶他们就回来了。梁元芳也不甘心就此离开，而且他这副样子回去还不得被那几个妯娌笑话，就跟着去了袁梅家。叶秋听到外面的说话声，意味深长的笑了。刚开始知道空间里的药都是救人的，他还很失望呢，这辈子就想做恶人。后来知晓救人的良药也有可能是致命毒药，就开始看医书，记录药草属性，毕竟用好了可不比武功高手差。再过不久，
世道就乱了。重活一世，报仇只是顺带的，目标是活成自己最希望的样子。袁梅烧水的时候，感觉自己越来越燥热，口干舌燥，脸上泛着不正常的红晕。陆长贵看到立马冲过去，紧紧地把袁梅抱在怀里，两人同时失去理智。屋里的梁元芳还不知道外面发生的事，突然一声尖叫。袁梅的母亲带着媒婆和相看的母子俩刚推开院门，就看到了院子里的畜生啊！有人生没人教养的玩意，老娘今天打不死你！梁元芳穿好衣服出来，就看见让她毕生难忘的画面，她冲上去对着袁梅就开始打。院子里的动静引来了邻居，看到此情景，众人都惊叫下来。哎呦，这是被人退婚，就破罐子破摔了。平时看着挺乖巧，没想到私下里却这么。这陆家姑爷真胆大，竟敢当着妻子的面做这下做勾当。这叫哪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之前还顾及着梁家，现在梁家恐怕也指望不上了。真是世风日下，好好的正头娘子不做，竟想着给人做妾了。有本事欺负我闺女，你怎么不去管教你那畜生丈夫？难怪你女儿不要脸，原来是你这儿来的。睁大你的狗眼看看，看看你那下作的女儿享受的样子，明明就是她不要脸在勾引人。陆长贵想到之前的异样，意味深长的看了眼袁梅，想到偶遇袁梅又是他让来这里的，到了这里喝了水之后身体才一样的。想到这里，他已经非常确定袁梅看上他了。陆长贵看着打在一起的两个女人，梁元芳，我忍你很久了，我们陆家好吃好喝的供着你，让你在家里做威做福，可你看看你现在像什么鬼样子，是个男人对你都提不起兴趣，哪个男人会守着一个女人过日子？你爹不是也纳妾吗？你最好给我消停点，不然别怪我不念夫妻情分休了你。你有本事再说一遍。你看看你有点为人妻为人母的样子吗？简直就是个母老虎，你要再不消停，别怪我休了你。你想休我有胆你试试。哼，不休也行，但我要娶袁梅。刘氏听到这叹息了一声，事到如今只能委屈女儿了，不然就算告官告赢了，女儿也毁了，何况他们就是小老百姓，哪有胆子去告官呀？我说刘姐姐，你这太不地道了！你托我给你找个女婿，如今人给你带来了，你却给我这么大个惊喜。我保了那么多年的媒，第一次遇见这么离谱的事。这戏我们也看了，现在是不是得给我们一个交代了？就是自家女儿不检点，居然还有脸找人相看。我要是有这么丢人现眼的女儿，恨不得拧死她。我儿子清清白白的小伙子，遇着这么肮脏的事情，会有阴影的。今天这事不给我们一个交代，绝不可能善了。最后，刘氏给媒婆500个铜板，给母子俩200个铜板，才把这个事情了结。我女儿清清白白一个大姑娘被你毁了，事已至此，为了保全我女儿的名声，我不去告你，但你必须明媒正娶，要不然我们同归于尽。反正我这把岁数也活够了，为我女儿讨个公道也值了。老钱婆，你哪来的脸说这种话？你女儿配得上明媒正娶吗？今天就把话放在这里，只要我梁元芳还有一口气在，袁梅休想进陆家门。媳妇，这不怪我呀，是袁梅给我下药了，她肯定早就盯上我了，要不然咱们会无缘无故的遇上她，也是她叫咱们来这儿的。陆长贵，人在做天在看，睁眼说瞎话可是会被雷劈的。元芳，婶子也是看着你长大的，并不想让你为难。你和小梅从小就玩得好，你比她大几岁，那你们就姐妹做到底，相互扶持吧。毕竟如果你把自己的名声闹臭了，也影响到你弟弟不是？明媒正娶做梦，要么今天就跟我们回去听我安排，要么我费点儿心敲锣打鼓的送你去陈塘，你便威胁不了我。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不知道吗？我跟你们走。袁梅清楚的知道，如今自己失了清白，如果还继续留在家里，只会让家里的名声更臭，影响2个弟弟说亲，更会让母亲难堪。3人回到杏花村，并没有回家，而是来到一间破旧的砌屋前。袁梅，这儿就是你的归宿，你最好给我老实点，不然有你好看。媳妇，这房子快塌了，梁元芳一个眼神，陆长贵乖乖闭了嘴。梁元芳又走到一个院门前，敲了敲门。是谁呀？长平兄弟，是我。堂嫂，这么晚了找我有事吗？天大的好事，不知道兄弟干不干？啥好事儿呀？只要能赚银子的我都干。我带了个小美人回来，安排在了山脚那间破屋。长平兄弟，咱们村找不着媳妇的老光棍，和死了媳妇的官夫不少吧？你明白堂嫂的意思不？银钱咱们5-5分。他是谁呀？不会出什么问题吧？哟，长平兄弟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胆小了？你就说你干不干吧，不干我找别人去。行，我干，但嫂子说话算话，必须得平分。那是当然。一晚上隔半个时辰就会有人来。陆长平听着里面的叫声，蹲在外面数了一晚上的。叶秋看了一个下午的医书，等天黑了才来看昏迷不醒的梁元泽。只见梁元泽浑身全是密密麻麻的水泡，
这狗东西昏迷不醒，太便宜他了，怎么也得让他试试浑身痛痒难耐的滋味。叶秋拿出绣花针，照着梁元泽的人中连扎好几下。他睁开眼，就看见叶秋站在旁边。你去让大哥来一趟，我得问问我晕过去之后事情是怎么处理的。莹儿怎么样了？夫君还真是对宋建仁一往情深啊！醒过来不问你爹娘，第一时间是找贱人。不知道你爹娘知道养出你这么个白眼狼，会不会气得一口气喘不上来，下地狱去了呢？你毒妇，我又想休了我？呵呵，你敢吗？你能吗？你舍得吗？我告诉你，你想要的东西我唾手可得，但你对我如此狼心狗肺，我又为什么要给你呢？想得到，那你讨好我啊！叶秋现在的心境变了，刚开始是想不动声色的把梁家搅得天翻地覆，看他们一个个得到报应。后来他觉得和这群畜生虚与委蛇太委屈自己了，既然自己有底气，为什么不亮出底牌，让他们卑躬屈膝讨好自己？毕竟上辈子自己不就是小心翼翼的讨好每一个人吗？那就让他们都尝一遍讨好别人还被百般嫌弃的滋味吧。等他玩够了，自然会把他们该得的报应加倍奉还。叶秋，从我看过你写的字以后，我就知道你与别的女子不同，你有学识，有骨气，但你终归还是女子，只有我富贵了，才能给你带来尊荣。如果你还有点脑子，你就应该明白要怎么做。我应该怎么做呢？把你爹娘像祖宗一样捧起来，还是你觉得我应该以你为天，事事以你为重，没日没夜的熬废，双眼赚银子，给你和小贱人无媒苟合？还是应该用我自己的福报送你前程似锦？我说过，你想要的东西我唾手可得，但我愿不愿意给你，就看你做的是否让我满意。你的家人听不听话？毕竟能够讨主人欢心的狗，偶尔赏个骨头也不是不可以。可嗨，你看来你还没看清现实，不是我叶秋要依附你梁家而活，而是你梁家要仰仗我叶秋才能过上好日子，还要看我的心情。记住了，别在我面前摆什么高姿态，你不配。说完便离开了房间。躺在床上的梁元泽一想到刚刚叶秋那盛气凌人的姿态，把他的尊严踩在脚底下，甚至比书院里那些有钱有势的学子投来的目光更让他觉得屈辱。越想越恨，完全没感觉到他的双手已经把脸脖子挠得血淋淋的了。到了夜里，一声声凄惨的尖叫声响彻整个村子。丫头，你看到了吗？遭报应了，你安心的去吧，我会帮你看着他们一一遭报应。秋风瑟瑟，梁家一家子老弱病残，在一条小巷里窝了一夜。他们不是没有怀疑叶秋到底是不是认识县太爷。你懂什么？师爷说的好听点是个官职，说的不好听点是县令手下的一条狗。狗能知道主人的事吗？何况叶秋撕掉的推荐帖是实打实的。哼，不过叶家那群畜生居然还想攀关系，也不看看我是谁，能从我手里讨到点便宜，老娘跟他姓。本来还有些摇摆不定的梁家众人，听到梁母这么一分析，又惊。第二天，两家人在衙门口守了一天，也没见县太爷，没办法，只能梁家刘大夫来看了梁元泽，诊断得的是天花。不到一盏茶的时间，整个青山村都传遍了梁元泽得了天花。众人进家门，看到坐在屋檐下的叶秋。你们回来啦，太好了，夫君总算有人照顾了。夫君染上了天花，刘大夫已经来看过了。天花？你说谁染上了天花？家里边除了我和夫君，还有别的人吗？不可能！我的泽儿怎么会得天花？他还没参加今年的考试呢，还没中秀才，还没中状元呢。我的孩子那么优秀，为什么要如此多灾多难？老天，你要报应你报应我呀！为什么要拿我的儿子出气？老天，你不开眼呢！梁家众人像双打的茄子，一家子省吃俭用，勒紧裤腰带过日子，才供出来的童生，现在半路夭折。四弟妹，你的刺绣手艺果然了得，但是你现在不是应该在房里照顾四叔吗？泽儿昨天刚从医馆回来，如果有天花，镇上的大夫会诊不出来吗？我们走的时候也好好的，为什么才隔一天就这样呢？你这个蛇蝎女人，是不是你对我儿子做了什么？该死的毒妇，我真是瞎了眼，才会让泽儿娶你进门，简直就是个丧门星。我要是有那能耐让人得天花，那我第一个不放过的就是你们，毕竟是你们推我走向深渊，想让我为梁元泽铺路，让我靠手艺赚银子，却又处处为难我，想让马跑，又不想让马吃草。你们哪来的自信，觉得我叶秋是逆来顺受、忍气吞声的人呢？从此刻起，希望你们看清楚现实，谁才是能够带给你们利益的人？丧门星是吗？呵呵，与其把问题推我身上，你还不如反省反省你自己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报应在你儿子身上了。睁大你的眼睛看看，本姑娘可是老天眷顾的人，要不然你觉得我和梁元泽待在一起一天一夜，他染上天花，我会安然无恙？梁父此刻才觉得这样的女子才是泽儿的贤内助，可他们为什么就被泽儿三言两语说服了，接纳了宋莹儿，把真正有注意的人推远了呢？你简直就是大不孝，公然顶撞公婆，半点儿媳妇的样子都没有，你就不怕遭雷劈吗？雷电可是惩奸除恶的好东西，做了亏心事的人都不怕，我一个清清白白的人有何惧？别一副大义凛然的模样恶心我，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家为什么上门说亲，福星也好，丧门星也罢，那可都是你们家亲自娶来的，是福是祸你们都得受着。而且梁元泽他是我夫君没错，但还是你亲儿子呢，是你们的亲手足呢。现在正是见证你们母子情深、手足情深的时候了，夫君正需要你们呢。门在哪边？请吧。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现在进去就相当于找死。哎，
唉，我夫君真是可怜啊，背负着一家人的希望，存着带领全家人过上好日子的决心，一步一个脚印的艰难往前走。平日里的嘘寒问暖，母子情深，手足情深，到关键时候却连看都没勇气去看一眼，真是世态炎凉，人心。这是叶秋故意说的，他已经听到屋里的动静了，那狗东西已经醒了，伤身可以忍受，伤心才是最悲哀的。爹娘啊，你们离开后，夫君醒来第一件事情就是关心你们，没想到你们却让人如此寒心，连进去看一眼的勇气都没有。你们这样的做法让夫君情何以堪？虽然天花凶险，但又不是必死无疑。你们这样的做法是实打实的告诉夫君，你们已经放弃他了。哎，幸好夫君现在睡着了，要是醒着，还不得被你们活活气死。看来在生死利益面前，亲情屁都算不上。要是我夫君熬过来了，你们可别又假惺惺的上演亲情可贵，母慈子孝。屋里的梁元泽眼角挂泪，知道自己得了天花，他的家人们没有一个人愿意来看他，就连他觉得对他最好的爹娘都没有吭声。可偏偏这个不被自己看在眼里的人，却不顾安危的陪在他身边。他爹，我的腿疼得好厉害，你去叫人给我熬碗药。忍着吧，我也疼得厉害。梁父虽然腿没事，但整个腹部都在绞痛。没一会儿之后，每间屋子都传来了鬼哭狼嚎的声音。在这夜深人静的乡村里，一声接一声的哀嚎声，听起来让人毛骨悚然。他爹，你把我打晕吧！梁父腹部就像有人把他的内脏一把把拧紧一样，连回应梁母的力气都没有。梁元芳，你丈夫毁我，而你把我推向深渊。我袁梅发誓，此生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我定与你一家不死不休。村长正在家里发愁，上报了，梁元泽的前程尽毁，他家白白搭上一个女儿，不上报，万一病情蔓延开来，他这个村长不仅当到头了，可能还要受到惩罚。爹，你是不是在为难天花该不该上报的事？回屋去歇着吧，别瞎折腾。爹，你虽然是青山村的村长，但咱们村里还有一个比你这村长更有能耐的人，我觉得爹还是不上报的好。梁元泽挺过来了，他欠爹一份人情，只要操作得当，他必定对咱们家感恩戴德。万一他挺不过来，甚至病情蔓延开，那爹也能把事情推得一干二净。毕竟有一个和什么将军大小姐关系匪浅的人，不准爹上报，爹也没办法不是。既然你都知道人家跟大人物关系匪浅，那要真出了事情，你爹还是个背锅的。爹，还是上报吧，天花可不是一般的小痛小病，这可关系到全村的命，命没了就什么都没了。就算损失个读书人，咱们村那么多人，难道还不能再出一个读书人吗？上报了，说不定官府有什么措施能够保证其他人安全。哥，你这么大把年纪了，怎么还那么天真呢？拜托你别总想着那一亩三分地，也出去长长见识。天花是多么可怕的病呀！你以为人家当官的会为我们这些泥腿子冒险吗？我可是听说过，以往发现天花的地方，那可是一个村子的人全部被活活烧死。你别自己胆小怕事，拖着咱们整个村几百口人一起下地狱。这些你在哪听说的？是真的吗？当然是真的，在镇上医馆照顾梁元泽的时候，亲耳听到老大夫对他徒弟们说的。那看来是真不能上报了。村长想到什么，立刻站起身往外走。他得去刘老头和昨天去看热闹的那些村民家里看看有没有发病的，如果有发病的，可不能留在村子里了。还有梁元泽那个罪魁祸首也不能留在村里。村长在村里转了一圈，没有人再发天花才放心。村长，你可得救救我们呀！这梁家一晚上鬼哭狼嚎的，会不会他们家人都被感染了？要是这样子，我们住在他家周围，岂不是没活路了？你可不能因为他是你半个女婿就包庇他家呀！就是，我一晚上都没敢闭眼。村长，我们一家10几口人，可不能被他们连累死。村长，你不管我们，要是我被感染上了，就天天串门，我不好过，那大家都会好过。对，村长，你要是不管我们，我也这么干，第一个去的就是你家。都给我闭嘴！我说过不管你们了吗？这不是正想办法吗？刘老头给梁元泽诊断的时候，有不少人在场，我刚刚一一走访了他们，并没有哪里不舒服，人家看热闹都没事，你们隔那么远，怕个屁！是不是天花还不一定呢？我怀疑刘老头搞错了，别整天瞎担心，把地里的活都整起来，把地里的活耽搁了，今年收成本就大不如前。大家要是再不用点心，来年就等着饿肚子吧。村长，你别站着说话不嫌腰疼，你家隔那么远，当然不怕了，我们就隔2道院墙。村长，我觉得梁家暂时不能住在村里了，不怕1万就怕万一，不能拿我们大家的性命开玩笑，必须让梁家搬出村子。这事咱们谁也不确定，下结论太早，万一造成误会了怎么办？毕竟咱们村一半都姓梁，要是真造成误会了，咱们村也别想太平了。你们别忘了，元泽的媳妇，人家可能耐着呢，和什么大将军、县令关系都很好，要是真误会了，咱们村可就倒大霉了。这样吧，再给梁家2天时间，如果2天之内梁家人陆续发病，那我们大家必当同心协力，让他们搬出村子。这2天你们也绕着梁家走，别和他们家人接触，尤其是管好自家的孩子。梁家院子里，梁兰兰摸着咕咕响的肚子，眼巴巴地看着梁望西。大哥，好饿呀，娘什么时候起来做饭呀？2婶也不起来，3婶都回娘家好久了，我快饿死了。
我爹娘都生病了，现在也肯定饿坏了。大哥大姐，我们去找奶奶拿钥匙，给他们做点吃的吧。你会做吗？我看我娘做过，我也会生火，应该会做的吧。就算做的半生不熟，但至少还能填肚子，也比现在饿着强吧。而且爹娘昨晚好像疼得很厉害，不吃点东西怎么能好？会就会，不会就不会。什么叫应该？小小年纪就撒谎成性，要是长大了还怎么得了？你忘记前不久咱家厨房被烧的事了？难道你还想再烧一遍？我没有撒谎，你自己不会做，并不代表我不会。你自己要饿着，那是你的事。我爹娘都生病了，我绝对不会让他们饿着。大哥，别生气，娘都说了，咱们生来就是享福的命。那些老人夫人的，谁自己做饭？做饭的都是下人，他们天生就是伺候人的。梁兰兰说的话被陶兰花听了个全乎。他爹，咱们在这个家里连个孩子都被看不上，可怜我儿的一片孝心，却被那些贱种如此贬低侮辱。不知过了多久，梁望平终于做好了粥，和弟弟吃了后，又给爹娘送了2碗。梁望平，你个贱种白眼狼，爷爷奶奶都还没吃，你那低贱的父母凭什么先吃？你眼瞎呀？没看我正准备给爷爷奶奶端吗？我们有同一个爷爷，你骂我贱种，那你也是贱种哦。不对，你是贱货。他爹，以往是我做错了，还不如孩子有勇气。以后我再也不压着儿子了，他干什么我都支持他，大不了子老太婆要打要罚，我替他扛。吃吧。他也意识到自己错了，在这个家里再怎么忍气吞声也得不到认可，甚至在孩子眼里他们依旧是低贱的数字，同样是一个亲爹，凭什么他就比别人低贱？从这一刻起，他不再隐忍。干得不错，下次小心点，别烫着自己。你拿了多少米面？搅半碗玉米碴子，1把大米，但小婶子又拿了1碗玉米碴子，1碗米和4个蛋。梁望平明白家里人都不敢惹小婶，凡事推他身上准没错。既然你会做饭，那在家里人没好之前做饭的活就交给你了。你去隔壁村跑一趟，把你3婶叫回来。梁望平给自己爹娘说了一声就走了，直到第2天也没回来。望安，你哥哥现在有危险，但现在能救你哥哥的就只有你了。你听爹说，你现在去你小婶的房间，哪怕跪下来求，也要让他答应帮忙。梁元展从枕头内心摸出来一个东西，不舍又无奈地递给小儿子。要是他还是不答应，你就把这个给他。小婶婶，你救救我哥哥，我哥哥有危险，求求你了。要我救你哥？谁给你出的主意啊？这么有能耐，干嘛来求我啊？你去找给你出主意的人。小婶婶，我爹说，只要你答应救我哥，就把这个给你当谢礼。行了，回去吧，等会儿我出去找找。叶秋把东西拿出来，是一块质地很好的上好玉佩，但叶秋的目光却落在了玉坠底端的木珠上，这木珠和他的居然一模一样。还有这上好的玉佩，梁元展是怎么得到的？他可不相信这是梁家原本的东西，带着满肚子疑问，直到中午才出了梁家院子。他可不是去救梁望平，只是想起了些事情，去给县太爷送个公祭，再去县城囤点粮食。过不了多久就得涨价了。叶秋一路走过去，看见他的人都远远的让开，就像他是什么瘟神一样。自己找死，别连累我们大家啊！出来瞎逛什么？自己家什么样子不知道吗？叶秋就当没听见。人性这个东西是最自私的，上辈子自己以一己之力让整个青山村生活越来越好，可当自己有难时，又有谁搭把手？坐上隔壁村的牛车。哎，铁娃子多好的一个孩子啊，怎么就莫名其妙不见了呢？哎，都看好自己家里的孩子吧，我听说最近几个村落都有丢孩子的，丢的还都是男娃。叶秋一路辗转来到县衙，草民叶秋见过县太爷，草民有很重要的事情禀报，不知县太爷可方便。齐荣宇虽然很疑惑，但此女子不仅对自己未婚妻有救命之恩，对未来大舅子也有恩情，只要不是什么特别让他为难的事情，能帮他一定帮。有什么事你尽管说吧，能帮的我一定帮。多谢县太爷，但草民今天不是来寻求帮助的，是见到了可疑的事情，前来向县太爷禀报。你且说说。昨日草民在安阳镇见到一伙人，他们驾着几辆牛车，车上全是鼓鼓囊囊的麻袋，他们身形高大魁梧，五官深邃，即便他们打扮和我们本地人无异，可草民经过他们身边时，听他们的谈话还是有口音的，非常确定他们不是本地人。最近安阳镇附近的村落也不停的有男孩失踪，所以草民严重怀疑这些失踪的孩子会不会和这伙人有关系。你还知道什么？当初小姐上香途中遇险，草民上前挡的时候，看见了持刀人手腕上有一道恐怖的疤，而我在那群人中看到的其中一个人手腕上的疤和曾经逃掉凶手的疤很相似，便一直留意着他们去向，确定了他们住在镇西边杏花巷的第2个宅子，才匆匆赶来县城禀报。这也是叶秋最近才想起来的事情，孩童失踪的事情，2个月之后才被县令查出来。
听说还有京城大人物的孩子，这件事情热闹好久。叶姑娘受我一礼，感谢你对婉婉的救命之恩，还有你拿出解毒药方之情。你说的事情我会立刻带人去查证。对了，叶姑娘以后有事直接和守门衙役说一声，我会提前交代好，他们会直接带你来见我。我虽然是被卖进景家的，但也相当于是景家养大了我。我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丫鬟出身，但也知道知恩图报，我替小姐挡灾，我心甘情愿，能歪打正着的帮助少爷，更是我的福分。当不得县太爷这一声谢，县太爷有事在身，草民就不耽搁您了。交流下来，秦荣瑜对叶秋还是挺赏识的，看得清自己的身份，能审时度势，不挟恩以报。如果是个男子，他必定在官途上帮他一把，可惜是个女子。出了县衙，叶秋又去买了7000斤粮食了，再加上空间出产的，他一个人生活挺富裕的了。梁家饿了差不多2天1夜的梁望熙和梁兰兰跑去告状，爷爷奶奶，二叔心肠好歹毒，他自己手里有好东西，却天天在爷爷奶奶面前哭穷，让咱们养着他们一家子白眼狼。他让小贱种拿着好东西去找小沈，让小沈去找另外一个贱种。小沈都出去1天了，到现在还没回来，不知道是不是吃毒死去了，也不知道小叔有没有饿死。奶奶，你不是最疼哥哥吗？你看哥哥都饿成什么样了，他们一个个偷奸耍滑，躺在屋里，没人起来做饭，也没谁管我们。奶奶，你要再不管我们，我们就要饿死了。贱！给我闭嘴！一口一个贱种，一口一个白眼狼。梁兰兰，你别忘了，他们也是你的亲人，你爹娘就是这么教你的吗？滚出去！你发什么火？兰兰说的有错吗？他们本来就是贱种，而且还是狼心狗肺的白眼狼贱种，居然有能耐藏东西，能让叶秋那贱货看上的东西，肯定价值不菲。张氏，梁元展是我儿子，你是个什么玩意儿，竟敢骂我儿子？娘说的果然没错，爷爷确实偏心那个贱。哟，青天大老爷，这是到哪儿替人申冤了？看你印堂发黑，眼睑发青，这是和鬼打架去了？你当什么小神医呀？去当神棍算了。不过你这小神医也是徒有虚名，趁早改行。小神医是人，又不是神仙。出去遇到什么事了吗？怎么去这么久，还把自己搞这么疲惫？北方旱灾，老百姓已经人去楼空，大批灾民正往南边赶，南边陆续也出现了灾情，已经出现了蝗灾。据县报，蝗虫正往咱们这边来。我出去巡查了一番，地里的庄稼还不能收。今年水到灌浆的时候，1个月没下雨，收成大大降低。要是提前收割，产量又会大打折扣。可如果不收割，万一蝗虫过境，就颗粒无收了。听到这个消息，几人都露出了凝重的神色。大灾过后必有大义，而且周边的国家就不安分，尤其是西陵，早就对东晋虎视眈眈了，肯定不会放过此次机会。如此腹背受敌，东晋就危险了。一激动就咳嗽起来，纪灵浩连忙从袖子里掏出一颗药丸给他。哎呦，表哥，你可悠着点吧，你踏进鬼门关的那只脚还没收回来呢。什么叫踏进鬼门关的脚还没收回来？你不是已经研制出解药了吗？怎么回事？我确实已经调整好了药方，但差了一味最关键的药，没有那味药材制出来的解药，不能完全压制。如果一直找不到那味药材，毒性反扑回来，会是什么后果？我无法预料。什么药材？连你们药神谷也没有吗？画下药材的外形，我立马回衙门张贴告示。没用的，连药神谷都只有一颗火焰果，听说还是祖师传下来的，何况要的还是火焰花上的朝露。既然药神谷有一颗，那证明这东西存在的，我就不信集咱们3家之力还找不到这火焰花。我们重金悬赏，事在人为，总能找到的。没那么容易，大海捞针至少还知道针长什么样，可咱们对火焰花的样式一无所知，它的药性还是从书上看的，但并没有火焰花的外形记载。我只知道药神谷有一颗火焰果，长什么样我也一无所知。根据记载，火焰花的花期早就过了，之前束手无策，现在好不容易有了药方，又差药材，你这小神医也是徒有虚名。你以为我不想救表哥吗？他是我亲表哥，是东晋的一方守护神，我比谁都想救他。可我是人，不是神啊！人各有命，喝一杯，别辜负了这团聚的时光。景明苑在包间外已经哭成了泪人。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婉婉，刚刚我们说的只是最差的情况，没到最后一刻，我们不会放弃的。傻丫头，都多大了，还哭鼻子呢？哥，一定会有办法的。你还没给我找嫂子呢，你答应过母亲要好好照顾我的。我现在只有你和祖母，你可不能食言。景晨宇想到府里的混乱肮脏，要是自己走了，妹妹肯定被那群豺狼虎豹啃得渣都不剩。他13岁上战场，为的就是替妹妹撑起一片天，但命运不公，作恶多端的人依旧锦衣玉食。他自认从不是作奸犯科、以强凌弱的人，更是为了守护一方国门几度生死。但为何老天就这么不开眼呢？傻丫头，万一真有那么一天，你更要好好活着，把哥哥的那份精彩一起活出来。县城，叶秋进空间整理一下今天采买的东西。在进入空间的那一刻，叶秋被惊得张大了嘴巴。要不是养的鸡、种的庄稼都还在，都以为自己走错了地方。原本的竹楼变成了院子，土地也变大了3倍，井上方的白雾比之前更浓郁。为什么会发生那么大变化呢？叶秋想到了那颗突然消失的木珠，这里的变化
应该和昨天消失的木珠有关。叶秋看着变大了的土地，心里也规划好了该种什么。感谢老天厚爱，让我仇能报。我发誓，绝对不会用这份福报殃及无辜，去做伤天害理之事。但我不想说谎，我也绝不会做违背心愿之事。人不害我，我不害人；人若害我，我必。院子太大了，有大厅、书房、卧房、厨房、库房、药房、练功房。厨房的用具调料齐全，库房也堆满了粮食，药房一排排的药柜。叶秋最近一直在看医书，好多药名他都看到过，能清楚他们的药性、作用、用量。药房内里竟然是一片药田，走进书房，大气典雅又不失书香气息的房间映入眼帘。矮桌上摆着古琴，穿过博古架，墙上挂着的画，叶秋也不懂欣赏，不过能够挂在这里的东西应该价值不菲吧。角落里堆着几个箱子，叶秋一一打开，竟然都是金子、珍珠、夜明珠。这原主人还真是干脆，只言片语都没给后人留下。不管你是哪路高人，多谢你为我积攒下来的财富。小女子就笑纳了。空间太大，都没逛完，出了空间才发现已经在空间里待了差不多1天1夜了。叶秋这一天过得充实满足，但青山村的梁家人就没那么安逸了。梁家人除了梁母，其他人都已经能下地活动了。你别光顾着自己屁大点的事，叶秋那贱货出去那么久了，还不知道泽儿怎么样了，你还不赶紧去看看？梁父走进梁元泽房间，瞬间一股无以言表的腥臭味扑鼻而来，揭开被子，直接把他熏得后退2步。而梁元泽双目紧闭，脸色惨白，气息微弱，要不仔细看，胸口还有微微起伏，真和死人没两样，身上的伤口开始流脓了。也没听说天花有像这样的，难道被刘老头阴了？老大、老二、老三，别在房里窝着了，赶紧出来帮忙。老大家的去找你娘拿钥匙、拿粮食做饭，老二家的、老三家的赶紧去后院打水烧水，全都给我动起来。陶兰花和梁老二积攒了力气，是要去寻找失踪的大儿子。刚出门看见李小桃，陶兰花不停地嘎贱人，你是嘎了爹还是嘎了娘？你是缺了胳膊还是缺了腿？还是你娘家有人拉着你，要你能自己去，不能自己来，还得我儿子去叫你，你还我儿子。老两句，你发起飞，赶紧放手。现在是计较个人得失的时候吗？咱家伤的伤，残的残，失踪失踪，您这样子特扫人嘴水，那这个家跟断了有什么不一样？别闹了，老四这里快不行了，给他收拾好，得想办法医治。好不要脸的老东西，你现在在这里当什么好人？你事不关己就可以高高挂起，你别忘了。我儿子是你叫出去找这个贱人的，我儿子丢了那么长时间，你们没一个人惦记着他，还不是因为我们二房在这个家里不受待见吗？我们二房对这个家的付出少了吗？我男人从学会手艺开始，挣的都被老妖婆收刮去，你别一副假惺惺的样子，护着我们二房，你要真的护着，老妖婆敢对我们如此肆无忌惮吗？你自己不知廉耻，管不住自己的裤裆，还没能耐护住自己的女人，现在还薄情寡义的对自己的儿子，对孙子更是漠不关心，还做出一副大义凛然、公正不阿的样子，其实你才是最无耻、最可恨的。梁父被气得站都站不稳，你半天，一句完整的话都没说出。梁老四的命在你眼里就是命，我儿子的命就不是命了吗？何况你那窝囊废儿子活着还不如嘎了。说完，走到库房门口，砰砰下就把库房门拆了，转身看向梁元展，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过来拿粮食做吃的？不吃饱咱们怎么有力气去找儿子？陶兰花彻底爆发，梁元展扛了4袋粮食回屋，一顿骚操作惊呆了众人。老二，你由着你媳妇辱骂你亲爹，现在这样又是什么意思？爹，儿子想问你一句，我儿子失踪到现在，你心里有想起过他一回吗？你让他出去的，他丢了，你有内疚过一次吗？你觉得我媳妇说的有错吗？我对这个家的付出少了吗？你去他们屋里搜搜，哪一房没点私房钱？可你儿子我手里有机会攒一个铜板吗？你的心里眼里除了你那个废物儿子，你还能装下啥？你都做不到一视同仁，又凭什么觉得我会心甘情愿的一辈子当牛做马？现在这样做是什么意思？爹不是已经心知肚明了吗？老二，一只筷子一舌的道理你不是不懂，一只手的手指头还有长短，当然也有我顾不到的地方，但你是我的亲儿子，你觉得会不关心你吗？哈哈哈，我之前真是被屎糊了眼睛，这么明显的忽悠，这么明显的利用，我居然看不清，还渴望着你那点可怜的亲情，可怜的父爱。好在老天开眼让我清醒了，但我付出的代价也够大。人过而立之年，手里却没存下一个铜板，还把亲儿子弄丢了。老头子，从今往后梁家没有什么二房，我就是我，和你们没关系，别在我面前上演父子情深了，怪恶心人的。还有我搬回房间里的粮食，谁要敢动，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木头我都能削得动，交个腿交个手，那可是轻松多了。说完去厨房帮陶兰花做饭，早一刻做好就能早一刻去找接上集。二房吃饱喝足，不顾梁母的谩骂，出门找儿子。梁父看着梁元泽身上的皮肤，一碰就破皮往下掉，
散发着一股嘎老鼠的臭味儿，一时间手足无措的不知道该怎么办。爹，现在怎么办？你们去找刘老头，大张旗鼓的去，让村里人都知道刘老头学艺不精，误人病情。老四不是天花，却因刘老头的误诊落到如此下场。不管用什么办法，一定要弄到银子，去镇上把大夫接来。老四这个样子经不起折腾。放心吧，我非让刘老头扒下层皮不可。梁家人接二连三的出现在村里，引起了村民的不满，都赶往村长家。好了，大家安静安静，我去瞧瞧。如果有觉得我会因为儿女亲事而徇私的，跟着我一起吧。众人都不远不近的跟着。你们家到底怎么回事？村里已经够容忍你们了，没让你们搬出村子，但你们也不能不把大家的命当回事，总出来瞎逛什么？村长，你看看我们是不是还好好的？如果我四弟真得了天花，我们一家人至少也会被传染1-2个吧。可刘老头居然说我四弟得了天花，耽误了他的病情，害他被全村人误会，耽误了病情，现在已经人事不省。我四弟背负的可是我们全族人的希望啊！刘老头必须给一个交代，不然我豁出命也得拉他陪葬。看热闹的人听完都义愤填膺，跑去要求刘老头退诊费，一时激愤，冲进了刘老头砸的打砸，搜刮的搜刮。刘老头不屑地离开了青山村，他的祖籍本来不是这里，之所以来是为表妹报仇的。但最近他打听到一些事，他以为是梁父玷污了表妹，表妹不得已才委身于他，一厢情愿的在这小乡村寻求机会报仇，但好像是自己误会了。既然如此，这地方也没什么留恋的。见刘老头就这么走了，众人急忙追过去，纷纷向他讨要赔偿，脾气急躁的都动手了。这可不关我的事啊，我可没动手。我也没动手，这老头该不会是装的吧？这都什么人，骗我们血汗钱，还不知道给我们有没有遗坏，现在还想讹上我们。就是这老头可是孤身一人来的，不知道是不是在外面犯了什么事，还躲到咱们这来的。走，可别惹上什么麻烦了。村民谁都不承认自己动手了，各自找理由散了。众人也没发觉刘老头是怎么消失的。梁家人的闹剧怎样都影响不了叶秋。叶秋这几天在空间里学习各种技能，日子过得充实。不知不觉又过去了2天。为了方便拉东西，叶秋还买了一辆骡车，很快到了镇上。街上一处聚集很多人，走近，秦荣瑜带着衙役，旁边还有一堆大小不一的孩子。叶秋在那堆孩童中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梁望平。大人或许也看出来了，这些孩子目光呆滞，即便有些看到亲生父母也不哭不闹，是不正常。不知大夫可有救治之法？大人好好审审这些可恶的畜生吧，看能不能让他们交出解药。那大夫可能解这些孩子身上的药性？解倒是能解，但这解药可不便宜。这些孩子大部分都是普通农家，我是开医馆的，又不是开善堂的。麻烦大夫想办法给这些孩子解药性吧，费用留好清单，到衙门去支取。行吧，让这些孩子各自回家，3天之后到我医馆来。秦荣瑜发现了人群中的叶秋，叫人把叶秋请过去。叶姑娘是来看热闹，还是来认领家人？能这么轻而易举地找到这些人的老巢，还顺藤摸瓜地找到重要信息，叶秋功不可没。不过为保证叶秋的安全，秦荣瑜并未多讲。人群中的镇长、乡绅富户、学子，尤其是上次在医馆看梁元泽笑话的同窗，见县太爷对待叶秋的态度，都对叶秋刮目相看。县太爷英明神武，破案犹如神助，草民代替这些受苦难的孩子，感谢县太爷大恩，也替我夫家者的父母感谢县太爷救命之恩。我身为父母官，为大家排忧解难是应该的。叶姑娘不必如此客气，孩子被吓得不轻。叶姑娘赶紧领回去吧，记得3天后到镇上医馆来找大夫。晚晚时常念叨你，等云嬷嬷生辰，咱们再聚。叶秋再次行礼之后，带着梁望平离开，直到2人上了骡车。这安全了，不用装了。小沈，你是怎么被人捉了去的？爷爷让我去叫3婶回家。我快到李家村的时候，闻到特别香的香味，就使劲的嗅了嗅，然后就不知道了。快醒的时候发现有人往我嘴里塞东西，还没来得及反应，有人掐了下我就不听使唤的咽下去了。第2天又有人塞，但我等他走了，就抠嗓子吐出来了。后边我都是这样子。回去该怎么做？自个儿和你爹娘说吧。我知道了，谢谢小沈救我。救你的是县太爷。爹说的果然没错，和小叔比起来，小沈能耐多了。从现在开始讨好小沈，不知道还来不来得及。叶秋赶着车往青山村走，一路上梁望平叽叽喳喳说个不停。闭嘴，吵死了！走了1个时辰左右，迎面遇上一群行色匆匆的人，梁望平一下就认出了爹娘。爹娘，我的儿，你跑哪去了？你可担心死娘了？众人纷纷询问叶秋是如何找着人的。停！丢失孩童的案子县太爷已经破了，就在镇门口，大家赶紧去认领。爹娘，快上车！铁蛋可聪明了，他能自己走。弟妹，方便带我们一程吗？上来吧。陶兰花面上愤恨的表情被叶秋尽收眼底。一锅饭吃不出2种人，就知道这一家子没一个感恩的。不过我也不稀罕，空间能变大，又在县太爷那里得了脸，才是此行最大的收获。
一路上，梁望平将整个事情讲了一遍，言语之间都透露着是叶秋帮忙。这一个两个的都被那贱人迷惑了。梁望平怕自己娘坏事，赶紧转移话题。娘，儿子被那些人下了毒，3天后还得去镇上呢。儿子，啥毒啊？你别吓娘啊！那些人防着我们哭闹，给我们喂了药，要不是我聪明，偷偷抠嗓子眼，把药吐出来，我现在肯定也跟那些傻的人一样。但毕竟我把那药咽下去了，肯定吐不干净。县太爷让老大夫给我们医病，老大夫让我们3天后再去。为什么要3天后？现在不可以吗？要不现在就去吧。叶秋，你既然找到孩子了，为什么不带他去看病？他被下毒了，再过几天还能活吗？我儿子和你无冤无仇，你为什么要害他？赶紧掉头，我要去镇上。梁老二知道坏菜了，想阻止已经来不及了。铁蛋儿，停一下！我就算拿骨头喂狗，它还能向我摇几下尾巴。可你陶兰花披着人皮，却连畜生都不如。你不仅不会说人话，你还听不懂人话。谁给你的自信？还命令起我来了？你算哪个牌面上的？滚下去！让我家铁蛋拉你，真的是委屈他了。弟妹，他别让我说第2遍。见叶秋一点都不退让，梁老二不想把关系搞得太僵，没办法，也只有拉着妻儿下车。娘，你怎么这样？听我把话说完啊！我话都还没说完，你骂小婶干嘛？娘就是太担心你，娘，不管在家里家外，你不能保护我，我不怪你，毕竟你只有那么大点能耐，但你能不能有点眼力见，把你的嫉妒收一收？能不能为我们多考虑一下？你没能耐给予我的，还不能让我去争取吗？你知道小婶有多能耐吗？这门口的时候那么多人，县太爷都没有单独见谁，唯独小婶被县太爷单独叫过去了。你但凡有这能耐，儿子还用得着讨好别人吗？现在倒好了，你几句话就毁了儿子努力了一路的结果。陶兰花从来不知道儿子对自己怨气这么大，也没想到自己在儿子心里那么没用。看到儿子眼里的失望，陶兰花几次都说不出来话。你身上的毒性为啥要3天之后才去呢？大夫已经看过了，他对县太爷说，让领孩子的3天去医馆找他。县太爷还说让他尽量看，费用去衙门拿。既然如此，咱们回家吧。你比爹想象的聪明，看得透彻，但凡事不要觉得没利益就放弃了。像你小婶这样的人，防备心一定很强。你只要坚持下去，打破他的心理防线，你就能收获果实了。能明白吗？放心吧，我知道该怎么做。叶秋到了村口，一群吃饱了没事干，到处东家长西家短老娘们刚好看见。哎呦，这是大黑马嘛？咦，那不是梁家小儿媳妇吗？同生家的，你这是打哪来啊？你要有心理准备，你家发生大事了，你家那口子不知道能不能熬得过去。二嫂家孩子不是丢了吗？我没办法才丢下重病的丈夫，去想办法寻找。我一个弱女子，好不容易到县城击鼓鸣冤，求官爷帮忙。幸好县太爷英明神武，很快就找到了丢失的孩子，好不容易带着侄子回来了。没想到二嫂还不领情，反倒怨起我来了，说的话实在难听，我忍无可忍，才让他们下车。哎，这世道真是好人难当啊！婶子们，我先回家了。叶秋驾车走了，老娘们又开始八卦了。我跟你们说，我刚看见村长闺女去梁家了，现在正妻回来了，你们说会不会干起来呀？那还等什么？赶紧的去看看。这骡子不错，老四媳妇很会挑，有了这家伙，即将到来的秋收可就轻松多了。有了骡车，甭管去镇上干什么，或者是老四去书院都方便多了。叶姐姐，原则哥哥都病得不省人事了，你出去玩就算了，怎么还这么花银子呢？有这钱都能送原则哥哥去看病了。哟，我当是谁呢？怎么了？喜新厌旧了，想换个人当小妾了。不过你算个什么玩意儿？就算你当了我亲爹或者公公的小妾，你也没资格管我。本姑娘挣的银子，想怎么花就怎么花，关你屁事！眼红吗？嫉妒吗？给我憋着，别一副恶心巴拉的样子，恶心我！看见你真的比那臭水沟里的老鼠还让人恶心。叶姐姐，你怎么能这么说？我还好我娘死得早，要是真给我留这么个不要脸的东西，那我不得把她从棺材里拉出来。既然你们全家都想早点让宋贱人进门，那我也不当这恶人了。就今天吧，让他们洞房花烛，门外看热闹的婶子们，梁家那贱妾，各位没事也来看热闹，还请各位见谅。毕竟贱妾上不得台面，就不办宴席了。各位要是觉得无聊，就自带凳子。外面一群等着看戏的人都觉得叶秋疯了，不过他们也乐得看热闹。三嫂，把后院的猪圈收拾出来，当新房。大嫂，这么多看热闹的人招呼起来，真是的，一点眼力见都没有。我这是在满足你们的心愿呢，一个个的咋还不积极呢？老四媳妇，你别误会，家里人最近身体状况不好，你也清楚，宋家姑娘真的只是来帮忙。爹，我有啥误会的？渣男配贱女，我这是成全他们。毕竟之前见不得人的勾当没少干，我也是为梁家考虑。再不把人带进门，你怕是要有野种孙子了。叶秋分别走进梁父和宋宁儿，偷偷在他们身上挥了挥，意味深长的笑了笑，就进房间洗手，不能殃及自己。洗完出来，梁母坐在屋檐下，唐麦苗和李小桃像两大护法一样，一边一个站着。大嫂、三嫂，
看看你们这阵仗多难看，你们还怕大家把娘撕了呀？你们把心放回肚子里，就算婶子们有这心，他们也没这牙口，扬着老胳膊老腿的，有啥可稀罕的？那老鼠肉都比这好吃。叶秋一番话说出来，人群里笑声一浪高过一浪。秋儿，我知道你怨我给你和老四说亲，但娘已经道过歉了。娘的确不知道老四和宋家姑娘的事儿，你有气，娘不怪你，但娘希望你明白，哪个有本事的男人不三妻四妾？与其以后进些不好把握的，还不如收2个知根知底的，也好掌控。娘都是为你好。娘说的没错，我这不正张罗着吗？大嫂、三嫂，你们也赶紧张罗起来，要不然以后大哥、三哥房里进了不听话的，那你们多难呀！还是自己选2个好掌控的。娘都是为咱们好呢，我得先去给我夫君道声喜去，说不定啊，人逢喜事精神爽，叮一下就好了。梁母无语，刚想开口把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人赶走，就听到后院的鸡叫声，老大家的老三家的，赶紧去看看，是不是鸡窝里进蛇了？李小桃第一个跑去，突然一声惊叫，众人好奇，一起去了后院，打看清楚了，梁母差点吐出一口老血，突然梁人则一声嘶吼，砰的倒在地上。等到醒来，夫君，你猜你昏睡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你为了他辜负我、欺骗我，甚至利用我。如今你心尖上的人，此刻正当着大家的面努力给你生弟弟呢，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到底做了什么？呵呵，我能做什么呀？我又不能压着人去给你当小娘，我没那本事说服你爹抢你的人，我一个外人能干嘛啊？夫君怎么还冤枉人？村长进来，一脚踹翻梁父。你们就这么看着一个花季少女被欺负？你们家里就算没有女儿也有孙女，你们就不怕这报应落到你们身上？村长，这里可不止一双眼睛看着呢，大家都是过来人，你问问看，你女儿那享受的样子是被欺负吗？就算你是村长，你也不能平白冤枉人。可不是嘛，我可是亲眼看着你女儿去找梁老头，2人往后院来的。不过也没关系，给小的做妾也是做，给老的做也是做，给老的做还能管着小的。别说这丫头可真聪明。村长，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大呼小叫的？我倒想问问，你们家到底要干什么？教养出来的是什么东西？在父子之间反复横跳，闹得我梁家鸡犬不宁。梁家是刨了你家的祖坟，还是挡着你升官发财的道？要害我们至此，你今天要不给我们一个交代，别怪我们不客气，毕竟是你宋家不仁在。没错，村长，你今天必须给我们一个交代。我好好的一个儿子，被你女儿害成什么样了？找的男人比他爹还大，他也不嫌膈应。原则哥哥，你相信我，我不知道怎么回事，一定有人陷害我，我真不知道怎么会变成这样子。莹儿心里只有你，怎么会对别的男人有想法？我们从小一起长大，我是什么人你还不知道吗？何况我们早就互许终身，山盟海誓过，该做的做了，不该做的也做了，我怎么还会朝三暮四呢？原则哥哥，你要不相信我，我还不如死了算了。孽女，你给我闭嘴！梁父本来就羞愧难当，迷迷糊糊下抢了儿子的女人，本来想往后好好的宠宋莹儿，但听了宋莹儿的哭诉，瞬间像吃了苍蝇般恶心，对宋莹儿也厌恶起来。宋莹儿，你到底安的什么心思？诱惑挑拨我夫君和我离心，恋着你们青梅竹马，我都打算成全你们了，但你又相中了公爹，和公爹有了肌肤之亲，现在你又要让我夫君相信你，你是不是还想他接纳你？夫君在病中都心心念念想着你，他对你还不够钟情吗？你不仅要伤他的心，还要毁他的前程，和亲爹的女人纠缠不清，你想让他成为所有人眼里的笑话吗？让他一个读圣贤书的人违背伦常吗？是你，就是你这贱人搞的鬼，我要嘎了你啊！你脖子上放的是尿桶吗？自己散发着骚气还怨别人，勾引了小的还不放过老的，还想老少通吃。我是该佩服你宋家祖宗显灵，养出你这么个丢人现眼的东西，还是该感谢你爹娘教的好，为我公爹送来个玩物。贱人，你毁了我，我不会让你好过的。村长，你家养出来的这个东西，害得我夫君心神俱伤，有眼睛的都看得到。我夫君现在只有一口气吊着了，我也不要你多的，但10两银子一个铜板也不能少，要不然就把我夫君抬去你家，什么时候痊愈，什么时候接回来。要是我夫君在你家断气了，我必定告你草菅人命。至于你家这玩意儿，你要是还用得着，你就领回家；你家要是不要，就给我婆婆当个洗脚丫鬟，嘴边陪我爹玩玩吧。你简直太猖狂了！既然你们不乐意，那咱们就连夜出发吧。我回来的时候还在镇上见过县太爷呢，说不定咱们都不用去县城，在镇上就能请县太爷断个功。小婶婶，我支持你去找县太爷，县太爷对你那么好，肯定会还你公道的。咦，这小子不是丢了吗？咋自己回来了？才不是嘞，是小婶婶救了我，我还看见小婶婶和县太爷说话，我小婶婶可厉害了。考虑好了吗？天都快黑了。年轻人，你还是太猖狂了，别仗着有点能耐就无法无天。你可知道30年河东30年河西？呵呵，本姑娘有嚣张的资本，就不劳村长费心了，也别顾左右而言他。要么10两银子，那么你们伺候我夫君痊愈，明天早上给你送来。说完，头也不回的离开了。宋莹儿就这么看着他爹离开，感到一阵绝望。看热闹的人纷纷找借口离开了。爹新收的小妾就交给娘管教了，娘可要记得你说的话哦。你看儿媳妇多能为你们考虑啊，这个够知根知底了吧？还是爹娘你们看着长大的。见众人都走了，梁母实在气不过，让人拿来藤条，她今天要亲自教训这个不知廉耻的东西。整个院子里传来了宋莹儿的惨叫声。娘啊，你的老脸疼不疼？自个儿打自个儿耳光都那么响。
你真是开天辟地头一人。哎，我就说你站着说话不腰疼吧。说起我们来头头是道，咋到你自个身上就这么不能容忍呢？看来你也白活了那么大岁数，连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浅显易懂的道理都不明白，那就好好的给我缩在龟壳里，别整天出来瞎逼逼叨叨，让人恶心。贱人，哪怕你有泼天的能耐，但你别忘了我是你婆婆。呵呵，婆婆，我连男人都没有，哪来的婆婆？再说了，你配吗？不过我倒忘了恭喜你了，儿子青梅竹马的心上人变成了自己的姐妹，这体验不错吧？虽然你对我不仁，我还是得好心提醒你一句，你这刚得的姐妹儿是你女儿的好朋友，又是你儿子的心上人，啧，你可得把眼睛睁大了，要不然一个疏忽，你姐妹枕头风一吹，脖子上的尿桶在散发骚气，说不定你什么时候被人抹脖子了都不知道。哎呦，你可得盯好了。说完就进了屋子，梁母准备破口大骂，突然一个大黑蹄子冲他面门而来，吓得他立马往侧面躲，狼狈的摔在地上。铁蛋愤怒的冲着梁母嘶鸣：“这个该死的畜生！你！”梁母还没骂完，铁蛋一蹄子，梁母成功的被踹飞，屋里的叶秋直接笑喷了。没想到只是图出行方便买的小伙伴这么给力，给了他这么大的惊。接上集，梁家伤的伤，残的残，梁父实在躲不下去了。你是我见过最聪明通人性的骡子，我们和你的主人是一家人，我们并不是在闹矛盾，你这样乱发脾气伤了家里人，你的主人会生气的。铁蛋儿早就听到了主人的笑声了，才不像这坏家伙说的呢，对着梁父翻了个白眼，转身走回自己休息的地方。老大家的，老三家的，先扶你们当家的回房吧。爹，这伤不能拖呀。爹，这拖到明天早上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早一点去医馆也少受一点苦。哭，就你们知道不能拖，难道我不知道吗？可你们告诉我，现在怎么去？拿什么去？有银子吗？人家医馆是善堂吗？这畜生是叶秋带回来的，伤了人，自然是要叶秋出银子。爹，你是一家之主，不能就这么看着，你得拿出个章程来。孩子他爹是家里的顶梁柱，他要是有个万一，那我们也不活了。大嫂、三嫂，你们年纪轻轻的就眼瞎了，怎么能睁眼说瞎话，冤枉同类呢？明明是你们要伤害铁蛋，你们自己的男人不顶用，还怪我家铁蛋，咋的？欺负我家铁蛋不会说话啊？好赖全凭你们上下两片肉一碰，想啥呢？铁蛋干得不错，明天给你奖励。叶秋，你猖狂，但我也不是泥捏的，今天要么给银子，要么明天我会让你遭报应。好呀，我等着。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就因为我对你没有感情，你就要报复吗？梁大才子指的是什么呢？他一直都娇娇弱弱的，总跟在我后面叫原则哥哥。我从懵懂时就开始喜欢他，那时候起就想以后要娶她当妻。可这一切都因为你的出现都毁了，是我背叛了我们的情感。每一次看到他，我就愧疚。你觉得在这种情况下，我会对从未谋面的你产生感情吗？仅仅因为嫉妒，你就毁了他？你也是女人，为什么就不能包容一点点？他都宁愿委身做妾了，你为什么还那么狠些？你说我是怎么出现的？那是因为你梁家人贪婪。呵，包容一点点，你哪来的脸提这种要求？你们对我有过包容吗？想从我身上谋求利益，又怪我的出现破坏了你的情感，我的人生不也是被你们毁了？你是不是还想着利用我的人脉、我的手艺，给自己铺一条青云路，让你们潇洒度日？而失去利用价值的我，就会被你们随意丢弃啊！你是觉得全天下的人就你们梁家人聪明，其余都蠢笨如猪吗？我就知道这是你做的，你要针对你针对我啊！为什么要针对一个弱女子？就算有错，但错的人是我，你为什么要惩罚她？我做什么了？他自己不知廉耻，到处勾引人，与我何干？要怪就怪你爹吧，人家甘愿当你小娘，也不要你这么窝囊的，眼睁睁的看着你心间的人和你爹卿卿我我，想想就很有趣啊。不过你该如何是好呢？要是你护着你小娘，那你亲娘还不得气死？要是你护着你亲娘，那你的小娘会不会打翻醋坛子呢？呀，真的好期待啊！哦，对了，刚刚我看你爹满脸爱意，把你心尖上的小娘抱回屋了，你说这会他们在干什么？够了，你给我滚出去！哎呦，吓得我小心肝乱窜。夫君你干嘛呢？就算你曾经不该干都干了的人，现在属于你爹了，你也不能吼我呀，有本事吼你爹去。要实在不甘心，那就好起来吧，和你爹一比高下，没准还能抢回来。反正是挚爱，即便是二手的也没关系。作为你的正妻，我一定热热闹闹的操办，保证整个安平镇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梁元泽瞪着眼睛，活生生的给气晕了，真没用，人家都还没发挥呢，就扛不住了。第二日天刚亮，庞麦苗和李小桃一前一后离开了梁家，铁蛋可怜兮兮的趴在外面，而叶秋已晨练完，正认真学习医术。至于梁元泽的死活关他屁事。醒来的梁母看见躺在自己身边的宋莹时，又差点给气晕过去了，抬手就要打宋莹。你闹什么？现在家里乱成一锅粥，你不想着好好的整顿一下，却还在这里拈酸吃醋。我闹，但凡你要点老脸，如今家里也不会这个鬼样。你要是还知道点羞耻，就别把这恶心的东西放我床上。就暂时住一下，你会少块肉吗？好了，那完全是个意外。说来你可能不信，连我都不知道是怎么发生的。事已至此，罚也罚了，气也出了。我总不能看着他死在我面前，这件事情到此为止。要考虑的是现在怎么办？马上就要秋收了，家里病的病，残的残，剩下几个不顶用的孩子，这可如何是好？
还有泽儿的学业，耽搁了那么久，也不知道还赶不赶得上。你现在还想着学业，你还是想想你儿子有没有命活吧。不用和我商量，我如今就是个没肉的残废，你们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但我最后再说一遍，要么你把这恶心的东西弄走，要么我就掐死他。梁父没办法，只能把宋颖儿抱去梁元飞的房间。而叶秋直到肚子饿了，才想起外面的铁蛋。小婶，这是我天刚亮就去割的最嫩的草，可蛋蛋哥不吃，现在都蔫了。小婶儿，你能不能跟蛋蛋哥交代一声，我割的草是可以吃的，我很认真很仔细的挑的，一根杂草都没有。别在我这里打什么歪心思，你有什么想法我拦不住，但别出现在我面前。小婶，我没打什么歪心思，是你救了我，我只是想用我的方式感谢你，做一些我能做的事。本就是等价交易，既然交易达成，就不必多做纠缠。铁蛋脾气暴躁，你最好别靠近他，否则你要是有个好歹，可别怪我事先没提醒过你。叶秋，你太过分了，大人之间有什么恩怨，你冲我们来，对一个孩子甩脸色算什么本事？他只是个孩子，能有什么坏心思？他只是想用自己的方式做他喜欢做的事情，你有必要做得这么过分吗？我做事还用你教？再说了，他是你儿子，又不是我儿子，我凭什么忍着心里的反感惯着他？别自己心思阴暗，把人人都想得跟你一样。我针对你啊，你还不够格。你，恐怕要让你失望了。我家铁蛋还真没兄弟，你看看你这脑袋不灵光的娘，说个话都结结巴巴的。我家铁蛋这么聪明，也不可能是从他肚子里出来的。所以铁蛋不是你失散多年的兄弟，以后就别叫哥了，这乱认亲戚的毛病得改。说完，带着铁蛋离开院子，带着算计的示好，真的让人反感透了。而此刻正有4伙人从4个方向赶往梁家，不知情的叶秋带着铁蛋去吃草。梁家院子里已经人满为患了，个个张牙舞爪，你一句我一句。正当吵得不可开交之际，一辆马车缓缓地停在了梁家门口。主事的人在吗？这位老人家是问路吗？你们家真是人丁兴旺，怪热闹。不知小老弟可否告知梁同生家在何处？这里便是，不知你是，找他是否有什么要紧事？不知小老弟可否方便帮我叫一下叶，就说有故人来访。你谁呀？找那贱人办什么？看你这一把老骨头了，还穿得人模狗样的，难道你是他在外面的姘头？那正好，我正是那孽障的奶奶，他既然已经是你的人了，今天也正好遇见了你，就把聘礼给了吧。既然已经是个破鞋了，我也不狮子大开口，你就给我50两，那孽障你就可以带走了。然后唐麦苗娘家人和李小桃娘家人都找老头要银子，老头跟老后爷上过战场的，当管家的这些年啥没见过，对这种众人围攻的阵仗，眼皮子都没皱一下。都给我闭嘴！如果我不眼瞎的话，你们都是到了养儿养女的年纪，并不是无知孩童，脑袋上长的2个窟窿，不是用来当摆设的。一个给孽障当奶奶的老孽障，说出来的是人话吗？还是你们都不是人？还有你们父母没教过你们吗？伸手乞讨，总得编点感动人的故事吧，不然怎么得打场呢？来，都排好队，一个个的说故事。正好我也无聊着呢，我也不差银子，多着呢，就看你们有没有本事得到了。曹爷爷没想到多日不见，你还是这么幽默风趣。这时马车上下来一个人，叶秋顿时红了眼眶。你说说你是不是活该受苦？当初我好说歹说，你就是不听，现在落到这般境地，你可后悔？干娘，你怎么来了？叶秋这一出声，梁父的脸色一下变了，众人脸上掩盖不住的算计。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还请老哥哥别见怪，一步到屋里休息，喝口茶水。叶姑娘和我主家小姐是好友，我就是个下人，这声老哥哥我可不敢当。至于是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那倒未必。曹管家这话无疑是帮叶秋冲门面，但落在其他人耳朵里，有的觉得这便宜可能不好占，有的觉得扒上叶秋这棵大树，自己就能少奋斗几10年，有的已经势在必得，仿佛眼前已经有白花花的银子向他砸来了。你看看你自己，你都把自己糟蹋成什么样了？以前干娘何时让你吃过这般苦头？干娘也是过来人，活了大半辈子，除了主子，就你这么个挂头，可你偏偏不听我的话，我还能害你不成？干娘当然不可能害我，干娘我们好不容易见面了，就不说这些不开心的事情了。对了，干娘，竹韵姐姐，你们怎么会突然来青山村？没良心的，我以为你不要干娘了，既然都去过县城，也不去看干娘一眼。我如今这模样，哪有脸去见干娘？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相反的，哪个做母亲的会嫌弃自己女儿？你呀，真是把干娘交给你的东西忘得一干二净的。亲家母，你们停，千万别乱叫，你这声亲家母我可担不起。亲家可真会说笑，我家老四媳妇叫你干娘，咱可不就是亲家吗？在马车上，我可是听得清清楚楚的，这一群人可都是来找我女儿麻烦的，我一句也没听到你们维护的话。而且谁家这么不讲究？
心腹刚进门就念着就欢，麻烦找上门来，全家人当缩头乌龟。这样窝囊的亲家老生可要不起。亲家，你刚来不了解事情的经过，要不先去屋里歇歇，喝口茶水，听我慢慢说。贵宝地我可不敢踏足，你倒是说说看，究竟因为什么值得你们这么一大群人合伙讨伐我女儿一个人？如果是因为我没有教好，给你们带来麻烦了，老生必当好好教育；但如果是因为你们故意刁难，那我也不是没脾气的。梁父说了梁老大和梁老三受伤的过程。事情就是这样，都是我们做父母的没用，实在拿不出银子，老大媳妇和老三媳妇没办法才向娘家求助，才有了现在的情形，让亲家看笑话了。你是说我女儿故意挑唆骡子伤你儿子，是这个意思吧？这也不怪老四媳妇，都年轻气盛的，一时脾气上来转不过弯也能理解，说到底都是一家人，和和气气的才好嘛。我见过不要脸的，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往我女儿身上泼脏水，好歹找个像样的理由。挑唆骡子伤人，这也说得出来？你含沙射影的骂我女儿吗？那我可不可以理解为你是在骂我？我跟在主子身边那么多年，你骂我是畜生，那我伺候的主子是什么？我家主子是皇上亲封的一品诰命夫人，也是圣上亲封的老太君，无知老儿，你胆敢辱骂当今圣上，你有几颗脑袋等着被砍？不是，你误会了，不是这个意思，我有几个胆子敢辱骂当今圣上？哼，那你是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说，骡子野性难驯，老四媳妇昨天刚买回来，和家里人都不熟悉，才会伤人的。但这骡子始终是老四媳妇带回来的，她伤了人，家里也拿不出银子，这伤情不能拖，没办法，我其他儿媳妇才会向娘家求助，也许是事情没说清楚，才会有了今天这样的闹剧。乖女儿，是这样吗？爹怎么不说我的骡子因为什么发脾气的呢？要不是你自己荒唐，儿子纳妾当天当着众人的面抢了儿子的女人，你却把气撒向我，骡子忠心护主，众人围攻都不敌我骡子，是他们没用，还怪我的骡子太能干了。你们全家一条心辱骂我，恐吓我，我念着终究是一家人，本想事情就这么过了，没想到你们却如此兴师动众。既然如此，那咱们就好好算算账。是谁给你的胆子，敢如此颠倒黑白欺负我女儿？还有王法吗？哼，这骡子起码还知道忠心护主，可你呢？罔顾伦理，颠倒黑白，侮辱儿媳妇，说你是畜生，都是侮辱了畜生这个词。梁父万万没想到，叶秋当着几个亲家的面把他的遮羞布扯下来，真够不要脸的。嘿，我是真没想到，我叶家的祖坟还能冒出那么大股青烟，能认识你这样的贵人。我是叶秋的奶奶，我的乖孙女受苦了。奶奶要是知道你在梁家过得这么辛苦，怎么也不会同意这门婚事的。你放心，既然奶奶知道了，一定会想办法把你接回去的。这位，你要哭你孙女，你换个方向，别对着我女儿哭，不吉利。我这女儿命已经够苦了，曾经的家人狼心狗肺，没人性，现在凭着自身的努力和福运，好不容易积攒了点福气，可别给豪没了，缺德事干多了，18层地狱的大门会向你敞开的。叶秋，你给我说清楚，家里哪里亏待你了？你要这样恶毒的诅咒我们呢？把你的狗爪子拿开，睁大你的狗眼看看，这可不是你女儿。哎呦，真是小刀割屁股开了眼，见过抢东西，还没见过抢人家女儿的。既然你这么稀罕，那你就领走吧，给我500两银子就行。我干娘说的不错，我现在不是你叶家的女儿，你没资格要银子。我该报恩的亲娘已经过世，我5岁被你所卖，还了我亲爹的生养之恩。今年5月归来，在你叶家待不到3个月，又被你们换高价聘金，还了你们收留之情。我叶秋与你叶家再无瓜葛，你现在向我干娘讨要银子的做法，乃勒索敲诈。如果你觉得都快下地狱了，还没尝过衙门的板子的滋味，觉得很遗憾的话，那我们可以满足你。我这辈子最喜欢满足人们各种稀奇古怪的心愿，正好我和县太爷也有几分交情，不仅能满足老人家的愿望，还能给你更大的惊喜。听说当初和你儿子走得很近一个同窗，学业上各方面比你儿子强，不知怎地，偏偏他落榜了，你儿子却考上了，这其中到底是什么意外？相信县太爷很感兴趣，会加派人手，以最快的速度调查清楚这其中不足以外人道的有趣故事，满足我等好奇之心。放屁！我儿子的功名来得干干净净，是他辛辛苦苦努力挣来的，你们别想往他身上泼脏水。泼不泼脏水我不知道，已经有人求县太爷伸冤了，县太爷公正廉明，迟早会还大家一个。叶秋上辈子偶然间知道他四叔的秀才是通过特殊手段得来的，既然知道了，就必须送他一份大礼。这次在县城停那几天，其中就是办这件事。叶老太太嘴上逞强，心里慌了一批，骂骂咧咧的走了。对了，干娘，你还没说你们怎么会突然到青山村来？云嬷嬷也很迷惑，她只知道小姐去找了一趟老太君，然后他们就被派出来接着丫头回府里小住。还能为什么呀？干娘想你了呗，向主家求了恩典，接你回去小住几天，快去收拾吧，咱们还得赶回去。好，家里这般情境也不好请你们进去，你们稍等一会儿，我收拾几件衣服就出来。等叶秋出来，就被唐曼苗和李小桃的娘家人拦住。你要走可以，
但必须把医治我女婿的银子掏了。你说你这么大把年纪了，何必呢？别说你在我这里办个铜板都得不到，就算你丢人现眼的能要到银子，和你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也是第一次见你这么傻的人，自己丢尽脸面去乞讨银子养野种。你胡说八道什么？什么野种？老娘可不是被忽悠大的，赶紧给银子，必须100两，1个铜板都不能少。呵呵，那我就好心给你提个醒吧。你曾经是不是有个被休的妹妹，在你家住了很长时间？那段时间，你夫君是不是对你冷落起来了？你的妹妹是不是你夫君牵线嫁给了你们同村的一个老汉？是不是巧合的和你同年怀孕？你生了孩子，是不是都会莫名其妙病一场，然后又莫名其妙的好了？你妹妹是不是在你面前说你其他儿子坏话，唯独对和她同年生的孩子特别好？而你偏宠的儿女，是不是会在你面前说你妹妹的好话？叶秋说完，众人都变了脸色。其实你才是天底下最可怜的女人，你百般疼爱的妹妹抢了你的丈夫，而你偏偏压榨自己亲生的子女来给野种当牛做马。就算你今天在这里丢人现眼的得到银子，以你以往的经历来看，是不是都会花到野种身上？不，绝对不可能，怎么可能呢？你别想忽悠我。呵呵，是不是忽悠？你心里不是已经有数了吗？人就是这样，一旦心里被种下怀疑的种子，就觉得处处都有问题。老太太看着唐麦苗，确实有她妹妹的影子。老太太，你看看你身后的子女，鸠占鹊巢的野种倒是被你养得一身肉，衣服连个补丁都没有，而从你肚子里钻出来的个个衣衫褴褛、面黄肌瘦，都快赶上逃荒的人了。我会弄明白事情的。如果你说是真的，我会来向你磕头道歉；但如果你是糊弄我的，我也不是好惹的，我会让你后悔今天的行为。说完，不顾唐麦苗的哭泣和挽留，率先往家走，迫不及待地想弄清楚真相。老太太的亲儿女互相对视了一眼，也离开了。你这个扫把星，你把家里搅得不得安宁就算了，你还要把我娘家闹得鸡犬不宁，贱人！反正也是听不懂人话的，和你多说一句话都是浪费我的口舌。我不会和你动口，但我会动手。你再骂一句试试。叶秋拿过村长送来的银子，跟着一起上了马车。哈哈哈，天色不早了，我等就不打扰你们翁姐。爹，你接待你老丈人的同时，可别忘了照顾我夫君，要不然梁家希望可就断了。看热闹的村民哄堂大笑，曾经的准亲家，如今变成了翁婿，尤其是梁父还比村。终于到了景府后面，曹管家安排叶秋住在客院的秋水院。竹韵将今天在梁家见到的都说给景明婉，景明婉陷入沉思。得知哥哥的毒还无法解之后，他就想到了叶秋，但刚刚听竹韵那么一说，他又觉得心里没底了。如果叶秋真的有那么好命，为什么会摊上这样的婆？不要啊！他没想到会梦到前世死前的一幕幕，那种皮肉被生生割下来的痛，下意识摸了摸自己的大腿，浑身止不住的颤抖。他知道景府到处都有暗卫，不能躲进空间，那是自己这辈子最大的底牌，绝对不能暴露。在房间待了一整天，直到下午。叶秋，小姐叫你去湖心亭。景府你熟悉，不必拘谨，你也别老闷在房间里，多出来走走。你若想和云嬷嬷叙旧，你任何时候都可以去找她，不必担心祖母会怪罪。谢谢小姐。叶姑娘，你说的白胡子老头送你药方的时候，可有说过什么话或者附赠什么东西吗？叶秋看向纪凌浩，不知道他这样问是何意，难道说药方有问题？我并无歹意，是我在研究药方的时候遇到了个棘手的问题。因为季节原因，有一味药材很难寻，我们也是没有办法才找到姑娘。最开始景明婉让云嬷嬷把叶秋接过来，只是想让哥哥蹭蹭他的命格。纪凌浩得知叶秋来府里，就想在叶秋这里找突破口。我当时只是随手帮个忙，老人家给东西也很随意，我并不觉得那是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当时也是想困难时拿去换点银子傍身。那日之所以拿出来，也是听公子是神医，想确认那方子是不是真的有价值。那位老人家还给过你其他东西吗？他给了我药方之后，又在衣袖里随意抓了2个瓶子丢给我，但并未告知我那是什么东西，是做什么用途的。那瓶子呢？快给我看看。我在家里受排挤，没出嫁之前住的都是柴房，人人都可以随意进出，要当我方便随身携带。瓶子一碎，我要干农活不方便带着，没想到奶奶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现了，以为是我归家时带的值钱东西，就抢了去。景明婉脸色大变，怒其不争。我也不知道瓶子里装的什么，奶奶拔开塞子时表情很嫌弃，以为是我忽悠她，就生气的把瓶子砸了。我瞟了一眼，好像是种青色的液体，具体是什么就不知道了。你看到液体的时候，是不是还闻到了一股淡淡的香味？好像是有股香味，简直就是作孽的，暴殄天物，该死的老太婆。表哥，那个药液是什么？是哥哥需要的吗？不是，但那也是一种非常珍贵的药材，有价无市。师傅之前研究压制毒性的药，唯独缺这药引，就算不能解表哥体内的毒，但压制2、3载是没问题的。可如今全被那老太婆毁了。好妹妹，我就知道你是个有福气的，你再好好想想，还有什么遗漏？我们远在江南，你可能不知道京城的事情，
我生母早亡，父亲再娶，我和哥哥相依为命。哥哥为了保护我，12岁就上战场了。我求你了，我真的不能失去哥哥。景明晚想起曾经和哥哥相依为命的场景，泪流不止。要不是有了后娘，就有后爹。她堂堂侯府的嫡小姐，怎么会躲到江南来寻求祖母庇护？哥哥身上的毒也和那母子几人脱不了干系。要不是有外祖家镇着，哥哥有军功在身，哥哥的世子之位恐怕早就保不住了。而他也不可能拿到娘亲的嫁妆铺子和田产。叶秋也很努力的在想，不过他是在想怎么把事情合理化。神医，我奶奶打碎的那个药是不是微甜？使用之后会出现幻觉，然后昏睡，醒来之后还会视力模糊。是的，它是青樱藤之叶，少量使用就会出现你说这种情况。误食的话就会因为幻境毙命，食用过量便会七窍流血，命丧当场。那个人确实只给了2个瓶子，我不会记错的。虽然瓶子被奶奶毁了，但我知道这个东西哪里有。在哪里？妹妹，你别害怕，我们就是太激动了，你可能理解不了我们的心情，但你放10000个心，我们没有害你之心，我们都很感激你，一次次带给我们希望。景明晚越说越激动，把自己身上值钱的东西都给叶秋。小姐，你这是干什么呀？快带回去，我只是提供个消息，不值得你。傻妹妹，比起你提供的消息，这点东西不值一提，我现在只想感谢你，但我脑袋一片空白，又想不到什么好的办法。别叫我小姐了，我比你年长，你要是不介意的话，可以叫我一声姐姐。推脱一番，叶秋还是把东西还回去了。这些东西华而不实，留着他也不会使用，卖了又不妥当。何况他如今真不缺这些东西，他缺的是靠山式人脉。救命之恩无以言谢，叶姑娘日后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景某必当义不容辞。我被卖之前被后娘苛责虐待，有一次实在恶狠了，误入了苍云山，机缘巧合之下掉进一个山谷，我摔落的地方是一大片结成网状的青阴藤，才得以保住小命。应该是我掉落的时候折损的部分青阴藤，就闻到香味儿，再加上又恶狠了，就弄了些吃，然后我便好像见到了我过世的娘，后边就什么都不知道了。等我醒来已经是好几天后的事情，视力也模糊了好久。后来听说还是猎户我把我送回去的。你还真是命大，没摔死还能遇见有价无市的宝贝，也恰好没吃过料。难道这就是傻人有傻福？叶秋又凭着回忆说了一下大概的方向，三人立马派人出去寻找，随后一起去了老夫人的院子。景老太君看到一群年轻人脸上略微轻松的表情，大概也猜测了孙儿的事情有了转机。好孩子，说起来你也是在我们府里长大的，你就把这里当成家，怎么自在就怎么过，别在意那些虚礼。我老婆子现在可都有点羡慕云秀了，老天给她送来这么个贴心可人的闺女。景老太君和老侯爷都是忠义专情的人，可偏偏两人的独子，也就是现在的晋阳侯，却是滥情的人，是家贵女，平民女子，还是歌姬，青楼花魁，无不染指。就像景晨宇和景明婉的母亲季潇潇是镇远侯府的嫡次女，季潇潇怀着景明婉的时候，晋阳侯又对户部侍郎家的庶女情根深种，导致季潇潇伤透了心，整个孕期郁郁寡欢。景明婉出生不到3岁，季潇潇就撒手人寰了。好在娘家势力雄厚，嫡亲的大姐还是宫里的嫔妃，还有几分盛宠，才让户部侍郎庶女张巧心有忌惮，景晨宇和景明婉才得以在后院挣扎着长大。叶秋在景府的这几日，常被景明婉拉着一同逛街。叶秋陪着景明婉走在街上，要不了过久，这里将哀鸿遍野，云嬷嬷的生辰。干娘，祝你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越过越年轻，越过越安康。哎，好好好。叶秋整整的陪了云嬷嬷一天。晚上的时候，干娘，我明天想回去了，要不我再去告1天假，送你回去吧。这一路来回折腾，干娘不心疼自己，我还心疼呢。干娘，你就放心吧，他们一次次的逼迫，让我练就了铁石心肠，我不会让自己吃亏的。哎，这世道女子生存终归是不易，你那样的家庭，干娘也不劝你孝敬公婆，伺候夫君了。但女子名声大于天，要收拾人办法多的是，千万别搭上自己。在你公婆跟前，你本就是后辈，舆论方面你就不占优势，所以一定要把握好一个度。干娘，你放心吧，我知道该怎么做。你向来是个聪明的，很多事情一点就通，只要你有心，干娘相信你会过得比大部分人都好。虽然你的婆家现在不如意，但女子哪个不是媳妇熬成婆才能过上好日子？等有了孩子好好培养，你会有后福的。云嬷嬷说什么，叶秋都点头答应，因为她知道他们2个人现在都不可能说服对方，也就没有必要起争执，自己知道该怎么做就行。次日一早，叶秋收拾好，就去向景明婉辞行。派出去的人也找到了季凌浩需要的药材。妹妹，竹韵把你在婆家的境遇给我说了，我没想到你会过得这么艰难，那样的家人不值得你付出，又何必浪费你大好的青春年华？我实在看不得你过得这么辛苦。
要不这样吧，我让浩哥哥给你做主，让你们和离，你也别担心舆论压力和名声什么的。你是我景府的人，在这个地方，谁敢说你半句不是？多谢小姐好意，但我已经走到这一步了，也只能咬牙坚持，我没有和离的打算。我这妹妹胡闹惯了，你可别听她胡说。但有一句话，叶姑娘记着，景府永远是你的后盾。谢谢大少爷，但你们也放心，我不会做抹黑景府的事的。我今天过来就是和你说一声，我可能最近要动身去边关了。这场突如其来的天灾，又让那些宵小之辈蠢蠢欲动了。哥哥，东晋除了你，又不是没有别的将军了。你现在身体什么状况，你不知道吗？你能不能别这么作践自己？能不能多为我考虑考虑？我只有你了，别丢下我好不好？你也是哥哥在这世上最亲的亲人，但哥哥穿上那身铠甲，便有守护边关的责任。哥哥答应你，一定平安回来。我还要送我这么可爱的妹妹出嫁，哥哥还要努力挣得军功，让我的妹妹无论是在娘家还是在婆家，都没人敢。明明他们做的那么明显，我却看不明白，我真是蠢。我现在要扒了那老东西的坟，挖出他的骨头喂狗。你为什么走这么早呀？你说过要照顾我一辈子，你看我这浑身的伤都是那个醉鬼打的，如今你两腿一蹬，留下我可怎么活？你说姐姐脾气像母老虎，身材像老母猪，不解风情，那你为什么不休了她娶我？纠缠了半辈子，我给你生育3个儿女，你怎么能这么狠心？说到底也是我留了个心眼，和姐姐把孩子换了。姐姐生的那些贱种没有长大，也怪不得我，是他们没那命。赵小草，我今天要不打死你，我就不是赵小花。我哪里亏待过你？你要如此狠毒的对我，做男人你要就要了，但你为什么要害我的孩子？你有什么脸说我？是你抢了我的亲事。他当初上门说亲的时候看上的是我，是你仗着姐姐的身份抢了我的姻缘，才让我一生过得如此坎坷。赵小草，你还能要点脸吗？我15岁定的亲，那年你才10岁，还是个小屁孩。是你自己眼瞎，不要脸，好好的亲事不要，非要跟人私奔，被抛弃了无家可归。是我好心收留了你，供你吃，供你住，供你穿，没想到你居然和你姐夫苟且，还害了我的孩子。你对得起我吗？我真后悔，明明家人嫌你丢人，偏偏我眼瞎觉得你可怜收留你。我当初就该看着你无家可归，沦为人人唾骂的贱人。别把自己说得多伟大，你要真的对我好，为什么不离开唐大郎？难道你看不出他嫌弃你吗？你为什么要占着茅坑，还要赶我走？我们就在你隔壁房里翻云覆雨，就是要告诉你，让唐大郎收了我。可你呢？你居然让我嫁给那个醉鬼，是你把我推向地狱，我不好过，你也别想好过。你不是说我不会养孩子，说我把孩子养得瘦不拉几，逼样样的吗？哼，那本身就是你的贱种，我凭什么好好养？他们可是在你怀里断气的。唐老太太的亲儿子，唐老大和唐老二赶过来，看到眼前的场景，坐实了他们心里的想法。正如那个小娘子所说的，他们被亲娘压着像老黄牛一样供养过的人，居然是野种，但终归还是母子。两兄弟也同时出手了，不一会就把赵小草打倒了。老二，把那个老贱人带上，锄头先放在这里。这老东西的骨头我挖定了，这样的东西不值得你们跪拜。等我腾出手，必定把他的骨头刨出来喂狗。走，去见族长，今天必须清理门户，那些该死的贱种霸占了你们弟弟妹妹的名分，在咱家过得衣食无忧。我今天要不扒下他们一层皮，我的姓倒着写。娘，你真的舍得吗？儿啊，娘对不起你们啊，娘真的是被屎糊了眼，让你们受苦了，是娘害苦了你们。娘，我只想知道你舍不舍得，会不会他们一示弱，稍微装下可怜，你又心软。唐老二也看着亲娘，想得到确切答案，回想起自己和大哥这些年所受的搓磨，还有那个所谓的小姨还想插手他的婚事，甚至害妻子流产，心里能不恨吗？老天爷呀，我到底都干了什么？上辈子到底做了什么孽？为什么不报应在我身上？为什么要让孩子承受？娘真的错了，我对不起你们啊，对不起你们那些夭折的弟弟妹妹们。回到家里，听到院里妇人孩子的哭喊声，唐老大和唐老二立马就窜出去了。不知道哪来的妇人，带着个帮手在抢唐老大的女儿。不知好歹，这么水灵的孩子跟着你们这样窝囊的父母，能有什么好命？我这是好心解救他，给他创造更好的未来，锦衣华服，吃香喝辣，跟着你们一辈子都别想。唐老大跑过去，一脚把唐老三的媳妇踹飞站到墙上，晕死过去了。唐老二一个人就把唐老三和唐老四撂倒了。干嘛呢？你要对我动手试试？我这可是正经买卖，你们家人收了我的银子，就必须让我把人带走，否则就算天皇老子来了，我也不怕。我和我媳妇儿没见你半个铜板，谁收了你的银子，你就带谁的孩子。你要再抢我的孩子，你试试看我敢不敢揍你。
刚踏进院门的唐老太心里一惊，又觉得无颜面对大儿子，自己到底是瞎到什么程度，才会听那贱人和老三夫妻俩的鬼话，觉得那胖得像猪的野孩子是块读书的料，还要卖掉自己亲孙女供他读书。收我银子的是他，他可是带着我看好货物才定的价，要不然歪瓜裂枣我还不要呢。唐老大愤怒又悲凉，听到自己的亲生女儿被亲娘带着人当做货物来定价，唐老大心里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恨意。10两银子一文不少，全都在这里，我不卖了。这是我亲孙女，我不卖。哼，你说不卖就不卖，叫我来的是你，说不卖的也是你，怎么的，耍我好玩吗？我告诉你，今天不卖也得卖。唐老太太直接把唐老三和唐老四所有孩子揪过来，和妇人谈起价来，一起共30两银子。唐老三和唐老四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亲生骨肉被人牙带走。娘，你知道了真相肯定一下接受不了，但不管怎么样，你在我心里，你永远是我亲娘。还记得我小时候特别容易生病，是你整宿的陪着我，怕我饿着，怕我冻着，这些儿子心里都记得清清楚楚。生恩不及养恩大，在我心里你就是我亲娘。娘，你看看大哥和二哥眼里的恨意，怎么可能会孝顺你？你可千万别被他们挑唆了。娘，他们都是你的孙子孙女，平时你多喜欢他们呀。娘，我发誓，如果我对你有半点不孝敬，我就被天打雷劈。唐老太太忆起了以往自己老大家的老二家的，你俩留在家里看好孩子。老大老二去把那2个贱种的腿给我打断了，把赵小草那个贱人也给我带上，咱们去找族长开宗祠，这些贱人不配拥有唐姓。唐老大和唐老二对视一眼，重重地打在他们腿上了。唐老太太看到赵小草痛苦的表情，再也没有曾经的心软，只恨自己为什么没有早点发现异常。唐家宗祠，唐老太太声情并茂地把赵小草犯的罪孽说出来，但她是说赵小草用他和方老汉的血脉换了赵家的孩子，更是丧尽天良的折磨死了。赵小草拒不承认，更是不顾自己的名声，道出了自己和唐大郎的事儿，直言唐老三、唐老四、唐麦苗就是唐大郎的血脉。人群中的方老汉看他的眼神就像淬了毒似的。老族长听完拿出族谱，直接把唐老三和唐老四画出了族谱，而唐麦苗还不知道娘家已经翻天覆地了，还在惆怅该怎么弄银子送自己男人去看腿伤。正房里，梁父一脸愁容，家里壮劳力全倒下了，更是拿不出银子。他跑了1个下午，也没有借到半个铜板。没用的，别白费力气了，就凭咱们家的现状和名声，谁放心把银钱借给我们？家里除了那个孽障搬去的，大概还有500斤玉米，明天你想办法带400斤去镇上卖，把老大和老四一起带去看看。家里剩余的粮食本就不多，地里的收成也大不如往年，卖了。就你知道，难道我不知道吗？可你看看现在还有什么办法？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儿子病死在家中吧？怎么，现在刚得了年轻的小妾，就打算不管其他儿子了吗？你还指望那个贱人再给你生吗？你别无理取闹，没事找事行吗？家里那么多张嘴，就留100斤玉米，秋收至少还有20天，就算每天吃1顿也不够，何况以老大和老四的情况，卖400斤玉米根本就不够去看病。不够，那你倒是想办法呀！你不是牛气冲天的吗？你不是一家之主吗？你倒是拿出个章程，拿出银子来呀！你说说你自己除了风流，你还有什么本事？年轻的时候是这样，现在老了还是这个鬼样子。需要你的时候，你半个屁都放不出来。村长拿来的银子，你都没本事要过来。你说你还点什么用处？到嘴边鸭子你都能让它飞了。你说你还活着干什么？梁母无力地躺在床上，这一刻，她坚信她是被人骗了。叶秋哪里是忘他儿子，分明是个祸害。她也看明白了，叶秋并不是他们能够拿捏的，也并不会真心的扶持老四。不知道是哪个环节出了错，让那个贱人变成了搅屎棍，家里不得安生。老四现在别说锦绣前程了，能保住性命，他都谢天谢地。叶秋离开警府，又去囤了大批物资，毕竟谁也不知道这场灾难要延续多久。上辈子死的时候还没得到改善，边境也发生了大战。回村的路上，居然遇见抢劫的。可能是我毫无顾忌的采买，让有些人盯上了。平时的训练没有实战过，也不知道战斗力如何，就算打不赢，还有铁蛋。你们要干什么？大哥，咱们今天走大运了，这娘们不只有钱，长得还不赖，没想到声音也这么好听。大哥，等会儿你吃肉也得给兄弟们留口汤啊。放心，我有肉吃，兄弟们也肯定有汤喝，每人识相的留下东西，乖乖过来。你放心，哥哥肯定会连什么来着的。哎呀，那些酸秀才说的话老子不会，你放心，哥哥肯定会疼你的。正当叶秋想来个先下手为强时，一个声音从身侧闪过，对面顿时传来一声哀嚎。他奶奶个熊，搞偷袭你算什么英雄好汉？操！大汉话还没说完，就被一拳揍倒。兄弟轻点轻点，我们技不如人，大不了让你先去嘛。哎呦！男子眼眸猩红，拳拳到肉，旁边的小弟都不敢上前，直到领头的大汉被揍得像汤烂肉才停手。小弟们见状，吓得一哄而散。
今天的事儿，谢谢这位大哥了。不知怎么称呼，家住哪？小女子日后必定上门致谢。我叫阿野，我住山里，你不要去，还有不用谢。我不是不想你去我家，也不是想你来我家，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说，就是山里很危险。看到人高马大又语无伦次的人，叶秋忍不住扑哧一声笑出来了。刚才你那么勇猛，怎么看到我表情就变了？难道我比他们还可怕？不，他们不能跟你比，你好看。我的意思是说你不吓人。今天谢谢你了。你要回青山村吗？天色不早了，我们赶路吧。阿野摇头表示不用谢。我先走了。叶秋刚到村口，就感觉到不对劲，村里一个人都没有。原本青色的田地，此刻已经光秃秃一片了，树林也不见绿色了。看来是灾难来临的前兆已经发生了。进了梁家，全家人都在院里，面色凝重。官府发出紧急秋收公告，由于村长的懈怠，收到消息晚了，耽搁不少时间。大家用最快的速度收割，还是没赶上蝗虫的速度，损失惨重。梁家更惨，壮劳力基本都倒下了，收回来的庄稼还不到1/10，加上上级卖掉的，这个冬天都熬不过。众人看到叶秋回来，老四媳妇回来了，怎么也不带个信，我们好去接你。现在不太平，你一个在外行走很危险，以后万万不可如此了。回来就好，不过你爹说的没错，小心点总是没错的。以后要出去就让老四陪着你，这样我们也放心。陶兰花扭过脸，不给叶秋好脸色。李小桃虽然鄙视他们的行为，但也勉强抽出了笑容。叶秋又看向宋颖儿，讲到上辈子被这个女人害得无比凄惨，如今看到她这副惨样，心里稍微平衡了一点。哎呦，你们这阵仗好吓人，不想笑就别笑嘛。你们撒泡尿照照你们那可怕的笑容，母夜叉来了都得跪地拜师。你们那嘴上说着关心的话，心里恨不得把我大卸八块的表情，真的太让人倒胃口了。老四媳妇儿，咱们是一家人，之前可能有些误会，大家说开了就好了。这舌头和牙齿天天相处，还有打架的时候呢。家里不和睦，被有心人说3道4的，要是影响到你干娘的声誉就不好了，别因一时之气而得不偿失。看来这刚进门的小娘还有点作用嘛。没进门之前让我夫君神魂颠倒，这才刚进门就让爹通透了不少，真是功不可没啊。爹，你能告诉我，天底下有对自己家人充满算计的吗？有表面说是一家人，心里恨不得将对方千刀万剐的家人。这就是你的教养吗？儿媳妇公然打去攻爹，像什么样子？你不知道和家人相互帮助，相互扶持，对自己大伯哥动手。你好好想想，你干出来的这些事，谁家刚进门的媳妇像你这么放肆？要不是梁家大度，你以为你现在还能站在这耀武扬威吗？我们本着家和万事兴的态度，台阶都给你了，你不仅不知好歹，还变本加厉。叶秋，就算你有通天的本领，已经是我梁家父了，哪怕和我儿子和离，你也是个破烂货。所以我劝你见好就收，要不然自己种下的苦果，你就自己咽吧。这人呀，从呱呱坠地到入土为安，不过短短数十载。我的出生我无从选择，但过什么样的日子我却可以选择。我不是傻子，也不是瞎子。从我进梁家大门开始，你们一双双算计的眸光，我想忽略都难。你们做初1，我做15，我不过是稍稍反抗一下，不讨好，不逆来顺受，你们就受不了了，还要我收敛？呵呵，想让我真心托付，为你们做牛做马，你们配吗？你简直太不知好歹了！我好言相劝，你却这样猖狂。今天要不给你点颜色，你还真当我们都是软脚虾？只要还有口气的，都给我过去！给这贱人点教训。梁母想着，今天无论如何都要把东西弄到手，然后把叶秋降住，要不然这贱人还得在家里胡作非为。利益的驱使下，梁家人都向叶秋围过来。叶秋拿出杀猪刀，只要你好好听娘的话，有话可以好商。要打就快点，一个大男人啰里吧嗦的，连个婆娘都不如。铁蛋，小心着点，好不容易养了这身膘，别让自己破相了，要不然我会嫌弃的。随后院里发出阵阵惨叫声，梁家病的病伤伤，都是一群很快被一人一骡揍的伤上加伤。此刻梁母感到一阵绝望，梁老大本来就瘸了一只腿，现在不仅另外一只也瘸了，双手也废了。唐麦苗不仅毁了容，手脚也断了。梁老二伤的最重，手脚筋都被挑断，鼻梁断了，眼睛瞎了一只。陶兰花流产身体还未痊愈，这次创伤后半生要么是药罐子，要么短寿。梁老三两口子全身上下也没一处好地方，梁父被铁蛋踢得失去了行动能力，梁家完败。还有底牌吗？使出来！我才刚热了个身，这些废物太没用了。贱人，你个烂心肝的，你心肠歹毒，会遭报应的，你会被下18层地狱的。我会不会遭报应，会不会下18层地狱，这都不是你说了算的，也不是该你操心的。你知道你现在像什么吗？像在旱地上挣扎的鱼，除了苟延残喘，就只会用这张喷粪的嘴放狠话了。怎么办呢？我觉得这张嘴真讨厌，想亲手撕毁。你想干什么？杀人可是要偿命的。叶秋欣赏着梁母惊恐的神色，一把掐住梁母的脖子。就在梁母快失去意识，以为今天就交代在这儿了，叶秋松开了手。贱人，有本事你杀了我！你知道吗？在我看来，死是对你最大的宽恕，你连死都不配。
梁母想张嘴大骂，叶秋向他嘴里丢个东西，梁母顺势咽了下去，想把东西吐出来。别白费功夫了，这可是京城贵族们才用得起的是新玩，我可是花了500两才买到的，这么贵重的东西都赏给你了，可别浪费了。毕竟你这辈子都没吃过这么贵的东西。这样嘛，贵有贵的好处，入口即化，想抠也抠不出来了。它别的好处，你就慢慢体会吧。这个恶毒妇人，如今吃下了噬心丸，只要她这辈子还有一口气儿，都逃不脱这东西的折磨。如今她双脚残废，不久灾难来临，她要让她在看不到希望的日子里过着惊恐、痛苦、绝望的生活。叶秋蹲在宋莹身边，挑起宋莹的下巴。啧，本来就貌丑无颜的一张脸，现在更不能看了。你说你的元泽哥哥要是现在看到，还会心疼吗？咦，不对，现在应该说你的四儿子梁元泽看见你还会神魂颠倒吗？突然，梁元泽提着一口气从房里出来。叶秋，你这女人到底有没有心？就算我负了你，但错都在我。你要打要杀冲我来，我家人和你无怨无仇，你为什么要这样对他们？你确实该千刀万剐，尝尝被火煮的滋味。但你的家人同样不无辜，没有他们的纵容，宋莹能随意进出梁家，随意进出新房。你们梁家人太贪心了，吃着碗里的，想着锅里的。秋儿，生人都有3分错，何况是我一个小小的童生呢？你走的这几天里，我也深刻反省了，我辜负了你的深情，你对我有怨气，我都不怪你。但秋儿，我们是拜过天地的夫妻，还要一起过日子。现在你吵也吵了，闹也闹了，心里的怨气总该出了吧？别再折腾了，我们好好的过日子好不好？我也会担起做丈夫的责任。你要是觉得家里住着不舒服，我们搬出去住，就你和我好不好？叶秋险些被梁元泽一通恶心的话弄吐了。梁元泽呀，梁元泽，你娘生你的时候，是不是把你的良心忘在肚子里了？如此的狼心狗肺，你爹娘哥哥们挨打的时候不出来，我刚想为难一下这个姓宋的，你就忍不住了，拖着你这随时归西的身体都要出来护着他，还真是深情。你家人没有亏待你吧？供你吃穿上学，在家里你享受最好的待遇，你亲娘压榨你兄长，处处偏心你，你冷眼看着他们挨打，觉得这一切理所当然，却看不得我为难这姓宋的。原来在你心里，你家人为你累死累活，也赶不上姓宋的半根汗毛，我都替他们感到悲哀。这姓宋的就算现在勾搭上你爹，但最先还是你的女人。你这么担心你爹的女人，相信你爹也能理解，所以请你认清现实。曾经的我你不屑一顾，现在的我你高攀不起。叶秋一番话，不仅让梁母寒心，更是让她恨透了宋莹儿，还让梁家兄弟对梁元泽有了隔阂，对宋莹儿的存在感到恶心。看到梁元泽浑身溃烂，叶秋心满意足的笑了。他下了这么多药，终于达到效果了。梁元泽这辈子别想过正常人的生活，让他也尝尝皮肉被生割的痛。他刚刚也送了宋莹儿一份大礼，他刀尖上的毒叫魔鬼红颜可是10大奇毒之一，中毒者脸部皮肤焕然一新，而颈部以下的所有肌肤脓疮遍布，恶臭无比，奇痒难耐，还有催情的效果，使人欲望放大无限倍。只要和人发生一次关系，毒便会加深1分。你怎么能这么挑拨离间呢？我们是夫妻啊！你要报复我，要打要骂我的接受，但我……别，你可千万打住，和你梁元泽扯在一起，对我叶秋来说太掉价了。说完，拿出一张纸，上面清晰的写着休书2个字。看见没有？这是我叶秋给你梁元泽的休书，在官府盖过红戳的，是备案在录的。你梁元泽和我叶秋从此刻起再无关系。叶秋此话一出，所有人都震惊了。在这个时代，男人休女人随处可见，合理的也不少，但女人休男人还是开天辟地头一遭。这绝对不可能是真的。叶秋，你太放肆了，竟敢伪造官府印鉴，做出如此大逆不道之事，把这东西收回去，今天可以当什么都没发生过，否则怎样？别说这印鉴如假包换，就算是假的又能怎么样？梁元泽，事到如今你还没看清现实吗？即便你再清高，再看不起我叶秋，但你不得不承认，你远远赶不上我。不管我叶秋做出什么决定，你连反抗的资格都没有。由于叶秋帮了大忙，秦荣瑜为表感谢，问他需要什么，叶秋顺势要了一张带有官府印鉴的纸。秦荣瑜猜测叶秋要这个很可能就是和离，万万没想到这女人竟然会休夫。叶秋，你行为荒唐，我梁家绝不认，除非你拿圣旨来，不然生是梁家妇，喜是梁家鬼。就凭你梁家这肮脏的地方，也配添加的东西落脚吗？你们不承认没关系，我会把休书拿到梁家祠堂，我要告诉青山村所有人，我要休了梁元泽这个不知廉耻、道德败坏、不顾伦常的窝囊废。说完就往外走。梁元泽顺风顺水10几年，如今成为东晋第一个被休的男人，一着急直接摔倒，与地面撞击的皮肤直接掉了。梁元泽痛到嘶吼出声，此刻的他生生承受扒皮之痛。出了梁家，叶秋并没有去祠堂，而是去了梁家另外一脉辈分最高的长辈那。老爷子，今天冒昧打扰，晚辈有事相求。你是哪家后辈？我是前不久刚刚进梁家的心腹。今天倒是第一次见你，你来找我是有什么事吗？叶秋诉说着今天的来意，老人家气了。太荒唐了，你这是要把我梁家架到火上烤？你有什么底气，觉得我会同意？我能来，自然有底气。老爷子不觉得梁耀宗这一脉是在拖整个梁家的后腿吗？这10里8村，甚至整个东晋国，有谁听过在儿子纳妾当天，
老子抢儿子的女人，更何况和他儿子有过肌肤之亲的，还是老祖宗觉得被人吹捧，有着读书天赋。实则窝囊的梁元泽真的有造诣。我虽然来青山村的时间不长，但也有所听闻，老爷子这一脉可是真的出了个有读书天赋的好苗子。难道老爷子希望家族里有这样臭名昭著的人拖着好苗子的后腿？老爷子打量着眼前的年轻人，不知道在想什么。自古都是伯乐识得千里马，难道老爷子不希望最有出息的重孙遇上伯乐吗？哦，说来听听。不知老爷子可否听说过青云书院？老头子一惊，他怎么没听说过？那是普通老百姓可望不可及，一辈子没机会踏足的地方。随即，叶秋掏出最后一张推荐帖，这是晋阳侯府世子，也是一品大将军的亲笔推荐信，而且盖有私印。相信老爷子的重孙有了这个跳板，必定前程似锦。老爷子的目光落在推荐贴上，大脑飞快盘算着。就算他的见识不多，但这泛着金边的推荐帖，一看就不是普通之物。线下年成不好，这会儿大家都各自去找食物了。傍晚我会敲祠堂的钟声，等大家聚齐了，我会说这事，结果会让你满意的。那就先谢过老爷子了。想必今天过后，你也不会住在梁家了，娘家又回不去，你可有落脚之处？跳出这个火坑，天大地大，总有我的容身之处的。突如其来的蝗灾，让人措手不及。我活到这个岁数，还是第一次见，想必受灾的地方很多。这人一旦吃不饱，心思就多了。你一个女子在外，必定不安全。你要是不嫌弃，就去南山脚下的老屋住吧。多年不住，已经破败了，得找人修修。我会和族里打招呼，他们也不会为难于你。南面地势偏高，洪水淹不了，地龙翻身时，山上也滚不下来巨石。多谢老爷子，这真是解了我燃眉之急。我做出这么个决定，你还能帮我？万不可再占你家便宜。不知道你家的老屋卖不卖？老爷子很满意叶秋的态度。既然这样，那就看着给吧。老屋那有块菜地，或许还能种出一季。这样吧，待会我去看看，不能让老爷子吃亏了。修补方面还要麻烦老爷子出面帮我找几个人，我不会让大家白帮忙的。和聪明人打交道就是这么合拍。我今天刚回村里，也不知道蝗灾让大家损失惨重不？太突然了，一点准备都没有。等收到消息，抢收已经来不及了，收回来的还不到1成。怎么可能？官府早就发出公告了呀，不说全部收进仓，怎么这也能收一半啊？我亲耳听县太爷说过的，就是担心大家损失惨重，宁可提早抢收，影响一点收成，也不愿辛苦种出来的粮食被蝗虫糟蹋。既然是官府发出来的公告，村长不可能不知道啊，他怎么不通知大家？你说的是真的？我能为我的话负责。我从镇上经过的时候，听得真真切切的。叶秋成功点火之后就离开了。下午梁家祠堂的钟声响了。村长，我刚知道一个消息，官府早就发出抢收公告，你为何不通知大家？我们祖祖辈辈都生活在青山村，虽说不同姓氏，但多年的姻亲关系也相当于一家人。你是何居心？为何要隐瞒大家？老爷子说完，围观的人瞬间炸锅了，有几家颗粒无收的，更是对他拳打脚踢。你们梁家别有居心，编故事来污蔑我，还有你们都长长脑子行吗？人家说啥你们就信？没一点辨别是非的能力吗？都一把岁数了，还当自己是3岁孩子吗？村长，你昧着良心说这话，就不怕半夜鬼敲门吗？村长看到叶秋就有不好的预感，但还不等他说话，我敢用我的性命担保，确实听县太爷亲口说的，提前抢收粮食的公告10天前就发了。如果大家不信，可以派出代表和我一起去县城问清楚。叶秋话一出，就相当于实锤了。这下不管姓什么的，都把怒火指向村长。犯了如此大的过错，不能再担任村长之职，但由谁当村长，大家都争论不休。都别争了，都什么时候了，还吵吵嚷嚷的？整个青山村就2大姓氏，既然互相不服，就干脆一边出一个，共同管理，承担责任，相互监督。至于你们要选谁，自己回去商量，别在我梁家祠堂吵吵嚷嚷的。其他姓氏的人都走了，梁家人都留在祠堂。我们梁氏一族，祖上都是坦诚本分之人，我们也曾辉煌过，如今没落了，但我们这些子孙都有重整门楣的责任，绝不允许给祖上抹黑。如今梁耀宗父子的行事作风简直荒唐至极，祖宗的脸面都见了，更是让我们梁家的名声顶风臭10里。这样的人不配再做梁家子孙。经过我深思熟虑，决定清理门户，把梁耀宗一支从族谱上除名，大家可有异议？说完，老爷子拿出族谱，直接画除，紧接着接过叶秋的休书念了出来。众人震惊的张大嘴巴。休妻听过，休夫还是头一招。回到梁家，叶秋看着被翻得乱七八糟屋子，羞辱我儿子，把家里人全部打伤，你以为拍拍屁股就能走人吗？我梁家在青山村也算大家族，
我不知道你使用了什么狐媚手段，让人同意开祠堂，但梁家不是人人都糊涂，你折损我们梁家颜面，差点弄得我们家破人亡，你以为你能一走了之吗？那你们想怎样呢？你看不上我们梁家，我们还不稀罕你呢。说到底，你还不是一个伺候人的东西。我告诉你，如今就算你跪地哭求让我们梁家留下你，我们都不带多看你一眼的。你在屯粮的关键时期打伤了我家里人，对他们身体和心理都造成了严重伤害，还影响了我们屯粮的机会。所以你不仅要赔偿我们医药费，还要赔偿我们1年的口粮，要不然就鱼死网破。天还没亮，你老人家就做起白日梦了。明明是你们窝囊技不如人，居然还像个小丑似的跳出来要赔偿，谁给你们的脸？要算账是吗？好，那今天就陪你们好好算算。你们还真的不断刷新我对你们的认知。如果不想你们祖先在地底下做鬼都觉得丢脸，就摸着良心说句实话吧。进这房间翻找打砸的是你们吧？我自己家的房子，我想怎样就怎样，就是我们做的，你又能如何？承认就好，那就请这位老人照价赔偿本姑娘的白玉镯吧。你什么意思？什么白玉镯？啊，趁我不在就进入房间随意打砸。别忘了，刚刚你可是自己张着嘴巴说的，是你把房间弄成这副样子。梁老爷子，你也听见了，可得为小女子做个见证。梁父这才发现梁家的老祖宗在院子门口，也不知道站了多久了。叔爷爷，你怎么来了？真够丢人现眼的。小姑娘，做事留一线，毕竟还要在同一个地方生活。老爷子这话似乎说错了对象吧？如今可是他们为难我一个弱女子，贼喊捉贼，倒打一耙，还要敲诈勒索。老爷子，你觉得我该如何做呢？叔爷爷，你可别听他胡说八道，你没有见识过他有多恶毒。今天晌午的时候，家里人有一个算一个，都被他打得头破血流。现在我能站在这里的，都算伤势轻的，伤重的现在躺在床上都无法起身了。他有离经叛道的合则划清了界限，我们现在让他赔偿，不是天经地义的吗？反倒是他蛮不讲理，各种狡辩。看样子我的话也没有说错。老爷子这把岁数了，怎么还偏听偏信呢？你问问他们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结局，或者说老爷子觉得我一个女子在什么情况下被逼得出手自保。我今晚来收拾我的个人东西，他们却明晃晃的为难我。老爷子，你进屋看看，我的几件衣服被损坏，我可以不计较，但是摔坏的白玉镯是我和干娘认亲时景老太君给的。这羊脂白玉镯本身价值昂贵，对于我来说又是一个念想，如今还有脸要我赔偿？他们无情无义到这个地步，老爷子觉得我该如何留一线？不可能，我们可没见着什么羊脂白玉手镯，栽赃陷害，你得找个像样的借口。从我回来到现在，还没踏进这房屋一步，是真是假，一看便知。众人走进屋，房间被打砸得凌乱不堪，最引人视线的便是那个碎成好几块的玉镯。你简直太恶毒了！明明是你故意摔碎，冤枉我们，现在倒贼喊捉贼起来了。你们觉得我是傻到什么程度，富贵到什么程度，才会不在意这个？或者说，你们自我反省一下，你们梁家有任何一个人值得我损坏这么贵重的东西，陷害你们？叶秋一番话，确实让大家找不到反驳的话语，瞪着他的眼睛都能喷火，但他们确实找不到什么合理的说辞。如今我和你们梁家走到这么难堪的境地，但好歹也做过一段时间的一家人，看在这场孽缘的份上，这镯子对我精神上的价值，我可以不计较，但这镯子本身的价值，你们必须照价赔偿，要不然我不介意报官。梁老爷子捡起碎块，也能猜到这玉镯的价值，也相信叶秋不可能用这么贵重的东西陷害这家子，毕竟都和离了，还真犯不上。一点小事犯不上报官，这件事处理起来也不难。如今你们两方各有损失，但大家都不是生死仇敌，做不成一家人了，但还要在同一片土地上生活，给我这老家伙一点面子，让的让一点，吃亏的吃亏一点，此事就此作罢，你们看如何？老爷子，不是我不给你这个面子，你也看得出来这个镯子的价值，你这样处理太有失偏颇了。你是要吃亏点，但是看在你老的面上，我吃点亏我认了，我也不指望他们赔偿银子了。如今我独立出来生活，要从头开始，什么都要置办，我也不为难他们。后院养的鸡我要10只，猪我要1头，他们家南山脚下的那5亩旱地必须把地契给我。你们别觉得我要的多，其实我还吃了大亏，这镯子少说也要500-600两，老爷子觉得如何呢？梁父刚要张嘴反对，好了，人家说的已经很合情合理了，难道你真的想见官？你可想清楚了，见了官谁的胜算更大，可别偷鸡不成再蚀把米。梁父心如刀绞，拿出地契，叶秋更是出30文钱，请人帮忙捉鸡拉猪。老爷子，我现在虽然有了盖房子的地，但暂时还没有栖身之处，不知道我可否在你家老屋暂住一段时日？当然，我也不白住，每日我付10文的房钱可行。有什么不行的？不过你自己要修缮一下。我知道了，盖房的时候就一起弄，还请老爷子帮我找几个干活可靠的人。我想尽快把房子盖起来，我这也算临时起意的，什么都没准备，材料恐怕也要向大家购买，我也没经历过盖房的事情，想请老爷子帮我主持。梁老爷子挑了挑眉，这姑娘算盘打得真精，把事情交给自己，
避免了和村民打交道。不过他怎么就那么确信自己会答应？老爷子帮了我这么大的忙，我也不知道怎么感谢。我有一套不错的文房四宝，正适合你重孙这样天赋极佳的人用，还望老爷子不要嫌弃。行，我这把老骨头闲着无事，正好活动活动筋骨。不过刚刚经历了蝗虫灾害，大家伙现在要么忙着重新耕种，要么进山屯吃的。现在找人干活，估计工钱得高一点。平时请人干活1天15文左右，主家还要供1顿饭食，现在的话可能要18文左右。我这才刚过日子，啥都没有，供饭不现实。这样吧，我出28文1天，不供饭食，不知道可不可行？好，那我就按照这个价和大家说。梁父在一边脸都气绿了，这该死的贱人，手头有银子也不够他们一家的死活。看叶秋的眼神简直淬了毒。这些鸡和猪，你现在也没地方养，我家有地方，我能暂时帮你代养吗？你放心，我一定给你好好养。鸡下的每一个蛋我都记清楚，绝对不会少一个。1天给1个铜板就行。你有时间养吗？有的，我家里有老娘，还有一个妹妹，他们能养。他叫梁元明，这孩子他是肯吃苦，就是命不好。父亲走得早，家里就剩下娘儿3个。前些年他母亲进山找吃的，摔瘸了1条腿。他妹子生病了，送医不及时，也变成哑巴了。可以，那就暂时把鸡和猪弄到你家，1天3个铜板吧，给1个铜板我良心。少年连忙点头致谢，老爷子心情也不错。毕竟他们梁家后生得到照顾，生活也能轻松点。铁蛋守护着叶秋在破屋将就，而叶秋不知道的是，此刻守护他的还有一个铁憨憨。阿野听说叶秋休夫，不知为什么就是压制不住的高兴。叶秋想着再过不久灾难来临，到处都饿殍遍野。正当叶秋在思考怎么规划自己的未来时，门口响起了轻微的脚步声。门口3个黑影鬼鬼祟祟的，突然感觉到不对劲，扭头一看，走过去，林子深处，阿野示意小白召集小伙伴来。小白仰天长啸一声，整个山林间此起彼伏的狼吼声响起。你们去那个院子干什么？你是谁？你要干什么？这些东西是你的吗？阿爷懒得跟他掰扯，一个眼神，一头大灰狼瞬间就窜了出去，一口咬在那人的大腿上。你们为什么要去那个院子？好汉饶命！我说，求你放过我们！是梁耀宗给了我们1人2个鸡蛋，让我们去的。让你们去干什么？我说，是梁耀宗让我们去糟蹋院子里的那个女人，让我们往死里整，只要留口气就行。完事之后把她神不知鬼不觉的放到村子中心，还不能给她穿衣服。我们知道错了，我们还没得手，鸡蛋也还没吃，我们都拿给你，求你放了我。男人肠子都快悔青了，早知道那女人有这么心狠手辣的靠山，就算她长得比天仙还好看，他也不敢啊。让你的伙伴把点心拉远点，别脏了这块点。3个男人在绝望中被群狼拖着往深山而去。梁父焦急地等待一整晚。天亮后，梁父在自家院子里转悠了半个时辰了，听到门口经过的人对自家的议论，但都没听到关于叶秋被糟蹋的事儿。难道是那些地痞无赖太得意忘形，把人给折磨死了？梁父不淡定了，如果叶秋被那些人折磨死了，那叶秋带着的银钱肯定会被那些人一扫而空，自家啥也捞不着。忍着病痛，快步走出了院子，就遇见了同族小辈。袁熙，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呢？你们从那边过来，可看得你3叔公起床了？没看见。你这孩子，你父母是怎么教你的？这就是你见到叔伯的态度。叔伯，呵，你以为你干出这么丢尽祖宗脸面的事儿，你们还会享受着同族人的包容和抬举吗？你自己活到这把岁数了，都老不要脸了，你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摆出这种姿态？麻烦你搞清楚现状，你们已经被除族了，和我们已经没有半点关系了，还叔伯呢？真够不要脸的。梁父被震惊在原地，这是不可能的。他一边坚定地催眠自己不可能，但脚步却匆忙地往祠堂方向走。破屋这里，叶秋抬头看着天空，没有梁家人在的地方，一个人自由自在的生活，果然很舒心。随即就开始晨练，而躲在一边的阿野看着精神饱满的叶秋，看样子昨晚睡得不错。叶秋刚刚收拾好，梁老爷子就带着家人来了。这是我儿子梁鹏红，是个干活的好手，帮很多人建过房子。这是我孙子梁耀奇，虽然脑袋不大灵光，但绝对是个干活的好手。这是他媳妇罗氏。我们先来修整下老屋，等会儿上工的人到了，你再说下你建房的要求和修建的位置，和具体要修多大。行，那就辛苦梁爷爷、梁叔、梁婶、梁大哥和梁嫂子了。房子不用建太大，建2间就足够了。地基要挖得深，墙体要坚固厚实，要留个小院子，院子里还要挖口井，后院也要修个茅厕，院墙绝对要坚固厚实且高。这房子的高度会不会不够？就这个高度的话，根本用不着这么厚的墙体，拉这么深的地基。还有这里虽然离山近，但这院墙也用不着这么高吧？
与其弄这么厚的墙，倒不如多建几间。墙体厚才坚固耐用吗？我一个人修那么高的房子也没啥用，2间够住就行。这是南山脚下，离村里也有一定的距离。昨晚还听见狼吼声了，院墙建结实点，住着安心。梁老爷子听完不再多说什么，两人又仔细讨论了一番，在确定好细节之后，就等开接上集。快要疯癫的梁父指着祠堂的匾额，愤怒地嘶吼：睁大你们的狗眼看看，这祠堂是谁建的？这匾额是谁题的字？谁才是梁家宗祠真正的主人？你们这群忘恩负义的狗东西！我嫡系一脉的祖宗辉煌的时候，你们像摇尾乞怜的狗一样巴结上来，心安理得地享受着荣华富贵。如今我嫡系一脉失落，你们的狼子野心总算露出来了，一群吃屎的狗东西，还想把拉屎的遏制住，谁给你们的胆量？梁老爷子赶来时恰好听到这句。青山村的梁家人追根溯源，都出自一个老祖宗，谁敢称谁是谁的主人？梁耀宗，你只知道你这一脉的祖宗发达了，其他人跟着享福，那你怎么会不知道你的祖宗是怎么发达的？那是集全族之力勒紧裤腰带，千辛万苦供出来的，谁都不是圣人。既然付出了辛苦，自然是需要回报。至于你们被除族之事，昨晚我本来是去通知你们的，但发生的事情太多，出自好心想让你们缓一缓，但没想到事与愿违，反倒给你带来这么大怨气。你有什么资格把我们一家从族谱上划掉？别仗着自己多活了几年，就还真把自己当盘菜了。我能多活几年，我感谢老天爷恩赐，但我还真没把自己当盘菜，我只做好我自己，护好梁家名声。梁家虽然落败，但家风不能跟着堕落，光天化日之下负夺而窃，这种有损祖宗颜面的不孝后辈子孙，不配再留在梁家族谱上。梁耀宗，你该知足了，看在祖宗的面子上，只是把你们除族，并没有收回分给你们的土地田产。老祖宗啊，你要是地下有知，就睁开眼睛看看，你好心收留的一群白眼狼，如今想翻身做主人了，把你的后辈子孙赶走了，还想收回你辛苦积攒下来的田产。行了，别嚎了，如果祖宗真的地下有知，梁家也不会出你们这种不知廉耻的后辈了。今天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如若你以后再来祠堂闹事，便不会对你这么包容了。哈哈哈，老东西，别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说着恶心的话。你这么帮助叶秋，是不是和那小贱人勾搭上了？臭不要脸的老东西，你们以为你们有多正义吗？你们不过是他们的刽子手，祖宗在地下看着呢，你们就等着祖宗把你们一个个拉下地狱吧，一个个下油锅被拔舌。老爷子看着疯癫的梁父，叹息了一声：来2个人，把这疯子送回去，免得污言秽语劳祖宗清净。看守祠堂的最近也警醒着点，别让人坏了祖宗的宁静。梁父被人拖回梁家，梁家今年半粒粮都没收回来，家里已经断粮了，加上身体的疼痛带来的折磨，而除族就是压垮他们最后的稻草。此时的叶秋欢乐得像鸟儿一样重活一辈子，好不容易出了心中的恶气，还有了潇洒肆意的资本，如今挣脱了身上的枷锁，怎能不高兴呢？把事情交给梁老爷子，就一人一骡去镇上。铁蛋，你有没有闻到什么特别迷人的味道？铁蛋听到叶秋的话，鼻子耸了耸，他怀疑主人的鼻子坏了，他只闻到了臭烘烘的屎味，哪里迷人啊？铁蛋侧头轻轻叫了2声，抬脚指了指路边的一坨牛屎。嗨嗨，那个啥，铁蛋啊，咱讲究的是精神上的追求，别被眼前事物影响了你的判断。咱要闭着眼睛，要用心感受周围的自由气息。说着就仰头闭上眼睛，伸开双手，感受2辈子才拥有的自由。铁蛋儿也闭着眼睛，突然传来了一声大喊。叶秋睁眼的一刻，吓得差点跳车了，还好阿野窜上来，用蛮劲拽住车厢，才避免了叶秋的悲剧，不然就大结局了。臭屁蛋，你这家伙也忒不靠谱了，幸好有你及时出手，要不然今天可能就麻烦了。这是你第2次替我解决麻烦了，谢谢你。不用客气，您应该的。你的骡子是闭着眼睛走的，这样很危险。我记得上次你说你叫阿野是吗？我叫叶秋，你要去镇上吗？不介意的话，咱们一起走吧。好，你上车坐。这人前世今生都对我伸出过援助之手，之后会有各种天灾，得提醒一下他。你住在山里，常年以打猎为生吗？不吃粮食吗？我不会种地，从我有记忆起都在林子里穿梭，我只会打猎，平时吃烤肉，也会摘些果子，也会捡蘑菇烤来吃，给镇上酒楼送猎物的时候，也会在酒楼吃一顿，买些现成的吃食带回来。阿野突然想到以前听旁人议论，说女子喜欢有本事的男人，而且还喜欢有银子的男人，又赶紧补充道：我虽然不会种地，但我打猎可厉害了，打过2头黑熊，还打过1只大虎，我存了好多银子了。但我感觉那东西没啥大用处，提着怪沉的，不当吃又不当穿。这人莫不是特意炫富来的？别人一天为了10几个铜板累死累活，现在居然有人大言不惭地说银子没用，果然是我的眼界狭隘了。
那你打猎有受蝗虫灾害的影响吗？有啊，进山的人多了，猎物都迁移到深山了。但我觉得不全是受蝗虫灾害的影响，动物比人敏感，危机意识也强，应该是察觉到什么即将来临的危险，才会往深山里迁移。天灾人祸，又有谁能预料得到？动物去深山了，那你打猎应该没那么轻松了。既然你有那么多的银子，为什么不囤点粮食呢？这样就算没打到猎物，也不至于饿肚子。我有囤粮啊，我住的地方挂满了风干的肉，就算1年不打猎也饿不着的。而且就算猎物进了深山，我也能。两人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不知不觉就到了镇上。分开后，叶秋这才买了很多东西。他不知道的是，这个铁憨憨一直都跟着他。叶秋带着铁蛋刚走到镇门口，阿野就从旁边窜出来了。真巧，那还是一起回吧。回到村里，叶秋把喂猪和喂鸡的黑面送到梁元明家，便回到老屋，已经收拾出来一间屋子了，屋顶盖好了，门窗也装好了。今天辛苦你们了，我这也才刚兴起一个家，啥都没有，留你们吃饭不太现实。客套话我也不说了，我在镇上买了馒头，你们辛苦一天，先垫垫肚子，还望你们别嫌弃。梁老爷子他们走了之后，为了不引人怀疑，叶秋自己动手砌了个简易的灶台。哟，看你长得细皮嫩肉的，一副风大点都能吹跑的样子，没想到还挺能干的吗？叶秋闻声转头，看着门口的女人，眼睛滴溜溜的转悠着打量她。你还真是贵人多忘事，咱们之前见过的，我是你陆婶子。你一个孤身女子怎么能住这么破烂的屋子？万一山上的狼恶狠了冲下来，到时候你可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你可别觉得我是吓唬你，我也是好心提醒你。不过看你娇娇弱弱的，你干的事情婶子倒是挺佩服的。这样吧，别在这住了，不安全。婶子家里还有一间空屋，去婶子家里住吧。不用了，我喜欢清静，天快黑了，婶子还是赶紧回家吧，要不然山上的恶狼冲下来，婶子岂不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毕竟狼恶狠了，应该不会分什么脏的臭的，都会下口的。陆寡妇没听出叶秋言外之意，而是接着劝说叶秋去他家住。叶秋实在听不下去了。我没想到我最拿手的技艺居然是对牛弹琴，而且还是头愚不可及的牛。婶子，你活到这把岁数了，面对这种黑心烂肚、满眼子肮脏算计又听不懂人话的蠢货，肯定是有经验的。婶子，你说我该怎么做，才能让那愚不可及的恶毒豺狼知难而退呢？陆寡妇这下总算听明白了，这该死的小妖精在拐弯抹角的骂她。看来婶子面对这种没脸没皮、脑袋上长着2个窟窿，是用来当摆设的小人也没办法。那我就不向婶子请教了，不耽搁婶子事儿了。婶子还是赶紧回吧。陆寡妇哼了一声，气呼呼的转身走了。要不是怕打草惊蛇，让这小贱人提前提防，她何至于这么憋屈，早就破口大骂了。叶秋看了看这院门，本来想自己修一修的，我如今一个人住着，整个青山村的人都知道，最近这几晚牛鬼蛇神估计不会少，再好的门锁也防不住小人，又何必费劲去修？不怕死的就尽管来吧，武力不够毒药来凑。第二天一夜好眠的叶秋有点懵逼，不应该啊，怎么一晚上一点动静都没有呢？就算梁家人忍得住仇恨，但村里那些地痞无赖应该不可能放过这个机会的。阿爷打了个哈欠，一晚上都在收拾那些畜生，精神高度紧绷，为掩人耳目。叶秋生了火，烧点热水，坐在灶台前，吃着热腾腾的包子，喝着米粥。暗处的阿野有点疑惑，难道是他出现幻觉了？锅里的水还没热，包子怎么冒着热气？粥是哪来的？突然阿野极度不安，他怕他突然消失了，怕他有危险时不能保护他。烦躁中的阿野被叶秋发现，你怎么躲在这里？我没有恶意，你别害怕，我就是路过这里。你这么早就出门，想必有很重要的事，我就不耽搁你了。南山脚下虽然偏僻，但现在进山的人也不少。我毕竟是成过婚又休夫的女人，名声很不好听。这样大清早的，要是被人撞见就不好了。还有你这样私自躲在暗处，实在是不妥。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有一双眼睛盯着我，所以在我家的范围内，请你不要再出现类似的情形。我真的没有恶意，对不起，我以后不会了。说完就慌乱的离开。重活一世，这个女人拥有了这辈子最大的底气，可今日差点暴露。她不知道这个男人到底知道了多少。这辈子生存的底气绝对不能暴露，万一被知晓了，我不介意灭口。阿野垂头丧气的往林子里走，突然听到有人说话：张爷，我这次相中的绝对没得说，但这价钱，只要能让老子满意，价钱上绝对不会亏待你。不愧是张爷，你放心吧，这次绝对包你满意。那样貌，那身段绝对是这10里8村头一份，凭我多年经验，绝对还是清白之身。张爷这次绝对能得个合心意的夫人。那美人现在孤身一人住在南山脚下的破屋，凭张爷的本事，还怕降不住一个小辣椒吗？等今晚老子去亲自验过货之后，自然会给你该得的。一旁的阿野愤怒的正准备亲手了结那畜生，但他一个转身，那畜生就没了踪影。梁元芳浑身狼狈来到娘家，
爹娘，女儿没活路了，你们要为我做主啊！都怪当初女儿眼瞎，怎么会看上那个窝囊废？娘，我错了，女儿的命好苦啊！姐，你能别哭了吗？咱家已经够丢人了，你就别在这里丢人现眼了好吗？再说了，现在爹娘自己都自顾不暇，谁又能替你做主？小妹，我们是亲姐妹，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呢？我在婆家受欺负，回娘家来找人主持公道，怎么就丢人现眼了？我给你买头绳，做衣服的时候，你怎么不嫌我丢人呢？别忘了，你也是女子，早晚也要出嫁的，你就能保证你一定过得很好，不需要娘家吗？这么多年，我真是白疼你了。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反正咱家现在没人搭理你，看你在院子里嚎了半天，有人搭理你吗？我们家现在自顾不暇，谁能腾得出手帮你主持公道？你要么坐着歇会儿，要么就自个儿回家去。梁元芳注意到家里的变化，刚要开口问发生了什么，宋女儿就从屋里出来了，那皮肤嫩的像剥了壳的鸡蛋，整个人红光满面，更加吸引人的是她那眸中含的媚态和走路的风骚劲儿。宋家妹妹，就算我四弟没有娶你，你也不至于自甘堕落吧？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和那青楼里勾引男人的狐狸精有什么差别？还有你到底干了多少肮脏事？你身上那味儿呛的我想吐了。我不是，才说出几个字，宋女儿就赶紧闭嘴了。明明她是正常说话，但出口的却是梁元飞和梁元芳齐刷刷的打了个冷战。你有病啊，勾引人，至少也看看性别吧，真是活见鬼了！青天白日在别人家里发癫，滚出去，别弄脏了我家的地。宋女儿现在脸变漂亮了，但颈部以下却没有一块好皮肤，还散发着腥臭味儿，衣服粘在皮肤上，更是疼得她抓狂。还有那难以言表的渴求，要不是她克制，真的看见男人就想扑上去。梁元芳看向妹妹，她现在是爹的小妾。你说啥？你们就这样眼睁睁的看着娘被欺负吗？这不要脸的女人，把小弟迷得五迷三道的，现在连爹都不放过，看我今天不打得他满地找牙。够了，还有那力气就回去给家里弄点粮食回来，家里已经断粮了。爹，你就这么被那小贱人迷惑了？我娘跟了你一辈子，为你生儿育女，没功劳也有苦劳吧？你让她的脸往哪搁呀？那女人之前就和小弟不清不楚，你怎么这么糊涂？够了，老子的事不需要你插手，你要还认这个娘家，就去弄点粮食来。爹，你的是我一个做女儿的不敢插手，但我替我娘不值。至于粮食，我婆家那边的情况，你又不是不清楚，我哪里能弄来粮食？如今那个负心汉有了新欢，那个家我都快过不下去了。四弟妹呢？不是说她挺能耐吗？家里怎么会断粮？你给我闭嘴，不许提那贱人！狗屁的四弟妹，那女人已经离开了，她把四哥休了，四哥和我们家成了彻头彻尾的笑话。她歹毒心肠的给娘喂了毒药，我们都被她打伤了。她当着老祖宗的面栽赃陷害咱们，还被她敲诈勒索。那老东西不仅帮叶秋办成了休夫的事，还把咱们一家那贱人在哪？我今天非得让她知道良字怎么写。他在南山那边，你这样冲上去，只会让自己吃亏。你以前不是说你们村讨不着媳妇的光棍懒汉挺多的吗？要不你去给他们送个行，我知道了，那我就先回去了。宋家现在也是一片狼藉，村民没有粮食，都去宋家洗劫一空，导致儿子儿媳怨声载道，互相埋怨。爹娘，我们分家吧。老二，你说什么？爹娘，自古以来都是树大分支，就算我们分家了，我依旧是你们儿子。你们需要我的时候，我还是会站出来。一个堂堂男子汉被一个无知妇孺三言两语就说动了，你这个儿子也是白养了。爹娘，你们把宋银儿当掌上明珠，从小到大家里有什么好的，都先紧着她。你们看看这十里八村，谁家女孩这么大，还是只不沾阳春水？你们偏心，不能怪我和大哥没良心。娘不把我们媳妇当人看，如果他们离开了，你们还有本事给我们娶个清清白白的媳妇儿回来吗？宋来福用失望的眼神看着宋二郎，张大花眼里喷着怒火，但嘴巴张了又张，始终没说出来话。你们好好看看咱家现在的处境，就因为宋银儿那个孽障，让爹犯下如此大的过错，让全村人揪着咱家不放。但凡我们找到点什么吃的回来，立马就被人抢光。再这样下去，恐怕咱家那点田产都被人霸占了，我自己手里都没有吃的，拿什么孝顺爹娘？但是分家之后就不一样了，分家之后咱们就不是一个整体了。我找着吃的，就算有谁不要命的抢，老子也有理由给他打回去。爹，你好好想想，我说的是不是在理？分吧，老大老二你们都分出去。大儿媳怕分家不均，要求请人见证。宋家的分家很快就在村里传开了，众人怕他们分家之后再捞不到啥，商量着在他们分家之前能搬走的都搬走，分了想拿他可没机会了。一群人来到宋家，家里就被洗劫一空了。爹，我要去报官，他们这样跟强盗有什么区别？不能报官，因为你爹的失职导致整个村的粮食都没收回来，
你去报了之后，你爹就会被抓。听说要去边境苦寒之地流放，他这把老骨头走到那撑不下去倒下了，就埋骨在山里。本来去寻找张猛的阿野和人拼杀的精疲力尽，对方人多势众，训练有素。你这么拼命护着那个废物，值得吗？看在你也是一条汉子的份上，只要你交出誉王，我们可以饶你不死。现在不仅没找的那个狗贼，还在这耽搁了那么多时间，不知他有没有受到伤害？什么狗屁的王，听不懂人话的吗？我一直都说不知道，不认识。你们是不是脑子有病啊？老子和你们往日无冤近日无仇的，是你们像狗一样死追着老子不放的。呵，还挺护主的。既然如此，那就把命留下吧。阿野面对众人的围堵，身受重伤，慌不择路之下，逃到一处悬崖上，逃无可逃，纵身一跃，跳下悬崖。傍晚时分，叶秋带着铁蛋，铁蛋喝好了没？走啦，天快黑了。一人一骡踏着晚霞归家，树丛晃动了几下，钻出来2个人影。回到院子的叶秋，简单的和铁蛋交代几句，就回了房间。他不确定躲在暗处的是什么人，但感觉告诉他，这绝对不是一般的地痞流氓，他必须要做好万全的准备。晚上，张猛走进叶秋住的房，哈哈哈，小美人，你别害怕，我不会伤害你，我只会疼你，带着你感受你从未感受过的快乐。叶秋看清楚来人，脑海里闪现着上辈子自己在这群畜生手里所遭受的折磨。还以为要找到这群畜生要费些功夫，没想到这畜生却自己送上门来了。你是谁啊？我怎么在青山村没见过你？别着急嘛，想知道哥哥是谁，咱们成了好事之后，哥哥自然会告诉你的。不过你既然这么着急，我也可以先告诉你，我叫张猛，猛虎出山的猛。你别这样，我本来就是被婆家赶出来的，才会无依无靠的住在这里。你要是真的看上我了，那就带我走吧，我不要这样不明不白的跟着你，我要光明正大的拜堂。我们成为正经夫妻之后，我自然会好好伺候我自己的夫君的，为他打理好家务，替他生很多的大胖儿子。如果我和你光明正大的拜堂，你当真会好好跟我过日子，给我生儿子，没有儿心，不背叛老子。我本来就是一个弱女子，现在无依无靠，如果有个对我好的夫君，那我自然全心全意的为他付出，我才不管他是什么人呢，只要他对我好，我就对他好。张猛沉思了一番，浪荡了半辈子，占有过的女人也无数，但儿子他还真没有。叶秋那一句生很多白胖胖的儿子，确实让张猛异动了。行，记住你说的话，如果你敢骗老子，老子把你剁碎了喂狼，自个儿去把东西收拾好，跟老。叶秋动作很利索的收拾了个小包袱。我只有一身旧衣服，但是我有一头骡子，我能不能带它一起？既然是破衣服，那就应了吧。只要你老实，给老子生胖儿子，少不了你吃穿，骡子就带上吧。那等你给我置办了新的，我就扔，要不然我没换洗的。张猛带着叶秋和骡子，大概走了2个时辰，到一堵山体面前。叶秋看向周围，心想这地方不像是能住人的。张猛一把石推开，黑乎乎的山洞就出现在眼前，血腥味扑鼻而来，满地的尸体。想到什么，张猛冲入一个山洞，叶秋跟了进去，就看到张猛在疯狂的数银锭子。叶秋走近，向他撒点东西。死贱人，你干什么？你很快就知道了。眼皮子浅的东西，这点东西就让你迷了眼。老子不怕告诉你，老子真正拥有的财富可比皇帝佬都多，在世上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他们在哪儿。就你那样子，你拿什么跟皇帝比？人家可是坐拥江山，财宝无数，吃的山珍海味，用的绫罗绸缎，过的是呼怒唤闭的生活，人家一个夜壶都是金的。你呢，不过是个东躲西藏的老鼠，想在本姑娘面前打肿脸充胖子，也得看看你有没有那点糊弄人的本事。臭婊子，老子就知道你不是个老实的，不过既然落到老子手里，你不老实也得老实。很快，张猛就发现了不对劲，他的肢体在变僵硬，一会儿功夫就无法动弹了。贱人，你对我做了什么？你要干什么？我除了今天没得罪过你吧？没等张猛说完，叶秋拔出匕首，从他双腿之间扎了去。贱人啊！你不得好死啊！叶秋不说话，眼神麻木，又扎了几下。我知道错了，我再也不敢惦记你了，你饶了我吧。叶秋没有半分心软，只有无尽的恨意。上辈子的自己又何尝不是这样卑微的祈求他们放过自己？可得到的是他们更加毫无人性的侮辱与折磨。求求你给我个痛快吧！疼吗？没关系的，削了他还能再。张猛觉得自己不是什么好人，但比起此刻的叶秋，他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恶魔。叶秋用匕首将张猛身上一点点割下来，直到露出白骨。叶秋很满意空间里的东西，把人折腾到这个地步，还能让他清醒着，无比清晰的感受被人寸寸削片的滋味。你把我弄成这样，我都还能说话。不管是你的狠劲，还是用的药物，都不是普通人能够达到的。我想了一番，除了昨晚，我再想不到哪里得罪了你，让你这样折磨我。我知道你也没打算让我再活着，
你能让我死个明白吗？想知道吗？那就等你受完你应受的报应，下去问阎王吧。叶秋并没有因为亲手了结一个仇人而忘乎所以，毕竟机缘这个东西玄之又玄，他能重活一世，说不定别人也能。重生和拥有空间这两个秘密，哪怕面对一个死人，他也不会透露半个字。一人一罗站在桌前上，看着豺狼虎豹一个清醒状态下的张力，让他清晰地感受身世之痛。南山脚下，叶秋住的老屋里，陆寡妇将屋子里里外外搜了个遍，啥都没有。阿野强撑着也来到破屋，两人直接撞了正着。你怎么搞的？怎么浑身都是伤？能伤得这么重？那猎物应该是个值钱的大家伙吧？在哪儿呢？受伤了就赶紧回去休息，娘帮你拿去卖。时间耽搁长了，不新鲜的就不值钱了。阿野突然伸手卡住了陆寡妇的脖子。不想死，你最好说实话。昨天和你在林子里见面的人在哪？陆寡妇表情痛苦，眼睛都翻白眼了，嘴巴张了张说不出来话。阿野手一松，陆寡妇扑通一声摔在地上，大口大口呼吸着空气。你最好老实点，也别想着说谎，要不然我会让你的宝贝儿子陪着你去找阎王。人在哪？我不知道。阿野伸手干脆利落地把陆寡妇的右臂折断，陆寡妇疼得大叫，他又捏住了陆寡妇的脖子，等到脖子上的束缚松开了，他却半点声音都发不出。别以为我会这样放过你，等我找着了人，我会把他承受过的所有折磨加倍还给你儿子孙子。沉浸在喜悦里的一人一罗，完全不知道这山林间的杀戮和有人对他们的牵肠挂肚，开心地往山下走。突然，一个黑不溜秋的大家伙掉在他面前，快走，危险！他还没来得及走，就被3人围住了。把人交出来！你鼻子上面长的2个窟窿是摆设吗？没看到本姑娘才刚刚到镇吗？2个窟窿是摆设也就算了，难道脖子上放着的也是屎疙瘩吗？人家屎疙瘩还知道臭3里地呢，你这个是一点用处都没有，我连个鬼影都没看到，拿什么交给你？叶秋张嘴就喷的泼妇行为，把3人搞懵了。看看你们堂堂7尺男，虽然长得有点差强人意，但好好努力，娶个媳妇不成问题吧？在家好好孝敬爹娘，生个大胖儿子传宗接代不好吗？偏偏学人家土匪舞刀弄枪，拦路抢劫，成天就想着发不义之财的美梦。黑衣人彻底怒了，提刀就要向叶秋挥去，刚一用力，一开拦倒地，昏迷的瞬间，脑海里冒出一个念头，果然最毒妇人心。就这点脑子，还学人家打家劫色，真当本姑娘闲的，浪费时间教你们道理。叶秋把3人身上搜了个遍，最后将3人送去见阎王了。叶秋刚考虑要不要把这个人也解决了，还没做出决定，察觉到有异动。你对他做了什么？我什么也没干，我就是看他还有气，刚想看看他伤得重不重，你们就来了。我什么都没来得及干，我就是一个苦命的弱女子，只想贪点财，求你们饶了我吧。真是无知妇孺，什么财都敢贪，也不看看自己有没有命用。和他啰嗦什么？咱们赶紧走。说完，脚步飞快地离开。烟白，你是不是察觉到什么？还是那个女人有问题？那3个人的死状很蹊跷，不是燕青动的手，而且他们应该是毫无防备之下被人一刀毙命。从刀口样子来看，下手之人的身手绝对不在你我之下。不管下手的人是不是那个女人，咱们绝对不能再和她纠缠，咱们的麻烦已经够多了，要尽快找到主人。见四周没人了，叶秋带着铁蛋赶紧下山，暗处虚弱的阿野看着叶秋安然无恙，提着的心才落回原处。回到家，却没想到有人鸠占鹊巢了。梁老爷子脸上带着笑，姿态很低的和2个年轻男子说着什么。回来了，你是不是进山了？没受什么伤吧？我没事儿，多谢老爷子关心。不知道这2位是，他们怎么会在这儿？我要是没记错的话，这屋子老爷子已经租给我了吧？我不放心你孤身一个女子住在这偏僻的南山脚下，屋后来找你的时候你没在，我还挺担心的。这样吧，你搬到我家去和我孙女一起住，这样相互也有个照应。谢谢你的关心，但我还是比较喜欢这里的宁静，要不然我也不会选择把房子建在这里。咱们做人做事呢，都要讲究一个诚信，这里你已经租给了我，那暂时就是我的家。我孤身一人居住在这，实在不便招待客人。你看，梁老爷子也很纠结，舍不得到手的10两银子，也不想让叶秋在这里冒险，毕竟那2人一看就不好惹。抱歉，是我和我兄弟给2位添麻烦了，但我们也不强人所难，我和我兄弟离开就是了。2位不必因为我2人起争执影响和气。这位公子不愧是仪表堂堂，气度不凡，还很难得的听得懂人话。既然道理2位都懂，那就劳烦离开吧。我一女子实在是不方便招待2位。实在是抱歉，我们回乡省亲，路遇山匪打劫，随从也走散了。我这位大哥身受重伤，我们一路逃跑到此，探此处偏僻，以为是没人居住的，才到此躲避1、2。抱歉，我们这就离开。还没走到大门处，又来了3个不速之客。主子，现在天色已晚，实在不宜行动，而且你身体状况也不允许，何不先就地休整，让属下去找大夫？梁老爷子为了2边都不得罪，干脆找借口离开了。可否能收留我们1晚？我用我的向上人头保证，我们绝无害人之意，
也绝对会隐藏好踪迹，不连累姑娘名声。如果此人清醒过来，那么我杀了那3人的事儿，估计就瞒不住了。你们这些娇生惯养的人可真麻烦。你们也看到了，这里只有1间屋子可以住人，也不够你们住，何况你们有男有女，也不方便同住。你们可以留下，但你们只能在院子里活动，不能进屋，天亮之前必须离开。多谢姑娘收留，我们定当遵守约定。叶秋看着凌乱的房间，只当是梁家人来捣乱，心里默默的又给梁家接上集。叶秋收拾好屋子，燕青，你醒了，感觉怎么样？叶秋仔细听外面的动静，可等了半天也没人说话，把被子抱起来，走出房间，只见几人目瞪口呆的看着一个呆萌大汉。爹，我饿。燕青，你知不知道你自己是谁啊？爹，他打我，好痛，我饿，我要吃饭。在他身上发生过什么？我和燕白到的时候，他已经昏迷了，但是他在场。狗咬吕洞宾，本来想着你们有病人，怕夜里寒凉对病情不利，把唯一的被子给你们用，没想到你们居然还冤枉起人来了。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他会变成这样，肯定和你脱不了干系。哟，衙门给人定罪还讲究证据呢，你这空口白牙的就说是我干的，你拿出证据来啊，否则就别在这信口雌黄。我不是你爹娘，都是第一次做人，我没义务让着你。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见，寄人篱下还这么嚣张的，大胆！你个贱民，你住口！抱歉，是我管教无方，还望姑娘谅解。别，我一贱民可担不起这声抱歉。贱民住的破地方，也怕污了各位的脚，还请各位高抬贵脚离开。姑娘有所不知，他们从小一起长大，虽不是亲兄妹，却胜似亲兄妹。如今看着手足变成这般模样，一时情急才会失去理智，多有冒犯，是我们的不是，我们这就离开，不会再打扰姑娘。看见没有，这才是做人该有的态度，可别狗仗人势的。你看在你态度还可以的份上，不妨告诉你，我到的时候除了那个傻子，另外还有3个倒地的人，我就本着不浪费的原则，将他们的东西物尽其用。我刚搜完，还没来得及搜那个傻子，他们2人就到了。姑娘也是个人才，能把贪婪说得这么清丽脱俗，真是少见。不过在下很好奇，姑娘真的是个普通农女吗？我现在可没那心情满足你的好奇心。得了，该聊的也聊了，该说的也说了，各位是否该高抬贵脚了？说完，叶秋走进房间，燕子气得咬牙切齿。主子，属下去找一家靠谱的农家借住一晚。不必，连夜赶路吧，燕青的情况耽误不得。看事情多用心，别被表象迷惑了，看不清虚实的对象，可能才是真正的高手。萧小将军赞赏地看了一眼燕白，他们即便穿着普通，但骨子里的修养气度是掩饰不住的。如果是一个真正的农家女，怎会是如此表现？第2天，叶秋带着铁蛋、小白突然窜了出来。你怎么下山了？你也不怕被人抓去吃肉啊？我可给你说，现在大家都是饿着肚子。我知道你挺厉害的，但别低估了人性。回去吧，别轻易下山了。见小白可怜巴巴的。好了，我知道了，我跟你走。小白带着叶秋在山林之间绕来绕去，来到一个木屋。哇，你们还挺会找地方，这还真是个风水宝地，隐蔽但又不阴暗，视线还算开阔，还能听到水流声，安静清雅。若是春夏季节，有鸟鸣声作伴，有花香为舞，自由自在，这生活是我的梦啊！叶秋走进木屋，看到脸蛋通红的阿野，一瞬间明白了什么，难怪小白和小黑初次见面没有攻击他，原来是家养的呀。叶秋伸手摸了摸他的额头，呀，怎么这么烫？重活一世，经历过人间磨难的叶秋，早就没有了男女授受不亲的观念，能活着都是件不容易的事儿，哪还会顾及那么多？快速的解开阿野腰带，处理伤口处。上辈子你救我一次，这辈子我也救你一次，咱们就两不相欠了。看着这浑身上下的刀伤，明显是人为。阿野家里全都是粗布衣服，不能包扎伤口，没办法，只能把自己的里衣脱下来撕成条，给阿野上药包扎。他不知道的是，暗处还有一个男的正面红耳赤的看着。她不是农女，哪个农女敢与狼为伴？普通女子看到那害人的刀伤，不可能眉头都不皱。谁家女子不把名节看得比命重？这女子身上有一种江湖儿女不拘小节的气魄，到底是哪方高人在此隐居呢？那男子又是何人？所受之伤会和刺杀这事有关吗？这女子处理伤口的手法那么熟练，随身带药，想必是懂医的。那燕青的傻会不会和她有关？也不知医术如何，能不能解誉王的毒？这时，阿野一醒来就听见他的声音：“你醒了，脸怎么这么红？是发热了吗？”我刚醒，谢谢你，我。叶秋伸手探了探他的额头，确实有点烫，我熬了汤，你先喝点，等会儿我去采点药给你熬上。不过我也只认识几味药，就是不知道你敢不敢喝了。喝，肯定喝，我会喝得干干净净的。你这样配合的病人，大夫肯定喜欢。我找药的时候，尽量睁大眼睛认准点，不辜负你信任。麻烦你了，有你在的感觉真好。看你精神还不错，我就放心了。今天天也不早了，我就先回去了。另一边，接应誉王的人已经和他们会合了，把人带上，咱们尽快离开，再耽搁下去就赶不上皇祖母大寿了。是。梁元泽躺在床上，眼里的光已经灭了，
他不明白为什么好好的一切，一夕之间变成这样支离破碎了。叶秋，我和你无冤无仇，就算你不是我想要的女人，可我依旧娶了你。就算得了主家的眼，依旧改变不了你的出身。我好歹是个读书人，能娶你，几经仁至义尽了。可你心思狭隘，容不得他人，丧尽天良，把我们一家害得如此凄惨。老天为什么不睁眼，让这般心思歹毒的人逍遥自在？我梁元泽在此发誓，只要老天不收我这条命，他日必当百倍千倍的奉还今日之辱，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四哥，恨那贱人的不止你一个，我们全家都恨不得把他抽筋扒皮。但现在咱们骂不赢打，更是全家都干不过，眼前的还是得先弄点吃的填肚子，我饿得都想吃土。梁元飞视线落在梁元泽为数不多的书上，眼神立马就带上了光。四哥，现在咱们家里最值钱的就是你这些书了，反正你的名声也毁了，身体状况也不能去上学，咱家现在也不可能继续供你了，这些书留着也是浪费，趁现在还值点钱，把它卖了吧。不行。你有什么资格拒绝？咱家现在变成这样，还不都是你的功劳？你当初要是好好和那贱人过日子，不和宋莹儿眉来眼去的，咱家早就过上吃香喝辣的日子了。至于像现在这样饿着肚子等死吗？娘本就伤重，饿得都快死了，爹现在啥也不管，全家都没活路了，你却还在做白日梦。如果连这一关都过不去，你还怎么找叶秋报仇？你还不如一头撞死，盼着投个好胎，看下辈子有没有指望。梁元飞抱着书出了房间，走到院角处。杨哥，杨哥。叫的可真好听，叫的一哥心里痒痒的。元飞妹妹再叫几声哥听听。杨哥，你要的书我带来了，你说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可不能拼。元飞妹妹，这你就不懂了，这书的磨损程度不一样，价钱也不一样，我得好好检查检查啊，不就得耽搁时间了吗？这人来人往的也不合适，要不咱去那边。梁元飞虽然未经人事，但年龄也不小了，要不是他自个挑三拣四，想等梁元泽考上秀才，找个更好的婆家，早就嫁为人妇了。对于男人那点心思，他哪能不明白？杨哥，我哥哥是读书人，对书本自然爱惜的不得了。你看这些书，最旧的都有8、9成新，这明眼就看得出的，也不用怎么研究。你这单生意我不是非做不可啊，不过你得想清楚了，这10里8乡的除了我杨老六，你可找不着其他人了。你一个黄毛丫头，要是拿到镇上书店，肯定被吃的渣子都不剩。现在这世道，还有可能被打晕卖去青楼。你哥哥的名声在10里8村臭不可闻，读书人谁不想讨个好彩头？谁愿意买他用过的？要不是看在咱俩交情的份上，你以为我愿意做你这生意？别不知好歹。梁元飞知道杨老六是个什么样的人，就因为考虑到这些，才和他交易。元飞妹妹，是不是饿了？哥哥这还有只鸡腿呢，走走，咱去那边研究书边吃。梁元飞这次没有躲开，跟着一起过去，脑袋里快速的想着对策。刚进林子，杨老六就迫不及待的撕扯梁元飞的衣服，梁元飞饿得一点力气都没有，被打得晕头远花，什么计策都来不及实施，最后瘫软在地上。老子不给你一点颜色瞧瞧，你真当老子没脾气？一个破鞋还给老子延期，贞洁烈女了。不知道过了多久，遭受摧残的梁元飞觉得像过了一辈子那么长，杨老六才结束了摧残，起身就要离开。杨哥，想把长得像天仙般的人压在身下吗？就你还长得像天仙，你他娘的哪来的自信？好好撒泡尿照照自己，你现在和那母夜叉简直有得一拼。杨哥误会了，和他比起来，我还是有自知之明的。美人就在青山村，而且我敢保证她是清白之身，能不能享受美人，就看杨哥有没有这个胆子了。梁元飞啊，梁元飞，是谁给你的自信？觉得这世上除了你就没聪明人了，想借老子的手替你梁家报仇？这天还没黑呢，就开始做起美梦了。我警告你，别想在我身上动什么歪心思。还有，给我记住一点，老子想完了，你就自觉点给我送上门。要不然我让这青山村的人都知道你梁元飞是个什么样的货色。杨老六说完转身走了，梁元飞气得快吐血了，偷鸡不成蚀把米说的就是他。梁元飞崩溃痛哭，陶兰花从林子里出来。哟，真是小刀割屁股开了眼，我总算明白你为什么看不上那些说亲的人，原来你好这个口呀，早说嘛，嫂子肯定想办法成全你，不仅能满足你的需求，咱还有银子收，你哪会落到白白给人糟践还不给银子。不过现在我知道了也不晚，我会给小姑子找人的，肯定给银子。贱人，你要敢胡说八道，我绝对不放过你。比剑谁比得过你？你哪来的本事不放过我？麻烦你看清现实，现在是我不放过你，记住刚才我说的，要是我找来了人，你不给我好好的伺候，那我就把你今天的事情宣传出去，到那时你会被捆住手脚在水里活活溺死。说完便离开了。离青山村不远的路上，一辆马车行驶着。你去青山村查一下一个叫宋莹儿的女人，最好把她最近接触过什么人都查清楚，再查一下青山村最近有没有来过陌生人，注意隐藏踪迹，别留下尾巴。是，
过了个把月，叶秋的新房终于建成了。忙碌几个时辰，将屋子布置成自己喜欢的样子。叶秋满意的看着眼前的一切，不管前世还是今生，终于有一个独属他自己的院子了。叶秋又做了一桌好吃的，扑鼻的肉香味传遍了村子的每个角落。梁家这几天的情况好转了不少，但也没达到能吃饱吃肉的地步。闻着飘来的肉香味，脾气暴躁的梁元生愤怒的破口大骂：不想吃就滚出去！你骂给谁听呢？有本事你到那贱人面前去骂呀！窝里横算什么本事？你他娘的算个什么东西？一个送货上门的小妾，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指手画脚？别以为弄点猪都不吃的东西回来就了不起了，看看你那贱皮子样，满身的狐狸骚味，勾引着小的爬上老的床。爹，你居然为了一个下贱东西打我！现在什么时候了？家都快撑不下去了，还在这里内讧？你有那能耐，给老子找点吃的回来！记住一点，不管宋莹儿是什么原因来到咱家，现在他是你老子房里的人，就是你的长辈，别忘了一家之主是老子，是我让他当的家，不服气就给我滚！自甘下贱的货也配当我长辈？你也不嫌丢人，把儿子沾过的女人当成宝。梁耀宗气得抬手就要打梁元生，却被大儿子拦下了。爹，咱们家在村里已经是个笑话了，不要再添笑料了。娘现在卧床不起，你不想管家里的事，那还有我这个长子呢？可你却让一个上不得台面的东西在家里耀武扬威，你觉得合适吗？家里揭不开锅，人都快要病喜的时候，你这个长子去哪了？要不是我冒着生命危险救人得了赏赐，给你们买药买粮，你们现在都不知道在哪，居然厚颜无耻地说我不配。那你们倒是把我的银子还给我啊！也难怪一群大老爷们儿，却连叶秋那个贱人都斗不过，还被人家踩在脚底，欺压到毫无还手之力，都是一群蠢货。别忘了，我们家会变成这样，你是罪魁祸首。要不是你不知廉耻的在原则成亲之后还和他勾勾搭搭，就不会惹怒叶秋。那我四弟他们还是恩爱夫妻，家里日子越过越好，有叶秋帮着，我四弟也有锦绣前程。可你不知廉耻的勾引有妇之夫，败坏他名声，让我们家成了十里八村的笑话。我们家也不会被除族，更不会成为过街老鼠，一切都是你造成的。弄点小恩小惠回来就想充当我们恩人，你觉得你配吗？你们全是窝囊废，反倒怪起我来了。梁元泽，你个没用的男人，你倒是说句话呀！你告诉他们，这一切是我造成的吗？是我勾引你了吗？梁元泽看着五官扭曲的宋颖儿和曾经的他简直判若两人。这一刻，他仿佛明白了为什么大家都说他眼瞎。你为什么在我新婚期进入我新房和我拉拉扯扯？我都成亲了，你为什么不保持距离？还要一次次的出现在我面前，破坏我和叶秋的关系？你为什么又会和我爹滚到一起？你真的喜欢我吗？那为什么我没成亲之前问你愿不愿意嫁给我，你却犹豫了？为什么我成亲之后又要来破坏我的生活？还老说起我们曾经的约定，引起我的内疚，让我一次次对你心软，一次次因为你而冷落责怪叶秋。告诉我为什么？梁耀宗脸都黑了，上前对着宋莹就开打。不要脸的贱人，老子还没死，在家里还涂胭脂水粉，还用香粉，你想勾引谁？爹，他是来咱家赎罪的，他的东西理当归咱家。一会我叫孩子他娘和2个弟妹去他房里拿。既然爹不想管家，娘身体不好，那就让他们几个妯娌一起管。不管怎么样，都轮不到一个上不得台面的东西在家里耀武扬威。几个妯娌谁都怕自个吃亏，争先恐后闯进宋莹儿的屋子。原来宋莹儿饿得出去找吃的，无意中看到一个昏迷的英俊男子，受药物影响的他压制不住渴望，趁男子昏迷发泄了一通，临走还将男子身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拿走了。几个妯娌都搜到了东西，谁都别想私藏，屋里有什么我知道的一清二楚，可别让我抓着机会在这个时候赶你们回娘家，减轻家里负担。几人无奈，只能将搜到的东西都拿出来。乍一看，东西还真不少。梁耀宗心里也无比震惊，没想到这可恶的女人手里握着那么大的财富，这么大面额的银票，他这辈子还是第一次见。看来心思都不小，我都说过了，屋里有什么我一清二楚，别告诉我没找到。以你们的搜刮能力，哪怕耗子洞里有粒米，你们都能拉出来，都给我拿出来。几人都吓得一哆嗦，把自己藏起来的小东西全部拿出来了。这个家从今往后我来管，不愿意听从的可以自行离开。大家身体都没有恢复，面对危险没有任何反抗之力，所以都表现拮据点，免得被人惦记。今年到明年收成之前，咱们都得靠这笔钱维持家用。大房二房都还藏了不少东西，只有3房将搜到的都交了出去。虽然他们也疑惑，到底什么人报恩会将衣服上的金线抠下来，不过只要有钱用，也不管那么多了。叶秋正准备享受美食，突然从天站香，太香了，有100年人参。不，这人参铁定不止100年了，有鹿茸，还有铁定不止100年的肉汁。老头嗅着鼻子，几乎把叶秋放进去的药材都说了一个遍。难道这老头是行医的？不对，还有什么？肯定还有什么？这些东西全部加在一起，出不了这个味，是什么呢？到底是什么呢？我怎么闻不出来了？我的鼻子坏了吗？什么呢？是什么呢？老头嘴里念念叨叨，
在院子里转来转去，猝不及防，突然停在叶秋面前。告诉我还有什么？你放了什么？为什么我闻不出来？你闻不出来，不代表尝不出来，自己去尝尝。我都闻不出来，那更尝不出来。我徒弟告诉我，不能随便吃陌生人的东西。你先告诉我。可是你吓到我了，我一紧张就容易忘记东西。老头迅速地抓住叶秋的手腕把脉，虽然先天不足，不久前还差点一命呜呼，但后期调理的不错。你现在除了月事不规律，别的啥毛病没有。别想糊弄我，快说，你都放了啥？叶秋感叹，这老头竟说对了，倒有2把刷子。你是怎么把鼻子练得这么灵敏的？这是我的独门手艺，不可说。那我熬汤的手艺也是我的独门秘籍，不可说。老头在身上左摸右摸，终于摸出来一根银针。你不说，我就用针扎你，可疼可疼了。你被扎过？那可不嘛，可疼可疼了。我徒弟太坏了，天天扎我，要是把我扎漏了，可咋整？所以我就偷偷跑了，我躲起来，他找不着我了。哈哈，我聪明吧？你最聪明了。你徒弟为什么扎你？他说我有病，这不瞎扯吗？我自己有没有病我不知道吗？你没病，那你可以离开我家了吗？不行，你还没告诉我，除了我说的那些药材，你还加了什么？嘿，我说你这人怎么这样啊？给你闻闻味儿就不错了，你还硬要我配方，我这祖传了18代的秘方，能轻易告诉人吗？说着不理老头了，端起碗喝了一口汤，太好喝了。能给我吃点吗？你不是说你徒弟不允许你吃陌生人的东西吗？我们都说了好多话了，不是陌生人了。那你告诉我你是谁？你今天打哪来的？那里。叶秋顺着老头手指的方向看过去，那是苍云山的方向。这汤再怎么香也传不到苍云山去吧？你可以吃，但是吃完了必须离开我家。吃了我就回去睡觉了。叶秋给他盛了满满一碗，老头虽然吃得很快，但却不粗鲁，也没弄出一点声。他衣服的料子可不是普通人能穿得起的，这到底是什么人？上辈子也从未见过此号人物啊！老头吃完，双手在身上左摸摸右摸摸。怎么办呢？怎么办呢？你怎么了？我徒弟说不能白吃人家东西，吃了要给东西交换，可我现在好像没东西和你交换。没关系，算我请你吃，不需要给东西交换的。天也黑了，你赶紧回去睡觉吧。不行，我徒弟说了，吃了东西就得给银子或者给东西交换。你先等等，我再找找。叶秋很快就发现不对了，老头的呼吸沉重起来，老头自己也感觉一股强劲的气流在身体里乱窜。我知道拿什么和你交换了。叶秋顿感不妙，转身还没跑，就被老头点穴定住了。东西还没给你呢，你跑什么呀？你听我说，我给你东西的时候，你不要反抗，放松身体。还没等叶秋反应过来，老头已经坐对面了，而且长队长明显的感到有什么东西进到身体。等老头自己神清气爽了，叶秋瘫软倒地，他伸手摸了摸叶秋的脉搏，还好，还有气儿，怎么办呢？我好像给多了，应该死不了，你就慢慢消化吧。身子轻轻一跃，笑着飞走了。阿野本想偷偷的看看他，没想到发现他昏迷不醒，将人送到县城医馆，人家只让他回去准备后事，无奈又把人带了回来，自己手忙脚乱的照顾了10来天。叶秋，别怕，我会一直守着你，你一定要好起来。你人这么好，老天爷不会收你的，我是大家眼里的恶魔，要收就收我吧。此时，一群人骂骂咧咧的朝叶秋家走来。我先去看看，我不会让任何危险靠近你，但你也要赶紧好起来。众人看到像杀神一样的阿野时，都怂了。我就说那个贱人不守妇道，你们看看，大白天的就把野男人留家里了，这裤腰带是有多松啊，就迫不及待的。有话好好说，这是干什么？快放手，要打也走远点。人家叶秋这房子才刚建起来，在这出点人命，不是给人家找晦气吗？阿野像扔破布一样，把妇人扔在地上。妇人惊恐地看着阿野，大口呼吸着空气。我打过棕熊、老虎，手撕过野狼，我就是从地狱里爬出来的恶魔，不怕死的尽管骂，我发发慈悲，送你们一程。你简直太猖狂了！你们自己大白天做出不要脸的事，还不准大家说了，都把野男人带到家里了，败坏青山村的名声，我们就骂他了。怎么了？我们还要把他赶出青山村？你要是敢胡作非为，我们就报官。众人只听到啪啪的打脸声和妇人刺耳的尖叫声。你应该感谢他，这里是他的地方，你不配脏了他的地，不知死活的可以继续找茬。但是既然做了，就给我做好接受报复的准备。如果某天你们家人失踪，或者是出现断臂、断脚，不要惊慌，那都是你们造下的孽。阿野向着山林吹了一声口哨，小白和小黑的身影就出现了。有狼啊！一瞬间，众人连滚带爬走了个干净。阿野回到屋里，突然被扎入一根银针，倒在地上。一个素袍男子走进来，根骨不错，可惜没有半分内力，错过了学武的最佳时期，可惜了。门口又伸出来一个脑袋。
被师傅强行灌输了30年的功力，不仅没有经脉损伤，居然还打通了2条堵塞的经脉。双儿，我应该不算闯祸吧？可不可以别扎师傅？师傅，徒儿不是拿针扎你，那是给你疗伤。你在练功关键时刻被叛徒所害，导致气血逆行，差点救。不过你这次阴差阳错之下倒是逆转你的伤情，但是这姑娘被你害惨了。虽然我不知道她是什么原因，到现在还吊了一口气，但要是我再晚几天知道这个事情，大罗神仙也难救了。是你告诉我不能白吃人家的东西，可是我又忍不住那么诱人的香味儿，我吃了他的东西，又没有东西送给他，好不容易才想到送他什么，只是一不小心给多了，你现在又怪我。抱歉，情势所及，冒犯姑娘了。男子坐到叶秋身后，运转内力，将叶秋体内乱窜的内力引向丹田之中，又掏出一本古朴的书，放于叶秋枕头下。我师父无心之举，让你遭此一劫，阴差阳错之下，你也算救了他一命。这本是和女子修炼的上乘秘籍，就当是我师徒2人向你赔罪的礼物，以免你空有一身财富而无法施展。做完这些，师徒2人便消失在房间里。阿野醒来发现叶秋体温正常了，才放松下来。他不知道来的是什么人，不知道他们对叶秋做了什么。很快，叶秋就醒了。你终于醒了。你怎么在我家？阿野快速地说了这段时间发生的事。谢谢你这段时间的照顾。不用客气，我受伤的时候，你也照顾我了。叶秋发现了枕下的书，封面很旧，上面写着无痕2个字。你高热昏迷了这么久，本就耗费体力，要不等身体养养再看。现在还有些疲惫，看书有点精力不济。你有看过这本书吗？给我讲讲呗。我认不得几个字，但以后一定好好学。叶秋只是试探一下这本书是不是阿野的，或者说他有没有看过。看样子除了阿野，还有别人来过。虽然大家都崇尚读书，但我觉得四肢不勤、五谷不分、手不能提、肩不能挑的书生最是无用。阿野你一身本事，简直甩他们几条街。他们吸着父母亲人的血的时候，阿野便是森林王者了。阿野还是第一次被人这么认可。我虽然认不得几个字，但我可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绝不会让我喜欢的人受丁点委屈，也不会让他吃苦受累。我会打猎赚银子，要是有不知死活的找他麻烦，我能揍得他爹妈都不认识。那你未来妻子可真幸福。还没影的事呢，就我那见不得人的出身，还有我这吓人的模样，别人也看不上我。出身、名声、长相，这些都是世俗给自己带的枷锁。如果你没有追求功名利禄的心，那又何必在意那些？看不上你的人，也不值得你去追捧。缘分天注定，更好的在等着你，你也不必气馁。阿野走了之后，叶秋并没有休息，而是翻着手中的无痕，书里夹着一页纸，上面写着，只要他把这本心法练好，加上他体内30年的内力，就可以做到来去无痕，而且还可以杀人于无痕，配合内力，一根绣花针，一片叶子，都可以成为杀人武器。在即将到来的乱世当中，终于有自保之力了。在叶秋废寝忘食研究无痕的时候，梁元泽要成亲了。听说这也是大户人家的丫鬟，而且还是从京城来的。是梁元泽去镇上看大夫的时候，无意中救了那姑娘的主子，便把身边的大丫头给他做妻子，还有丰厚的陪嫁呢。叶秋心里也不平静，重活一世，他折了他的翅膀，这又从哪冒出来个冤大头啊？县城，萧小将军看着突然出现，你是自己说，还是我联系爹娘？哥，你怎么能这样吗？我是你唯一的亲妹妹，怎么能把我当犯人一样审问呢？你再这么凶，小心我向爹娘告状。你还知道我是你亲哥呀？你最好老实交代，你为什么会来这里？你是怎么来的？什么时候来的？谁陪你来的？我出来散心不行啊？萧小将军看着妹妹闪躲的眼神，亲妹妹是全家人捧在手心里的宝，虽然性子骄纵了些，但毕竟是出自世家大族，做事向来是大大方方的，即便他错了，都是一副死不承认他有理的样子，何时这么畏畏缩缩？好了好了，既然你不愿说，我也不强迫你。我就知道二哥最疼我了。对了，二哥，你怎么会在这里？最近边关不太平，爹和大哥走不开，太后寿辰不是马上就到了吗？江南之地最是富庶，我来看看有什么稀奇的物件。萧元有些不解，太后不是在冷宫吗？为什么还会举办寿辰？这时候才后悔，为什么当初看书的时候不仔细？那二哥找到了吗？哪有那么容易？二哥，这里是咱家的别院吗？我不想住客栈了，一点都不舒服。人来人往的客栈，哪里比得上这低调奢华的宅院？好不容易穿越一回，他可不会让自己吃半点苦头。咱家里的条件你又不是不知道，哪里有于前天至这样的别院？萧元眼神里闪过一丝不解，这具身体的亲娘不是公主吗？祖母还是太皇太后的养女，亲爹还是护国大将军，会缺银子吗？既然客栈住的不舒服，那就搬过来住吧。这里虽然不姓萧，但二哥和他的主人是至交好友，你既是我亲妹妹，他不会在意的。萧密说完便出去了。到底是谁把手伸向了护国将军府？是太后，还是皇后，亦或者是皇上，还是敌国密探？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把亲妹妹调包，
还能弄出个一模一样的冒牌货，必定是策划已久。此刻的萧元自觉蒙混过关了，暗自庆幸前世的他生活凄苦，机缘之下穿到匆匆看过的一本小说里，而且还是公主之女，亲爹是护国大将军，更有3个宠妹狂魔的哥哥。既然能穿越，那我必定是天选之女，有着大气运，这得天独厚的家世，加上看书的技艺，那个位置必须是我的。自认模仿不来原主，骗不过朝夕相处的亲人，便想了12鸟之计，既能解释自己身上的变化，又能去夺一场机缘，便带着丫鬟和护卫离家出走了。这几天，梁家人个个面带笑容。我就知道你是个有福气的，如今有贵人相助，我儿定能高中。到时候让那些狗眼看人低的东西，日日活在提心吊胆中。爹，你放心，我不会在同一个坑上摔2次。这次无论如何，儿子会抓住机缘，光耀门楣，让咱们家过上人人羡慕的日子。但儿子丑话说在前头，这次来之不易的机缘，如果因为谁搞破坏，毁了我的计划，那就不要怪我六亲不认。谁要敢破坏，老子第一个就不放过他。宋颖儿站在梁父身后，不知道在想什么。梁元泽自始至终也没有给过他一个眼神，曾经海誓山盟的感情不复存在。梁元泽来到叶秋门外，贱妇，你给我的一切羞辱，我将会千倍万倍奉还给你。梁元泽，怎么着？落魄到要做贼了吗？在山里练习轻功的叶秋刚回到家，就看见站在他家门口的晦气东西。梁元泽看着如此诱人的叶秋，一时竟失了神。没想到现在的叶秋变得如此气质动人，一颗后悔的种子在心中萌芽。信不信我把你的狗眼挖了？叶秋，别仗着有几分姿色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你以为东晋的律法是你定的？你说杀谁就杀谁。我虽然还没有考上秀才，但我好歹是童生，你敢伤我一个试试？是吗？既然你这么贱，上门求着让人打，我不成全你，都天理难容。叶秋飞起一脚，将梁元泽踹出好远。梁元泽痛苦地捂着腹部，说不出来一句话。为何短短数日，这贱人的力气又变大了？叶秋，你未免也太狂妄了！你不过是我不要的一个贱妇，就凭你这一脚，我能让你把牢底坐穿。你要真有那能耐，还会像个臭虫一样在这里叫嚣吗？别以为仗着算计得来一门婚事，尾巴就翘上天了，就能到我面前来充当大爷了。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算个什么东西？你若再来恶心我，我有的是办法让你竹篮打水一场空。不信，你可以试试。梁元泽黑着脸正要回家，被急匆匆出门的梁元飞撞得摔在地上。四哥，你怎么样？我不是故意的。梁元泽眼里闪着厌恶的神色，他可没忘他这个好妹妹，在他行动不便的时候是怎么打击他的，是怎么把他收藏的书拿出去卖的。四哥，我不理梁元飞，直接进了门。梁元飞看着梁元泽的背影，手无意识地摸了一下小腹。大山里，叶秋毫无形象的大笑，经过努力，终于掌握了轻功的技巧，有了自保之力。随后又进城囤货了，来到药堂。小娘子，我认得你，你是青山村梁同生原来的娘子。你别生气，我不是故意提起你的往事，而是前不久梁同生所中之毒，我很感兴趣，不知小娘子可否告知，能引起他皮肤脱落的那味药材你在哪里找到的？我也不白占你便宜，我出银子。他在宫里当了半辈子的太医，对女子的手段一点都不敢小觑。毒？什么毒？大夫你说什么？梁同生怎么会中毒？还有什么药材？大夫你能说明白点吗？小女子愚钝，见识浅薄，还胆小如鼠。你这么有大智慧的人，可不能欺负人。没事，我也是随便这么一问，吓到小娘子了。老夫在这里说声抱歉。叶秋在结账的时候，梁元泽带着一个少女进到医馆，还没等他发问，传来嘲讽的声音：哟，这不是咱们书院之前请假成婚，要在茅厕里吃大粪的梁同生吗？这么久没见，也不知道梁兄身上的味儿散了没有？我们大家都很好奇，不知梁兄可否满足一下我们的好奇心，告知一下吃屎的滋味如何？梁元泽脸红了又黑。梁兄真是好福气，嫂夫人长得貌美如花，就连红颜知己都长得妖娆可人，真是享尽了其人之福。不过嫂夫人，你真的一点都不介意那张吃过屎的嘴吗？你真的下得去？蒋文耀，你给我闭嘴！这位公子，你是去深山老林闭关了吗？你这消息也太落后了。你闭嘴！这位公子，难道你没听说梁同生的红颜知己，也就是和他拉拉扯扯、卿卿我我，曾经山盟海誓，你侬我侬，多次独处一室的青梅，当着竹马的面妖娆的盛开在他爹的身下，如今变成了他小娘了吗？说不定梁同生连弟弟都要有了呢。不过也有可能是儿子哦。医馆内所有人都惊得张大了嘴巴。小姐让我嫁的是个什么玩意儿？梁元泽气到失去理智了，抬手就要打叶秋。叶秋往旁边一让。梁同生，你被你的原配妻子休了，那是因为你做事不顾伦常，枉读圣贤书。你可不能迁怒我这个仗义直言的人。被女子休了不可怕，可怕的是被休了，你还意识不到自己的错。这位姑娘，你就是1天之后要嫁进梁家的准新娘吧？虽然不知道你和梁同生为什么会不顾规矩，离成亲还不到2天了，就形影不离的双进双出，但同为女子，我还是忍不住提醒你一句，可千万别步了梁同生青梅的后尘。听说你还是大户人家的丫鬟呢，这些道理你应该懂的呀。你都不自重自爱，如何能让别人看中呢？被抛弃也是人之常情。说完看都没看梁元泽，走出了医馆。啧，真是人不可貌相，梁兄玩的真是花，我自愧不如，告辞。
看着迫不及待离开的背影，梁元泽已经可以预料到那个书院他是回不去了，他得重找书院了。一眨眼就到了梁元泽成亲这天，梁家为了扬眉吐气一番，宴请全村。看刚刚新娘子那个身段，也怕是个不扛事的，太瘦了，可是会影响怀孩子的。那可不嘛，胸前平平的，后面瘪瘪的，要说比起当初的叶秋可差远了，就是不知道脸蛋长得怎么样。这话说的一点都不假，这叶秋离开了梁家，真是越过越好了，那脸蛋是越来越红润了。你们看，那不是宋银儿吗？也不知道咱们的梁同生为了这么个平平无奇的货色，放弃叶秋那样的大美人，后不后悔？有啥可后悔的？人家现在不是又找了一门不错的婚事吗？听说新娘子服侍的主家小姐可是公主的女儿，背景可比叶秋高多了，说不定以后咱们还能看看热闹呢。这梁家也不知道踩了什么狗屎运，人品不咋地，找的媳妇却一个比一个有背景。看看那抬进去的2箱子嫁妆，真是羡慕死个人了。这场婚事最意难平的就是宋莹了，她的人生就像一滩死水，看不到希望。可当初她视为囊中物的男人，日子越过越好；她视为敌人的叶秋，日子也过得风生水起。叶秋家，阿野哥，你当初是怎么驯服小黑和小白的？他们是我3岁的时候在山里捡到的，当时我还以为是狗仔呢。我把他们带回来同吃同住，养父把我赶进山里的时候，我也会带着他们，好像没有驯服，反正就这么长大了。他们能听懂我说的，我也能明白他们想表达什么。这样啊，那他们对阿野哥来说，不仅是儿时的玩伴，现在更像是兄弟家人一样了。小秋是不是也想养啊？那我让小黑和小白去狼群里给你挑2个优秀的狼崽，当狗仔一样养就行。叶秋，你在家吗？你是谁？我是你娘家那边双河村的，按辈分你要叫我一声堂哥。先进来吧。到了院子，小秋，叶家出事了，不知道怎么的，县衙的人突然来拿人，说你小叔的秀才功名是作假得来的，大家本来以为你小叔是被冤枉的，族长还托人四处打听，可没想到打听来的结果是证据确凿，听说等府城的公文下来就要被砍头了，而且全族都要被流放3000里。我在县城做工，提前听到消息跑过来，估计县衙的人最迟明天下午就能到双河村了。小秋，我听说你和县老爷的关系不错，你能不能救救我们？我们虽然是同一个宗祠，但已经出5服了，我们真的不知道叶平顺他胆子这么大，这种事情都敢作假。小秋，堂哥求求你。说完就砰的一声跪到叶秋。叶秋往旁边挪了一步。是个男人就不要做为难女人的事，你们全族人都无能为力的事，现在来为难一个弱女子，你还算个男人吗？而且你们也并不无辜，不管叶平顺的秀才功名是怎么得来的，但他做秀才这些年也惠及到你们全族了，总不能有福同享，有难不能同当吧？你谁呀？据我所知，我堂妹已经和离了，目前还是未嫁之身，你一个外人凭什么做我堂妹的主？而且这天都快黑了，你是不是也该离开了？种什么因得什么果，既然敢造假，那就要做好承担后果的准备，做错了事还能被轻松先过，那这世间王法岂不是乱套了？而且你求错人了，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平民，连自己都很难生存，怎有那天大的本事改变官府的判决？叶家的事情我无能为力，堂哥还是早些回家做准备，我就不留你了。叶秋，你怎么能这么没良心？虽然你从小没在叶家长大，但你也是从叶家出嫁的，你之前做丫鬟的主家那么有权有势，这不就是他们一句话的事吗？你和县太爷的关系亲近，我在镇上的时候看到过你们谈话的，你明明有那个本事，为什么要眼睁睁的看着大家背井离乡？你现在能清静的住在这里，不就是因为你背后有一个庞大的家族吗？你真以为叶家出了事，你能置身事外吗？我修福之后还能在青山村立足，那是因为我叶秋不是任由人搓圆捏扁的废物，和你叶家有屁的关系？你们倒真会往自己脸上贴金，我有能力又怎么样？我就一定要帮你们吗？我没被卖之前，我和我娘在叶家过的什么日子？那些族人的眼睛是瞎的吗？我娘尸骨未寒，小小年纪的我被卖为奴，那群眼瞎的有说过一句话吗？我自赎自身归家，被收取高额彩礼，像卖畜生一样的卖出去，那群道貌岸然的老东西说过一句话吗？啊，如今自作自受了，倒想起我来了，我有事儿了，你们冷眼旁观，怎么现在角色一换，我就没良心了？族老管理全族的事务，也不能去管小辈房中的事，而且谁家不是大大小小一家子人，一天有忙不完的生计，谁会去管别人家的闲事？被卖的女娃子多了，又不止你一个，你有什么可生气的？如果你不被卖，你会有这么大的造化吗？追根结底是叶家成就了你，现在叶家有难，你必须要帮，就算你小叔自作自受，咎由自取，但你起码要想办法把我们摘出来，
要不然你一辈子都会背负一个恶妇的名声，你休想再嫁人。我还就把这话放在这里了，你们叶家多行不义，就算我有能力去周旋，我也不会去做助纣为虐的事儿。阿野哥，把这自大、脸皮比城墙还厚的蠢货丢出去。叶秋堂哥回到双河村，把消息带回了族里。这一晚对双河村的叶家人来说，注定是鸡飞狗跳、惊慌失措的一晚。府衙大牢，叶平顺单独关押，其他一大家子挤在一间牢房。他们之前有多风光，现在就有多狼狈和绝望。叶秋的爹叶大强默不作声地坐在角落，是不是死了就能见到他了？原来当初他捡到他的时候，对他一见倾心，可当他知道他已经怀有身孕的时候，再也压不住心中的怒火，任由家人折磨他。本想着总有一天他会想开，可没想到等来的却是他长埋地下。他很后悔，他也想过对他留下来的孩子好，奈何最终还是没有做到。叶平顺功名作假的事闹得沸沸扬扬，连皇帝都惊动了，一怒之下赏叶平顺腰斩之刑，其直系亲属、宗族、出嫁女除外，男的杖刑100，女的50，贬为奴籍，所有人流放3000里。流放这一日，叶秋还是好心的去送了送。叶家的出嫁女并不少，送行的人还挺多，个个哭得肝肠寸断。回去时有人拦路，大哥，那娘们简直就是个尤物，这回咱们肯定能大赚笔。待会儿小心些，可别把人磕着碰着了，磕坏了可不值钱了。几人沉浸在叶秋的美色里，幻想着能换多少银钱，但没有谁注意到叶秋眼神里没有半点慌张。我们兄弟可不是怜香惜玉之人，你若乖乖就且，我们保证把你卖个好地方，但你若不知好歹，青楼就是你最好的去处。你们打劫之前都要来这么一段开场白吗？看着你们这不聪明的样子，现在还好好的活着，应该还有不少打手吧。臭娘们，我们云虎四杰可不是吃素的，大哥别和他啰嗦了，让这娘们看看咱们的厉害。叶秋挑了挑眉，云虎四杰，云虎寨。叶秋眼底翻滚着浓浓的恨意，呵，没想到重活一次，这些仇人都提前遇见了。就你们这长得鬼哭狼嚎的样子，还四杰，你们不配，我看4条臭虫就很符合。劫匪彻底怒了，奔向叶秋。叶秋手里摸搓着几枚铜钱，气定神闲地坐在那里，钻研了那么久的无痕，今天就拿这几个劫匪练练手吧。突然，一个高大的身影停在他前面。大胆匪徒，光天化日之下，竟敢拦路抢劫，姑娘别怕，我啊！话还没说完，就挨了一拳。几人轮番对他招呼，他很快就没有还手之力了。姑娘快跑啊，我拦着他们。有一副侠肝义胆之心，却没有与之相匹配的能力，还有点粗心眼。叶秋脚下一用力，翩然起飞，砰砰砰，就把4杰踢开了，不给他们反扑的机会。手中的铜板刷刷飞出去，便是嚎叫声响起。被打得鼻青脸肿的男人呆呆地看着这一幕。本以为是个娇弱美人，没想到小丑居然是自己。叶秋动作行如流水，抽出刀挑了他们的手脚筋，并毁了他们的丹田。眼看叶秋就要走了，男人立马上前。不知大侠尊姓大名，在下嫉妒，相识亦是缘分，不知咱们可否交个朋友？嫉妒？这是什么鬼名字？编个假名也不知道起个。我叫羡慕，再会。看他被打得有点惨，丢个小瓷瓶给他。嫉妒站在原地，2个小厮跑过来，看到主子这惨样，吓得肝都碎了。带上这几个人，我们去找县令。在他的管辖范围内，竟然有土匪如此猖狂，还把我打成这样，怎么着也要给我点补偿吧？叶秋走到家门口，没想到来了个不速之客。哟，我当是谁啊？这不是我前小姑子吗？你不在家好好巴结你的新嫂嫂，跑到我这来干啥？对不起，我错了，我以前不该针对你，更不应该帮宋莹儿那个贱人欺负你。你要骂我，要打我都可以，但求求你看着我这么诚心认错的份上，能不能帮我？不能，你可以滚了。我是诚心认错的，你的诚心很值钱吗？滚！说着就要挥拳头，梁元飞吓得拔腿就跑。小秋，你回来了。你这是要搬家，扛个包袱干啥？眼看天气快冷了，我给你弄了一个防寒的好东西。是吗？那进去再说，待会咱们小酌2杯。阿野哥这几天怎么都没见到你？你在忙什么呀？我听你的话，把木屋加固了一遍，本来打算下山来找你的，但是听到了虎啸声。我之前也埋伏过这只老虎，但被他给跑掉了，1、2年都没找到他踪影。天渐渐凉了，我觉得那虎皮给你做件披风肯定很暖和。追踪了几天，终于把它拿下了。那你没受伤吧？没有，没把握，我不会出手的。这是皮毛保存的很完整的一张白虎皮，做成披风，小秋穿上既暖和又好看。阿野哥，如果是为了我，下次别去冒险。你别多想，虎皮只是顺带的事，我要的是虎骨，之前答应镇上老大夫的。心里松了口气，他挺喜欢现在的相处模式的，有个相对信任的人说说话，做伴也挺好。但是进一步的话，他目前没考虑。不管为了什么，都不能拿自己的生命轻易冒险，命可只有一条。对了，阿野哥，你听说过云虎寨吗？小秋，你在路上是不是遇到麻烦了？叶秋也没有隐瞒，
把路上的事说了。阿野在心里默默地说，不管你同不同意，以后我都会跟在后面。今天是什么特殊的日子吗？咋还买酒了呢？今天是叶家全族流放的日子，我去看了，只可惜叶平顺的腰斩之刑是看不到了。好，那一会儿我们多喝2杯，庆祝他们全族流放，最好死在路上。我也是这么想的。很快，院里的小桌上摆满了菜，我们还没一起喝过酒呢，来干一个，祝我们以后的日子平顺安康。两人边吃边聊，不知不觉，叶秋双眼有点迷离了。阿野哥，呵，今天是我有生以来最轻松、最高兴的一天，必须要喝尽兴。我心里堵着的这口闷气，总算是松了点了。你知道吗？我活得好苦啊！他们都利用、欺负我，我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我很怕疼的，刀子深深割在身上，好痛。他们好多人轮番欺负我，我好恨好怕。可是我连自杀都做不到。他们吃我的肉，我恨他们，我要报复他们，要让他们一个个都不得好死。阿野听得满目赤红，心痛得无法呼吸。他知道小秋的心事重，知道他不会轻易吐露，所以他一直都不问，只是默默地陪在他身边，尽量让他习惯身边有自己，想让他依靠自己。可是他都经历了什么？好，我们报复他们欺负了小秋，他们一个都别想逃，把他们施加在小秋身上的100倍1000倍的还给他们，让他们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乖，阿野哥陪着你呢，不怕了，我会一直保护你的，不会再让任何人伤你分毫。夜深了，阿野准备抱他回屋，刚起身便一阵地动山摇，山石滚落声，房屋倒塌，惨叫声、呼救声持续了1个晚上。叶秋的房屋虽然没有塌，但屋顶掉了，院子里一片狼藉，一场灾害瞬间收割了无数人的性命。中午，叶秋醒了，头痛不痛？阿野看着叶秋愣住，以为他是心疼自己的家差点被毁了。小秋，那些都是身外之物，人没事比什么都强，不要担心，最多2天我就能给你恢复如初。你别担心，只是猛不丁地看着这个景象，没有反应过来。阿野哥，昨晚你没受伤吧？没有，铁蛋也好好的。叶秋这才舒了口气。上辈子见到阿野哥的时候，他瘸了一条腿，不知道是不是这场地震造成的。不知道村里的情况怎么样？情况应该不乐观，昨晚的动静太大了，人各有命，他们怎么样不关我们的事。小秋你就别忧心了。叶秋没说话，重活一世，他不会再烂好心。县城繁华昌盛的街道，一夕之间便不复存在了。秦荣瑜带着衙役巡视。大人，刚刚得到线报，这场地动不仅咱们县，整个镇江府地带都受灾严重，和镇江府相邻的平江府、临昌府都被波及到了。救援继续，尽快统计出死亡人数、失踪人数、受伤人数、财物损失等情况。储备粮仓那边情况怎么样？有2间仓房进水了，其他的都完好无损。粮仓那边加派人手保护，在县衙旁边搭几个粥棚，把水淹了的粮食尽快煮成粥分发给大家。大人，没有得到上边的旨意，储备粮仓不能动，万一要是怪罪下来，淹了水的粮食如何放得？拿来救济灾民，比眼睁睁地看着它发霉变坏强。去办吧，这事你亲自盯着。是。青山村缓过来的叶秋，家里和院子都来不及收拾，就叫阿野先把屋顶盖上。小秋，这一时半会应该下不了雨，要不先把墙补加固之后再补屋顶吧。先盖屋顶吧，建房子的时候墙建的比较结实，虽然有裂缝，但一时半会应该塌不了。万一老天突然变脸了，我们也不至于连个躲雨的地方都没有。就这样，一个在房顶忙活，一个给递东西。叶秋抬头看着干活麻利的阿野，心想同样都是男人，梁元泽那个弱鸡怎么就那么差劲呢？小秋，给我1块树皮。哎，好了。听到这么脆生生的回答，阿野感觉他们俩就像一对夫妻。他抬头看了看天，加快了手里的动作。这老天还真的说翻脸就翻脸，刚才还晴空万里，这一下就乌云密布了。最后1块树皮盖上去的时候，豆大的雨点已经打在阿野背上了。还好听小秋的，先把屋顶盖好，要不然真的连个避雨的地方都没有了。我这也是歪打正着，忙活了1天了，快过来吃饭。外面大雨倾盆，两人在屋里吃着饭，大雨连续下了1个时辰都没有要停的征兆。这老天可真奇怪，大家盼雨盼了这么久，他就是一滴都不下，这怕不是全部存到现在来给大家火上浇油了吧？叶秋看着阿野高大的身影，不由得回想起这段时间两人相处的点滴。阿野哥，你今年多大？具体生辰不知道，从我养父捡到我的那天算，快23了。怎么了？没事儿，我就随便问问。那你对今后有什么打算吗？之前大家都怕我独来独往惯了，身边只有小黑小白，饿了就去打猎，打多了就拿去卖，想喝酒了就去酒楼吃一顿，浑浑噩噩的就过来了。但现在不一样了，我有奔头了。是吗？那阿野哥的目标是什么呀？阿野瞄了一眼叶秋，害羞的低着头，支支吾吾的说不出个所以然来。突然，叶秋心领神会了，这家伙在惦记他，有种搬起石头砸了自己脚的感觉。呵呵，阿野哥不方便说就算了，当我没问。小秋，
我的奔头就是你。在没有遇到你之前，我的生活犹如一滩溪水，从不期待明天会发生什么。自从遇见你之后，我的心就不受控制了。每次见到你，它就砰砰直跳。知道你成亲了，我的心像针扎一样。看到你被欺负，我恨不得去拧爆他们的脑袋。知道你休了梁元泽那个畜生，我兴奋的一口气从村里跑到镇上，身上有使不完的劲。看见你昏迷不醒的样子，我恨不得以身相替。知道你不排斥我，愿意和我相处，我的心情真的无法用语言形容。我承认我贪心了。我本来想着，不管以什么身份，只要我能守在你身边，我就心满意足了。但这场突如其来的地动，这说翻脸就翻脸的天气，让我不想再沉默了。我想把我最真实的想法告诉你，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我想把握住今天，我想把我的心思说出来。你或许会讨厌我，会赶我走，没关系，遇到危险你别害怕，我会在你看不到的角落继续保护你的。叶秋愣在那里，本以为他会反感的，毕竟他没有再嫁之心，可现在他的内心竟还有点小窃喜。难道在不知不觉当中，他对阿野哥也有了别样的心思吗？即便上辈子伤得遍体鳞伤，重活一世，我到底还是个俗人。哪怕这辈子有自保的手段，还是贪恋上了阿野带给的安全感。上辈子看不透梁元泽的伪装，万一这辈子再眼瞎跳火坑呢？能重来一次已经是莫大的恩赐了，可不敢再奢求。叶秋突然眼睛一亮，对呀，上辈子手无缚鸡之力，被欺负，没有反击之力，但这辈子不同了，有30年功力，还练了无痕，还有目珠空间。阿野哥，你睁开眼睛看着我，我没有你看到的这么好，我心思阴暗，睚眦必报，心狠手辣，而且我杀过人，这样的我，阿野哥还喜欢吗？喜欢，非常非常的喜欢。小秋，其实我们是一类人，下次杀人这种脏活就别自己上手了，别误了你的眼睛，让我来。那我嫁过人，你也不介意？我可能不是清白之身了哦。我只恨我没有早点遇见你，好好保护你，让你一个人扛了这么多糟心事。小秋，可以给我个机会吗？笨蛋，我表现的还不明显吗？阿野反应过来，冲过来抱起叶秋，兴奋的在屋里转着圈圈。哈哈哈，我有媳妇了，我有媳妇了。怎么还哭上了？呜，我这是高兴的。媳妇你别嫌弃我，我平时一般不哭的。刚刚叫我什么？媳妇儿，你都接受我了，那就是我媳妇了。要是等成婚以后再叫媳妇儿，那我得少叫多少声呀？我亏死了。那既然都叫媳妇了，那你是不是归我管了？必须是。既然归我管了，那就要听我的话，不能欺骗我、背叛我。有什么事说出来，咱们商量。从现在开始到我们婚姻作废，不许沾惹别的女人，被迫的也不行。如果你控制不住自己，我就休了你。我不仅要休了你，我还要把你的祸根割了。听媳妇的，必须听媳妇的。媳妇让我往东，我绝对不往西。至于招惹其他女人，这个媳妇你大可以把心放在肚子里。我的心很小，只装得下你。而且媳妇儿，你是不是忘了，我走在路上都能给小孩止哭，哪个不要命的姑娘敢主动靠近我，就算有哪个不长眼的靠近我，我保证一脚踢开。心意相通之后，两个人有说不完的话，但总有不长眼的人来破坏气氛。啪啪啪的拍门声响起。媳妇儿，外面雨还大得很，你别出去，我去看看。阿野打开门，门外乌泱泱的站着一群人，众人各自打着自己的小算盘。叶秋的房子是刚盖的，造很结实，暂时是个不错的。叶秋那个贱人，果然和你这个野种勾搭在一起。贱！梁元泽话还没说完，就被阿野一脚踹翻在地上。开口闭口贱人，老子看这世上就没有比你更贱的人。嘴巴不想要，老子可以帮你割了。说着，掏出一把匕首，一步一步走向梁元泽。你这个粗鄙的香眼汉子，你以为东晋的律法是你家的？你今天要敢动我夫君一下，我定叫你后悔莫及。阿野蹲在梁元泽身边，干净利落的把匕首插进了梁元泽的右手掌。今天只是给你一个警告，收起你那些肮脏的心思，要不然下次插的就是脖子。梁家人刚想张口辱骂，阿野眼神一一扫过去，让欺软怕硬的梁家人屁都不敢放一个。都给我听着，不管你们心里打着什么小九九，但这里不是你们该来的地方，别给我搞那一套。你弱你惨就有理，就不要脸赖上来。如果有不怕死的，大可以来试试。毕竟现在整个镇江府地带都很混乱，意外死几个人很正常，县老爷也没心思去管，你们说是不是？哼，你也只是吓吓这些没见识的乡野贱民，你以为你是谁呀？连当今圣上都不可能说杀人就杀人，有本事你杀一个试试。秋月丝毫不知道，他一句乡野贱民把在场的所有人都得罪了。阿野手起刀落。啊，贱种，你竟敢伤我的脸！其他人看阿野是真的敢动手，已经陆续离开了。自己搭一个避雨的地方虽然辛苦，但总比没命强啊！阿野吹了个口哨，小白和小黑高大的身躯出现在梁家人面前。如果你们叫了2声，他们还不走的话，他们就是你俩今晚的晚餐。说完直接回院子。小白和小黑叫了一声，就扑向梁家人，见他们真的要下口，吓得屁滚尿流的赶紧跑。外面的动静叶秋也听到了，他没出去，既然接受了阿野，就支持他的一切做法。媳妇，
他们都被我赶走了。我知道这样做看起来铁石心肠，但这个头不能开。这场地洞基本毁了大家所有的根基，短时间内不可能恢复。只要咱们收留一次人，立马下一波就上来了。人心难测，这里面不缺好人，但别有用心的肯定不少。出力不讨好的事，咱们不干。在这样毁天灭地的灾难面前，咱们能保全自己已经不易了。我不想沾染麻烦。媳妇儿，你放心，我绝对不会让你吃苦受累的，不会让你有任何闪失的。未来如何不好说，但我也有自保能力，你不要有太大的压力。我既然接受了你，就做好了和你同甘共苦的准备。你我都是孤身一人，现在我们在一起，我希望我们能并肩前行，而不是把所有的生存压力都压在你身上。我也需要成长，如果以后的生存条件越来越艰难，多我一份力量，咱们也多一份自保的能力。我都听你的。外边雨这么大，你今晚是回不去了，去把南边的屋子收拾收拾，你今晚就住那。明天咱们再把地窖里的东西清理一下，要不然土豆红薯该泡坏了。村民合力搭了一个暂时避雨的地方，个个打着冷战，脸色发白，有的眼神麻木。老天还要不要人活了？我可怜的儿子啊，马上就要有媳妇儿了，老天爷不开眼了，让我儿子在睡梦当中就被房梁砸开了脑花。娘啊，儿子不孝啊，儿子救不了你啊！贼老天，你还我媳妇，我媳妇马上就要生了，我还没来得及看我儿子一眼呢。我家只剩我一人了，我爹我娘我妹妹弟弟都没了。一时棚子里的哭声更大。梁家人去叶秋内占不成便宜，又狼狈的回到家就地取材，搭了一个角落出来避雨。不是他们不想和村民们一起，而是被赶走的。不仅有之前的恩怨，还有秋月脱口而出的贱名。都说一日夫妻百日恩，原以为叶秋闹归闹，但对四弟起码是不一样的。没想到，别给我提那个贱人，我现在这样不就是拜他所赐吗？我总算想明白了，叶秋怎么会有那么刁钻的身手，有胆子做出那么离谱的事情，原来是这样啊！别阴阳怪气的，想到什么就是。叶秋肯定早就和那个贱种勾搭在一起了，他那刁钻的身手肯定就是那个贱种教的。他休了四弟，还敢在青山村生活，就是那贱种给他撑腰，要不然就凭叶秋那身段，那些官府光棍能放过这个机会吗？这么久也没听到什么，肯定就是那贱种背后做的手脚。叶秋这个贱人太可恨了，把家里弄得鸡飞狗跳，伤男伤残的残，四弟的名声毁了，还要走了咱家的地，和奸夫在咱家的地盘上恩恩爱爱过日子，简直欺人太甚。好了，多留点力气吧，咱们被村里孤立，只有自己团结起来，才能谋求一条活路。在我们还没能力报仇之前，就暂且把仇恨放下，但并不是让你们忘了仇恨，敢算计咱们家，这笔债肯定要千倍百倍的讨回来。灾难只是一时的，只要咱们还有命在，一切都有可能。老四，秋月丫头是个好的，不要被仇恨蒙蔽了心智，等熬过了这个坎，好好过日子。我知道秋月才是我的妻子，她很好，我不会让她受委屈的。如今不仅壮志未酬，龙困浅滩，一身抱负无法施展，却还要对一个破邪视若珍宝，老天可真是不公啊！爹娘夫君，你们一片赤诚之心，哪里比得过那个贱人的算计？不过现在不是报仇的时候，咱们得想想往后的生计，还有夫君读书的事，地洞带来的破坏，一时半会肯定恢复不了。我还在将军府的时候，就听说北方今年基本颗粒无收，大批的灾民正向南方涌来。我和小姐从京城到镇江府一路上，也遇到过少量灾民，只怕以后的日子会越来越艰难。我是这样想的，我家小姐现在肯定还在县城，二少爷肯定也还在，他们不管是留在县城还是回京，身边都会有大批的护卫，安全上起码有保障。反正咱们什么都没有了，不如出发去县城，想办法投奔小姐，如果能跟他们一起回京就好了，那样夫君以后就更容易了。好好好，为父就知道你是个好的，就都听老四媳妇。这3天3夜的雨，到处洪水爆发，秋月的计划暂时也无法进行。短短的几天时间，已经到不得不吃草根充饥的地步了。梁云飞冒雨去挖草根，摔了一跤，小铲了。你个不争气的东西，把自己作践成这个样子，你满意了？梁家人说着说着，听到梁云飞痴痴地笑了起来。孽女，你还有脸笑？祖宗的脸都被你丢尽了。呵呵，论起丢脸，我在你们面前就是个小弟，祖宗的棺材板要是盖不住了，找的第一个就是你。为老不尊，光天化日之下和儿子的女人有染，儿子新婚夜去听墙角，这样令人不齿的事情你都做得出来，你有什么资格说我？梁父气得老脸通红，胸口起起伏伏，指着梁元飞，一句话说不出来。元飞，娘，我现在落到这般下场，已经遭到报应了，但你一点都没有错嘛。如果不是你们太贪心，想抓住叶秋这棵摇钱树，
又不想放弃村长之女，我们家至于落得人财两空吗？如果不是四哥和宋莹儿在叶秋新婚中卿卿我，藕断丝连，叶秋就不会离开，我们就不会受伤，我们家也不会被除族，我的名声也不会尽毁，连被人羞辱了都不敢声张，还要被陶兰花威胁，用身体去和那些肮脏的畜生交易。是你们把我逼上绝路的，你们哪来的脸指责我？你们才是导致这一切的恶魔！哈哈哈！我现在很理解叶秋的做法了，不跳出这个肮脏的坑，不甩掉这些肮脏的人，日子怎么可能过得好？只可惜我没有他的勇气，也没有他的底气，只能继续在这肮脏之地腐烂。梁母恶狠狠地看向陶兰花，如果是平时，陶兰花对这个婆婆可能还有2分忌惮，但你现在就是只纸老虎，不要用这种眼神来恶心我。如果不是他天性浪荡，我又哪来的把柄威胁他去做交易？你不是一直都看不起我夫君的亲娘是个妾吗？觉得我夫君低贱吗？把我们一家子当牛马使唤吗？那你的亲生骨肉连个妾都不算，比青楼女子还下贱，这就是你泯灭良心暗害我亲婆婆，不把我们当人看的报应。陶兰花反应很快，孩子他爹和梁元飞怎么说也是同一个爹的兄妹，他威胁梁元飞去做下贱的勾当，保不准他男人会怪他，但亲婆婆的死和不被待见是他男人心底抹不去的伤痛，他这样做有什么错呢？他只是替自己的亲婆婆和这些年来的不公待遇出口气罢了。果然如他所料，他男人没有怪他，梁元飞两个亲哥要动手打他。梁元展把陶兰花护在身后说：母债女偿天经地义，两位想清楚，别忘了现在是什么时候。如果搞内讧的话，那大家都别活了，反正我们光脚都不怕穿鞋的。老大老三坐下，难道你们要把这唯一的庇护所掀了才甘心吗？本来就强弩之末的梁母硬生生的被气得晕倒了。家门不幸，家门不幸啊！过去的事，我希望到此为止。现在咱们需要的是团结一致，把这个坎迈过去。梁元则脸蛋潮红，眼神迷离，整个人置身事外，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无法自拔。他也在幻想着，如果他一心一意的对叶秋，那现在住在暖和的房子里，吃着暖和的食物，和家人花前月下的，是不是就是他了？我这是嫁了个什么人家呀？怎么感觉像个巨大的火坑？不行，不管怎么说都要劝夫君甩掉这些包袱，简直太膈应人了。县城临时搭建的床上，邢老太君时不时的咳嗽几声，云嬷嬷帮老太君顺气。我没事，你也歇会儿吧。老奴没事，倒是主子您可要想开心，好好保重身体。活到我这个岁数啊，多活一天都是赚到的，只是可惜了那些在灾难当中丧生的青年孩童。哎，天灾无情啊，不知道又有多少家庭分崩离析，家破人亡，阴阳两隔了。小姐，门口风大，您的风寒还没好呢，万可不再着凉了。竹韵，你说我们还能活着回到京城吗？小姐，困境只是一时的，好在大少爷还没有及时去边关，有大少爷护着。小姐，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吧，况且不是还有秦二少爷吗？大少爷和秦二少爷一文一武，都是各行的佼佼者，难道还不能克服这小小的洪灾？倒是小姐，你要放宽心思，好好把身体养好。哥哥和荣宇的本事自然是远超同辈中人，但在这样无情的灾害面前，恐怕也……嗨嗨，小姐，快进去躺一会儿吧，您又开始咳嗽了。无碍，景春他们出去了这么久，怎么也不见回来？现在已是渐小了，大家缩在棚子里忍饥挨饿了几天，怕是都坐不住，都出去找食物了。小姐不必担心，贺香是个稳重的，有他看着，景春他们找到食物便会回来的。秦荣瑜带着衙役巡视，尽量安抚大家，不引起暴乱。纪灵浩这几天看着不断的有人洗去，却束手无策。表哥，以前是我狭隘了，如果这次有命活着走出去，我知道该怎么做了。走吧，先回去，你的毒还没有完全解，可不能在火上浇油了。我刚才好像看到誉王的贴身护卫了，不知道誉王在不在此，也不知道秦二货之前有没有收到消息。他这个县令现在都已经够焦头烂额的，要是那位再出点事，往后怎么样还真难说了。被两人担忧着的秦二货，刚好和誉王来了个偶遇。誉王公子，您偶然路过此地，秦二少爷不必惊讶。誉公子，在下有些问题向您请教，不知道您方不方便？随我来吧。秦荣瑜跟着誉王到了他的临时住所。下官秦荣宇拜见誉王。情势所逼，不用守这些繁文缛节。多谢王爷。你不用拘谨，把我当成一个普通的百姓就行。灾难发生后，你的一系列措施都很及时到位，有你做着县令，确实是这方百姓的福气。都是下官该做的。两人又聊了一会，秦荣瑜便起身告辞了。刚走出棚子，又遇到了萧密，客套几句后分开。福原县可真是块风水宝地，能聚集这么多贵人。京城，皇上得知国师醒了，急匆匆的就赶到国师府。哈哈哈，太好了，国师你终于醒了，你这一睡就是这么多年，醒来可有哪里不适？
近1年恐怕东晋日子不好过吧。北方颗粒无收，南方接连发生旱灾、蝗灾、地动、洪灾，邻国也蠢蠢欲动，东晋是腹背受敌啊。你继位到现在20年，我替你扫除身边的障碍，就是给你时间做好足够的准备，积攒足够的力量，应对接下来变数。我不惜违背天命，逆天改命，保你东晋皇族的延续，更是在昏睡之前就给你预示太平盛世后面的变数。现在看来，本做的决定可能错了，不应该逆天改命，应顺命而为。皇帝冷汗淋漓，很后悔没有重视国师的预言。国师大人，朕知道你能力超群，可否？给你20年的时间做准备，你都无可奈何。如今覆灭之象已现，我也无能为力了，一切顺命而为吧。皇帝还想再争取，他相信国师有能力改变，但国师没有给他说话的机会，挥了挥手，他就出现在门外。再抬头，大门已经紧闭了。青山村雨停了，山洪退了，梁家人也不准备修葺屋子，全家出发去县城投靠萧元。这一路走得也不顺利，本就伤残的梁母终于到了强弩之末，不甘地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如今咱们活人都过得艰难，更别说带上个死人了。哎，老大、老三、老四，你们就近找个合适的地挖坑，老大家的、老三家的，元妃帮你们俩整理一下仪容，尽快把人埋了吧，咱们还要赶路。秋月坐在一边，事不关己。虽然他一路都有人背着，但断腿的地方胀痛的厉害。他是真没想到去县城会这么难，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到，也不知道县城的时候小姐有没有离开。等他们到城门口，眼前的景象让他们目瞪口呆。城门口的空地全部被灾民挤满，他们没有贸然进城，而是找人打听县城的状况。大哥，你们是哪里人啊？来这多久了？前面那是怎么了？死人的吧，没什么大惊小怪的，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轮到自个了，哪来的不重要，来了多久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块地可能就是咱们最终的归属，熬着吧，这口气指不定什么时候就上不来了。梁元泽还没搞清楚状况，男人就开始剧烈咳嗽，眼睁睁地看着他就倒在面前。梁元泽突然有种不妙的感觉，心里慌得不行。我看这周围的山上虽然破坏的比较严重，但是草根树皮这些还能挖到的，为什么大家甘愿这样坐着也不去找东西吃呢？还用问吗？你好好看看这些人，困扰他们的不仅是饿，还有病。你听听这大大小小的咳嗽声，喘气儿都费劲，有些……这一发现让秋月心都提起来了，该不会是瘟疫吧？梁家人脸色齐齐一变，快速离开了人群。贼老天，还让不让人活了？我早该想到了的。地龙翻身，接连暴雨，现在又暴晒，这种情况下一般都会出现疫病的。马后炮，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你不是很擅长医理吗？你倒是说说，我们现在该怎么预防？总不能等死吧？要不是你说你家小姐会收留你，我们也不会千辛万苦的跑到县城来送喜。在青山村怎么说都比现在过得好，还不用担心染上这一病。你不是说你家小姐在县城吗？你有办法进城吗？你问我，我问谁去？鬼知道路上会耽搁这么长时间，我家小姐千金之躯，怎么可能会留下来冒险？说不定他们早就离开县城了，要不是这群小崽子拖后腿，我们早就到县城了。用得着像现在这样担惊受怕，不知前路吗？贱人，我已经忍你很久了，拖后腿的是这些孩子吗？是你这个断腿的贱人，我女儿走不动，我都没有背她，反而背着你，没想到背出来一个白眼狼。你有什么可牛气的？你家小姐就算是公主，你也只是个下人，看把你能的，还真把自己当金枝玉叶了。我算是看出来了，你在你家小姐眼里屁都不是。如果真的对你有2分看重，不可能远远的把你嫁了。而且梁元泽是什么货色，你家小姐稍稍打听就知道。如果对你有几分看重，怎么可能草草的就把你打发？你拿着鸡毛当令箭，把我们耍得团团转。不可能，不可能，给我闭嘴！他能不知道小姐不看重他吗？要不然婚事也不可能从夏莲换成他。他一直都不愿意承认，一直告诉自己这桩婚事是他赚了。他这样的身份能嫁个读书人已经是高价了。大家看着秋月崩溃的表情，连一丁点的希望也破灭了。贱人，你这是要害死我们全家啊！青山村，叶秋和阿野将家里的存粮整理了一遍。阿野没想到媳妇居然巧密的囤了这么多粮食，难怪让他敞开了肚皮吃。媳妇儿，待会吃过了早饭，我去把山里的肉搬回来。现在天气放晴了，估计大家都要去山里找吃食了。他们饿狠了，什么事都干得出来。要是被人摘了桃子，我不得心疼死。有多少呀？具体不清楚，1800斤肯定是有的。这么多呀？那拿来家里也放不下呀。没事的，我在堂屋角落里搭个床就行。我把我住的那间屋子腾出来放东西。阿野一个人来来回回跑了2天，才把山上的所有东西全部搬到叶秋家里来。看着塞得满满当当的屋子，叶秋嘴角抽了抽，看着角落里的2个坛子，这里面是什么？媳妇儿，你看看就知道了。叶秋狐疑地打开坛子，眼里充满惊讶，居然是满满当当的一整坛银子。
打开另一个坛子，竟然是满满的金元宝。难怪阿野说他不缺银子，这一点不是谦虚，还真是实话。这么多金银，还有那一屋子的肉，真没看出来，这家伙身价不菲啊！你怕不是去打劫了吧？要不然怎么这一坛金元宝都是一样大小？不是打劫得来的，都是我卖猎物和山参的。银子是银色的，金子是金色的。我觉得金色比银色看起来喜庆，我把银子凑到一定的整数，就拿去钱庄换金元宝。那个坛子装满之后，我也懒得换了，卖猎物的银子也就随手扔在这个坛子里，不知不觉它就满了。对了，媳妇，这里还有一包袱，都是些碎银和铜板，你一起收。打猎这么赚钱的吗？对于我来说不难，但对于一般的猎户来说，那是拿命在拼。一般的野鸡野兔我都不会拿去卖，那个值不了几个钱。大型猎物可值钱了，一对熊掌就值好几百两，一张完整的虎皮都能卖上100两。你送给我的那张白虎皮呢？这几天都忙忘了，是不是糟蹋了？没有，我已经揉制出来了，再放些日子天气冷了，媳妇拿来做件披风，又好看又暖和。听说那些有钱人家喜欢用貂皮来做围脖，改天我去给媳妇列2只，保证这个冬天让你一点都冷不到。还有2张野牛皮，之前在县城看到有人拿牛皮做靴子，还在里面垫了兔毛，看着就很暖和。等稳定下来了，我找人给你做。好呀，咱们也过一把有钱人的瘾，身披虎皮披风，颈上围着貂毛围脖，脚穿牛皮靴子，光想想就觉得很过瘾，哈哈哈。不过不可以去冒险，能打就打，不能打也不要强求。牛皮靴子我会做，就不用找人做了，我得空了，咱们一人做1双，这些银子我就收起来了，反正你人都注定是我的了，你的银子早晚也是我的，我就提前行使妻子的权利，把他们收起来了。阿野笑得可开心了，他就喜欢媳妇这个霸道样，媳妇的占有欲越强，他越有安全感。媳妇这么好，肯定要风风光光嫁给我才行，等挺过了这个劲，就风光大办婚事。现在的环境条件太委屈媳妇了。在叶秋看来，这样相互陪伴、相濡以沫的日子，他很喜欢。虽然上辈子那些黑暗的经历没有给他留下太大的阴影，但他对那档子事终究还是提不起兴趣来。抱着顺其自然、水到渠成的想法，秋月本就有伤在身，很快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求助的看向梁元泽。一直都是骗我的，对吗？你根本就不受你家小姐重视，是吗？我们历尽千辛万苦来了这个地方，你根本就没有丝毫的把握能让你家小姐收留我们，对吧？秋月被问得哑口无言。小姐落水醒来，发卖了原本一大半的丫鬟，她也是刚调到小姐身边不久。夫君，我……梁元泽闭上眼睛，秋月眼里的光灭了，他又被人抛弃了，也不知哪来的力气，一个翻身把唐曼苗压在身下。关键时刻，秋月被梁老大一脚踢，哈哈哈哈！让我贱人，你们才是彻头彻尾的贱人，活该被戏耍！就你们这样的癞蛤蟆，还妄想吃天鹅肉，还想出人头地，你们配吗？都给我消停点！都什么时候了，还在内讧？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道理不懂吗？我们现在是一条绳上的蚂蚱，谁又比谁高贵到哪去？事情到了这一步，相互埋怨有什么用？现在问题是要怎么活下去？难道你们都想洗在路边？秋月，既然你擅长医理，那你可知道有什么草药可以预防疫症？您还真是看得起我，我要是医术超群，至于沦落到现在这下场吗？你以为疫病就是流点鼻涕、打个喷嚏这么简单吗？如果疫病这么好治，这么好预防，还会死这么多人啊？但凡有点脑子也问不出这么白痴的问题。说话给我注意点，不然别怪老子做事不留情面。秋月冷呲一声，把头扭向一边摆烂。爹，我们还是回村吧。为了不染上疫病，众人只能灰溜溜的回去。秦荣瑜看了密信，脸上总算有了放松之色。他们这位爱惜羽毛的天子，终于支棱起来了。自从皇帝被国师送客之后，回去痛定思痛，决定改变命运。从肃清朝堂开始，不管是宗亲、朝廷重臣，还是皇子，只要证据确凿，绝不姑息。宫中带头节俭，捐钱捐物，后宫嫔妃接力效仿，朝中大臣、清流世家、皇商富户都紧随其后，一时间国库都快撑爆了。这天晚上，皇上正在批改奏折，国师突然出现在御书房。国师怎么来了？可是有什么指示？皇上能做出这一番举措，看来是醒悟了。本座便再助你一臂之力，虽不能再用秘法改国运，但本座会即刻前往其他3国，稳住当前局面。能不能把握住机会，保住东晋国，就看你自己的了。说完，便消失在御书房。小丫头，本座用尽大半修为逆转时空，虽给了你重新来过的机会，但也让这方世界有了漏洞，意识之魂入住，不知是福是祸。你命途多舛，希望那一抹小世界能保你平安。本座只盼你一生喜乐，了结这段不该有的孽缘。青山村，叶秋和阿野过着平淡简单的日子，院里一幅岁月静好的画面。突如其来的拍门声打破了这温馨的一幕。干嘛？别误会，别误会，我们是来感谢叶姑娘的。我们的病都好的差不多了，也没有继续传言。多谢叶姑娘教我们防治的方法，
和给我们的腰包，要不然我们可能都去阎王殿报道了。不来给叶姑娘道声谢，我们心里过意不去，可我们也拿不出什么东西来感谢，只能来给叶姑娘磕几个头。大家乡里乡亲的住着，而且你们年岁都比我大，虽然我出手帮了大家，但也用不着给我磕头。现在大家生活都不易，过好你们的日子就行，都回去吧。我喜欢清清静静的过日子。媳妇儿，你救的这些人当中，有不少曾经都说过你坏话。你有离开此地的想法吗？媳妇在哪我在这里生活还算安稳，我还没有离开的想法。但是疫病不等同于其他小病症，甚至比洪灾、旱灾、地龙翻身这些自然灾害还严重。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我们想在这里生活，是想活得好，不是苟延残喘。现在青山村与外间隔离，把村里的疫情控制住，暂时就是安全的。而我又刚好有办法，在我有能力把控的范围内，为啥要眼睁睁地看着环境变坏呢？我不是想救他们，只是不想打破我现在的生活状态。两人虽然还未成亲，但阿爷已经提前变成妻奴了。媳妇说什么就是什么，反正媳妇说的就是对的。媳妇儿，你有修理乾坤这个本事，可千万别在外人面前暴露。虽然我拼了命都会保护你，但我怕有顾及不到的时候，往后万一别人察觉到什么，你就往我身上推。叶秋心里一咯噔，瞬间就恐慌起来，甚至看向阿爷的眼神都带上了戒备。媳妇儿，你别担心，我不会害你，我也不会惦记你的东西。这世上高人千千万，我只是怕你一不小心把秘密暴露在外人面前，才会提醒你。你是我媳妇，我只会拼了命的保护你，别害怕我，别防备我，别离开我，好不好？叶秋心里很乱，吃过一辈子的亏，他不会再轻易相信人，接受阿爷的心意，确实是贪慕那份温暖与陪伴。如果阿爷有一天背叛他，他不会像上辈子那样被动，他有后退的底气。可现在他最大的底气居然早已暴露在他眼前，阿爷此刻万分后悔。媳妇儿，我可以对天发誓，对你真的没有半点坏心，哪怕我自己被千刀万剐，我也不会做出伤害你的事情。你相阿爷，我暂且可以相信你现在对我没有坏心思，但最善变的就是人心，最看不透的也是人心。事情超乎了我的掌控，我要么退缩，要么毁灭。你知道了我最大的秘密，理智告诉我，最正确的做法就是把你灭口。但是从情感上来说，我做不到，但我们的相处模式也回不到从前的模样了。媳妇，我不要。如果你要和我划清界限，那还不如现在拿把刀把我杀了。我现在确实舍不得杀你，但是如果事情没在我掌控之中，我对你会关闭心房，相处起来自然会产生隔阂。想要我全心全意的信任你，那你的命就得交在我手里，你愿意吗？只要媳妇还愿意要我，我都愿意。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叶秋假装从袖里掏出来一粒药丸，还没说话，阿爷就快速的把药吃了。我都还没说，你就吃了，你就不怕这是穿肠毒药？媳妇给的，穿肠毒药我也吃。叶秋笑了笑，又从衣袖里拿出来一粒，放进自己嘴里。好了，这不是毒药，这是莲心骨。媳妇儿，莲心骨是什么东西？对你身体有害吗？莲心骨就是让两颗心能够天然的亲近，中蛊的两人，一人情绪波动大时，另一人会产生心灵感应。我吃的是母骨，你吃的是子骨。母骨对子骨有召唤催动之能，骨沉睡的时候会分泌一种对身体极其有益的液体，有美容养颜、强身健骨之效。但是如果子骨的素体背叛了母骨的素体，在母骨的催动下，子骨会爆体，产生致命毒素，素体半个时辰之内就会肠穿肚烂而亡，死相相当凄惨。而母骨的寄宿者半点事都没有。阿爷不仅没有怕，反而很高兴，这就说明他和媳妇不仅有感情上的牵连，还有那个什么骨的牵绊，媳妇不会轻易就不要他了。媳妇儿，你太优秀了，我感觉我拍马都追不上你了。你就不好奇怎么会拥有袖里乾坤，还知道骨吗？不好奇，媳妇愿意说我就听，媳妇不说我也不会问。也没什么不可说的，这是我师父给我的，我会的本事也是他教给我的。媳妇儿，你还有师傅呀？师傅他老人家好相处吗？他老人家一般不会出现，你担心的问题完全不存在。我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我没学识，没见识，面容丑陋。媳妇你就不同了，不仅长得好看，还有学问，有见识。我明白我们之间的差距有多大，但我还是存了这份妄想。我唯一拿得出手的就是我的真诚和对你的这份真心。我这不是担心他老人家看不上我，阻止我们在一起吗？我看中的就是你的真诚，别的我也不在乎。我有点好奇，你是啥时候发现我袖里乾坤的？看你一点都不惊讶的样子，难道你知道别人也有？媳妇儿，啥叫我一点也不惊讶呀？我看到你凭空拿出东西的时候，我震惊的差点背过气去。好在我以前路过茶馆的时候，听说舒先生讲过那些大能的袖里乾坤，要不然我都以为你是仙女下凡了。在我没有晕过去之前，你是不是监视我？媳妇儿，那不是监视，那是保护。你不知道你一个人住在这里，有多少人打你的主意。叶秋总算找到原因了，别说她一个28年华的女子，
就是半老徐娘的寡妇单独居住，恐怕都会招来不少豺狼，看来都被这家伙背地里收拾了。对了，阿野哥，青山村通往外界，除了被堵的主干道，还有别的近道可抄吗？有倒是有，就是山路非常崎岖，之前就不好走，现在地龙翻身之后，估计更难走了。你要去哪里啊？我想去县城看看我干娘，咱们村里都爆发了瘟疫，外面也肯定不会太平。之前我去了也无能为力，就没什么计划。但现在既然我配出来的药对瘟疫有效，那我想去看看我干娘。那媳妇，你打算什么时候出发？我好做些准备。明天一早出发吧，我把家里的东西全部收起来，有小黑和小白看着家，应该出不了什么事。你不用做什么准备，吃都用的我都有。本来还想带上小白的宅子，可阿野当他的空间是袖里乾坤，只是个储物的地方，并不知道里面可以养活物。虽然有连心骨，阿野做不出背叛他的事情，但他还是不想把自己暴露的彻彻。媳妇儿，我们要穿过森林内围，肯定会遇到不少猎物，你那里还存得下吗？咱们可以多存一点，天天这么暴晒下去，后面指不定还会出什么事，生存只会越来越艰难。趁这次咱们多存点肉，就算以后买不到粮食了，咱们也有肉吃。存起来，你就不担心坏掉？说书先生不是说袖里乾坤是仙家宝贝，那肯定不会坏，难道不是这样吗？我被说书先生骗了。嗨嗨，说书先生说的是真的，我只是考你，看你还知道些什么。叶秋从空间里拿出来一柄长剑，就连阿野这个不识货的都知道是个好宝贝，眼睛亮得像灯笼。你送给我虎皮做披风，还给我准备了貂毛围脖，来而不往非礼也，这个是我送给你的，喜欢吗？喜欢，谢谢媳妇。第二天，两人一起进入森林，岂不知山里长大的阿野这次也会迷路。苍云山里，两人被困在一个地下迷宫，他们兜兜转转10来天了，还在原地。这到底什么破地方啊？我在这山里长大的，我都不知道还有这么个鬼地方。原来他们追一只看起来很有灵性的红狐狸，没想到掉到了这鬼地方。这地方四通八达的很大，两人在里面摸索了10天，机关触发了不少，但就是没有找到出口。如果不是爱担心着干娘，其实和媳妇在哪都一样。叶秋想到干娘，心里多了几分焦急，气急败坏的一脚踢在桌子腿上。突然，两人直直往下掉。等站稳后，眼前的景象看得叶秋目瞪口呆。媳妇啊，我眼睛没花吧？我怎么看到一屋子的金元宝了？还有墙上那个会发光的是什么东西啊？要不是掐自己还能感觉到疼，叶秋都以为自己在做梦，一眼望不到边的屋子，堆成山的金元宝。叶秋把山一样的金元宝收了，没想到后面全是堆积起来的箱子。打开箱子，是一箱画卷，这可是山水画鼻祖的真迹啊！不就是画了座山，山上有座亭子吗？不就一个水帘吗？天上还有几只鸟，而且这纸还这么硬，擦屁股都硌得慌。藏东西的人是不是脑袋进水了？金元宝堆在地上，这些没用的东西居然还用箱子装着。对于我们这些低层老百姓来说，确实没有什么比真金白银握在手里更踏实的。但在那些文学大儒、清流世家看来，精神上的丰富远大身体上的满足。有的文人雅客缩衣节食，可能仅仅就为了买一幅画卷。我看就是吃饱了撑的，饿他们10天半月的。看看一幅画和一碗红烧肉放在一起，他们会选择谁？叶秋也没有和他争辩，将箱子统统收起来了。本来以为这已经是最后一批了，没想到这藏东西的人就跟玩套娃似的，一层套一层，收到最后，叶秋都麻木了。现在他敢拍着胸脯说，他绝对比当今皇上更富裕了。在红狐狸的带领下，叶秋地宫里的东西，包括粮食，全部一扫而空了，最后竟然塞不下了。红狐狸转头看着叶秋，仿佛说：“跟我走。”阿野哥，你说他是不是要带咱们出去呀？应该是吧。阿野哥，那咱们跟着他走吧。好，媳妇儿，墙上这些发光的球，咱不要吗？这要是以后在咱们屋里放一个，都不用点灯了，走夜路也不用火把了。不要了，咱们收起来的就有这种发光的球。红狐狸看两人没有去撬那些发光的夜明珠，露出了一点满意的神色。如果这俩人真的去撬那些夜明珠，那他俩谁都走不出去。那可不仅仅是简单的夜明珠，而是布置阵法用的。一旦启动，整个地宫瞬间坍塌。两人狼狈地出了地宫。媳妇，你怎么样？没事没事，我一点都没摔着，我颤抖是因为我激动。我们发财了。阿野去洗漱，叶秋看着红狐狸，他算是明白了，就是这小家伙引他去地宫了，带着他们一路收了那么多宝，再带着他们出地宫，又亲手毁了地宫。突然，红狐狸原本一条大尾巴变成了9条。红狐狸看叶秋盯着他的尾巴看，9条尾巴又拧成了一股。阿野回来就看到他媳妇和红狐狸大眼瞪小眼。怎么了，媳妇？叶秋转头看到阿野，果然是人靠衣装，这么一打扮，人还是那个人，但颜值和气质已经是质的飞跃了，就是脸上那道狰狞的伤疤。阿野哥，如果我能除掉你脸上的疤，你愿意吗？真的吗？我当然愿意啊。好，那等咱们从县城回来，我们就开始治疗。我们走吧，已经耽搁了不少时间了。媳妇儿，看来这小东西是想跟咱们离开。
虽然不知道他为什么亲近咱们，但相遇也是种缘分，带他一起走吧。好，听媳妇的，给他取个名字吧。这么漂亮又有灵性，尾巴散开的时候像一条条红绸在空中飞舞，以后就叫你红领了。县城，自从秦荣瑜收到了京城的密信，便城门大开。为了保证处在县城的几尊大佛的安全，就把萧密兄妹俩、玉玉还有太师的孙子嫉妒不安排住进景家大宅，也给穿越女萧元创造了见男主的机会。二哥，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誉王在县城？难怪你神出鬼没的，常常几天见不着人。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我还是不是你最爱的妹妹呢？这个冒牌货，顶着和妹妹一样的脸，在誉王面前那副谄媚的样，太丢人了。他顶替妹妹的原因是接近誉王，是敌国奸细，还是其他皇子的暗棋？妹妹又会在哪儿呢？妹妹，你胡思乱想什么？从小到大，二哥有骗过你吗？你太伤我心了。萧密话还没说完，就一阵撕心裂肺的咳。萧元默默地往后退了几步。这样啊，是我错怪二哥了。你好好休息，我先回去了。说完拔腿往外跑。叶秋和阿野到了县城，叶秋发现这辈子和上辈子相差太大了。他的重生带来了一系列的蝴蝶效应。上辈子景晨宇毒发而亡，秦荣瑜和景明婉送景晨宇的棺木回京了。新县令上任没2天，地龙翻身之时，人就没了。福原县群龙无首，被第一批赶来的灾民霸占了，对后面来的灾民进行驱赶，加上边境战乱，内忧外患之下，才导致了后来人吃人的局面。来到景府，叶秋，快到我祖母身边去，你一定会给祖母带来好运的，她会没事的。我媳妇现在可不是你家下人，你没资格命令她。景小姐，命格之事，谁说的准？与其相信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倒不如实在些。我今天是为我干娘而来，但景府也是我长大的地方，我有能力帮助，我自不会袖手旁观。他们这才发现了叶秋的变化，没有之前的小心翼翼。我们村里也发生了瘟疫，但幸得我师父出手，大家都相安无事了。你师父在哪里？我师父在哪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有办法控制一切。叶秋冲到旁边厢房，干娘躺在木板床上，要不是胸口还有微微起伏，他都以为干娘去了。干娘能在死前见你一面，无遗憾了。叶秋从怀里拿出一颗药丸，刚要喂给干娘，景明婉着急地说：叶秋，先救我祖母。叶秋无视他，把药丸递到干娘嘴边。云嬷嬷，我祖母待你不薄，你要眼睁睁地看着她死吗？阿野背着大包袱，阻挡那些碍眼的东西。干娘，这是女儿给你的，不是景府的东西。云嬷嬷在老太君身旁伺候了一辈子，懂得察言观色，她明白女儿的意思，不想寒了女儿的心，张开嘴将药丸吃下。叶秋，我祖母可是皇上亲封的老太君，年轻的时候为国上阵杀敌，她的命还抵不过一个奴婢吗？你能耐，你咋不自己去救你祖母呢？自己屁本事没有，有什么资格在这指手画脚？我媳妇又不欠你的，愿意救那是情分，不愿意就是本分。麻烦这位眼瞎的小姐搞清楚状况，现在是你们求我媳妇，求人就要拿出求人的姿态，还从没见过吃屎吃的这么理直气壮。叶姑娘，这位壮士，我代我妹妹向你们道歉，我妹妹也是救人心切。叶姑娘在景府长大，她也知道我妹妹和祖母的情分有多深，情急之下一时口不择言，还请叶姑娘不要见怪，但也请这位壮士说话注意言辞，我妹妹毕竟是姑娘家。你妹妹是姑娘家，我媳妇就不是了，就准她指责我媳妇，还不许别人说她。你们又比我们高贵到哪里去？你们的命还要靠我媳妇救呢，这碗都还没放下呢，就开始骂娘了。而且不是所有错误都能一句对不起摆平的。人群中的萧密倒觉得叶秋的做法没错，谁不是先救自己亲近之人？反倒是这个名声不错的景大小姐，真的是让她刮目相看。虽然没有我说话的立场，但我既然知道自己没有说话的立场，那就闭嘴。没看我媳妇正忙着吗？在这找什么存在感呢？你放肆！燕子，闭嘴！你们这群有身份的人，可真让我长见识了。觉得以你们的身份地位，我和我媳妇就应该恭敬地奉上手中良药，然后再哈头巴脑的等着你们施舍般的赏赐是吗？哈，大白天的做啥美梦呢？你们血统高贵，地位超然，关我媳妇屁事？我媳妇又没有受你们恩惠，反倒是你们有求于人，不知道这脑袋里装了多少水，命还在人家手里捏着呢，哪来的优越感？叶秋心里默默地给阿爷比了个大拇指，这些自持身份高贵的人，可不就是这么想的吗？又当又立，表现的那叫一个淋漓尽致。景大小姐，将心比心，你救你祖母心切，我也是如此。你私心理想，率先救你祖母，同样我也有私心，恰好这个主导权在我手里，而我又不欠你景大小姐，也不欠众位，所以你们无权干涉我的决。景大小姐，你太心急了，我既然来了，就不会置景老太君于不顾，反倒是你的理所当然和强取豪夺的做法，耽搁了救治你祖母的时间。之前哪怕叶秋有个不错的命格，他在叶秋面前依然有优越感，可现在让他觉得他才是那个卑微的蝼蚁，但考虑到祖母，也不得不低头说软话。我关心则乱，
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我向叶姑娘道歉，求你看在我祖母年事已高，还要忍着非人的折磨的份上，救救她。众人来到老太君的房间，叶秋拿出一颗药丸喂在了老太君嘴里。这是固本培元，激发身体生机的药，能控制病情继续恶化。老太君身体虚弱，不能下猛药。听说你是神医，你要是不信，可以自己研究研究。叶秋取下阿野身上的大包袱，掏出了一张方子给纪灵浩。这是我师父写的药方，上面的药材都在这个包袱里，分量有限，经不起浪费。你要是信，就赶紧熬了；要是不信，就当我什么都没说。纪灵浩接过药方，越看眼里的光越亮，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多谢叶姑娘救命之恩。你还算有点良心，不像有的人，眉毛下头的2个窟窿是拿来喘气的，明明长着一张嘴，但感觉像茅厕。疫症的可怕在传染性强，随着时间的推移，还会生出不同的病症出来。即便大家同时感染，病症也可能不同，避免交叉感染。所有人要间隔一定距离，吃的用的穿的，最好用沸水煮过后使用。发病源可能就是那些没有及时焚烧的尸体，老鼠、苍蝇等虫类吃了腐尸，它们四处逃窜，病源会带到各个角落。该说的我都说了，在场诸位，随便一个人都能一呼百应，能不能多挽回一些生命，就看个位了。叶秋走后，萧元茅塞顿开，这不就是现代防疫的流程吗？这白捡的功劳居然让别人领先了。景晨宇找来秦荣瑜，把叶秋说的话复述给他听。现在县城的状况，一屁股摔下去都能压倒2个，没那个条件单独安置。照叶姑娘的说法，如果不分开治了也白治，说不定前脚刚好，后脚又给传染上了。城内的地方不够，可以往城外扩建呀。现在最不缺的就是劳动力，多少给一丢丢的好处，大把的人抢着干。比如积极干活的人可以优先喝药治疗。几天后，众人吃了药，身体恢复了大半，疫病也得到了控制，一切都往好的方向发展。叶秋成了整个镇江府的名人，皇上听说后传书给誉王，让他无论如何留住这个人才。叶姑娘，之前多有误会，是我伤了你的心，看在咱们曾主仆一场的份上，你不待见我，我也不怪你。不过你这爱宠倒是很少见，这火红色的毛发看着很喜庆，不知可否割爱，需要多少银两，你说数就行。景大小姐说笑了，没有人会因为一个不重要的人伤心。至于红绫，那我问景大小姐一个问题，我看中了你哥哥的能力，不知需要多少银两才能割爱，你尽管开价。叶姑娘，我好言与你商量，可你太过分了，你怎么能拿我哥哥和一个畜生相提并论？我打个比方，景大小姐这么生气干嘛？我只是想告诉景大小姐，你哥哥在你心里无价，那红绫在我这里也是无价的。你不会拿你哥做买卖，我又怎会拿他做买卖？萧密和誉王听到他们的对话，宠妹妹要用自己的能力去宠，而不是慷他人之慨来宠。这景晨宇纵容妹妹做强取豪夺之事，也难怪叶姑娘会拿他和小狐狸相比较，也确实活该。媳妇儿，我回来了。阿野看这么多人在院子里，媳妇儿，他们是不是又欺负你了？叶秋还没说话，红绫就委屈地发出呜呜的声音，简直就像受气小媳妇向夫君告状。景明婉见状，更想要红绫了。乖哈，我给你找了好多吃的，等我护完媳妇再给你弄。阿野哥，我没事儿，你先带红绫去吃东西，估计饿狠了，肚子都瘪瘪的了。陆兄，你就放心的去喂这小家伙吧，看把他委屈的都想张口说人话了。叶姑娘是萧某的恩人，必不会让他在萧某眼皮底下受委屈的。叶秋再三说没事之后，阿野才带着小家伙去吃东西。叶姑娘，我师门有一种药膏，可以淡化疤痕。我看陆兄脸上的疤年份不浅了，伤口不平整，面积还大，可能没把握完全去除。坚持使用，应该不会这么明显了。我虽然配不出来，但我可以回去向我师父讨要。多谢你的好意，我师父已经着手准备帮我师兄祛疤了。等师父下次出现的时候，师兄脸上的疤就有。萧元跑到誉王身边撒娇道：殿下，你怎么这么不省心呢？身体才刚刚恢复一点，就这么不爱惜自己，你不知道有人会担心吗？你再出点什么状况，让人家……萧小姐，请你自重，本王的身体如何，自有人操心，不劳萧小姐费心。你拒绝我，你已经有心上人了吗？你说有人操心，是不是叶秋那个贱人？他一个朝三暮四的破鞋，怎么配得到你的喜欢？他除了脸长得好看以外，身子都烂透了，都知道背多少男人。萧元话还没说完，就结结实实挨了2巴掌。当众现身求爱都做得出来，论剑谁比得过你？你自甘下贱，拉扯本姑娘算什么事？本姑娘怎样，你管不着。你当宝的人，本姑娘看不上，别什么脏的臭的都往我身上整。萧元的举动让众人震惊，但叶秋带来的冲击更大。没想到在叶秋眼里，誉王成脏的臭的，最郁闷的还是誉王。萧元已经够让他烦的了，现在还背上脏的臭的名声，还被嫌弃了。管好你妹妹，再有下次，休怪我不顾长辈间的情分。萧密黑着脸提着萧元走了。
景明晚虽然不知道叶秋哪来的底气得罪皇室，但看着他作死，心里还是挺高兴的。过了10天，云嬷嬷和老太君已经彻底恢复了，叶秋打算回青山村了。干娘，你想跟我走吗？想的话，我有办法让老太君答应放你离开，我会把你当亲娘一样照顾，给你养老送终。傻孩子，你要有心，有空的时候多回来看看干娘，干娘就很高兴了。小秋和之前的夫家可还有牵扯？我连他们如今是死是活都不知道。我可能知道他在哪。我得到信，客院那边的萧小姐前日带回来几个狼狈的人，就是你之前的夫家，不知道他们怎么搭上萧小姐了。但你之前把他们折腾得不轻，如今仗着萧小姐的事，可能会生出别的心思，你要多加防范。干娘，你放心吧，我有自保之力的，况且还有师兄，他不会让别人欺负我的。你师父给你定的这个未婚夫确实不错，这男人啊，容颜不重要，主要看他对你的心。干娘看阿也是个好的，成亲的时候可别忘了干娘。和云嬷嬷聊了一会儿，就去和老太君辞行。一众人随后也到达老太君住的院子。时日不早了，老太君有客人，我就不打扰了。叶姑娘，虽然疫症控制住了，但难民堆积，外面依旧不太平，况且好多路都毁了，你回去恐怕也走得不容易，不如多留些日子。他收到老爷子的密信，让他务必从叶秋嘴里套出他师父的信息。其实大家都希望叶秋留下，并不是看中叶秋，而是看中他的师父喂给云嬷嬷和老太君的那种药丸，让他们抓心挠肝。多谢大人的好意，不是我不知好歹不听意见，而是我师兄在山野之间奔跑惯了，为了保护我，把自己闷在宅子里，把他憋坏了。如今大家已经痊愈，就没有留下的必要了。叶秋，我看是你想回去会情郎了吧？还没脸没皮的，说的这么冠冕堂皇，我都替你臊得慌。你胡说八道些什么？赶紧向叶姑娘道歉，然后滚回你的屋子去。你恼羞成怒干什么？我的话说到你痛处了，别以为我没看见。你总看着这件人发呆，现在觉得自己眼瞎，喜欢个风流浪荡货，心里不好受了。你不许我说，我偏要说，我要让你们大家都看清楚这个女人的真面目，免得你们眼瞎，把一个破烂货当宝。萧小姐，请注意你的言辞，你母亲是公主，父亲是将军，可别犯糊涂，辜负了公主的教导，辱没了将军戎马半生的威名。我吃你家大米，还是撬你家祖坟了？还是本姑娘上辈子做了什么缺德事，报应在你这疯狗上，逮着本姑娘咬。开口见人，闭口破烂货，看你这么驾轻就熟，莫不是青楼妓子投身？大胆，你个贱妇！本小姐的父亲是护国大将军，母亲是先帝最宠爱的公主，谁给你的胆子侮辱本小姐？来人，把这贱妇给我拖下去打死！也不知道你的公主娘和你那将军爹上辈子造了什么孽，这辈子生出这么个玩意儿，他们舍不得教训你。今天本姑娘替天行道，让你知道什么叫祸从嘴出。众人只觉得眼前一花，就听到了啪啪啪的巴掌声和杀猪般的嚎叫声。我和你本无冤无仇，奈何你像条疯狗，逮着谁咬不好，非得咬着本姑娘不放。怎么，你是觉得在场的所有人就本姑娘出身低，活该忍气吞声，做你找存在感的出气筒吗？就应该像条哈巴狗一样，巴结讨好你，彰显你地位尊贵吗？萧蜜黑着脸走过来，想替妹报仇，那便出。叶姑娘误会了，她确实是活该被打，就算你不出手，我也会好好教训她的。二哥，你如此里外不分，被狐狸精迷了眼。还有王爷，你也好好看看吸引你视线的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暗一，把人带进来。很快，暗一带着梁元泽一家子进来了，把头抬起来。叶秋，这群人你不陌生吧？这当中可是有你丈夫呢。有屁赶紧放，本姑娘还急着赶路呢。你是怕了吧？你不是自以为漂亮不可一世吗？把这些身份不凡的人都迷得神魂颠倒吗？现在想跑，晚了，我就要撕下你这张虚伪的脸，让他们看看有多瞎。口口声声说别人眼瞎，我看最瞎的就是你。你娘好歹混成了先帝最宠爱的公主，你爹好歹也是战场上杀伐果决的将军，明明是好主，偏偏出了你这个歹笋，真是造孽。死到临头了还嘴硬，梁元泽，你来说。各位贵人，我叫梁元泽，是一名童生，是叶秋的夫君，但我家庙小，留不下叶秋这尊大佛。在我养病期间，他便和我们村里名声臭不可闻的猎户勾搭在一起。为保护他自己的名声和摆脱有夫之妇的身份，他在家里作天作地，把我梁家弄得家破人亡。即便后来脱离了梁家，仍不放过我们。求各位大人为小民做主，还我梁家一个公道，让如此胡作非为之人绳之于法。你可有亲眼看见他们苟且？看见了，我们全家都看见了。明明是个破烂货，还把自己弄得冰清玉洁。现在人证在前，你百口莫辩了。叶秋，你要是大声说你是贱货，那我就放过你，不然就把你绑了沉塘。此刻，众人看叶秋的眼神都变了。云嬷嬷看到老太君那意味不明的眼神，心都提起来了。她跟在老太君身边这么多年，
他自然知道老太君最恨什么。主子，小秋不是这样的人，他是奴婢亲自教出来的，是奴婢看着长大的，他不可能做那种无耻之事。您知道的，小秋之前过得有多苦，那个泼皮无赖简直是信口雌黄，他们一家子骗小秋入了火坑。你先起来，一面之词还没有定论，你着急什么？云嬷嬷失望了，就一面之词，老太君就动摇了。小秋可是他们祖孙3人的救命恩人啊！秦大人，你身为父母官，难道要明目张胆地包庇此恶妇吗？王爷，您身为皇子，难道要因为一己之私对此视而不见吗？还有景世子、一品将军，应该不会徇私吧？纪小少爷，你爷爷是太师，当得起皇上的老师，一定德高望重。你身为他的孙子，不至于连东晋的律法都不清楚吧？景大小姐，听闻你的母亲当年可是京城品貌才能居家的4德女子之一，想必你定不会让大家失望。纪小神医，我眼睛没有瞎，也不是忘恩负义之辈，不用萧小姐费心。还有萧小姐这手未免伸得太长了，就不怕被人剁了爪子吗？我纪某人还真不知道什么时候世风日下到这种程度，一个闺阁小姐居然管起了外男房中之事，萧小姐真是让纪某大开眼界。小神医不了解情况，最好不要瞎说，不知道毁人名声如杀人父母吗？要不是人证物证都有，且梁元泽对我有相助之恩，我也是不想看各位被蒙蔽双眼，才做这种出力不讨好的事。萧元向外面喊了一声，阿二带着梁老爷子进来。这是青山村知道实情的村民，他说的话想必没有偏颇了吧？我可以作证，梁元泽说的都是实情。这下你无话可说了吧？我要让世人看看，他们眼中崇拜的就是神医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今天你是跑不掉的。我为什么要跑？我堂堂正正的来，自然要堂堂正正的走。叶秋看了一圈屋里的人，唯有干娘急红了眼睛。突然，叶秋拉起萧元的手，一把扯下他的衣袖。萧小姐自己都不洁身自爱，又哪来的脸怀疑别人的贞洁？你个贱人，竟敢当众毁我衣物！按1，按2，给我杀了他！叶秋在2个皇家暗卫的双面夹击下，依旧游刃有余。阿野看到有人欺负他媳妇儿，立马加入了战斗，很快就把2个暗卫打得毫无招架之力。咔咔咔几声，阿野直接卸掉2人的4肢。萧小姐恼羞成怒，想灭口吗？在座的各位可都看到你双臂洁白光滑，代表女子贞洁的手工纱消失不见了。难道你想灭了大家的口吗？是你对我做了什么？萧小姐，大庭广众之下，我能对你做什么？而且我对没颜没品的女人也没兴趣。萧小姐倒打一耙，也要看清楚性别啊。不过你这高门贵女让我长见识了，自己都不贞不洁，贼喊捉贼的游戏倒是玩得挺溜。叶姑娘嘴下留情，关乎女子清白，眼见不一定为真，请你。萧密及时出口打断叶秋，这冒牌货顶的是他妹妹的名头，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是吧？你都知道女子清白关乎性命，那你妹妹满嘴喷粪的时候，你有给她关掉闸门吗？请将军告诉我，如果眼见都不能为真，那什么是真？听几个宵小之辈编个故事就为真？还是你们这些名门望族认为是非黑白的真相，就凭你们上下2片嘴皮子一碰，看谁家地位更高，谁高谁有理？老百姓的命就是蝼蚁是吗？那东晋还要律法干什么？还要养军队干什么？好吃好喝供着你们这些嘴皮子就行了。敌国来犯，上下嘴皮子一碰就能击退千军万马，何必让那么多东晋子民马革裹尸呢？萧密一时竟无言以对。秦大人，就如萧小姐所说，你作为父母官，不可能连东晋律法都不清楚。这失德失贞失节的女子，按律法是不是该沉她？是有这么一条，叶姑娘与其两败俱伤，倒不如和气生财。你们大人办案一向都如此公正廉明吗？那你想怎么样？既然大人不问真相，潦草断案，那就弄明白吧。本来你们和我无亲无故，我无需向你们证明什么，但脏水泼在我身上，恶心到我了。既然你们选择眼瞎，那耳朵总能听见吧？你自称神医，想必也知道女子是不是完璧之身，把脉即可知。麻烦了，叶姑娘是完璧之身。纪灵浩又给萧元把脉，萧小姐并非完璧之身，不可能，肯定是你和叶秋那贱人勾搭在一起了，故意诬陷我。萧小姐倒是一如既往的没让人失望，本公子不屑做那种肮脏之事，你不信可以找其他大夫来，但你不能侮辱我的衣品。萧元慌了，如果她背上不洁的名头，那以后还怎么做皇后？她是穿越女，是天选之女，必定是未来的国母，名声不能坏了。你肯定是庸医，我要找别的大夫。好热闹，都在聊什么呢？燕丞相，正是本官突然冒房，叨扰老太君了。一番客套之后，燕丞相问道：本官还没进院子，就听见争吵，发生了何事？秦荣宇简单叙述了事情的经过。事关女子清白，也关乎性命，确实该弄清楚。王爷觉得呢？为了避嫌，本王不便参与，丞相做主即可。此事也很简单，既然萧小姐对一个大夫的话存疑，那就多叫几个吧。刚好本官带了2名御医。2个御医把脉之后，说出的结果和纪灵浩一样。萧元像被抽走精气神一样，
颓废地坐在地上。叶秋看了一眼缩在角落的梁家人，哼，梁元泽，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偏行，那我今天就彻底断了你的青云梦。民女斗胆问燕丞相一个问题，不知作假证，污蔑他人者，该当何罪？轻者杖打100，重者发配或斩。如今民女即是完璧之身，那作假证污蔑民女不贞不洁、与人苟且的证人，是不是该罚？该罚。话音刚落，梁家人立马哭声求饶。本官很好奇，他们和你有什么仇？大人感兴趣，那民女就说说吧。可能是因为民女是东晋朝开天辟地修夫的第一人。知道叶秋和梁元泽关系的，都以为他是被休或者是和离，但万万没想到是修夫。为何要做出这么离经叛道的事情？因为不想要一个父子俩人共用一个女人的夫君，我嫌他恶心。此话怎讲？梁元泽为了心上人，守身如玉，我本想成全他们，但和梁元泽共处一室多日的宋莹儿，在大庭广众之下和梁元泽的亲爹交合在一起，心上人变成了亲爹的小妾，两人又藕断丝连，做出有悖论常之事，我看得恶心，简直枉读圣贤书。心灰意冷之下，选择当断则断，便休夫了。你倒是个有勇气敢做敢当的女子，今天这个主，本官给你做了。不过如今是多事之秋，正是用人之际，为了这种品行恶劣的人，浪费人去开押，不值当。做伪证就打100大板，取消科举资格。至于萧小姐，便由他亲哥带回京，交给护国将军处置吧。梁家人被拖走，是生是死，叶秋都不在乎了。至于萧元，一个高门贵女，背上不贞洁的名头，恐怕日子也不好过吧。大家都在，那想请在座各位把治疗议政的诊费付了吧。借此机会，大家都在，请在座各位除了丞相，把治疗费付了吧。毕竟我家住在山旮旯，出来一趟不容易，各位身份尊贵，也不缺我这3瓜2枣，肯定也不会不给的。燕丞相憋着笑，难怪国师出发前让他来会会这丫头，说有意外之喜。这不他堂堂丞相向皇上讨了南巡的差事，刚好赶上热闹。是我们疏忽了，不知道叶姑娘要价几何。我不敢评估各位贵人的命值多少钱，你们给多少我都接受，哪怕一个铜板我也接受。毕竟这不是一个铜板的价值，而是各位贵人对自己生命的估价。此话一出，大家一脸尴尬，给也不是，不给也不是。最关键的是，经历多番劫难，根本拿不出来大量的银钱。誉王拿出随身玉佩，不怕叶姑娘笑话，本王现在1两银子都拿不出来，但相救之恩不能不还。这玉佩是本王出生的时候父皇赏的，从未离过身，如今抵给叶姑娘。拿着此玉佩，叶姑娘可要求本王为你办3件事，只要不是伤天害理、伤君伤国之事，本王会竭尽全力办到。这个承诺可否抵了这诊费？自是可以的。3件事办完之后，我会把玉佩归还。我也没有夺人所爱的癖好。有誉王开头，大家也各自掏出自己的信物，都承诺办3件事。叶秋手里拿着老太君的信物说：老太君，我干娘年事已高，经此一难，身体大不如前，我想让她安享晚年。我不要求老太君为我办3件事，就用此信物换我干娘自由。叶姑娘，本官在府城也染上了一症，多亏叶姑娘的药方，本官也欠你一份账，这个你收着。本官也承诺为你办3件事情。叶姑娘，本王一个长辈被病痛折磨多年，久治不愈，可否引荐一下令师？有什么要求尽管提，本王能做的绝不含糊。不是我不想成全王爷的孝心，而是我实在不知道师父的行踪，都是师父找的我。但既然王爷说了，下次我见到师父的时候会像他说的，至于师父出不出手，就不是我能决定的了。那叶姑娘可否告知令师名讳？具体叫啥我不知道，但他有个道号虚无道人，我师父的行踪我确实帮不上忙。各位神通广大，说不定能找到，时候不早了。到死了。出了警府，被梁望熙几个孩子拦住。呜呜呜呜！看在我们叫过你小婶的份上，你就帮帮我们吧。我们留在这里会被那些难民生吞活剥的，我不想死。小婶，求求你救救我们！闭嘴！你们的小婶不是正陪着你们小叔挨板子吗？在这瞎叫什么？确实挺可怜的，要不是萧小姐仗着自己是公主之女，亲爹是将军，行事张扬跋扈，未婚就失了清白，怕事情暴露，让你们父母做假证，倒打一耙给献出疫病方子的叶秋泼脏水，你们也不会这么惨。好在丞相大人公正廉明，查明真相，还了叶秋清白，就打你们父母100大板。但他们万一扛不住，两脚一蹬，那你们就成锅了。这萧小姐不是造孽吗？好在你们小婶是萧小姐的丫鬟，又是她把你们父母推进深渊的，趁着萧小姐还在警府，赶紧找她要个说法，或者让她给你们补偿，要不然你们怎么活？我只能帮到这了，行不行？看你们自己了。说完就走了。这些难民做不了什么，但这是1传10，10传100，在难民堆里传开了，整个江南地区都知道了公主之女的壮举。他们带着云嬷嬷风餐露宿半个月，才到青山村的地界。天快黑了，咱们也不宜再赶路了，今晚就再委屈干娘1晚，明天就到家了。为了不让干娘起疑，叶秋趁夜回去提前准备。天亮后，他们回到家，云嬷嬷看到院里突然出现的狼时，两眼一翻晕过去了。
是我忘了叮嘱小黑和小白，也没有想起来给干娘提前说一下。叶秋掐了掐干娘的人中，云嬷嬷猛地睁开眼睛。不怕，干娘，小黑和小白不会咬人的，是我们把他们留下看家的。他们是和阿野哥一起长大的，很有灵性。他们就是看着比较吓人，其实很温顺的。3个人一起动手收拾家里。当云嬷嬷看到这个家的家底的时候，好一番惊讶。之前回叶家的时候吃了不少苦，基本都是饿着肚子，在梁家的时候过得也不顺心。从摆脱他们之后，我也不知道自己患上了什么毛病，只要手里有余钱就会各种买，看不到满屋子的东西，心里就不踏实。不过也是阴差阳错，让我在这灾年还能吃上一口饱饭。干娘，我偷偷的告诉你，你脚下踩的地方有个地窖，里面也是满满当当的。阿野哥在山里也藏了不少，所以女儿说给你养老，是真的想让你安享晚年，你不要有任何心理压力，该吃吃，该喝喝。转眼到了来年2月，地冻后的大旱持续好几个月了。自从回来，叶秋就开始给阿野祛疤，现在已经看不出痕迹了。皮肤经过改造之后，云嬷嬷总算是满意了。叶秋看着即将成为自己丈夫的男人，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这几个月对其他人来说可能是努力的想活着，但对这家3口来说是幸福的生活。就我们家小野这身手，做将军都绰绰有余了。将军有什么好的呀？远离故土家人，整天在战场上拼杀，浑身伤痕累累，一不小心就会丢命。就算侥幸活下来，能够撑到论功行赏，不还是要在那个充满阴谋算计的漩涡里挣扎吗？如果选择碌碌无为，要被别人挤压欺负，选择急流勇上，还要被上位者猜忌，过得提心吊胆，还不如咱们现在的日子逍遥呢。云嬷嬷也很赞同女儿说的，老太君的孙子不就是将军吗？不照样被人下毒，好不容易才拥有的家，我才不离开呢。将军不将军的我不感兴趣，我只想守着干娘和媳妇过日子。想到马上要和媳妇成亲了，阿野心里一阵火热，一阵敲门声打破了小院的宁静。我一向和你们井水不犯河水，你们这是做什么？呜，叶姑娘，我们全村就剩这些人了，我们实在是没有活路了，求求你们施舍我们一点吃的吧。叶姑娘，不是我们懒惰，是真的没活路了。林子外围已经干枯了，能吃的我们都糟了。之前大家结伴去过那围，但出来的不到1/3。不，叶姑娘，求你救救我们！你们日子不好过，我也好不到哪里去。在这样的环境下，大家都是一样的。就算我能帮你们一次，但我也没那个能力帮你们一次又一次。大家都在努力的活着，我只是一介普通人，又没有跟老天抗衡的能力，也在努力的适应这样的环境，找到生存的方式。今天我可以给你们一点吃的，但这是最后一次，因为我也无能为力了。大家不满意这样的结果，他们想要一个长期生存的机会。叶姑娘，你就算给我们一点吃的，我们也活不了多久。你家汉子打猎的本事了的，对地形又熟悉，可不可以让他陪我们进山去找吃的？不用天天都去，隔3差5就行。你们是不是还想着，只要阿野跟着你们去了森林，但凡你们其中谁出了事，剩下的就有借口赖上我家了是吗？你们这算盘珠子都快拍到我脸上了，人心不足蛇吞象。我好心的想给你们点吃的，没想到你们却想占我的家。心思被戳穿，大家也不尴尬，只是很遗憾，叶秋居然没上当。叶秋，你怎么就这么狠心呢？你天天吃香的喝辣的，你指缝里露一点出来都够我们这些人活命了。可是你这狼心狗肺的女人，心比石头还硬，你是不是就等着青山村的人都死绝了，你们一家好霸占青山村？你做梦，老娘做鬼都不会放过你。难怪梁元泽和亲爹的小妾勾搭都不要你，我要是梁元泽，我宁愿去上个乞丐，也不要你这种蛇蝎心肠的女人，你活该被完了又被抛弃。你神气什么？你以为你身边的这个男人对你死心塌地吗？哈哈哈，狗屁！谁愿意要一个破鞋？叶秋等着瞧，你一辈子都是被抛弃的命，生不出儿子，就算生出儿子也没屁眼。阿野要上去揍人，叶秋拉住了他。媳妇，你先放开我，他们着急下地狱，我现在就踹他们下去。笨蛋，死了才是最好的解脱。虽然现在杀几个人没什么，但没必要因为这种人脏了自己的手。贱命自有天收，除了逞口舌之快，看来你们也没别的招了。但你们说的话对我丁点影响都没有。我做什么事不需要向你们这些苟延残喘的人证明，风流浪荡也好，清高自洁也罢，只要本姑娘乐意，想怎么活就怎么活。你们不得不承认，我现在的生活是你们做梦都不敢想。我知道你们羡慕嫉妒，想据为己有，但是很可惜，你们那弱了吧唧的实力匹配不上那贪婪的心。你们心里巴不得我早点死，要让你们失望了。不过我祝福你们长命百岁，看我吃香喝辣，日子过得蒸蒸日上。阿野，让小黑小白出来送送这群贵客吧，实在不想走的让他们当点心科，反正青山村就这些人了，就算被小黑小白全吃了，也传不到外边去的。走吧，干娘，
我们该准备做饭了。刚才杀的兔子，咱们是要红烧呢，还是烤着吃？哎呀，算了，小孩子才做选择，我2个都要，一只红烧，一只烤着吃。红烧的配大米饭，烤兔子配点鸡汤吃。随着叶秋的话，响起的就是一阵阵吞咽口水的声音。叶秋弯了弯嘴角，看着他们上门，他都准备给他们一些吃食，可个个都当他是傻子，这就别怪他。时间一晃而过，明天就是叶秋和阿野成亲的日子，两人心里激动又期待。小秋、小野，今晚早点休息，明个早起，要不然就错过吉时了。想到明天开始要成为人父，说不忐忑是假的。突然，叶秋看见身后有人，还没出声，却被点了穴。这人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我一点都没察觉到。你别害怕，我不会伤害你。你把我家人怎么样了？他们只会好好睡一觉。说吧，突然出现在我家，有什么目的？本座是你亲爹。叶秋看着眼前的人，觉得自己幻听了。这人看着也就20多岁，怎么可能生出他这么大的闺女？开什么玩笑！如果硬要和我扯上点关系的话，当哥不是更合理吗？本座千真万确是你血缘上的亲父，这不是本座本来的面貌，只是幻化后的样子。18年前，本座身体出了点问题，被你娘趁虚而入，打断了修炼，导致血气逆行，陷入昏迷。你娘是护国将军萧牧阳的亲妹萧牧溪，她怕本座醒来追究，占了本座的便宜就跑了。对了，本座是东晋国的国师，至于今年多少岁，已经记不得了，叫什么也不记得了。你叫我国师或者爹都行。你觉得我信吗？这么会编故事，怎么不去茶楼呢？还不记得多少岁？你当自己是池塘里的王八？人家王八好歹姓王，你却编的姓都没了。我知道我打不过你，但你也不用这么消遣我吧。国师看着不信的叶秋，满脸郁闷，他双手鼓拍，眉心出现一滴血，咻的一下钻进叶秋眉心。闭上眼睛，什么都不要想，也不要反抗。一会后，叶秋睁开眼睛。本座不屑说谎，之前你总感觉焦虑烦躁，晚上噩梦连连，是因为你的神魂不稳，有本座这滴血，余生会无恙的。你什么时候知道我是你女儿的？昏迷之后醒来就知道了。那你什么时候醒来的？这一世还是上一世？你不用这么震惊，我知道你经历过什么。上一世本座在你娘逃走1个月之后醒来的，这一世本座回溯时空。哎，给你说了你也不明白，你暂且认为我刚醒来不久吧。上一世你醒来就知道我的存在，凭你的本事要找到我和我娘不难。你是因为我娘对你的冒犯才对我们不管不顾的吗？甚至觉得我是你的耻辱，以至于我经历那些非人的折磨，你都不管。上一世本座醒来，确实知道你的存在，也预见你和你娘的结局。如你所说，本座确实放任没管，造什么因就要接受什么样的果，这是本座的行事原则。但怎料本座竟产生了心魔，修为毫无进展，甚至有入魔的征兆，这才耗费半生修为，逆转时空，让你带着记忆重活一世，改变自己的命运，也了结心魔。你觉醒的那个小世界，是以前本座闲得无聊时随意炼制的，不知道随手丢到哪方世界，没想到兜兜转转又回到你身上，也算是你的机缘吧。叶秋没想到自己的重生竟有这样的由来，但不管今生活得再好，上辈子的伤痛依旧抹不去。怪这个男人吗？人家还是受害者，只放任不管，没有赶尽杀绝，就是最大的宽容了。你今晚突然出现告诉我这些，是想让我感谢你没有赶尽杀绝，还是感谢你费尽心思让我重生？本座要死了，来向你告别。叶秋震惊地看着他，要死了？怎么可能？这不好好的吗？逆转时空后，空间出现了裂缝，每个世界都有自身的规则，本座的修为要突破了，再留下去，这方世界会坍塌，所以本座必须离开，往后也不可能再出现，也就相当于死了。国师给了叶秋一个令牌，这是金羽令，是本座为你留下的护身符。金羽宗势力遍布四国，可号令江湖，亦可搅弄朝堂，掌控经济命脉，要怎么做？本座不干涉，你随心就好。上一世你的结束是命定的，这一世本座违背天道，逆天改命，就当这方世界是本座送你的玩具，想怎么玩皆可，你高兴就好。国师说完，手比划了几下，嘴里嫌弃地说：“实在太丑了，这样顺眼一点。”你什么时候离开？把外间那个丑男人送回西陵国就走。叶秋看着他，啥意思？不仅自己要走了，还要把即将成为她丈夫的男人也送走。你娘眼光不错，你的眼光太差了。那人又丑又没能力，也不知你看上他什么。人家不丑，是你眼光太高了。我看上他什么？你心里没数吗？他能给我一个家，我要是有个温馨的家，有爹娘陪伴，至于这么恨嫁吗？不对，被你带偏了。你把他送去西陵国干嘛呀？
本座虽然也不太想认你这个女儿，但终究是本座唯一的血脉，不是谁想娶都能娶的。外边那丑小子是西陵先皇后的长子，本座把他送回他老爹身边，如果不小心那被人灭了是他的命，如果有命活下来，那得拿出娶本座女儿的本事来。本座走之前已下令，不许金羽宗的任何势力帮助他，他得自己凭本事。至于你说的温馨的家，本座给不了你，但本座会留很多人陪你，你也可以去找你外祖父一家。好了，本座该走了。叶秋什么话都来不及说，国师就往外走，知道这边是永别，叶秋的眼泪流下来了。你走之前能抱抱我吗？国师转头看着泪流满面的人，回过身来抱了抱叶秋，叶秋再也控制不住，嚎啕大哭起来。叶秋就这么看着亲爹把要和他成亲的男人拎着消失了。突然落了一院子的黑衣人，属下金刚带领金羽卫男护卫队拜见主子。属下金陵带领金羽卫女护卫队拜见主子。有他亲爹的那一滴血在，这些人永远都不会背叛他。不得不说，这个只见一面的生父给他的这个礼物他喜欢极了。金陵、金刚，你们俩先留下，其他的暂时退下吧。是主子。这一晚，金陵和金刚给叶秋科普金羽宗的势力分布，叶秋这才知道，他说的号令江湖、搅弄朝堂、把握经济命脉都是真的。四国朝堂半数的重臣都出自金羽宗，武林盟主是金羽宗的一个护法，高手排行前20都是金羽宗的人，就连四海商盟都是金羽宗。你们知道西陵皇室的情况吗？现在的西陵皇拥有2任皇后，先皇后是西陵皇外家的表妹，和她是青梅竹马。先皇后育有2子1女，在怀小儿子期间，大儿子被人劫走，动胎气早产，难产而死，生下的孩子也体弱多病。先皇后诞下的公主膝下有2个孩子。现任皇后是当时的皇贵妃，育有2子1女，娘家实力雄厚，拥有西陵小半的兵权，目前还没有立太子。现任皇后的大儿子呼声是最高的。主子，先皇后的娘家虽然没有现任皇后的娘家势大，但也不是无能之辈，主子惦记着的人不会有危险。金刚没说的是，宗主说了，不能主动出手帮大皇子，但也要确保大皇子性命无忧。金陵、金刚，如你们所见，我现在只是一个普通人，你们个个都是能力非凡之辈，要让你们心悦诚服的认我这个主子，等着我的考验还很多，我要迅速成长。你们帮我找几个老师吧。主子，属下们从小经历魔鬼训练，心中就只有一个信念，就是效忠主子。您还没见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对您心悦诚服了。主子就是主子，属下们接受训练的那一刻就已经认可了您，您不需要接受任何考验。我自然是相信你们的忠心，但我闲着也是闲着，如果不方便找人，你们也可以教我，顺便给我说一些天下事。属下立刻传信，让4大长老来。第二天一早，云嬷嬷看着陌生的3个人，心里眼里都是猛的。干娘，你醒了。姑娘，你是谁？你们怎么会？干娘，你睡一觉起来，连女儿都不认识了。小秋，是我。云嬷嬷眨巴眼睛，怎么睡一觉起来，女儿就变成仙女了？哈哈哈，干娘，你不用怀疑，我就是叶秋，只是以前为了自身的安全，做了一些伪装。云嬷嬷看着大变样的叶秋，恐怕金枝玉叶的公主都没有她长得好看。那2位是谁呀？阿野呢？干娘，昨晚我师父来过，他把阿野哥带走了，送回到他亲生父母身边去了。这2位是我的师弟师妹，阿野哥离开的这段时间，他们会陪着我。云嬷嬷心里一痛，她女儿的命怎么就这么苦呢？乖女儿不难过，走就走了吧。3条腿的男人不好找，2条腿的遍地都是。我女儿这么优秀，何愁遇不到慧眼识珠、懂得珍惜的人？不难过，干娘会陪着你的。饿不饿？干娘去给你做你最喜欢吃的红烧狮子头、蜜汁鸡、麻辣烤兔。干娘这把老骨头馋久了，等会陪干娘喝2杯，好不好？干娘，你误会了，不是阿野哥主动离开的，等他知道真相，估计比你还猛。是师父觉得阿野哥还需要历练打磨，才能保护好我，所以阿野哥现在正接受考验呢。此刻的阿野更是一脸惶恐和懵逼，怎么一觉醒来就到西陵了？阿野使劲的在大腿上掐了一把，不疼，他果然是在做梦。哎呦，臭小子，你掐老子干什么？大哥，我可是个脆皮丸子，你这一掐皮都快掉了。阿野看着一左一右坐着的一老一少，哇的一下就哭出来了。媳妇你在哪呀？我被人劫持了。看着阿野哭得伤心，西陵皇心里感慨万千。婷儿，是父皇无能，没有保护好你和你母后，让你刚满1岁就被歹人劫持，让我们父子分离，你都没见到你母后最后一面。我明明在东晋，为什么一觉醒来就到了西陵？我媳妇呢？高人把你带来的，他临走之前说，他的血脉不是谁都能取的，让你沉淀下来，好好的努力上进，什么时候算个真正的男人了，你们自然会相见，到时候他女儿愿不愿意下嫁，都是他本人说了算。西陵皇感慨，这小子运气是真好，高人面前他都是伏低做小，
这小子竟惦记上人家女儿，还差点就成亲了。想到能和高人成为亲家，西陵皇心里一阵火热。婷儿，你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不断的历练打磨自己，才能征得老丈人同意，把媳妇娶进家门。你未来老丈人离开的时候说了，如果你实力达不到他的最低要求，你是离不开西陵的。大哥，在高人眼里你就是一块普通的石头，要不断的提升，才有机会把大嫂娶进门。对了，我是你亲弟弟宗正云轩，一个娘生的，你看我长得这么俊美不凡，你肯定也不差的。大哥，我看好你。你们怎么确定我是你们要找的人？一是你的长相和我有8分相似，二是你身上的胎记，三是我相信高人说的话。阿野看了一眼老头，是挺面熟的，不过胎记他怎么不知道？大哥，你的胎记在一个有点尴尬又意想不到的地方，父皇已经确认了。说完小声给阿野讲那个意想不到的地方。所以你们扒我裤头了，我不清白了，我媳妇都还没扒过呢。嗨，不要在意这些细节。随后便将西陵国目前的处境告诉阿野。等等，你是西陵皇，你既然是皇帝，那我离开西陵国应该很容易吧？不得不告诉你个残酷的事实，咱们如今的处境很不妙。我虽然是皇帝，但由于你皇爷爷糊涂，你老爹我努力了半辈子都没有把皇权全部收回来，要不然也不会护不住你和你母后。还有，就算我允许你出西陵，你的实力没有达到高人的最低要求，你也走不出西陵。时间一晃4年过去，无极崖上，一女子站在那里。金陵过来，主子，这是灵岩花的晨露。不知不觉又是一年灵岩花开的日子。叶秋来了金羽宗才知道，这是他爹亲手种下，1年只开一次，花期1天，全株都是宝，最珍贵的还是花露，一片花海也就能收集一盏茶那么多。灵岩花露可强筋健骨，提升内力，美容养颜，使人看上去更加清丽莹透，还会自带异香。主子，如今四海升平，您要不要下山去走走？金陵很骄傲，如今四海升平都归功他家主子。金羽宗的名字响彻4国，在东晋打响第一炮。这4年间，叶秋一刻都没闲，除了不断提升外，也把空间的财富和金羽宗势力运用到极致，成功掌控了东晋国90%经济，把那些灾难中幸存品性不错的孩子集中起来，给金羽宗培养出一批新的血液，渗透4国各个角落。主子，凭你现在的实力，就算想同时收纳4国国君，那都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能不能别为一个外伯子树放弃整片森林？叶秋一口喝完杯中的灵岩花露。走吧，咱们也该出去走走了。东晋护国将军府，萧元哭着跑进母亲的院子。呜呜，娘，二嫂又挤兑我，你要给我做主啊！玉莹公主听到这哭声，就一个头2个大，嫌弃的表情尽显。想到那生死未卜、毫无音信的亲女儿，心脏就像被一只大手捏住一样。但即便再厌恶，也不得不应付这个冒牌货。你可是我亲娘呀，你可一定要分清谁才是你亲生的，可不能胳膊肘往外滚。看看这整个皇城，婆婆健在，哪个当儿媳妇的敢明目张胆的欺负小姑子？娘，你可是公主，你可不能让一个外人爬到你头上。小姑子真的是让我刮目相看，这恶人先告状的戏码真的就玩不腻吗？能不能换个新招？儿媳给母亲请安。坐吧，你们这是又因为什么？娘，后天不是要去参加太后娘当寿辰吗？我找二嫂借个簪子，她居然侮辱我。母亲，小姑子说的那个簪子是夫君送给我的，给小姑子戴像什么样子？何况我也没胡编乱造，不管簪子借不借，小姑子都没有资格参加宫宴。一个婚前失贞、名声尽毁、嫁不出去的老姑娘，有什么资格去参加宫宴？何况当今皇上可是下旨，不允许萧元踏进皇宫半步的。你作为嫂子，本就应该爱护弟妹，有教导之责。可是你呢？你刚才说的那些话，是作为一个嫂子该说的吗？去佛堂跪着，好好反省反省。要是意识不到自己错哪儿了，那太后的寿辰你也没必要去了。早知道是这么个结果，向玉莹公主行了一个礼，便径直向佛堂去了。行了，你自己什么情况不清楚吗？要做到什么时候就不能消停点，非得把脸凑上去给人扇吗？回你的院子去，好好反省自己的行为。萧元气得不行，明明她才是气运女神，可现在却过得这么窝囊，原本熟知的剧情也崩了，根本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都是叶秋那个贱人。自从遇到他，自己就一路倒霉。总有一天，我要把这些人踩在脚底下。天香楼，叶秋边吃边看向人来人往的街道，突然，叶秋踏窗而出，本应该丧生在马蹄之下的孩童已经被救下。惊扰了本世子，见。看到叶秋时愣住了，她玉女无数，但从没见到这么灵透貌美的女子。轻薄的话还没说出口，就被宫女一脚踹飞。眼镜不想要，我替老天收了。一声惨叫响起，刚才还盛气凌人的男子狼狈地躺在地上，围观的人倒吸一口凉气。姑娘，你们闯大祸了，快走吧，有多远走多远。此人是瑞亲王独子，等官差来了，你们就跑不掉了。金陵，把他丢回瑞亲王府，告诉瑞亲王，
此人冒犯到我了，割瞎双眼，只是小小的惩戒，下次再冒犯到我手里，必收他小命。是，主子。叶秋在一个小摊前看到了一个小玩意儿。姑娘好眼光，这可是高人制作的，是我的镇摊之宝。看姑娘喜欢的紧，那我就10两银子忍痛割爱吧。姑娘可别觉得贵，正所谓千金难买心头好。娘亲，娘亲，那个狗狗好可爱，叶儿想要。叶秋转眸看去，没想到还是老熟人。好，想要那就买。老板有些为难了，东西还在另一个姑娘手里呢。姑娘，抱歉，我家小子实在喜欢的紧，不知可否割爱？我们愿意出2倍的价钱。巧了，我也喜欢的紧，爱莫能助了。小屁孩一看喜欢的东西被人买走了，嚎啕大哭，引来了不少围观的人。景明晚茶言茶语的说了一些引误会的。云轩，这场闹剧你怎么看？这还怎么看？典型的后来者想居上呗。你不觉得眼熟？张姐，你啥意思？你不觉得那眼里含着嫉妒，嘴上说着酸言酸语，引人误会的话，这样的举动很像你府里的李侧妃吗？放在旁人身上，你能看得出是想后来者居上，怎么到你自个儿身上就眼瞎了呢？不是，一雪那么柔弱，我柔弱呵，说你眼瞎都是抬举你了。大哥，你大弟可是发现了什么？大哥，你不会是对那女子一见钟情，移情别恋了吧？话还没说完，宗正云亭一阵风似的跑出去了。看到叶秋的那一刹那，曾经的阿野就确认了，这是他媳妇儿。他们整整分别了4年3个月零28天。阿野红着眼睛，媳妇儿，阿野哥，好久不见。阿野再也绷不住，上前把叶秋抱在怀里，早已泪流满面。叶秋对他那个只见过一面的亲爹也是真服气。阿野出不了西陵，他也进不去西陵。他通过属下的传信知道阿野经历重重考验，变得强大，并闯过了他亲爹设下的998难。踏出了西陵国土那一刻，便第一时间到处寻找媳妇的下落。4年多的时间，阿野整个人脱胎换骨，由当初的一把钝刀变成了如今锋芒外露的利刃。就连西陵皇都很佩服这个失而复得的儿子，人家仅用4年的时间干了他半辈子都没完成的事儿。媳妇儿，宗正云初和宗正云轩追过来，看到阿野抱着美貌无双的姑娘，哭得像个孩子，确认了这就是他们找的人。真是不检点，在大街上搂搂抱抱，成何体统？这样没底线的人，难怪连小孩子看中的东西都抢。你娘给你装了个脑袋，不是给你做摆设的。既然耳聋眼瞎，这张嘴也没必要留了。说完，金陵就出现在他面前，抬脚一踹，正要割舍头。金陵，先停手！嘴贱之人固然可恨，但煽风点火之人才是罪魁祸首。你说是不是那景大小姐？哦，现在应该叫秦二夫人。景明晚心里一惊，这是什么人？对他那么熟悉，今天这不会是对他设的局吧？姑娘，抱歉，这个木雕我们不要了，也请姑娘高抬贵手，放过那个无辜的人吧。毕竟他也是别人的儿子，别人的夫君，别人的爹，一个家庭的顶梁柱。姑娘毁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家庭。我看你这额头上都能跑马车了，哪来的疯狗脸怎么这么大？强盗没做成，倒在这装起好人了。人家真金白银买的木雕，人家主人都还没发话呢，你个煽风点火的疯狗，反而在这抖起威风了。一个孩子小年纪就这么胡搅蛮缠，原来是得了你真传。抢东西的是你，抢不到就胡编乱造，现在又来称好人，这又当又立的样子，真让人恶心。你现在像一只山鸡，吸引异性的注意，让眼盲心瞎的男人替你出头。你这么缺男人，你夫君知道吗？看来秦大人太忙了，让景大小姐都感到寂寞了，居然都跑到街上来卖弄了。既然如此，那我就好人做到底，送几个人给秦大人，好让景大小姐不这么寂寞，免得天天跑到街上来抢人家东西。说完又看着人群，我都不知道你们操的哪门子心，人还在温饱线上挣扎，却操心起高门大院的事儿。鼻子上面的2个窟窿是用来观是非的，不是用来喘气的。既然耳聋眼瞎，那就最好做个哑巴，免得什么时候项上人头给人当了尿壶都不知道。金陵手起刀落，随着一声惨叫，血肉模糊的东西滚落在地上，围观群众吓得落荒而逃。景明晚脸色一白，被割舌头这个人是他的打手，回到皇城后用来博取好名声的伎俩，被人这么撕碎在眼前，让他心里涌上一阵恐慌。青云，去把皇城所有青楼的花魁买下来，敲锣打鼓的给秦大人送去，就说这是他的夫人费尽心机向西陵太子讨来的恩赐，告诉他如果不想做挑起2国战争的罪魁祸首，那就好好的恩宠那些花魁。你是西陵太子？不，就算你是西陵太子，也不能插手东晋官员的后宅事务。我能不能插手，那拭目以待吧。说完，翻脸比翻书还快。媳妇儿，我们走。宗正云初和宗正云轩2姐弟对视一眼，跟了上去。不得不说，这个弟妹太出乎他意料了，哪都长在他的审美上。天香楼天字号包厢，这个包厢是不对外开放的，
服务这个包间的厨子都是专用的。宗正云轩像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似的东张西望。天香楼遍布四国，哪怕我们是皇子公主，去天香楼用膳都去不了天子包间。没想到弟妹直接带我们走专属通道来了。阿野哥，看来你这几年没少在脸上下功夫，老实交代，分开的这些日子有没有别的红颜知己？没有。不应该啊，你现在身份、颜值、财富都有，不可能没有红颜知己呀。难道西陵国的女子都慧眼不识珠？哈哈，我可以作证，我大弟还真没有红颜知己，他简直就是个女人屏蔽器，把主动向他示好的女人当成洪水猛兽。当初有官员往他的太子府送人，转手就被送去军营了。那些官员还以为送的人不漂亮，就把家里女儿送过去，没想到又被送去青楼了。只要那些官员敢弹劾，来一个我大弟收拾一个。后来正常人自然不会有非分之想，不过也有奇葩，总想证明自己与众不同。你放心，我大弟连眼神都没给过他。媳妇，我没有和任何女人有牵扯，更没有单独见过任何一个女人。你是什么人？我还不知道吗？我当然相信你啦。大嫂，有女人对我大哥死缠烂打，你不吃醋吗？我的人被看上了，还能死缠烂打，那说明我眼光不错啊，不至于吃醋。别人死缠烂打都得不到的人，和我两心相悦，我高兴还来不及呢，干嘛要用别人的行为惩罚自己？与其因为别人影响心情，倒不如和心悦之人珍惜当下。大嫂，你是我见过最特别的异性。刚才我长姐说大哥的太子府，你一点也不惊讶。从相遇到现在，你对我们的身份不好奇，难道你都知道？我能带你们来天香楼天子号包间，想必你们也有所猜测了。天香楼遍布四国，我想知道一些消息并不难。少阳长公主、宣王爷第一次见面就让你们看了一场闹剧，实属抱歉。大弟妹，你真的太厉害了，能把天香楼开遍四国。媳妇，我靠自己的努力踏出西陵国土了，我们好不容易才重逢，我未来老丈人会不会再悄无声息的把咱们分开？你已经通过了他的考验，应该不会了。阿野提着的心终于落回原处，他还真怕一觉醒来又被老丈人丢到哪个犄角旮旯去。少阳长公主和宣王爷吃到肚子都快撑爆了，还想再吃。阿野看着大姐和小弟没出息的样子，无奈的翻了个白眼。长公主、宣王爷，天香楼一字号房的包间以后会对你们兄妹三人开放，只要你们想吃，随时都可以。大弟妹，就凭这句话，以后生了孩子，大姐给你带，你们俩尽情的游山玩水。有大嫂这句话，我以后天天帮大哥批奏折，绝对不会再抱怨。好呀，那我就先谢过大姐和小弟了。叶秋给了他们一人一个白玉瓶，这是消食护脾的药，吃1粒就够了。两人都不带犹豫的倒了1粒，就塞进嘴里了。叶秋无奈，好歹是皇室长大的人，怎么一点防备心都没有？他们可能相信公鸡会下蛋，也不会怀疑媳妇你会害他们。该吃的也吃了，该拿的也拿了，你们尽快去和使臣会合吧。两人走后，阿野把人抱在怀里。媳妇，我第一时间就回青山村了，看到曾经的家，看到了小黑小白，可就是没有你，我好怕一直找不到你。当我不经意看着街上的你时，我不敢相信那是真的，直到此刻我的感觉毫不真实。阿野这4年多的经历，叶秋基本都知道，他本就长在乡野，短时间内蜕变成一个王者，要付出的努力和辛酸是别人的无数倍。叶秋没有说话，直接吻了上去。突然敲门声响起，两人才回过神。进来。主子，我们盯了4年的那个人快不行了，可否还要再给他续命？不用了，你先下去吧，等会我去看看。两人没有坐马车，而是步行在人声鼎沸的街上。一路上，叶秋恢复了女孩天性，由内而外发自内心的笑得特别纯真。跟在身后保护的精灵把主子的变化全都看在眼里。既然能让主子开心，那这棵歪脖子树暂时纳入保护范围内吧。阿野的护卫也把太子的变化看在眼里，绝对不能冲撞了未来太子妃，必须要好好进展。精灵眼神犀利地看向左边的酒楼，9楼2楼的窗户快速被关上。二哥，你关窗干嘛？她是北齐最受宠的公主，多次挑选驸马都没有看中的人。她带着侍女女扮男装出去玩，被人贩子拐卖到了西陵。在她绝望的时候，这个男人拯救了她，于是就成了她此生唯一想嫁的人。可当他们带着丰厚的嫁妆，加上了2座城，要和西陵结亲时，却遭到了强烈的拒绝。二哥，我要知道那个女人是谁。咱们北齐好男儿多的是，你又何必死心眼？你到底把父皇母后的话听进去没？一个心里眼力都没有你的人，你嫁给他到底图什么？图他带给你的委屈，还是图他以后3宫6院女人的陷害？就你那骄纵的性子，在皇宫如果没有人护着，你会死得连渣都不剩。但北齐就不一样，就凭你公主的身份，在北齐谁敢欺负你？
公主是莫大的荣耀，你的驸马一辈子都不可能有别的女人。楚英婉，你脑子能不能清醒一点？二哥，别人再好与我何干？我只要他，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得到他。老话都说强扭的瓜不甜，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把你脑袋里进的水倒出来呀？我看中的瓜，我必须得手，哪怕不甜又如何？我可以蘸糖吃。二哥，你不用劝我了，我心意已决。如果你真的为我好，那你就帮我查清楚那个女人的底细。你要做什么？如果在西陵，我可能什么也做不了，但现在在东晋，要毁掉一个女人的法子太多了，我就不信宗正云亭一国太子会喜欢一个在别的男人身下陈换的女人。我要让宗正云亭亲眼看到他喜欢的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我可以去查，但我反对你用那么极端的方法。哎呀，二哥，我是那么恶毒的人吗？我这不正在气头上吗？说的都是气话，你还当真了？你放心，只要那个女人识去，我不仅不会伤害她，我还会给她一大笔补偿，让她余生富贵无忧。瑞亲王府唯一的血脉被人弄瞎了，瑞亲王妃两眼一翻晕了，还不等瑞亲王发作，金叶从天而降。瑞亲王教导无方，纵容孽子冒犯我金与宗贵人，戳瞎他双眼只是警告，如果再犯，瑞亲王就准备好收尸吧。金叶离开了，瑞亲王脸色黑沉地叫来世子随从，把前因后果了解一遍。金宇宗好得很，为了几个贱民，居然毁了我儿。只要本王不死，与你金宇宗不死不休。备车，本王要进宫。不管是瑞亲王还是楚清炫兄妹的对话，此刻都送到了金陵手里。金陵暂时把消息压下了，主子难得高兴，这种宵小之辈不值得主子扫兴。阿野和叶秋来到了一座石桥下。梁元泽，活的猪狗不如，你可听到久违的名字，梁元泽回想这4年多的经历，可不就活得猪狗不如吗？全家被打板子，板子没结束，他爹就没命了，他也被所有亲人抛弃，在难民堆里天天被殴打，亲眼看着身上的肉被丢进锅里，每次都以为可以死透了，但每次都能再次睁开眼。他做梦都没想到以这种方式来到曾梦寐以求的地方，只要闭上眼睛，他就会做相同的梦。梦中在家有叶秋打理一切，在外有爱人相伴，活得好不快活。梦中天灾时，他听了宋颖儿的话，把叶秋拿去换食物了。后来他们遇到贵人，从此过上了锦衣玉食的生活，而且一路畅通无阻，做到了内阁大臣。但终归是梦，梦醒了，他依旧在这脏污之地苟延残喘。怎么，梁元泽，你这么健忘吗？你曾经不是放狠话，要把我踩在脚底下，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吗？这么快就忘了？他上辈子的经历无法说出口，但他能让这罪魁祸首全部经历一遍。梁元泽，你应该感谢我，要不是我一次次的让人帮你，你早就不知道尬在哪了，也到不了你梦寐以求的皇城。如今看你快断气了，好心的来见你最后一面，告诉你家人的下落。你的小娘宋莹儿在城外的破庙里，比你混得好多了，几十上百个夫君轮流伺候。哦，对了，当初你最看不上的阿野，可是西陵国的太子，我也马上就要成为太子妃了。咽气之前，记得恭喜我们哦。阿野哥，我们走吧，这里都快把我熏晕了。梁元泽看着远去的身影，不可置信，那个低贱的人居然是西陵太子。他曾不屑一顾的糟糠之妻，却被别人如珠似宝的呵护，还要成为太子妃了。想到梦里的一幕幕，梁元泽泪如雨下。他错得离谱，把明珠当沙粒，把榆木当珍珠。他用最后一丝力气咬舌自尽，意识消失的那一刻，想到如果重来一世，他要梦境中的那个叶秋绝对不会再复活。缓康侯府门口热闹至极，20几个花枝招展的男女站在门口。景明婉脸色苍白，大哥还在边境驻扎，祖母已经离世，后娘把持的侯府根本靠不住，现在只有夫君会护着他。不知两位小哥到我侯府有何贵干？我是西陵太子的亲卫，贵府二夫人今日在街上向我家主子讨了一份阴赐，我送到便走，就不打扰了。老夫人看了一眼脸色苍白的景明婉，不知道这做今儿媳妇又干了什么好事。这便是我家主子给贵府二夫人的恩赐。我家主子说了，如果二公子不想成为挑起两国战事的罪魁祸首，便好好恩宠这份恩赐。人也送到，话也带到，告辞了。对了，这些都是京城最受欢迎的花魁，我家主子可是花了大价钱替他们赎身的，并把他们的卖身契送到府衙换成了良籍。恭喜缓康侯府添丁进口，喜酒就不喝了，告辞。围观群众惊掉下巴，这二夫人莫不是脑子进水了？怎么会求人给自家夫君送花魁呢？而且还有男花魁。老夫人险些气得吐血，让管家备车，她要进宫回去复命的长青。说了情况后，叶秋笑弯了腰，干得漂亮，真有你的，还把男花魁都送去了。景明婉还不得气得吐血。金陵让掌柜送几桌酒席去缓康侯府，就说四海商盟驻侯府添丁进口，祝秦二公子早日儿女绕膝。阿野哥，你就不好奇我是怎么把天香楼开遍4国的？怎么会和四海商盟扯上关系的？我当然好奇啊，媳妇你是怎么做到的？有钱能使鬼推磨啊！你忘了咱们在地宫的收获了，加上我爹的人脉，一不小心就做到了。四海商盟不仅仅是商，更是百姓心中的定心丸。商人逐利，趁着灾难发国难财，大家日子雪上加霜。天灾来了，四海商盟救苦救急，
物资低价出售，不仅得民心，还掌控了4国的经济命脉，皇帝都不敢轻易去触碰。对了，阿野哥，你身边照顾你的念嬷嬷可还好？挺好的，难道他是你的人？难怪念嬷嬷那么清楚我的饮食习惯，那么了解我。要是知道干娘当初非要去西陵，目的是监视阿野，看他会不会被富贵迷了眼，会不会拈花惹草。如果分开的日子阿野坚持得住本心，干娘才会继续同意他们的婚事。阿野哥，你就没有觉得念嬷嬷身上有一种熟悉的感觉吗？之前我没太注意，现在回想起来，倒还真的有点熟悉。笨蛋，那是干娘呀。干娘，念嬷嬷真的是干娘。干娘说，皇宫都是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你又从小在乡野长大，怕你吃亏，我又不能去，就把我这个干女儿丢下，跑去照顾你了。又怕她的出现成了别人牵制你的棋子，变异了容，你认不出来，就不会对她特殊对待，别人就不会看出你们的关系。御书房，睿亲王添油加醋地描述金宇宗如何残害百姓，藐视皇权。皇兄，你要是继续放任金宇宗继续壮大下去，早晚有一天，东晋会是金宇宗的囊中之物。皇叔，据我了解，金宇宗做的都是利国利民的好事，怎么到皇叔嘴里就成了残害百姓、藐视皇权了呢？去年北方雪灾，其他商号粮食卖出了天价，唯有金宇宗旗下的四海商盟不仅没有涨价，还降了30%，实在买不起粮和棉衣的穷苦百姓，只要拿着户籍，每月还可以领10斤救济粮，每人1套救棉衣。今年夏季，永州发大水，四海商盟不计成本救济灾民，才没有出现大乱子，甚至出钱出力疏通永州河道，这一件件都是利国利民的事儿。誉王，你似乎还没有意识到一点，东晋是凌驾的天下，百姓爱戴的应该是皇上，而不是像如今这般抓个3岁孩童，对金宇宗都津津乐道。他们知道当今皇上姓什么吗？皇叔，你没有走出过京城，也没有看到过百姓流离失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甚至一死而食的画面。老百姓不管坐在龙椅上的是谁，他们只知道谁能让他们吃饱肚子，不流离失所。在东晋风雨飘渺的时候，金宇宗做到了朝廷不能做的事，这不怪百姓爱戴他们，反而是满朝文武好好反思一下，百姓需要的时候，他们酒池肉林，搜刮民脂民膏，除了背后插刀，他们还能干点什么？经历了4年的磨练，誉王觉得朝堂那帮倚老卖老的东西，屁本事没有，还嫉妒心强，令人生恶。父皇，风雨飘渺的日子刚刚过去，好不容易得以休养生息，万不可再动摇民心。水能载舟，也能覆舟，而且皇祖母寿辰在即，其他3国来的都是得宠的皇子公主，这看似平静的湖面，实则已经波涛汹涌了，还望父皇三思。就因为别国使臣皆已到达，才不能让他们看了笑话。泱泱大国还怕了金宇宗一群乌合之众，这才是让天下人。别人看不看笑话我不知道，但是睿亲王府的笑话，京中百姓倒是看了个够。皇叔与其在这里煽风点火，倒不如回去好好管教一下家人，少做些为非作歹的恶事。誉王，本王是你皇叔，你怎可如此？行了，都别吵了，朕自有思量。老三，你先回去，世子养病期间需要什么药，尽管去找太医开。玉儿，你也去看看你母妃吧。两人退下之后，皇上无奈，如今的金宇宗势力庞大，盘根错节，除非有把握能连根拔起，否则动不得。但任由继续壮大下去，恐怕终有一天4国皆是他囊中之物了。缓康侯府老夫人求到御书房，皇上日理万机，本不应打扰皇上，但事关重大，臣妇不敢私自做主。皇上，西陵太子不知意欲何为，今日让人领着20几个男女花魁羞辱侯府，更是放言。若臣妇的2儿子不好好恩宠那些花魁，便是挑起2国战争的罪魁祸首。这简直就是欺人太甚。皇上，西陵太子的做法看似羞辱侯府，更是在挑衅皇上，求皇上为臣妇做主。福全，把西陵太子请来，朕相信凡事皆事出有因。老夫人若想朕替你做主，那便把实情说出来。不敢隐瞒皇上，臣妇也不知道这其中的缘由，但牵扯到2国邦交，臣妇知道姿势体大，便立马进宫了。很快，阿野来到御书房。皇上找本宫是因为侯府之事吧？西陵太子，朕找你来，确实是为了此事。人非圣贤，谁能无过？如果真因侯府惹到了西陵太子，该罚就罚，西陵太子也不要以偏概全。朕相信西陵皇室教导出来的继承人，不会和市井泼妇一般无二。西陵皇室的教养就不劳皇上操心，有这个心，倒不如多关心自家臣子，免得其家眷在大街上用不入流的手段求到本宫面前，本宫也是很为难。这不帮了，显得本宫太无情；帮呢，又太费钱，哎，真是太难了。是什么样的事，还难倒西陵太子了？皇上这不是明知故问吗？本宫可真是太委屈了。侯府2夫人想尽办法吸引本宫视线，求到了本宫面前，
本宫可是自掏腰包花了5万多两银子，才把这京中最受欢迎的花魁买下来，满足秦二夫人的要求。我这心疼的劲儿还没缓过来呢，没想到这侯府真是让人刮目相看，前脚小的就到本宫面前来讨要，后脚老的来诋毁本宫，真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啊！本宫还是太单纯了。西陵太子殿下，老身不知道我儿媳妇具体做了什么，但她的本意绝非如此。侯府传承至今，虽然没什么建树，但侯府除了保持对皇上的忠心，后辈更是洁身自好。如果是我儿媳妇触怒了太子，老身在这里替她赔罪，请西陵太子收回恩赐，我侯府受不起。赔罪？这份罪老夫人赔不起，本宫也不稀罕你的赔罪，惹了本宫，自然是要接受本宫的赏赐。东晋皇上，你觉得呢？很快，福全小声回禀皇上：贤侄，你远道而来，招待不周，实属抱歉。既然有缺心眼的惹到了你，那自然是要受到惩罚的，不会让贤侄破费。稍后会把银票送到行宫，朕现在还有要事要处理，改天再陪贤侄好好聊。阿爷走了之后，皇上脸色阴沉。好，真是好得很。缓康侯府真是胆大包天了，恶人先告状，欺瞒朕，来人传朕口谕，缓康侯府降为缓康伯府。秦荣宇治家不严，官降2级，重打10大板。什么时候明白何为治家，再谈为国效力。事已成定局，老夫人谢恩后，颓废的出了宫。确定查清楚了吗？启禀皇上，传消息的人说，诺夏瑞亲王府世子的人和到王府放狠话的是一伙的，缓康伯府2夫人惹到的也是这伙人。西陵太子和这伙人的头目相处极其亲密。西陵太子进宫之前，天香楼掌柜亲自到缓康伯府送席面，而且一向不对外开放的天香楼天字号包厢，那女子能随意进出。据多方打探，和西陵太子相处甚密的女子，极有可能是四海商盟的掌舵人，很有可能就是金宇宗的得力干将。福全准备一下，秦荣宇有功夫傍身，10大板还不会伤筋动骨。景明婉哭红了眼睛，不停地说对不起。婉儿，一会娘可能要让你过去，你别怕，什么都往我身上推就行。在秦荣宇看来，他的妻子贤惠善良，不可能主动招惹是非，终究还是他不够优秀，护不住妻儿。婉儿，总有一天我会让别人仰仗你鼻息而活，再无人敢欺。景明婉也担忧婆母那一关该如何过，果然不出所料，他直接被叫去祠堂，请出家法就是一顿抽。皇上到了天香楼，从别的客人手里买来提前预定的席位，却只是大堂的天字号包厢内。主子，东晋皇上和总管太监在大堂用膳，不用管，就当不知道。东晋皇上肯定是冲着嫂子来的，嫂子你不用怕，即便和东晋开战，我们也绝对不会让东晋皇为难你。少阳长公主看傻子似的看着自家弟弟，天下人谁不知道，天香楼属于四海相盟，四海商盟背靠金宇宗，弟妹掌管天香楼，而且知道东晋皇上在大堂能那么随意，说明他不把东晋皇放在眼里。弟妹在金宇宗绝对不是无名之辈，东晋皇上敢为难他吗？怕不是嫌屁股下的椅子坐得太久。媳妇儿，3日后东晋太后寿辰，你要参加吗？他更希望媳妇以他太子妃的身份和他一起参加，那样就可以阻挡那些狂风浪蝶。要去的，不过提前给你们说一下，你们心里有个准备，太后这个寿辰怕是过不好了。大嫂，我申请加入搞事情跑腿小队。媳妇儿，他脑子不好使，身体还不好，跑腿都能拖后腿。我身强体健，人高马大，头脑灵活，主要还听话，用起来绝对顺手。媳妇儿，给个机会嘛。阿野哥，如果有需要，我不会拒绝你的帮助的。叶秋突然眼神凌厉地看向房顶，刚刚落在房顶，一道火红的身影就撞到他怀里，原来是红玲。红玲委屈的在叶秋怀里拱来拱去的。你还先委屈上了，是谁不辞而别的？怎么把自己弄得这么狼狈？红玲可委屈了，她感应到有助她晋级的灵药快成熟了，都来不及告诉叶秋这个伙伴，就赶过去，没想到不仅空欢喜一场，还被天敌打伤了，逃跑途中差点被捉去当药引。小姑娘想截胡，想活命就识趣的把这小东西交出来。截胡，脸都不敢露的玩意儿，果然说出来的话也这么不要脸，伤了本姑娘的爱宠，谁给你们的勇气在这大放厥词？不识好歹，刚要拔剑冲上去，一群人就倒下了，他们眼里藏着震惊，居然被下毒了。他们从小与毒物为伍，身体早就适应了各种毒物，本以为万毒不侵了，没想到他们也有中毒的一天。卑鄙小人，你卑鄙，你怕不是说你们自己？我尚且能光明正大的站在阳光下，而你们就像阴沟里的臭老鼠。还有，你以为这屋顶不花银子呀？大庭广众之下打老鼠不影响本姑娘店里的生意啊！金玲，把他们带下去，好好招呼，看看把我这瓦片都踩成什么样了。同时丢给他们一个瓷瓶，招呼客人之前先吃点点心。媳妇儿，这些是什么人？为什么要追红玲？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们应该是南齐和北齐交界处不受两国制约的魔炎族，世代隐居在充满瘴气毒物的魔幻山。他们的长相辨识度极高，一般不会露面，最擅长的就是制毒，应该是看上红绫身上的某样东西了，才会穷追不舍。没和媳妇重逢之前，阿野以为自己够强了，和媳妇重逢之后，阿野觉得自己啥也不是。媳妇说的每一个字他都认识，为什么串起来他就不明白了呢？第二天一早，一行人来到护国将军府门前。媳妇儿，咱们来这干啥呀？这是我娘的娘家。萧密见到叶秋，狠狠地惊艳了一把，这容颜为什么让他有一种非常熟悉的感觉？请问你是青山村的叶秋叶姑娘吗？如假包换。都说女大十八变，叶姑娘真是越变越让人惊艳。西陵太子也是别3日当刮目相看。谁能想到，当初那个心里眼里只容得下一个女子的铁憨憨，居然会是西陵皇室寻找多年的长子。萧将军好久不见。众人刚到前厅，护国将军萧牧阳和玉云公主就来了，看到叶秋的一瞬间，不自觉的就喊出爹娘，这是儿子和小妹的救命恩人叶秋，这位是西陵太子。玉云公主一时不知道该用什么态度对待叶秋，这姑娘是儿子和女儿的救命恩人，但又是毁了她女儿一生的仇人。叶姑娘，我儿子当初对你的3个承诺我也知道，对姑娘提出的事情也会尽力去办，但萧某丑话说在前头，将军府不会做卖国贼。将军多虑了，我们今天来只为私事，况且就算西陵有什么打算，也不会利用我媳妇的恩情，更不会把她牵涉其中。不知道叶姑娘需要我做什么呢？需要你们任一个人。话落，金陵就带着一女子进来，虽然穿着朴素，一言一行比不上大家闺秀，也没有畏畏缩缩。孙夫人，你把头抬起来。李秀眉头抬起来，萧牧阳和玉云公主都失态了。这个姑娘就是他们夫妻面容的集合体。不管你们信与不信，先听我说完。孙夫人原名叫李秀梅，她才是你们的亲生女儿。这怎么可能？我夫人生产的时候我在，不可能被人调包。确实不是生产的时候调包的。公主可还记得你生产的第2日，宫里来人宣你进宫，体恤你得女不易，容你带孩子进宫，马车才到宫门口，你就晕了，第2日才醒过来，在宫里住了小半个月才出宫。在这期间，你的丫鬟一个意外被皇上宠幸了，被当今太后杖毙；一个打碎了御赐之物，被太后处置了。你的贴身嬷嬷日渐憔悴，直至病逝。而照顾婴儿的奶嬷嬷，一个查出手脚不干净被赶走，一个意外落水而亡。而这一系列的事情，都是你养身体那半个月发生的。有幸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有人在这次换女风波中逃过一劫。金陵又带了一个佝偻沧桑的妇人进来。奴婢玲珑给公主请安，奴婢有生之年还能见公主一面，把当初的真相说出来，死而无憾了。公主，叶姑娘说的都是真的，要不是叶姑娘的人出手相救，奴婢也没有命见到公主。小郡主出生后，奴婢给她清洗时发现，小郡主左侧腰上有一个红色的水滴形状的胎记，奴婢想禀报此事的，可公主生产完一直昏迷，将军守在身旁，任何人都不见。公主好不容易醒来，又被宣进了宫。公主在宫门口晕倒，跟着伺候的人被太后叫去责罚。回来照顾小郡主时，明显发现小郡主胖了1圈，容貌也有变化。当时嬷嬷还说，小孩都是见风长，一天一个样。伺候小郡主沐浴时，发现小郡主腰间的胎记没了，意识到不对，可还没见到公主，就被人偷袭晕过去了。等再次醒来时，奴婢被人装在麻袋里，沉在了水底下，麻袋还绑在了大石头上。得救之后又被卖了，失去了自由。这怎么可能？谁换我女儿？为什么要换我的女儿？因为如今养在贵府的萧元是当今太后和她的情夫生的野种，你们应该还有印象。公主怀孕的那一年，太后都在寺庙祈福，回京之后立马就宣公主进宫，见不得光的野种，又是自己和情夫的亲生骨肉，自然要给她找一个光明正大的身份，荣宠一生。众人震惊，德高望重的太后养情夫，还生下野种。贵府的小姐有命，活着不是太后仁慈，而是丢她出宫的嬷嬷一时心软，把她放在盆里，把盆放在河流中，生死全看天意。说着，被派去处置婴儿的嬷嬷被带进来，人证物证俱在，再加上李秀梅的容貌，萧牧阳和玉云公主已经信了8分了。你为何要告诉我们这些？因为我是萧牧熙的女儿，你是我娘的哥哥，不想你们被蒙骗一辈子。还有就是我要找太后讨账，不想你们糊里糊涂的给人当了冤大头，所以先把真相。叶秋说完，萧密才恍然大悟，他就说叶秋怎么越看越熟悉，原来是姑姑的女儿。你说你是希儿的女儿，你有证据吗？没有证据，我也不需要向你们证明什么，我知道我是谁，我该做什么就行。将军夫人，太后宫里来人了。两夫妻对视一眼，难怪那老妖妇一直很疼爱萧元，哪怕萧元名誉受损，成了京中的笑话，宠爱也只多不减。要不是有太后护着，
萧元清白被毁之事闹得天下皆知，就算不被陈塘，也早就去寺庙修行了。郡主很久没有进宫了，太后她老人家想念的紧，特意派老奴来传话，公主进宫贺寿的时候，一定要带上小郡主。好，本宫也好久没有见到嫡母了，也想念的紧，一定会带上元儿一起的。人走了，玉云公主气得牙痒痒，一想到自己千辛万苦生下来的女儿，在她不知道的地方吃了不少苦头，而他们全家上下却把一个野种捧在手心里如珠似宝。想必将军和公主有家事要处理，我们就先告辞了。等等，秋儿，这里就是你的家呀，你要去哪？你爹娘在哪？舅舅马上派人去接，咱们一家人终于团聚了。要让将军失望了，我娘在我3岁的时候就过世了，我爹也走了。萧牧阳一屁股坐在地上，抱着头哭得稀里哗啦，玉云公主的眼泪也一串串的往下掉。本以为盼来的是全家团聚，没想到等来的却是天人永隔。孩子，我今天上门并不是为了认亲，只是看在我娘的份上，让你们知道真相。况且我已经长大，能照顾自己。我们虽然有亲缘关系，从情感上来说是陌生人，都有各自的生活习惯，各自安好便是最好的相处方式。如今你们的亲生女儿回来，将军和公主还是把心放在她身上吧。告辞。小秋，你不愿意留下，我们不勉强你，但不管你到哪，我们都是亲人，有事你只需开口，刀山火海，舅舅替你去闯。找太后算账的事情交给舅舅去做，你平安喜乐就好。虽然我娘在我3岁的时候就过世了，我对她基本没什么印象了，但作为她的女儿，我有替她报仇的义务，也算是对她尽最后一份孝心。该我讨的债，我会亲自去讨，你们将军府讨将军府的，并不冲突。告辞。说着便离开了。见过将军夫人，我苦命的孩子，都是娘的错，娘没发现你被调包了，都不知道你是怎么长大的，更不知道你吃了多少苦。对不起，对不起。公主要不要先检查一下胎记，或者是派人查证一下当年的事情？都怪我蠢，当初那么多不合理的地方，我愣是没有多想一下。玉云公主生小女儿的时候本就不易，再加上来宣她进宫的嬷嬷当时就给她下了药，刚到宫门口就晕了，在宫里住的那半个月更是被药物控制，整个人浑浑噩噩，要不然太后又怎么会轻易处置得了她身边亲近之人？她出宫之日又是她夫君出征之时，所有的事情堆在一起，导致太后轻易得逞。孩子，你看看我和你爹的长相，再结合你的，咱们说不是一家人都没人信。孩子，让你吃苦了，能给娘说说你这些年在外边的经历吗？公主在没有来之前，叶秋姑娘告诉我当年的事情，这不怪公主的。谁能想到异国太后这么卑鄙无耻，所以公主不必自责。我从小也没吃过什么苦，我娘在河边洗衣服捡到我，家里的5个哥哥待我也很好。我出嫁的时候，倾尽所有给我当嫁妆，我婆家关系也和睦。我现在也是2个孩子的母亲了。我的夫君上个月刚考中举人，他待我也很好。玉云公主心里还是恨啊，农家的日子再好，又怎比得过将军府？但感到庆幸的是，收养女儿的人家没有虐待她。去把萧元给我送进福堂，我可不想看到他扫兴。叶秋和阿野回去的路上，突然有刀剑相碰的声音。发生了何事？主子，有刺客袭击北齐的公主，大街上行刺。谁家的刺客脑子这么不好使啊？事出反常必有妖，你要不要去英雄救美？救美？这世上还有比我媳妇更美的吗？况且别人的死活关我屁事。媳妇，你让马车掉头，今天天气不错，咱们去郊外走走。好呀，让金陵带上调料，在外面就地取材野炊。楚一婉自导自演的苦肉计，就是想吸引阿野的视线，只要他出手救他，他就有办法扑到他身上。众目睽睽之下，西陵太子就不得不娶她。只要入了西陵东宫，有的是办法对付那个妖精，更有办法抓住西陵太子的心。可明明一切都算计好的，没想到堂堂一国太子居然见死不救。楚一婉心有不甘，让马车向着他们离开的方向逃跑。主子，北齐公主追过来了。我讨厌打扰我雅兴的人。美人儿，你说我该怎么收拾那只小蟑螂呢？都说是小蟑螂了，哪里还能让媳妇脏了手？长青去把后面的麻烦解决了，顺便给北齐公主找个驸马吧。主子，这人选上有什么要求吗？是个男的就行，好歹是北齐公主招驸马，怎么也得广而知。媳妇儿，都说四海商盟知晓天下事，那父皇、皇姐和小弟身边有什么雷吗？我先说和你亲近的人吧，你父皇在外面养了个外室，养了15年了。宣王的正妃喜欢女人，他身边的丫鬟都是他的人。至于少阳长公主，如今的驸马并不是他心。媳妇儿，这消息会不会不太准确？是不是真的？你回去让人查一下不就知道了。你父皇不仅养外室，还夺臣妻呢。他那个外室容貌上和你母后有7分相似，是15年前新科状元的妻子。小两口本来青梅竹马，有情人终成眷属。
但一次宫宴上，你父皇看着人家长相就走不动道了。那个状元也不是个好东西，用他青梅竹马的妻子吊着你老爹，捞了不少好处。最后在你老爹有意，那个新科状元又想捞把大的时候，把他妻子送上你老爹的床了。惦记已久的人，放弃是不可能放弃的，带进宫也是不可能的，这不就养在外面了吗？阿爷听得简直毁三观。站在男人的角度，我更了解他对母后可能有几分真心，但真心敌不过身体的原始冲动，尤其是面对百花盛开的后宫，冲动过后，可能又觉得愧对母后，甚至干起了君夺臣妻，在替代品身上找母后的影子，扭曲的觉得对那个替代品好，就是对母后好，抒发他心里扭曲的情感。哈，这样的深情，换成是我，宁可不要。做不到身心如一，就别谈情深。对了，现在的大驸马不是大姐心中的人，那大姐心中的人是谁？况且现在大驸马一家对大姐都挺好的呀。西陵在先帝在位的时候，就被他霍霍的朝纲不稳，外戚专政，皇权旁落。大姐到了议亲的年纪，你父皇还没有干掉外戚，不过也好在有一批忠臣死户，宗正家的江山才没有易主。当时大姐和云王府世子云墨离两情相悦，云王府又是中皇党，你父皇自然是乐见其成，但你皇祖母就不干了。启动多年的布局，云王府被一击即中，这棵参天大树轰然倒塌，无一活口。太后想用大姐牵制你父皇，明着赐婚不成，便用了下作手段。好在被对大姐情根深种的冷子洛救下，为了保大姐性命，便顾不得什么清白了。心爱之人惨遭横祸，一夜之间天人永隔，大姐彻底崩溃了，差点砍了你皇祖母。为了保大姐，你父皇终于硬气了一回，在你皇祖母醒来之前，血洗寿康宫，知此事的人全部灭口，又把大姐赐婚给兵权在握的冷家。等太后醒来，人证物证俱毁，又有冷家相护，大姐这才安然无恙。阿爷心里酸涩，原来在大姐喜笑颜开的背后，居然有这么多血淋淋的伤口。大驸马我也查过，对大姐确实是专情，冷家的家风也不错，是个好归宿。对了，媳妇儿，父皇对小弟的疼爱不比大姐少，给他指的王妃怎么可能会不查清楚？宣王妃喜欢女人，这听起来就很离谱。查肯定是查过的，只是没查出来罢了。真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突然知道这么多离谱的事情，我觉得我一个脑袋简直不够用。这才哪到哪，我还知道好多奇葩事情呢。等等，媳妇儿，先让我缓缓。皇城里，北齐公主楚音婉在留封馆里选驸马的消息传遍皇城的每个角落，闻风赶来看热闹的人都在讨论北齐公主会选几个。楚清炫听到消息赶来时，留封馆外面密密麻麻，无奈之下使用金针踩着人头过去，但他还是晚了。楚音婉满脸享受，眼神迷离，衣不蔽体的出了留封馆。跟我回去。哥，你走吧，我还没玩够呢。我发现我之前真是大错特错，追着宗正云亭那个臭男人跑，不知道耽搁了多少享乐的时光。本公主决定了，我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我要整片森林。我忍无可忍之下，楚清炫直接把人打晕了。这里是东晋，可不是民风开放的北齐，妹妹养男宠他是知道的，但做归做也要看场合，这丢脸都丢到其他三国去了。东晋皇上让人把楚清炫叫去沟通了一番，最后楚清炫黑着脸回了行宫，一个黑影落在御书房。回皇上，西陵太子和天香楼的老板在护国将军府待了1个时辰，具体谈了什么属下没有查到。从西陵太子离开到现在，护国将军府除了家人，没有见过外人。继续监视，想办法查清楚他们谈的什么。皇上挥了挥手，黑影消失在御书房。东晋太后寿辰，另外3国来贺。大嫂不是说要搞事情吗？怎么没看到人影呢？会不会是不顺利啊？大哥，你要不要去看看？你没听说过一句话吗？拱得越高，摔得越疼。宣王看了一眼上位坐着的太后，那喜笑颜开的样子，突然就悟了。金宇宗天机长老道。这一声吼，殿内瞬间安静下来。所有人都知道，金宇宗上层人物有1位少主，2位护法，天地玄黄4位长老，72阁主，308位领事，还有赫赫有名又不计其数的金宇卫。所有人都尽忠职守，只为守护那个从未展露人前的少主。另外2国的使臣心里也是惊涛骇浪。金宇宗对4国一向都是一碗水端平，为何这次难道金宇宗要扶持东晋一统4国？天机长老远道而来，朕携满朝文武百官欢迎之至，长老一路舟车劳顿，辛苦了。老夫今日前来，是替我家少主向太后送一份贺礼，皇上不必客气。烦请长老替哀家谢谢你们少主。难道太后不好奇我家主子送的是什么吗？天机长老慈眉善目的笑着说话，了解他的人都知道，这笑容背后藏的是杀意。哀家确实很好奇，本来以为是什么奇珍异宝，再不济也是什么养生良药，万万没想到是一条颜色鲜艳的小蛇。天机长老手一挥，小蛇回到了他手上，简直比只猫咪还乖顺。皇上也被吓得不轻，心里火得不行，压着情绪问：不知天机长老这是何意？
难道这看起来剧毒无比的小蛇有什么出乎意料的本领？这小东西有什么本领？皇帝应该问太后。天机长老不要说笑了，哀家怎么可能知道？看来贵宗的少主还是少年心性，年轻好啊，年轻人就是有活力。天机长老徒手拔下小蛇的毒牙。哦，是吗？原来太后还不知道自己所用的碎心梦是如何制出来的。提到碎心梦，太后瞳孔一缩。看太后的表情是想起来了，但又不愿多说。那老夫就好心给大家上一课。所谓碎心梦，便是先有梦再碎心，是一种阴寒至极的下作药。中毒者心中的癫恋会无限放大，到了一定程度，犹如中了下作药，要么春风一度，要么在产生的幻想中先甜蜜，再自残致死。而春风一度后，不像其他下作药一样解药性，而是加重毒性，增加受孕率。之后不仅会失忆，还要每日承受刮骨之痛，最多4年便会受尽折磨而死。先与有好感之人发生关系，但又记不住这份甜蜜，失去记忆，全然无助之下有了孩子，有了血脉牵引和情感寄托，但在孩子小小年纪正需要母亲的时候又撒手人寰，这便是碎心梦的名字由来。所谓杀人诛心也不过如此。男人或许没那么大的抵触，店里的女子不由得一阵揪心。虽然哀家也是第一次听说碎心梦，但这药确实是太过歹毒了。杀人不过头点地，又何须这样折磨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子？本座也想问问太后，杀人不过头点地，又何须用这般下作的手段折磨一个28年华的无辜女子，让其失节失贞，吃尽苦头再失命，甚至死也不能瞑目。看清来人那张脸时，太后心里慌乱不堪。来人，把这个妖言惑众的女人给哀家打出去。天机长老一举手，一股强劲的内力击向太后，太后口吐鲜血，狼狈不堪地从高椅上滚了下来。敢侮辱我金羽宗少宗主，你找死！大长老，先留他一命，让世人看看受人敬仰的皇太后是何其的肮脏。大殿之上，文武官员4/5的人恭敬抱拳叩首，众人震惊，万万没想到少宗主竟然就是叶秋，嫉妒到抓狂的就属萧元了，她才是天选之女，这样光芒万丈的人应该是她才对。皇上看着满朝文武的臣子恭敬叩拜别人，气得吐出了一口老血。其他3国的使臣心里惊涛骇浪，东晋是这样，那他们的国家呢？满朝文武又有多少人是金羽宗的？都起来吧，各回各位，本座现在要讨账。皇太后慌忙之下，求救的目光看向皇上，皇上叹了口气，母后，你到底做了什么？既然你不好意思说，那本座替你说。皇太后知道自己干了不少见不得人的事，有些事根本不能露于人前，她又看向皇帝，但皇帝却转过头。太后心如死灰，她不想活着的时候看到世人鄙视的目光，如果她现在死了，就不用面对那些，甚至还能让金羽宗对一个仗势欺人，逼死太后的名声。太后猛地起身，想撞柱而死，金陵将她粗鲁地拖回来，扔在地上。你还记得萧木溪吗？大殿上爱慕萧木溪的众人震惊地看向叶秋，还有知道剧情的萧元也看向叶秋。萧木溪在书中没活几集，但又是许多大佬心中的白月光。少宗主，您知道萧姑娘的下落是吗？全身傲骨的镇南王为了心爱的姑娘，一声跪在叶秋面前。少宗主，我愿意尽我所能为金羽宗做事，只求换得萧姑娘的信息。皇帝心里在滴血呀，没有归降金羽宗的，除了皇室中的几个人，手中权力最大的就这个镇南王了。现在连镇南王都倒戈了。赵叔，你先等一会儿，一会儿我再和你细说。叶秋走到太后身边蹲下来，你忍不住寂寞，要养男人，那是你的事情，但就因为你圈养的贱种，看了我娘亲一眼，你就对我娘亲痛下毒手。你不仅给她用了碎心梦，在她毒性发作之时，你还把她打晕送到国师府。你不仅想害我娘的命，你还要让她遗臭万年。但你没想到事后我爹会陷入沉睡，你又用身份之便把我娘几经转卖。要不是我娘聪明，在失去记忆，对世间一切都陌生的时候，还能识破有人操控，设计逃出，恐怕我娘剩下的几年日子都逃不脱你的折磨。伺候太后的几个嬷嬷听到了叶秋的话，想偷偷离开。叶秋甩出几根银针，4个嬷嬷瞬间倒地，一时混沌成。他们是男人，他们居然是男人！没想到堂堂一国太后不仅养男人，居然还养得这么光明正大。竟然为了这种贱东西，对将军府嫡女出手。太后可是老辅国公的嫡女，现任辅国公的亲姐，辅国公府的教养真是令人堪忧。那些娶了辅国公府姑娘的人家可得仔细了，别一不小心头上成草原不说，还要帮忙养野种。太后德不配位，她对我将军府造的孽，不仅害我妹妹，更是在我妻生小女儿的时候，对幼小无辜的孩子下手，用她和肮脏之种生的贱种换了我的女儿。要不是下手的嬷嬷留有一丝良心，我的女儿根本就没机会长大。人证物证俱在，皇上和各位大臣可亲自查审。话落，一干人证被带上来，不用大家问，这些人便把自己知道的通通道出来。东晋黄不进怀疑他自己真的是父皇的血脉吗？萧元更是惊恐，
不可能，这不可能，我怎么可能不是我爹娘的亲女儿？爹娘，这不是真的对不对？我才是你们的亲生女儿，我一直都在将军府长大，我怎么可能不是你们的女儿？我们可当不起你的爹娘，你亲娘可是高高在上的太后，至于你爹是谁，你问你亲娘去吧。从今往后，你和我将军府再无半点关系。萧元像被抽走了所有精气神一样，无助的跌坐在地上。难怪他向太后表明，他要做誉王妃的时候，太后死活都不答应。真相竟是这样，他扑向太后：“你怎么这么没用？做了为什么不把尾巴扫干净？给不了我荣宠在身的生活，你把我生下来干什么？你个老妖妇，你自己倒是舒服了，为什么要我来替你偿你欠下的债？老天爷怎么这么眼瞎，让我投身在你这个老妖婆的肚子里，还是个见不得光的野种？我恨你，我恨你，你怎么不去死啊？”太后虽然明面上没有给她母亲的宠爱，但一个母亲该做的她都做了。皇室公主那么多，为何偏偏她被封了郡主？哪家贵女名声有损了？不是被送家庙，就是被送尼姑庵。萧元因为有太后撑腰，除了婚事有爱，其他的根本就没有影响。只要手里有好东西，明着不能送，暗地里都送给他了。要不是和皇子之间不能通婚，萧元现在都是皇子妃了。萧元扎心的话，让太后心如死灰。我对不起的人很多，我算计过的人很多，我下手害过的人也很多，包括我的亲儿子当今皇上，我都不敢摸着良心说没有算计过他。可唯独你还没出生，我就费尽心机的给你找身份，之后更是对你万般荣宠，整个皇城甚至连宫里金枝玉叶的公主，论恩宠谁比得过你？在你身上我没有一丝算计，有的都是绞尽脑汁，怎么让你幸福一生？可我想的再多，你却如烂泥扶不上墙。萧元，哀家就算负了天下人，但没有一丝负了你。天下人人都可以骂哀家，唯独你没有资格。既然你不稀罕哀家给你的这条命，那便还给哀家吧。萧元还没反应过来，太后就拔下头上的凤簪，插进了萧元的颈部。在场的许多高手都有能力阻止，但没有谁阻止。自己做的孽自己尝，因果终究有报应。萧元不可置信，右眼含恨意地看着太后：“救我！我不想死。”他的远大抱负还没有实现，好不容易有机会穿越一朝，他不想这么窝囊的死。孩子，即便你对哀家深恶痛绝，但也是哀家身上掉下来的肉，哀家会带着你的，不会让你在这世间受尽凌辱。乖乖去吧，我很快就来。即便萧元心里有万般不甘，还是闭上眼睛，彻底没了气息。太后把萧元的尸体搂在怀里，想用凤簪结束自己的生命。叶秋隔空点穴，定住太后。没有三司会审，你做的孽还没有公告天下，你还没有死的资格。囚衣、枷锁、跪坐囚车、游街、午门斩首，才是你的归宿。太后惊恐地看着叶秋，这是要让他以命偿命之前受尽天下人的唾弃。少宗主，欠债还钱，以命偿命是天经地义，求少宗主开恩，给太后一个全尸吧。全尸？他配吗？要不是顾及围观群众，本座定将他凌迟，让野狗当场抢尸。皇上可对本座的决定有何意见吗？子不言母过，纵他千般错万般错，也是我的生身之母。我今日退下皇位，作为一个儿子，求少宗主开恩，允许我在母亲活着的日子里陪在她身边，尽最后的孝道。孝道？你们可曾体会过本座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一个从内而外烂透了的人，他有何资格享受世间温情？刑部尚书、大理寺卿、督察院使，把这罪孽深重的恶妇带下去，一查到底。2天之后，本座要看到我想看到的结果。叶秋看向东晋皇，你虽算不上昏君，但却没有治国之才。要不是有本座出手，东晋早就灭了。对江山无建树，对百姓无爱戴，对朝臣不知人善用，对其母纵恶行凶。既然你自觉得不配位，那这皇位便让有能者居之。你是自居宗人府，还是去守你楚家祖先？本座不干涉。东晋皇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一生兢兢业业，却被叶秋几句话就否定得干干净净，心有不服，但却找不到反驳的措辞。叶秋看向誉王，本座看你有几分治国之才，可有信心胜任。皇上退位，还有太子。誉王怎么也没想到，这馅饼会掉在自己头上。如果是以前的他，更喜欢逍遥江湖，可经历过风雨飘渺，自己却没有话语权的日子。誉王变了，他想要东晋百姓过上安稳的日子，他不想再做缩头乌龟了。我能胜任。那就在三司会审出结果之前登基吧。你登基第一件事情就拿你祖母祭刀吧。太子、皇后一党心里很不服，但又无可奈何，只能隐藏锋芒，徐徐图之。叶秋也并没有出手治理他们的意思。新官上任3把火，也得留点歪瓜裂枣给新皇立威，该处理的处理了。叶秋一步步走上高台，转身之时，有俯瞰众生之势。叶秋声音蕴藏内力，其他3国使臣给你们的君主带句话：金宇宗有统一天下之能，但却不会做统一天下之事。比起烽火狼烟，本座更喜太平盛世。谁要打破世界安宁，本座便将他。傍晚，天香楼包厢内，阿野规规矩矩地坐着，
接受长老的考验。隔间里的少阳公主和宣王爷在叶秋面前突然就拘谨起来了，两人都觉得之前他们真的是在世界顶尖强者的刀口上蹦跶，一不小心就会被一分为二。叶秋看着手脚都不知道该往哪放的两个人，我也和你们一样，只是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你们不必如此。不，你不是人，你是我们心中的神。我娘死后，被我认为的亲人虐待，又被卖身为奴，谨小慎微，伏低做小，一路坎坎坷坷长大，连婚姻都被人当成谋取利益的工具，活在谎言当中，在风雨飘渺的环境中受过冻，饿过肚子，在横尸遍野的路边无助的躺过，见过用妻女交换食物的画面，也见过一子而食的冷漠残酷，百姓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山河满目疮痍。我淋过雨，我有能力之后，我也想为大家撑把伞。我的初衷不是让别人害怕我，远离我，我只是想让我所过之处皆是欣欣向荣，安居乐业，世界不再因为上位者之私烽火狼烟，满目疮痍，百姓不用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大嫂，既然有统一天下之能，为什么不做统一天下之事呢？这样不是更方便管理吗？而且以如今金羽宗的地位，统一四国也不用兵戎相向啊。存在良性竞争，更利于共同发展。叶秋梅说的是合久必分，太安逸了。贪图享乐之后必会出现腐败，他有纵横世界的资本，潇洒过活不好吗？干嘛要把自己弄得那么累？他吃了一生的苦，剩余的日子他只想要甜。2天后，东晋新皇登基，改年号为明德，百姓没有等来大赦的布告，反而等来了先太后数不尽的罪恶通告，看得令人发指，令人不齿。太后囚车游街的时候，百姓扔各种东西，还有各种肮脏的谩骂，太后的男宠也全部被押往刑场。刑场上聚集了萧木熙的暗恋者，更是明着暗着把太后虐了一遍又一遍，真正让她体会到了什么是求喜不能。刽子手挥起刀的时候，太后甚至有一种终于要解脱的快感，但她低估了痴情之人的怒火，刽子手挥下来的刀只斩断了她的4肢，她被做成了人质，苟延残喘地吊着一口气，忍着无尽的折磨到生命的尽头，处理了该处理的事。护国将军府一家来天香楼接叶秋回家，却被告知少宗主早已离开了皇城。我没有保护好妹妹，连外甥女都不认我。我们先回去吧，把家里打理好，万一哪天她想落脚的时候，迎接她的是满屋的温馨。4年后，人间仙境一样的山谷，3个圆滚滚的小豆丁揪着红绫的尾巴，被红绫拖着满地跑。我要揪不住啦！叶秋出来看到的就是红绫尾巴上挂了3个脏兮兮的铃铛。叶秋想扶额，3个小豆丁换下来的衣服，他们亲爹还在洗呢，这身上的又脏了。红绫，你就顺着他们吧，什么时候把你身上的毛揪完了，你可别找我哭。娘亲，你来了，我弟弟什么时候出来呀？小月儿，什么弟弟？我的弟弟呀。爹爹说，只要爹爹和娘亲在屋里的时候，我们不打扰，我们很快就有弟弟了。娘亲，我弟弟什么时候来呀？什么时候能给我玩呀？感情我不在的时候，孩子爹就是这么教孩子的。好得很，未来的1年都别想其他的。在屋后搓洗衣服的阿野心里一咯噔，手里的衣服一扔，把搓衣板抱着就风风火火地跑到前面。媳妇，这金丝楠木做的搓衣板绝对是惩罚人的好家伙，1个时辰不够，咱就2个时辰；2个时辰不够，咱就3个时辰。我错了，跪1个月都可以，但绝对不能1天不进房。你还真是出息，以后不许在孩子面前胡咧咧。好嘞，不是媳妇的。春去秋来，4国在金羽宗的干涉下一直和平共处，互通贸易，经济突飞猛长，百姓安居乐业。阿野临终之前，模糊的眼睛看着容颜依旧的媳妇儿，只是此刻面上却布满了泪水，想替媳妇擦擦泪水都做不了。媳妇儿，不着急的，我们没有走过的地方，让孩子们带着你慢慢走。我会等着你的，不哭，笑着好看，笑着。阿野虽然心里很遗憾，但还是安详地闭上眼睛。有媳妇相伴一生已知足，但他还会拼命争取来生。你不借他人之手，事无巨细，亲力亲为地照顾了我大半辈子，这最后一次，便由我来照顾你吧。不好看就不好看点吧，反正这都是你宠的，害得我现在连梳个头发都不会了。叶秋给阿野整理好。你呀，把我宠的生活都不能自理了，却想先丢下我跑了，那怎么可以呢？招惹了我，生生世世你都要留在我身边。叶秋把事先准备好的信放在桌上，躺在阿野身边，拉着他的手，在药效发作当中，面带笑容追扶而去。在他们的孩子、孙子以及属下痛哭流涕当中，叶秋和阿野以灵魂的状态团聚了。如果灵魂能流眼泪，阿野肯定能把泪水哭干。他以为再也见不到媳妇了，没想到眨眼的功夫，
媳妇就来了。不想神形俱灭，变凝神，即将穿梭时空缝隙。灵魂动态的叶秋再次听到这个声音，如果允许的话，他恨不得蹦跶几下。他爹来了，他爹来接他们来了。阿爷，听话，还有生生世世等着我们。生生世世不分离。